少主，人已带到。叶宵费力地睁开眼，宿醉般的头痛让他下意识皱起眉头。映入眼帘的不是熟悉的出租屋天花板，而是一片用巨大黑曜石雕琢而成的穹顶，穹顶上镶嵌着无数发出幽光的宝石，宛如倒悬的星河，充满了邪意与威严。他正坐在一张由不知名巨兽骸骨铸就的王座之上，身下是柔软的黑色毛皮，触感冰凉而顺滑。而在王座之下，一个身穿白衣、身姿绰约的女子正跪在地上，身体因恐惧而瑟瑟发抖，但那张梨花带雨的绝美脸庞上却写满了不屈与倔强。这是哪里？拍戏现场。叶宵的大脑一片混沌，紧接着一股庞大而混乱的记忆洪流，如同绝地的洪水，猛地冲入他的脑海。剧痛让他忍不住发出一声闷哼，他死死抓住骸骨王座的扶手，指节因为用力而发白。万魔殿，魔道巨擘，禁忌魔尊叶苍穹的独子，万魔殿唯一的少主叶宵，一个恶名昭彰、嚣张跋扈、视人命如草芥的纨绔反派。记忆中，这个与他同名同姓的家伙，昨日还在因为抢夺一件法宝，随手捏死了一个正道宗门的长老，随后大摆宴席，饮酒狂欢，直至酩酊大醉。而王座下跪着的这个白衣女子，身份更是特殊，她叫林希雪，乃是正道第一宗门天剑宗宗主的掌上明珠，更是这个世界天命之子萧莫凡的青梅竹马兼未婚妻。按照脑海中那份多出来的仿佛剧本般的记忆，自己接下来会对林希雪百般羞辱，玩弄她的尊严，最后再像扔垃圾一样将她扔出万魔殿。而这一举动将彻底激怒在外力练归来的萧莫凡，他之后便一路开挂，奇遇不断，最终杀上万魔殿，将自己这个终极反派踩在脚下，成为他扬名立万、抱得美人归的最重要一块垫脚石。我成了反派垫脚石。叶宵的眼神瞬间变得冰冷而锐利。他不是那个蠢货纨绔，他是一个来自21世纪的穿越者。他很清楚，在这种玄幻世界里，跟天命之子作对，下场只有一个，死无全尸。怎么办？现在把林希雪放了，再去跟萧莫凡赔礼道歉？不可能。以原身犯下的累累血债，以及万魔殿与正道的血海深仇，萧莫凡只会把他挫骨扬灰。求和是死路一条，那就只能一条路走到黑了。就在叶宵心思电转，思考着破局之法时，一个冰冷、机械却宛如天籁的电子音在他脑海中轰然炸响。叮！检测到宿主强烈的求生欲与反抗意志，符合绑定条件，天命大反派系统正在激活。激活成功，叶宵的瞳孔猛地一缩。系统，穿越者的标配金手指，他来了。还没等他仔细研究，系统界面便自动在眼前展开，一行行冰冷的文字浮现。剧情节点触发，天命之子的未婚妻，检测到原著主角萧莫凡的青梅竹马兼未婚妻九天玄女转世林希雪已被掳至殿中，宿主面临命运的抉择，请做出选择。叶宵的呼吸微微一滞，目光死死地盯住了眼前的虚拟光幕。选择一，遵循原著剧情，当众羞辱林希雪，践踏其尊严后将其放走。此举将彻底激怒天命之子萧莫凡，使其获得复仇之心光环，气运大幅提升。选择奖励，玄阶下品魔功血煞功。看到这个选项，叶宵的嘴角勾起一抹不屑的冷笑。给主角送经验加 buff， 然后奖励一本垃圾功法，狗都不选。他的目光缓缓移向了第二个选项。选择二，逆天改命截胡天命，直接宣布与林希雪大婚，立为万魔殿少主正妻。此举将沉重打击天命之子萧莫凡的道心，掠夺其部分气运。选择奖励上古至尊魔骨。上古至尊魔骨，仅仅是看到这6个字，叶宵的呼吸都变得急促起来。根据原身的记忆，这方世界体质为王，骨骼、血脉、灵根决定了一个修士的上限。原身虽然背景滔天，但天赋只能算中上，远称不上顶尖妖孽。而这上古至尊魔骨一听就是最顶级的体质，有了它，自己的修炼之路将一片坦途。这还用选吗？一个是在作死的道路上狂奔，一个是直接起飞走向人生巅峰。小孩子才做选择。叶宵的眼神变得无比坚定，再也没有半分犹豫。他缓缓从骸骨王座上站起，居高临下地俯视着殿中众人，目光最终落在了林希雪那张倔强而绝美的脸上。殿下的魔道长老们看到少主起身，纷纷躬身，等待着他的命令。在他们看来，少主定然是要想出什么新奇的法子来折磨这个正道仙子了。就连跪在地上的林希雪也绝望地闭上了眼睛，握紧了藏在袖中的一根发簪，准备在受辱的瞬间了结自己。然而叶宵接下来的话却让整个大殿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只听他用一种不容置疑的霸道的帝王口吻，声音传遍了魔宫的每一个角落。本少主看上他了，传我命令。
3日之后，本少主将与此女举行大婚，立为正妻。此言一出，满座皆惊。什么？少主要娶这个正道女子为妻？这如何使得？她可是天剑宗的人，是我们的死敌啊！几位魔殿长老面面相觑，脸上写满了难以置信。他们完全无法理解，一向是正道如猪狗的少主，为何会做出如此荒唐的决定。而跪在地上的林希雪更是猛地睁开了双眼，美眸中充满了震惊与茫然。娶我？这个杀人不眨眼的魔头要娶我为妻？这比直接杀了他还要让他感到恐惧和荒谬。他宁死也绝不嫁给这个恶魔。就在大殿中议论纷纷，林希雪面如死灰之际，一道充满了无上威严的狂笑声自魔殿深处滚滚而来，瞬间压下了所有的声音。哈哈哈哈哈！好，不愧是我叶苍穹的儿子，有魄力。抢来的女人就该放在身边，正道仙子又如何？我儿喜欢，那便娶了。本尊准了。这声音正是万魔殿之主禁忌魔尊叶苍穹，他一锤定音，再无人敢有异议。魔殿长老们立刻躬身领命。尊魔尊法旨，遵少主之令。一瞬间，林希雪所有的希望都破灭了。她瘫软在地，绝美的脸庞上血色尽退，只剩下无尽的绝望与灰暗。看着她这副模样，叶萧的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弧度，心中默念：我选择2。定。宿主做出选择，奖励发放中。上古至尊魔骨开始融合，一股无法形容的剧痛瞬间席卷了叶萧的四肢百骸。轰！一股无法用言语形容的恐怖力量在叶萧的体内轰然炸开。那不是单纯的能量，而是一种源自生命最本源的至高无上的改造之力。咔嚓咔嚓，叶萧能清晰地听到自己体内的每一寸骨骼都在寸寸碎裂。紧接着，一股金色的带着无上魔威的神性物质开始从虚无中诞生，以一种蛮横霸道的方式重塑着他的骨架。碎裂，重塑，再碎裂，再重塑，仿佛有亿万柄神锤在敲打，有无尽的炼狱魔火在灼烧。那种痛苦足以让神魂崩溃，让仙佛堕落。叶萧的身体剧烈地颤抖着，额头上青筋暴起，豆大的汗珠滚滚滑落。他死死咬着牙关，喉咙里发出一阵压抑的嘶吼，双目赤红，仿佛在承受着炼狱般的酷刑。但他没有倒下，他挺直了脊梁，依旧站在那骸骨王座之前，用强大的意志力硬生生承受着这脱胎换骨的剧痛。因为他能清晰地感觉到，伴随着剧痛而来的是爆炸性的力量增长。他原本平平无奇的魔道修为，此刻正以一种匪夷所思的速度节节攀升。瓶颈，那是什么东西？在上古至尊魔骨的力量面前，所有的修炼壁垒都脆弱得如同纸糊一般，一冲即破。轰隆隆！就在此时，整个万魔殿的上空风云变色，无尽的魔气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形成一个遮天蔽日的巨大漩涡。而在漩涡的中心，隐约有金色的雷霆闪烁，散发出令人心悸的威压。天哪，这是什么异象？好恐怖的威压！是魔尊大人在修炼吗？不对，这股气息的源头是少主。大殿中的长老们纷纷冲出殿外，抬头望天，一个个脸上写满了震撼与骇然。他们能感觉到那股让他们都感到战栗的无上魔威，正是从他们那位纨绔少主的身上散发出来的。少主，这是开窍了。一位长老喃喃自语，语气中充满了难以置信。这哪里是开窍，这分明是魔神降世啊！不知过了多久，那撕心裂肺的痛苦终于缓缓退去。叶萧长长的吐出一口浊气，那浊气漆黑如墨，落地之后竟将坚硬的黑曜石地面都腐蚀出了一个深坑。他缓缓睁开双眼，一抹璀璨的金芒在其眼底一闪而逝。他能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举手投足之间都蕴含着一股毁天灭地的力量。他内视己身，发现原本的反骨已经彻底蜕变成了一副流淌着淡淡金辉，镌刻着无数玄奥魔纹的至尊魔骨。定，上古至尊魔骨融合成功，宿主修为已突破至元婴境大圆满。恭喜宿主获得至尊魔骨半生神通，万魔不灭体，魔帝巡天步。感受着体内澎湃如海的力量，叶萧的嘴角终于扬起了一抹满意的笑容。仅仅是一个开局奖励，就让他从一个不入流的修士一跃成为了年轻一辈中的顶尖强者。这天命大反派系统果然霸道。3日时间转瞬即逝，万魔殿张灯结彩，虽然布置的依旧是邪意森然，但处处透着一股喜庆的气氛。魔宫深处，一间奢华至极的婚房内，林希雪身穿一袭鲜红的嫁衣，静静地坐在床边。嫁衣上用金线绣着狰狞的魔龙图腾，与她那张圣洁如仙的脸庞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带来一种诡异而惊心动魄的美感。但此刻，她那张绝美的脸上
没有半分新嫁娘的喜悦，只有一片冰冷的死寂。他的右手紧紧地藏在宽大的袖袍之下，掌心之中赫然是一根被打磨得锋利无比的凤钗。他已经做好了决定，如果那个恶魔敢碰他，他会毫不犹豫地将这根凤钗刺入自己的心脏。他天剑宗的林希雪宁可以死明志，也绝不受辱。吱呀，房门被推开，身穿一身黑色魔龙喜袍的叶宵缓步走了进来。林希雪的身体瞬间绷紧，如同受惊的兔子，眼神决绝地盯着门口的男人，全身的灵力都开始暗暗运转。然而叶宵的反应却再次出乎了他的预料，他没有像一头饿狼般扑过来，甚至没有多看他一眼，而是径直走到了桌边，自顾自地提起酒壶倒了2杯酒。整个过程中他的动作行云流水，神态平静淡然，仿佛他不是来入洞房的，只是来找个地方歇歇脚。这让准备拼死一搏的林希雪顿时有种一拳打在棉花上的感觉，心中充满了错愕。叶宵端起其中一杯酒，轻轻晃了晃，这才将目光投向了床边的绝色佳人，平静地开口：林希雪，你信不信你那所谓的天才未婚夫萧莫凡未来会为了一个妖女亲手将你推入万丈深渊，夺你灵根？你说什么？林希雪豁然起身，满脸的难以置信，声音因为激动而变得尖锐。你胡说，你这个魔头休想污蔑莫凡哥哥。萧莫凡是他的天，是他从小到大唯一的信仰，他绝不相信那个温润如玉对他呵护备至的莫凡哥哥会做出那等丧心病狂之事。污蔑？叶宵轻笑一声，那笑容中充满了嘲弄与怜悯。他端着酒杯缓步走到林希雪面前，居高临下地看着她，眼神仿佛能洞穿人心。我来问你，3年前的秋天，你和萧莫凡在断魂崖历练，是不是曾遭遇一头千年冰蚕的袭击？你为了救他身中寒毒，至今每逢月圆之夜，丹田都会隐隐作痛。林希雪的瞳孔猛地一缩，脸色瞬间变得煞白。这件事是他和萧莫凡之间最大的秘密，除了他们2人，绝不可能有第3个人知道。这个魔头他是怎么知道的？叶宵没有理会他的震惊，继续用一种平淡到冷酷的语气说道：我再问你，萧莫凡送你的那枚定情玉佩，他是不是告诉你那是他萧家祖传的宝物，见玉佩如见他本人？林希雪下意识地握紧了胸前的一枚玉佩，那是他最珍视的东西。他骗你的。叶宵毫不留情地击碎了他的幻想。那枚玉佩是他有一次在方室外的臭水沟里捡到的，连一块灵石都不值。他之所以送给你，不过是看你单纯好骗罢了。不可能！林希雪的身体开始颤抖，信念的堤坝正在出现一道道裂痕。叶宵将另一杯酒递到他的面前，眼神深邃如渊。这个世界远比你想象的要残酷，在你眼中，萧莫凡是天之骄子，是未来的救世主，但在天命的剧本里，他只是主角，而你……叶宵顿了顿，一字一句地说道：你只是他成道路上用来祭天的一件祭品，你的牺牲，你的死亡，只会成为他变强的养料，让他变得更强，然后去拯救另一个女主角。天道视你为尘埃，萧莫凡视你为垫脚石，只有我……叶宵伸出手，用指尖轻轻挑起他光洁的下巴，强迫他与自己对视。视你为我的战利品，但我的东西谁也别想碰。他的话语霸道、自私，充满了占有欲，却又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强势。林希雪的信念在这一刻彻底开始崩塌。他看着眼前这个男人，他明明是魔头，是恶棍，可他眼中的笃定与掌控一切的自信，却让他感到一阵莫名的心悸。难道他说的是真的？叶宵收回手，从怀中取出一个玉瓶，随手扔在了桌上。这里面是一枚9阳融血丹，可以彻底根除你体内的寒毒。说完，他转身便向门外走去。想通了，你就是这万魔殿的女主人。想不通，就在这房间里待到死。门，我不会锁。话音落下，他的人已经消失在了门外，只留下林希雪一个人呆呆地站在原地。他看着桌上那杯未动的酒，又看了看那个散发着灼热气息的玉瓶，内心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剧烈挣扎。一夜之间，叶宵在他心中种下了一颗怀疑的种子，这颗种子将在不久之后生根发芽，彻底颠覆他的世界。第2日清晨，叶宵端坐在魔宫的书房内，手指有节奏地敲击着桌面。他一夜未眠，但融合了至尊魔骨之后，精力却前所未有的旺盛。他在梳理着脑海中关于天命之子萧莫凡的剧情线。按照剧本，今天就是萧莫凡得到他人生中第一个大机缘的日子。叶宵的嘴角勾起一抹冰冷的弧度。那个机缘名为青莲的星火，是一种天地异火，藏匿于万魔殿疆域边缘的妖兽山脉之中。原剧情里，萧莫凡历经9死1生，最终在一位神秘老爷爷的残魂帮助下，成功收服了这朵异火，实力大增，从此开启了他的逆袭之路。神秘老爷爷，戒指里的老爷爷吗？真是经典的套路。叶宵冷笑一声。
可惜你今天的好运到头了。他站起身，对着门外吩咐道：“来人！”一名身披重甲的魔卫立刻单膝跪地：“少主有何吩咐？”备好九龙魔剑，召集100名魔皇卫队，随本少主去一趟妖兽山脉。是。魔卫领命而去。片刻后，叶萧来到了林希雪的房门前，房门依旧紧闭着。他没有敲门，只是淡淡的开口道：“我要出门一趟，带你去见识一下你那位未婚夫的真面目。”房间内一片寂静，叶萧也不着急，就那么静静地站在门口。过了许久，房门吱呀一声被从里面拉开，林希雪换下了一身红装，重新穿上了那件素雅的白裙。她的脸色依旧苍白，眼眶微红，显然是一夜未睡，但眼神中的迷茫与挣扎却比昨日更加浓郁。桌上的那瓶九阳融血丹已经不见了，显然他已经服下了丹药。走吧。叶萧没有多问，转身便走。林希雪默默地跟在他的身后，像一个没有灵魂的木偶。万魔殿的广场上，一架由9条狰狞的黑色蛟龙拉着的巨大战车早已准备就绪。辇车通体由沉渊魔晶打造，车身之上魔气缭绕，奢华而霸气。100名身穿统一制式黑色铠甲，气息雄浑，修为至少在化神境的魔皇卫，整齐地分列两侧，肃杀之气冲天起。这便是万魔殿最精锐的卫队之一——魔皇卫。叶萧揽着林希雪的腰肢，直接飞身跃上了魔辇。林希雪身体一僵，想要挣扎，却被叶萧用不容抗拒的力量禁锢在怀中。坐稳了。叶萧在他耳边轻语，随即下令：“出发！”吼！9条黑色蛟龙发出一声震天咆哮，拉着魔辇冲天起，化作一道黑色流光，朝着妖兽山脉的方向浩浩荡荡地飞去。魔辇之上，罡风凛冽，但都被车身周围的护罩隔绝在外。叶萧端坐于主位，林希雪则坐在他的身旁。一路上，叶萧都在闭目养神，林希雪则看着下方飞速倒退的山川河流，心乱如麻。我带你去看一场好戏。叶萧忽然睁开眼，声音淡然地说道：“让你亲眼看看你的天命有多么廉价，你所信赖的那个男人又是何等的可悲。”林希雪咬着嘴唇，没有说话。她不知道该信谁，但她心中那不祥的预感却越来越强烈。半个时辰后，九龙魔剑在一处偏僻而炽热的山谷上空停了下来。叶萧站起身，负手而立，低头俯瞰。只见山谷深处，一个巨大的熔岩湖泊正在翻滚着灼热的岩浆，而在湖泊的中心有一座青色的莲台，莲台之上，一朵青色的火焰正在静静的燃烧，散发着毁灭性的气息，正是青莲的星火。而在熔岩湖泊的岸边，一个衣衫褴褛、浑身是伤的青年正在与一头体型巨大的双头火蟒殊死搏斗。那青年正是萧莫凡。此刻的他哪里还有半分天剑宗天才弟子的风采，狼狈得像个乞丐，全靠着一股不屈的意志在苦苦支撑。莫凡哥哥！林希雪在看到萧莫凡的瞬间便忍不住惊呼出声，眼中充满了担忧与心痛。而正在苦战的萧莫凡也听到了这声呼唤，他猛地抬头，一眼就看到了悬浮在半空中的九龙魔辇，以及魔辇上站着的叶萧和林希雪。当他看到林希雪安然无恙，甚至衣着华贵地站在叶萧身边时，他的双眼瞬间变得血红，一股滔天的怒火与被背叛的耻辱感直冲天灵盖。林希雪，你竟然背叛我，投靠了这个魔头！还有你，叶萧，你这个卑鄙无耻的魔崽子，不但抢我妻子，还敢出现在我面前！我萧莫凡发誓，今日定要将你碎尸万段！他状若疯魔，也顾不上一旁的双头火蟒，竟是提着剑就要朝天上的魔辇冲来。看着他那副无能狂怒的模样，叶萧的脸上只有一片漠然。聒噪！他甚至懒得亲自动手，只是随意地抬了抬手。他身后的一名魔皇卫立刻会意，隔空对着下方的双头火蟒弹出了一指，一道漆黑的魔光一闪而逝。噗！那头让萧莫凡陷入苦战，实力堪比元婴初期的双头火蟒，连惨叫都没来得及发出，巨大的头颅便轰然炸开，庞大的身躯无力地栽倒进熔岩湖中，激起一片岩浆。秒杀！萧莫凡前冲的身形戛然而止，呆呆地看着火蟒的尸体，脸上写满了惊骇。而这仅仅是开始，叶萧的目光如同看一只蝼蚁般落在了萧莫凡的身上。他隔空伸出手，对着萧莫凡轻轻一握，轰！一股无形却无可匹敌的恐怖威压轰然降临。萧莫凡只觉得仿佛有一座太古神山压在了自己身上，双腿一软，扑通一声便跪倒在地，全身骨骼都在发出不堪重负的呻吟，连动一根手指都做不到。不，这不可能！萧莫凡的眼中充满了恐惧与绝望，他无法相信几天前还只是个酒囊饭袋的叶萧，为何会变得如此恐怖？仅仅是一个眼神，就让他毫无反抗之力。叶萧根本没有理会地上的蝼蚁，
他身形一动，便轻飘飘地落在了熔岩湖中心的莲台之上，从容地伸手将那朵青莲的星火摘了下来。与此同时，系统的提示音在他脑海中响起：叮，成功截胡天命之子机缘青莲的星火，触发100倍暴击返还，恭喜宿主获得神品异火红莲业火。一股更加灼热、更加恐怖的火焰信息涌入叶萧的脑海，他看都懒得看手中的青色火焰，仿佛那是什么不值钱的玩意儿。他转身重新飞回到魔辇之上，来到了林希雪的面前。此刻的林希雪已经彻底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他看着被轻易镇压、跪在地上动弹不得的萧莫凡，又看了看云淡风轻、掌控一切的叶萧，强烈的对比让他的内心掀起了滔天巨浪。叶萧无视了他的震惊，脸上露出了一抹堪称温柔的笑容。这种低级的火焰配不上我的女人，他说着摊开了自己的手掌。嗡，一朵妖异的燃烧着罪业与毁灭气息的红莲在他掌心缓缓绽放。红莲业火，这朵火焰出现的瞬间，下方的青莲地心火竟发出一阵哀鸣，火焰都萎靡了下去，仿佛臣子见到了帝王。我这里有个更好的。叶萧的声音充满了蛊惑。现在我便用它为你洗精伐髓，助你踏上真正的强者之路。说完，不等林希雪反应，他便将那朵红莲业火轻轻地按向了他的眉心。轰！林希雪的体内仿佛有一座沉寂了万古的火山，在这一刻被悍然引爆。那朵妖异的红莲业火在他眉心处化开，并未带来想象中的焚身之痛，反而化作一股股温暖而纯粹的洪流，冲刷着他的四肢百骸，洗涤着他的经脉与灵根。之前为了救萧莫凡而留下的寒毒旧伤，在这股力量面前，连一个呼吸都未能撑过，便被焚烧得干干净净。他的修为瓶颈被摧枯拉朽般冲破，气息以一种肉眼可见的速度节节攀升，原本清冷出尘的气质之上，更是增添了一抹妖异而圣洁的独特韵味。他感受着体内奔腾的全新力量，整个人都陷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震撼之中。这便是力量的感觉吗？这便是站在云端俯瞰众生的感觉吗？而在他蜕变的同时，下方跪在地上的萧莫凡正用一双布满血丝的眼睛死死地瞪着这一幕。嫉妒、怨毒、不甘、屈辱，种种情绪在他胸中交织沸腾，最后化作一股歇斯底里的疯狂。那是他的女人，那是本该属于他的机缘。现在所有的一切都成了叶萧这个魔头用来羞辱他的工具。啊！狗男女，你们这对狗男女！萧莫凡状若疯魔，用尽全身力气发出一声怨毒的咆哮。林希雪，你这个贱人，我萧莫凡待你不薄，你竟然背叛我，投靠这个魔头。叶萧，你等着，30年河东，30年河西，莫欺少年穷。今日之辱，他日我必100倍奉还。这番话他吼得气贯长虹，充满了不屈的意志。然而听在魔辇上的众人耳中，却只觉得滑稽可笑。林希雪原本因看到他惨状而生出的一丝复杂情绪，在听到贱人2字时也瞬间烟消云散，他的心彻底冷了下去。叶萧甚至连表情都没有半分变化，只是觉得这只蝼蚁实在太过吵闹。他隔着100丈虚空随意地挥了挥手，啪！一声清脆响亮的耳光声响彻了整个山谷。正处于亢奋状态的萧莫凡，整个人被一股无法抗拒的巨力抽得横飞出去，半边脸颊瞬间塌陷，几颗牙齿混合着血沫在空中划出一道凄惨的弧线。他重重地摔在地上，脑子嗡嗡作响，彻底被打懵了。所有的豪言壮语，所有的不屈意志，在这一巴掌面前都成了一个天大的笑话。叶萧收回手，身形一晃，悄无声息地出现在萧莫凡的面前。他没有去看萧莫凡那张烂泥般的脸，而是将视线落在了他右手手指上那枚看起来平平无奇，甚至有些发黑的古朴戒指上。吵完了吗？叶萧的声音很轻，却让刚刚回过神来的萧莫凡浑身一颤。你的依仗就是这个小东西吧？此话一出，萧莫凡如遭雷击，眼中迸发出前所未有的惊恐与骇然。他最大的秘密，他逆天改命的唯一希望，这个魔头他是怎么知道的？不，你别碰他！萧莫凡发出惊恐的尖叫，下意识地想要捂住自己的手，但他被叶萧的气机死死压制，连一根手指头都动不了。就在这时，那枚古朴的戒指之上突然冒出了一阵青烟，青烟之中，一道虚幻的老者身影缓缓凝聚成形。他须发皆白，面容古拙，身上带着一股丹药的清香，眼神中充满了岁月的沧桑与高傲。小辈，好大的胆子！老者虚影一出现，便对着叶萧厉声呵斥，一股强大的灵魂威压朝着叶萧当头压下。敢对本尊看中的传人如此无礼，你可知本尊生前是何等存在？速速退去，本尊或可饶你一命。他试图用自己生前的威名与强大的灵魂力量吓退这个看起来深不可测的魔道后生。魔辇之上，
林希雪与一众魔皇卫都露出了凝重的神色，他们都能感觉到这道灵魂虚影的非同凡响。然而叶萧的反应却再次让所有人大跌眼镜，他非但没有被吓到，反而像是看到了什么有趣的东西，脸上露出了一抹残忍的笑意。生前再厉害，现在不也只是一缕躲在戒指里苟延残喘的孤魂野鬼，也配在我面前叫嚣？话音落下的瞬间，叶萧不再有任何掩饰。轰！一股源自血脉与骨骼最深处，仿佛凌驾于诸天万界之上的无上魔威自他体内轰然爆发，金色的神辉自他背后升腾，一道道玄奥的魔纹在他皮肤下流转，他整个人仿佛化作了一尊行走在人间的少年魔神。那来自老者虚影的灵魂威压，在这股霸道绝伦的威压面前，脆弱的如同3岁孩童的拳头瞬间被碾得粉碎。噗！老者虚影如遭山岳撞击，虚幻的身体剧烈的扭曲起来，发出一声凄厉痛苦的尖叫。原本高傲的脸庞上，此刻只剩下无尽的恐惧与不敢置信。这是至尊骨？不可能！这方世界怎么可能诞生出这等体质？他嘶吼着，声音里充满了绝望。他生前乃是站在大陆之巅的药圣，见识何其广博，却也只在最古老的典籍中看到过关于这种传说体质的只言片语。拥有此等体质者，乃是天生的皇者，万古无一的妖孽。自己这点残魂，在对方面前连塞牙缝都不够。叶萧完全没有理会他的惊恐，他伸出手，漆黑的魔气凝聚成一只遮天大手，无视了萧莫凡绝望的惨嚎，一把抓住了他的右手。咔嚓一声轻响，那枚古朴的戒指被硬生生从萧莫凡的手指上剥离下来，飞到了叶萧的手中。不，老师，不要！萧莫凡发出杜鹃啼血般的哀嚎，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最后的希望落入敌手，他的精神世界在这一刻彻底崩塌了。叶萧把玩着手中的戒指，感受着里面那个瑟瑟发抖的灵魂，淡然开口：给你2个选择，一，我现在就捏碎这枚戒指，让你魂飞魄散，永世不得超生；二，臣服于我，献出你的灵魂本源，做我万魔殿的炼丹奴仆。我心情好了，或许可以帮你重塑肉身，让你苟延残喘。老者虚影在戒指中剧烈颤抖，这是何等的羞辱！想他堂堂药圣，生前受万人敬仰，死后竟要沦为一个魔头的奴仆，这比直接杀了他还要让他感到难受。但他不敢赌，他能感觉到眼前这个少年魔头绝对说得出，做得到。最终，一股充满了屈辱与不甘的意念从戒指中传递出来。我选2。叶萧满意的点点头，随手将戒指戴在了自己的手上。他最后看了一眼地上那滩烂泥般的萧莫凡，眼中再无半点波澜。他抬起脚，轻轻地踩在了萧莫凡的丹田气海之上，扑哧一声闷响，萧莫凡的丹田应声而碎，一身辛辛苦苦修炼来的修为，如同决堤的洪水般瞬间宣泄得一干二净。从此他便是一个连普通人都不如的废人。杀你太便宜你了，好好看着吧，你曾经拥有的一切都将成为我叶萧的。叶萧的声音成了萧莫凡昏迷前听到的最后一句话。他对身后的魔皇卫吩咐了一句，把他扔进妖兽山脉最深处。是。2名魔皇卫上前，像拖死狗一样拖起昏死过去的萧莫凡，直接飞向了远处危机四伏的山脉深处。也就在这时，系统的提示音在叶萧的脑海中接连炸响。叮！宿主成功掠夺天命之子核心机缘药圣残魂，严重打击其气运，气运之子模板濒临破碎，触发1000倍暴击返还。恭喜宿主获得上古丹神传承，恭喜宿主神魂海中自动演化太虚神鼎。轰隆！一股无比庞大浩瀚的炼丹知识与经验，如同宇宙星海般猛地灌入叶萧的灵魂深处。无数失传的丹方，神乎其技的炼丹手法，对天地万物的药理理解，在这一刻全部化作了他自己的本能。与此同时，在他的神魂海洋之中，一尊古朴厚重，仿佛承载了整个宇宙的3足2耳圆鼎缓缓凝聚成型。太虚神鼎可炼化万物，逆转乾坤。巨大的收获让叶萧的心情前所未有的舒畅。他转身飞回到魔辇之上，无视了一众魔皇卫敬畏到极点的目光，径直走到了林希雪的面前。他一把将还有些失神的绝色佳人揽入怀中，在他耳边用一种带着磁性的声音轻笑：现在我们回家。9条黑色蛟龙撕裂云海，拉着巨大的魔辇轰然降临在万魔殿前方的广场之上。狂风呼啸，吹得殿前无数魔幡猎猎作响。守卫在广场上的魔将们感受到那股熟悉的霸道气息，纷纷单膝跪地，声震云霄，恭迎少主回殿。然而当他们抬起头时，所有人的动作都僵住了。魔辇之上，他们的少主叶萧依旧是一身黑袍，可身上那股雄浑磅礴直冲天际的修为气息却让他们感到阵阵心悸。元婴大圆满？怎么可能？
少主出门才半日不到，修为怎么会暴涨到如此地步？更让他们惊掉下巴的是站在少主身边的那个白衣女子，那不正是3日前被掳来的天剑宗仙子林希雪吗？此刻的她哪里还有半点阶下囚的狼狈与倔强？她安静地站在叶萧身旁，容颜比3日前更加光彩照人，气质中圣洁与妖异交织，形成一种令人心魂摇曳的魅力。最重要的是，她身上流转的气息竟然也踏入了金丹之境，而且根基稳固，隐隐有烈焰流转。这到底是发生了什么？叶萧没有理会众人的惊愕，牵着林希雪的手缓步走下魔撵，他揽着她的腰，动作亲密自然，仿佛他们本就是天造地设的一对。之前对这桩婚事颇有微词的几位长老，此刻感受到叶萧身上那深不可测的威压，一个个噤若寒蝉，连头都不敢抬。就在此时，一名站在角落里的旁系长老仗着自己辈分高，忍不住小声对身边的人嘀咕：哼，终究是正道妖女，不知用了什么狐媚手段，竟让少主如此沉迷，此乃我魔殿之祸根。他的声音虽小，但在场之人皆是修士，又怎会听不见？叶萧的脚步顿了顿，眉头微皱，正要发作，他身旁的林希雪却先一步有了动作。他甚至没有去看那个长老，只是清冷的视线淡淡扫了过去。一瞬间，一朵无形的红色涟影在他瞳孔深处一闪而逝。噗！那名还在喋喋不休的旁系长老身体猛地一震，仿佛被一座无形的山岳狠狠撞在胸口。他一口鲜血狂喷而出，整个人倒飞出去10几丈远，重重摔在地上，气息瞬间萎靡下去。他满脸骇然地看着林希雪，眼中充满了无法理解的恐惧。刚才那是什么力量？仅仅一个眼神就重创了他这个金丹后期的长老。整个广场瞬间陷入了一片死寂，所有魔修看向林希雪的眼神都变了，那不再是看待一个战利品或祸水，而是充满了敬畏与恐惧。只听林希雪清冷的声音清晰地传遍了整个广场：从今往后，我便是万魔殿的少主夫人，谁敢在背后非议，杀无赦。冰冷的话语配上他那圣洁的容颜与刚才那霸道的一击，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反差，让所有人心头巨震，再无人敢多言半句。叶萧看着身旁初露锋芒的女人，嘴角扬起一抹满意的弧度。他喜欢这种感觉，他的女人就该如此。就在此时，一声充满了无尽喜悦与狂放的笑声自魔殿最深处传来，滚滚魔威席卷了整个万魔殿。哈哈哈哈！好啊！我儿归来，何不进殿一见？是竞技魔尊叶苍穹的声音。叶萧牵着林希雪，在无数敬畏的目光注视下，缓步走入了幽深威严的万魔大殿。大殿深处，高达100丈的魔尊宝座之上，一道魁梧霸道的身影静静端坐。他周身魔气翻涌，面容隐藏在阴影之中，只能看到一双仿佛蕴含着无尽星辰生灭的眼眸。正是万魔殿之主叶苍穹。孩儿拜见父亲。叶萧微微躬身，林希雪也学着他的样子盈盈一拜。叶苍穹的目光先是落在林希雪身上，微微颔首，那眼神仿佛能看穿他的一切。不错，红莲业火，焚尽凡尘，涅槃重生，配得上我叶家的儿媳。随后他的视线终于凝聚在了叶萧的身上。轰！当他看清叶萧体内那流淌着淡淡金辉，镌刻着玄奥魔纹的骨骼时，即便是他这位魔道巨擘也无法再保持镇定。他猛地从宝座上站起，周遭空间都因为他情绪的剧烈波动而扭曲起来。这是上古至尊魔骨。叶苍穹的呼吸变得急促，双眸中爆发出前所未有的璀璨神光。他一步踏出，瞬间出现在叶萧面前，伸手搭在他的肩膀上，仔细感应。片刻之后，他仰天狂笑，笑声中充满了压抑不住的狂喜与激动。哈哈哈哈！天不绝我叶苍穹，天佑我万魔殿，我儿竟有如此逆天机缘，凝成传说中的至尊魔骨。正道那些伪君子拿什么和我儿斗？他的喜悦发自肺腑，他很清楚这副骨骼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万魔殿的未来有了一位能够真正君临天下的帝王。好儿子。叶苍穹重重地拍了拍叶萧的肩膀，眼中的欣赏与满意几乎要溢出来。你不仅自身获得大造化，还能将天命之子的女人调教得服服帖帖，这份手段比你老子我年轻时强多了。他大手一挥，一杆通体漆黑，上面缠绕着无数怨魂，散发出无尽凶戾之气的大幡凭空出现在大殿中央。此乃我万魔殿镇殿之宝，万魂幡。此幡乃是为父当年斩杀10万正道修士，以他们的神魂炼制而成，乃是一件可成长性的魔道至宝。今日为父便将它赐予你，从今天起，魔殿3成的资源任你调动，无需向我禀报。万魂幡3成资源调度权，这几乎是等同于将叶萧立为了万魔殿的储君。谢父亲。叶萧也不客气，伸手一招，
那万魂幡便化作一道黑光，没入他的掌心。你们都退下！叶苍穹对着林希雪和殿中伺候的魔仆挥了挥手。很快，空旷的大殿中只剩下了他们父子二人。仙儿，叶苍穹的神情变得严肃起来，和为父说说，你这次出去到底经历了什么？他想知道的不只是青莲的星火，更是那至尊魔骨的来历。叶萧没有隐瞒，将自己觉醒系统截胡机缘的事情用一种真假参半的方式简单叙述了一遍。当然，他将系统说成是自己血脉觉醒时诞生的一种神秘天赋。听完之后，叶苍气势磅礴地踱着步，沉吟许久。天命之子，掀翻棋盘。他咀嚼着叶萧话语中的几个词，眼中金光爆射。你说的没错，这方天地确实有一股无形的力量在左右着一切。正道那些老不死总喜欢把天意挂在嘴边，或许他们就是那股力量的棋子。为父争了一辈子，也不过是在这个棋盘上占据了一块比较大的地盘而已。他转过身，凝视着叶萧，眼神中充满了期许。但你不一样，你看到了棋盘之外的东西，你有资格去当那个执棋之人。叶萧展露出的心智与眼界，让他看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未来，一个真正属于万魔殿的主宰天下的未来。那个药圣残魂，你处理得很好。叶苍穹忽然话锋一转，语气中带着一丝莫名的意味。把它交给我，对为父冲击下一个境界有大用。叶萧心中一动，毫不犹豫地将那枚古朴的戒指递了过去。叶苍穹接过戒指，满意的点了点头，似乎心情极好。他最后提醒道，你废了萧莫凡，又抢了他的女人，天剑宗那边绝不会善罢甘休。我已得到消息，他们宗门的大长老已经带着使团在路上了，不日便会抵达我万魔殿。来要人？不是来问罪的。叶苍穹的脸上露出一抹残忍的笑意。叶萧闻言不怒反笑，眼中闪烁着嗜血的光芒。他摊开手，那赶凶威赫赫的万魂幡再次浮现，无数怨魂在幡面上挣扎咆哮，仿佛在渴望着新鲜的血肉。问罪，来得好，正好我的万魂幡还缺几个像样的主魂。3日之后，万魔殿那笼罩着终年不散魔气的上空，天穹仿佛被利刃划开，数道璀璨夺目的剑光撕裂云层，带着无匹的锋锐之气，骤然悬停在了万魔殿的山门之外。为首的是一名白衣青年，剑眉斜飞入鬓，星眸朗目，身姿挺拔如松，手持一柄流光溢彩的灵剑，浑身上下都透着一股破人的锐气与天生的金贵。他正是天剑宗宗主的长子林希雪的亲生兄长林天宇。在他身后，数名天剑宗的长老御剑而立，个个气息深沉，面色凝重，看向下方魔气缭绕的宫殿群时，毫不掩饰其中的厌恶与敌意。林天宇立于剑间，俯瞰着这座斜翼宏伟的魔道圣地，脸上满是正道天骄的傲慢与不屑。他深吸一口气，将雄浑的灵力灌注于声音之中，朗声喝道：天剑宗林天宇前来拜回万魔殿。声音如同一道惊雷，在群山之间滚滚回荡，震得无数魔殿建筑上的幡旗剧烈抖动。速速将我妹妹林希雪和那魔头叶萧交出来。这道充满了命令口吻的喝声清晰地传遍了万魔殿的每一个角落，霸道且不容置喙。一时间，魔殿内无数魔修纷纷抬头，脸上露出了被挑衅的怒容。放肆！什么东西也敢在我万魔殿门前叫嚣！天剑宗的杂碎，活得不耐烦了。等少主下令，定要将他们抽魂炼魄。怒骂声四起，但没有叶萧的命令，无人敢擅自冲出去动手。魔宫深处的书房之内，叶萧正闭目盘坐，神念沉浸在自己的神魂海洋之中。那尊古朴厚重的太虚神鼎静静悬浮，鼎身之上，无数玄奥的纹路仿佛蕴含着宇宙生灭的智理。他正在参悟这上古丹神传承中的无尽奥秘，每一分每一秒，他对丹道的理解都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林天宇那嚣张的喊话传进来时，他缓缓睁开了双眼，脸上并未有半分怒意，反而浮现出一抹饶有兴致的玩味。他侧过头，看向静立在一旁为他整理书卷的林希雪。经过红莲业火的洗礼，他的气质发生了极大的蜕变，圣洁的仙气并未消散，反而与那股新生的业火之力完美融合，让他整个人透出一种矛盾而又致命的吸引力。你哥哥来了。叶萧的声音很平静。要去见见吗？林希雪整理书卷的动作停顿了一下，她的脸色瞬间苍白了些许，长长的睫毛轻轻颤动，显露出内心的不平静。兄长那个从小就疼爱他，视他为掌上明珠的哥哥，他的眼神变得极为复杂，有亲情的牵绊，有对过去的迷茫，但更多的是一种回不去的决绝。他想起了萧莫凡那张虚伪的脸，想起了叶萧那霸道却又直指人心的话语，想起了自己这几天感受到的真实力量。最终他缓缓的却又异常坚定地摇了摇头。他没有说话，只是重新站到了叶萧的身后，用行动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叶萧的唇角微微上扬。
他喜欢这种乖巧而又聪明的女人。他慢条斯理地站起身，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衣袍，这才不紧不慢地朝着大殿之外走去。万魔殿主殿前的巨大广场上，叶宵缓步走出，身后一步之遥跟着神情清冷的林希雪。山门外悬停在半空的林天宇第一时间就看到了自己的妹妹。当他看见林希雪安然无恙，甚至气色比在宗门时还要红润，身上还穿着一看就非凡品的华美衣裙时，先是松了一口气。但下一刻，当他看到林希雪竟是紧跟在那个魔头身后，一副以其为首的姿态时，一股难以遏制的怒火瞬间冲上了他的头顶。希雪，他厉声喝道，声音里充满了焦急与愤怒。快过来，到哥哥这里来，离开那个魔头。在他看来，自己的妹妹一定是受了这魔头的胁迫与蛊惑，才会做出这般举动。然而叶宵却像是完全没有听到他的话，甚至连一个眼神都懒得投向他。他当着山门外所有天剑宗弟子的面，旁若无人地伸出手，揽住了林希雪柔软纤细的腰肢。在林希雪身体微僵的瞬间，他低下头，在她光洁如玉的脸颊上轻轻亲了一口，动作自然、亲密且充满了占有。做完这一切，叶宵才懒洋洋地抬起头，将视线投向了气得脸色铁青、浑身发抖的林天宇。你就是希雪的哥哥？他上下打量了林天宇一番，像是看着一件平平无奇的货物。看起来不怎么样。希雪现在是我的女人，是这万魔殿未来的女主人。叶宵的声音不大，却清晰地传入了每个人的耳中，带着一种理所当然的霸道。你又是以什么身份在这里大呼小叫？此言一出，林天宇和他身后的天剑宗长老们脸色全都变得难看至极。这已经不是挑衅了，这是赤裸裸的羞辱。林天宇气得浑身灵力都在沸腾，他指着叶宵，又看向自己的妹妹，痛心疾首的怒斥：你这个妖女，你被这魔头蛊惑了心智，你忘了宗门，忘了含辛茹苦将你养大的爹娘吗？你忘了与你海誓山盟，如今生死不知的未婚夫萧莫凡吗？他试图用亲情和旧情来唤醒自己的妹妹，可他不知道萧莫凡这3个字如今对林希雪而言就是最大的讽刺。听到这个名字，林希雪原本还有些波澜的眼眸瞬间只剩下冰冷的厌恶。她向前一步，与叶宵并肩立，清冷的目光直视着自己的兄长。哥哥，你回去吧。他的声音很冷，不带一丝感情。萧莫凡道貌岸然，虚伪至极，我与他早已恩断义绝，我现在过得很好。他顿了顿，环视了一圈这魔气森森却让他感到无比真实的万魔殿，一字一句地说道：这里才是我的家。轰！林希雪的这番话如同一柄无形的巨锤，狠狠地砸在了林天宇的心头之上。你说什么？他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整个人都懵了。他的妹妹天剑宗最纯洁的仙子，竟然说这座魔窟是他的家，他无法接受。所有的理智在这一刻被愤怒和心痛彻底冲垮，他将这一切的罪责都归咎到了叶宵的身上。叶宵？林天宇双目赤红，死死地盯着那个揽着自己妹妹的魔头，身上爆发出冲天的剑意。你这该死的魔头，定是你用了什么邪法蛊惑我妹，毁她道心。枪！一声清越的剑鸣响彻云霄，林天宇手中的灵剑彻底出鞘，剑尖遥遥指向下方的叶宵，森然的杀机锁定了他的身影。今日我林天宇必要替天行道，斩了你这魔头！面对林天宇那灌注了滔天杀意的剑指，叶宵的脸上没有半分波澜，他甚至懒洋洋地打了个哈欠，那副模样全然没将对面那位天剑宗的天之骄子放在眼里。这轻慢至极的态度彻底点燃了林天宇的怒火。找死！林天宇厉喝一声，再不压抑自己的修为，化神境巅峰的气势轰然爆发，他手中的灵剑发出一声高亢的剑鸣，人与剑仿佛在这一刻合二为一，天外飞仙。他整个人化作一道璀璨至极的白虹，撕裂长空，剑光所至，空气都发出尖锐的嘶鸣。这一剑凝聚了他身为天剑宗年轻一代第一人的所有骄傲与自信。在他身后的天剑宗长老们个个脸上都浮现出傲然之色，此乃宗门绝学，威力绝伦，在他们看来，这一剑之下，同辈之中绝无抗手，即便是老一辈的魔头，也得暂避气风白虹瞬息而至，直取叶宵的眉心。那毁灭性的锋锐气息让广场上所有魔修都感到了皮肤的刺痛。然而叶宵却只是站在原地，动也未动。就在那道剑光即将触及他眉心皮肤的刹那，他才不紧不慢地抬起了手。没有滔天的魔气，没有华丽的神通，他只是简单地伸出了食指和中指，两根白皙修长的手指在所有人都没能反应过来的瞬间，后发先至，以一种匪夷所思的精准，轻轻地夹住了那道快到极致的剑尖。叮！一声轻响，时间仿佛在这一刻静止，那道势不可当的璀璨白虹戛然而止。林天宇前冲的身形僵在了半空，
他脸上自信的表情凝固，取而代之的是一片茫然与错愕。他能感觉到自己手中的灵剑像是被一座亘古不灭的太古神山夹住，无论他如何疯狂地催动体内所有的灵力，那剑尖都纹丝不动，分毫无法寸进。什么？林天宇的瞳孔剧烈收缩，喉咙里发出了不敢置信的一语。广场之上一片死寂，所有人都被眼前这超乎常理的一幕惊得呆住了，尤其是那几位天剑宗的长老，他们脸上的傲然瞬间碎裂，眼珠子几乎要从眼眶里瞪出来，嘴巴张得能塞下一个拳头。一招？不，这甚至不能算是一招，仅仅是用2根手指就如此轻描淡写地接下了林天宇的全力一击。这怎么可能？叶萧夹着剑尖，看着面前脸色涨红的林天宇，唇边泛起一抹讥讽。他手指微微用力，咔嚓，一声清脆的碎裂声在寂静的广场上显得格外刺耳。林天宇那柄流光溢彩，陪伴他多年的上品灵气长剑，竟从被夹住的剑尖开始浮现出一道道蛛网般的裂纹，裂纹飞速蔓延，伴随着一连串清脆的响声，整柄长剑寸寸碎裂，化作无数金属碎片，叮叮当当的散落一地。噗！本命灵剑被毁，林天宇心神受到重创，当即喷出一大口鲜血。叶萧随手一挥，一股看似轻飘飘的魔气涌出，却化作了无可匹敌的骇浪。轰！林天宇连同他身后那几位还没从震惊中回过神来的天剑宗长老，全部被这股巨浪狠狠掀飞出去。他们在空中翻滚着，最后重重地摔在山门之外的地面上，个个狼狈不堪，人人呕血不止，挣扎了半天都爬不起来。全场魔修，鸦雀无声，所有人的呼吸都停滞了。他们看着那道负手而立的黑色身影，只觉得那不是他们的少主，而是一尊从远古走来的少年魔神。叶萧缓步走到广场边缘，居高临下的俯视着地上那滩烂泥般的林天宇。他没有理会对方那屈辱与怨毒交织的视线，而是转过头，对着身旁同样陷入震撼的林希雪露出一个堪称温柔的笑容。希雪，你这位哥哥好像有点弱啊。他的声音不大，却清晰地传到了每个人的耳朵里。这轻描淡写的一句话，比任何羞辱的言语都更像一柄利刃，狠狠地扎进了林天宇的心脏。叶萧的视线重新落回林天宇身上，脸上的笑意变得森然而残酷。就凭你这点三脚猫的功夫，也配替天行道？天剑宗养的都是你这种废物吗？废物这2个字像2柄烧红的铁锤，狠狠砸在林天宇的灵魂深处。他挣扎着抬起头，双目赤红，死死地瞪着叶萧，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绝对的实力差距将他所有的骄傲与尊严碾得粉碎。林希雪看着曾经在他心中如山岳般伟岸、无所不能的兄长，如今却在叶萧面前如此不堪一击，狼狈得像一条丧家之犬。这强烈的视觉冲击让他彻底明白了叶萧那句话的含义，也让他彻底认清了自己选择的这个男人究竟拥有何等恐怖的力量。他的心再无半分动摇，他的声音没有了往日的亲密，只剩下一种淡漠的疏离。你们不可能是他的对手，我心甘情愿留在这里，而且我不能看到你们死在这里。这番话是最后的通牒，也是最后的亲情。林天宇又惊又怒又羞，他无法接受惨败的事实，更无法接受妹妹的背叛。不，我不信，我跟你拼了！他嘶吼着就要燃烧精血，做最后的困兽之斗。叶萧脸上的笑意终于消失了，他似乎失去了所有的耐心。既然你们这么想死，他缓缓摊开手掌，嗡，一杆通体漆黑、足有丈高的大幡凭空出现在他手中。幡面迎风招展，上面仿佛有无数张痛苦扭曲的面孔在挣扎咆哮，一股滔天的凶戾与煞气冲天而起，恐怖的气息瞬间笼罩了整个山门，天穹之上的魔气都因此而翻滚不休。那几名天剑宗的长老只觉得浑身发冷，灵魂都在颤栗，仿佛瞬间坠入了九幽地狱。叶萧伸出舌头轻轻舔了舔自己的嘴唇，脸上浮现出一种嗜血的兴奋。那便都化作我这番中之魂吧。阴风怒嚎，鬼哭神嚎。当那杆万魂幡在叶萧手中彻底展开的瞬间，整个天地都暗淡了下去。无数扭曲的怨魂在漆黑的幡面上挣扎咆哮，他们凄厉的嘶吼仿佛能直接撕裂人的神魂。山门之外，那几位还勉强站立的天剑宗长老只觉得一股无法抗拒的吸力从那幡面上传来，拉扯着他们的灵魂，要将他们硬生生拖出躯壳。他们体内的灵力运转瞬间滞涩，连御剑都变得困难，一个个脸色煞白，浑身剧烈颤抖。林天宇更是首当其冲，他感觉自己的脑海里仿佛有10000根钢针在疯狂传刺，灵魂的剧痛让他发出压抑的闷哼，那股撕裂感是如此真实，让他体会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惧。就从你开始吧。叶萧的语调平淡，仿佛在决定午餐吃什么。他随意的抬起手，朝着林天宇身边一名面色最为惊恐的天剑宗长老轻轻一指。那名长老的身体猛地僵住，
双眼暴突，嘴巴大张，却连一丝声音都发不出来。在所有人惊骇的注视下，一道虚幻的带着那名长老模样的光影被一股无形的力量硬生生从他的天灵盖中抽出。光影发出无声的尖笑，拼命挣扎，却毫无作用，最终化作一道流光，被万魂幡一口吞下。幡面上的哀嚎声似乎又凄厉了一分，而那名长老的肉身则在神魂离体的瞬间失去了所有生机，皮肤迅速干瘪，眼窝深陷，变成一具骇人的干尸，扑通一声栽倒在地。这血腥而诡异的一幕像一柄重锤，彻底击溃了天剑宗众人最后一道心理防线。林天宇看着那位平日里对他谆谆教诲的师叔，就这么变成了一具毫无价值的干尸。他所有的骄傲，所有的尊严，所有的剑心，在这一刻被碾得粉碎，剩下的只有对死亡最原始的恐惧。他不想死，他不想变成翻上那勇士不得超生的怨魂之一。扑通，这位天剑宗的天之骄子，林氏的少主，双腿一软，竟然不顾一切地跪倒在了地上。他没有去看叶宵，而是涕泪横流地朝着广场边缘那道白色的身影哭喊起来：吸血，救我，救救我啊！我是你哥哥啊，你不能看着他杀了我，你快求求他！他凄惨的哭嚎声回荡在空旷的山门前，听起来狼狈至极。然而林希雪只是静静地看着他，那张曾对他展露无数次笑颜的脸上此刻没有一丝波澜。他很清楚，现在为他求情只会让身旁的这个男人不快，而这个男人的喜怒决定着这里所有人的生死。叶宵饶有兴致地欣赏着这出兄妹反目的好戏，他喜欢看到这些所谓正道天骄丑态毕露的模样。他缓步走到林希雪身旁，伸手揽住她的腰，才慢悠悠地开口：想活命？可以啊。他甚至没再看地上的林天宇，而是将视线投向了剩下那唯一还能勉强站立、吓得魂不附体的天剑宗长老。回去告诉你们天剑宗宗主，想要你家这位天骄活命，可以拿3条大型灵脉、10座灵矿的所有全文书，外加100名处子之身的貌美女弟子来换。叶宵每说出一项条件，那名长老的脸色就更白一分。这些条件任何一条都足以让天剑宗伤筋动骨，这是赤裸裸的敲骨吸髓。叶宵顿了顿，似乎又想起了什么，脸上浮现出一抹恶劣的笑意。哦，对了，让他亲笔写一封罪己书，用宗门大印盖章，昭告天下，承认天剑宗不自量力，冒犯我万魔殿在先。3天，我只给你们3天时间。3天之内，我看不到我要的东西，我就把他炼成这万魂幡的主魂，让他日日夜夜享受万魂噬体之苦，永世不得超生。说完，叶宵不给对方任何讨价还价的机会，他走到跪在地上的林天宇面前，无视了对方那惊恐欲绝的表情，伸出食指，一缕漆黑的魔气在他指尖凝聚，化作一个狰狞扭曲的符文。为了让你们相信我不是在开玩笑，他轻笑着将那根手指轻轻按在了林天宇光洁的额头上。滋啦，一阵皮肉被烧焦的轻响传来，伴随着林天宇一声压抑不住的痛苦惨叫。当叶宵收回手指时，一个狰狞的奴字魔印深深地烙印在了林天宇的额头中央，那印记仿佛活物一般，还在微微蠕动，散发着不祥的气息。这是我的印记，3天之后，若是看不到让我满意的东西，这印记便会自动爆发，从那儿外一寸寸吞噬掉他的神魂。你们好自为之。做完这一切，叶宵才满意地收起了万魂幡。他嫌恶地挥了挥手：滚吧！那名劫后余生的长老如蒙大赦，连滚带爬地冲过去，架起已经因为剧痛和恐惧而昏死过去的林天宇，疯了一般的催动灵剑，化作一道狼狈的流光，仓皇逃离了这座让他永生难忘的魔窟。看着天剑宗使者屁滚尿流的逃走，短暂的寂静之后，整个万魔殿广场瞬间爆发出山呼海啸般的欢呼。少主威武，少主威武，扬我魔威，扬我魔威！所有的魔修看向那道黑色身影的眼神都充满了前所未有的狂热与崇拜，这才是他们想要的少主。霸道，张狂，是正道如猪狗。也就在此时，一连串冰冷的电子音在叶宵的脑海中接连炸响。叮！宿主强势镇压正道天骄，以雷霆手段羞辱天剑宗，大涨魔道威风，成功掠夺天剑宗部分气运。奖励发放，恭喜宿主获得魔道至高神通，道心众魔大法。一股玄之又玄的法门奥义瞬间涌入叶宵的神魂深处。这并非简单的杀伐之术，而是一种直指人心、玩弄神魂，甚至能将敌人转化为自己最忠实傀儡的无上魔功。叶宵的唇角抑制不住的上扬。然而系统的提示音并未结束，系统新任务发布：3个月后，东荒通天秘境即将开启，此乃天命之子萧莫凡被废之后获得上古传承、东山再起的关键机缘，请宿主前往截胡，彻底扼杀天命之子最后翻盘的希望。书房之内一片静谧，
叶宵盘膝端坐，心神完全沉入了一片玄奥的法门之中。道心众魔大法，这套神通的奥义并非简单的能量冲击，而是一种更深层次直抵灵魂本源的操纵之术。在他的感知里，这法门就像一双无形的手，能轻易拨开世人层层伪装的躯壳，直接触摸到那颗或坚定或脆弱或充满裂痕的道心。只要道心存有一丝缝隙，无论是源于恐惧、贪婪还是嫉妒，便能将一枚无形无质的魔种种入其中。魔种一旦生根发芽，便会悄无声息地与宿主的思想、情感乃至修为感悟融为一体。宿主不会察觉任何异常，甚至会认为魔种滋生出的念头就是他自己最真实的想法。这比任何奴役印记都要高明，都要隐秘。被种下魔种的人将成为最完美的傀儡，最忠诚的棋子。叶宵的唇角无声地勾起一抹弧度，真是有趣至极的手段。2天时间一晃而过，一名魔卫单膝跪在书房门口，恭敬地汇报着最新的消息。启禀少主，天剑宗那边已经服软，3条大型灵脉与10座灵矿的契文书，连同100名女弟子，已在送来的路上，由一名长老护送，预计今日午后便可抵达。魔卫顿了顿，语气里带着一丝掩饰不住的快意。那封罪己书也已昭告东荒，如今整个东荒修真界都在看天剑宗的笑话。听说天剑宗宗主气得当场吐血，闭了死关。叶宵听完汇报，并未有什么特殊反应，只是随意地挥了挥手。知道了，退下吧。是。魔卫领命而去。房内，林希雪正在为叶宵研磨一种用魔兽精血制成的墨锭。听到这个消息，他手上的动作出现了一瞬的停滞。天剑宗，那个他从小长大的地方，终究还是为了兄长选择了屈辱。他的心中泛起一丝难言的滋味，但很快便被一种决然所替代。是他们先来挑衅的，这一切都是他们咎由自取。叶宵似乎没有察觉到他的情绪波动，只是自顾自地站起身，伸了个懒腰，骨骼发出一连串噼里啪啦的脆响。走吧，去迎接一下你那被赎回来的哥哥。午后，万魔殿山门之外，一艘巨大的飞舟缓缓降落，飞舟之上，天剑宗的赔礼堆积如山，灵气四溢。一名天剑宗长老面如死灰地走下飞舟，身后跟着100名神情惶恐不安的年轻女弟子。这些女子个个容貌秀丽，根骨不差，此刻却像一群待宰的羔羊。而队伍的最后是被2名弟子搀扶着的林天宇。他换上了一身干净的衣服，但脸色苍白如纸，精神萎靡到了极点。额头上那个狰狞的奴字印记，让他每时每刻都承受着灵魂的灼痛与无尽的羞辱。叶宵的身影出现在广场边缘，他没有去看那些财宝和女子，径直走到了林天宇的面前。看到叶宵走近，林天宇的身体不受控制的剧烈颤抖起来，下意识的想要后退，双腿却软得不听使唤。那名天剑宗长老硬着头皮上前，躬身行礼，姿态谦卑到了尘埃里。叶少主，所有东西都已送到，还请您高抬贵手，解开少宗主身上的禁制。这是自然。叶宵脸上挂着和煦的笑意。我叶宵向来说话算话。他对着那名长老摆了摆手，你们在外面候着，我需要一个安静的地方，为他检查一下魔印。那长老哪里敢说半个不字，连忙点头哈腰地退到了一旁。很快，在一间幽闭的密室之内，只剩下了叶宵和林天宇2人。林天宇靠着冰冷的墙壁，瑟瑟发抖，甚至不敢抬头去看叶宵。别怕，叶宵的声音轻柔，充满了安抚的意味。很快就好了，不会痛的。他缓步走到林天宇面前，伸出手指，缓缓按向他额头那个奴字印记。林天宇全身的肌肉瞬间绷紧，恐惧让他几乎要窒息。就在叶宵的指尖触碰到他皮肤的刹那，一股无形无质、玄之又玄的力量，顺着他的指尖悄无声息地渗入了林天宇破碎不堪的道心之中。一枚虚幻的魔种在他道心的裂缝深处悄然落下。整个过程，林天宇本人毫无察觉，他只觉得额头上传来一阵清凉，那股日夜折磨他的灼痛感，竟然真的在飞速消退。当叶宵收回手指时，那个狰狞的奴字魔印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林天宇怔怔地摸了摸自己的额头，皮肤光滑如初，折磨他数日的梦魇就这么解除了。他抬起头看向面前的叶宵，原先满腔的恐惧与怨毒，不知为何竟然消散了大半，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连他自己都无法理解的敬畏。他觉得眼前这个男人似乎并没有那么可怕了，他所做的一切似乎都有着某种深意。叶宵伸出手，轻轻拍了拍林天宇的脸颊，笑意盎然。回去好好修炼，别给你妹妹丢人。林天宇眼神有些迷茫，但还是下意识地点了点头。以后你会明白，跟着我才是你最正确的选择。叶宵的声音带着一种奇特的魔力，深深地烙印在了他的脑海里。这位天剑宗的第一天骄，正到未来的希望之星，从这一刻起已经变成了叶宵安插在敌人心脏最深处的一枚棋子。处理完林天宇，
叶宵走出了密室，他看都没看那些赔偿的财宝，而是将视线落在了那百名惶恐的女弟子身上。不等魔殿的长老们开口询问如何处置，叶宵便直接将手指向了身旁的林希雪。这些人以后便划归红莲殿，由少主夫人全权管辖。是。林希雪微微一怔，随即领会了叶宵的意图，清冷地点了点头。这一手操作让万魔殿的众人再次对这位少主刮目相看，不沉迷女色，反而将人交给未来的女主人来培养自己的势力。这份心机城府远非寻常魔头可比。夜色降临，叶宵处理完所有事务，将目光投向了遥远的东方天际。通天秘境萧莫凡的翻盘之地，他不仅要去，还要去得风风光光，彻彻底底，将那只蝼蚁最后的希望也踩进尘埃里。叶宵转身看着已经换上一身黑裙，愈发融入魔殿氛围的林希雪，准备一下。他的声音很轻，却带着不容抗拒的意味。过几天我带你去一个好玩的地方，顺便杀一个人。叶宵处理完天剑宗的事，回到书房，指尖轻轻敲击着桌面。通天秘境一行，光靠他一个人强还不够，他需要把身边的人也武装起来。来人！叶宵的声音不大，却瞬间穿透门扉。一名负责掌管殿内府库的执事快步走入，躬身候命。叶宵随手丢过去一枚玉简，照着上面的单子，把所有药材在半个时辰内送到我的炼丹室。执事接过玉简，神识探入其中，下一秒他的手猛地一抖，玉简差点掉在地上。他额头冒出冷汗，脸色发白。少主，这……他说话的声音都在打颤。这上面的九幽魂草、万年血参、龙骨魔花，每一样都是我万魔殿压箱底的宝贝，您要这么多？怎么，我的话不管用了？叶宵眼皮都未抬一下。还是说父亲赐予我的3成资源调度权只是个摆设？执事吓得当场跪倒在地，连连磕头。属下不敢，属下万万不敢。只是这些药材太过珍贵，有好几位长老的本命法宝都需要他们来温养，若是全部取走，那就让他们来找我。叶宵不耐烦地挥了挥手，半个时辰少一株，我拿你填丹炉。是，属下这就去办。执事屁滚尿流地跑了出去，连滚带爬。消息很快就传遍了万魔殿的高层，几位正在闭关的长老被惊动，直接破关而出。魔尊大殿之内气氛压抑，岂有此理！一名身材魁梧、浑身缠绕着黑色火焰的长老怒吼。他是烈火堂的堂主，脾气最是火爆。他一个元婴境的小辈，要那么多天材地宝做什么？当饭吃吗？那可是我殿积攒了上千年的底蕴。另一名骨瘦如柴、眼窝深陷的长老声音沙哑：魔尊大人，少主刚得大权便如此挥霍，这不合规矩，请魔尊大人收回成命。我等不服！不服！几名长老齐声附和，魔气冲天。他们都是万魔殿的元老，位高权重，平日里连叶苍穹都要给几分薄面。高坐于骸骨王座之上的叶苍穹眉头微皱，他看着下方群情激愤的长老，心中也有些不解。叶宵这孩子行事总是出人意表。就在他准备开口安抚众人时，一个懒洋洋的声音从殿外传来：我当是谁在背后议论我呢？叶宵缓步走进大殿，林希雪跟在他身后。他扫了一眼殿内的几位长老，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笑意。几位长老，这是对我的决定有意见？烈火堂堂主往前一步，身上的黑色火焰升腾。少主，你可知你那张单子上的药材价值几何？那足以培养出10名化神境修士，你凭什么一人独占？叶宵像是听到了什么笑话。凭什么？他伸出一根手指摇了摇，就凭你们口中的这些宝贝，在我眼里不过是一堆药渣。狂妄，庶子无礼！几名长老气的胡子都翘了起来。叶宵不再理会他们，而是抬头望向王座上的叶苍穹。父亲，借中央广场一用。叶苍穹看着儿子那双充满自信的眼睛，沉声问道：你要做什么？炼丹。叶宵吐出2个字：炼丹。烈火堂堂主嗤笑出声：笑话！我魔道修士讲究的是弱肉强食，伟力归于自身，丹药不过是旁门左道。你就算炼出天阶丹药，又能如何？能比得上我等苦修100年的魔功？能不能？你们很快就知道了。叶宵转身就走，声音远远传来：想看的就跟过来。父亲，还请您做个见证，免得有人说我中饱私囊。叶苍穹从王座上站起，巨大的魔影笼罩了整个大殿。好，本尊就看看我儿究竟要给本尊一个怎样的惊喜。万魔殿中央广场，数千名魔道修士闻讯赶来，将广场围得水泄不通。几位长老站在最前面，个个面色不善。叶宵站在广场中央，神情淡然。他心念一动，嗡！一尊古朴厚重
刻满了日月星辰、鸟兽虫鱼的青铜大鼎凭空出现，轰然落地。太虚神鼎。神鼎出现的瞬间，一股源自太古洪荒的气息扩散开来，让在场所有人都感到一阵心悸。这是什么法宝？好可怕的威压！叶苍穹的瞳孔猛地一缩，他从这尊鼎上感受到了一股连他都感到危险的气息。叶萧没有解释，而是再次一挥手，一道虚幻的残魂出现在他身边，正是药圣。此刻的药圣哪还有半点圣者风范，他瑟瑟发抖地跪在地上，对着叶萧叩拜。主人！全场哗然，一些见识广博的长老已经从那残魂的气息中辨认出了什么，脸上露出骇然之色。那好像是传说中陨落了的药圣残魂。天哪，药圣残魂竟然成了少主的奴仆！叶萧无视众人的震惊，指着刚刚送到的堆积如山的药材，去，按我的要求处理药材。是，主人。药圣残魂不敢有丝毫怠慢，立刻化作一道流光飞向那堆药材。他曾经引以为傲的炼丹手法，此刻却像个最笨拙的学徒，分类、提纯、去杂，每一步都小心翼翼，生怕出一点差错。而他处理药材的那些精妙手法，已经让在场不少人看得目瞪口呆。叶萧走到太虚神鼎前，伸出右手忽，一朵妖异的红色莲花在他掌心缓缓绽放。红莲业火，神品异火！烈火堂堂主失声惊呼。他修炼了一辈子火系魔功，在这朵莲花面前，他感觉自己体内的火焰像是遇到了君王，在恐惧的臣服。叶萧屈指一弹，红莲业火飞入鼎中，鼎内瞬间化作一片火海。他看都没看药圣处理好的药材，只是随手一招，数十种珍稀药材便按着某种玄奥的顺序依次飞入鼎中。他的动作行云流水，没有丝毫烟火气，仿佛不是在炼丹，而是在进行一场神圣的祭祀。药圣残魂在一旁看得心神俱裂，他发现叶萧的炼丹手法根本不是这个时代该有的东西，每一个印诀，每一次投药都暗合大道至理。更让他恐惧的是，他从这些手法中看到了一丝熟悉的影子，那是传说中魔道初开之时，那位以身饲魔、开创万古魔道的禁忌存在的影子。怎么可能？那位存在不是早就应该湮灭在时间长河之中了吗？轰隆，天空之上风云变色，无尽的魔气汇聚而来，在万魔殿上空形成一个巨大的黑色漩涡，一股难以形容的药香从鼎内飘散出来。仅仅是闻到这股香气，广场上修为较低的弟子就感觉自己的瓶颈松动了。不好！叶苍穹脸色巨变，是丹劫！所有长老听令，布下天魔大阵，封锁广场，绝不能让一丝药力泄露出去。他自己则一步踏出，亲自悬浮在太虚神鼎上空，用他禁忌魔尊的无上魔威为叶萧护法。众长老这才如梦初醒，连忙飞身而起，各自占据方位，布下大阵。他们看向广场中央那个年轻的身影，眼神已经从质疑变成了狂热和敬畏。炼丹引来天劫，还需魔尊亲自护法，这是何等的丹药！鼎内的震动越来越剧烈，终于随着一声清脆的龙吟凤鸣之声，鼎盖冲天起，一颗通体漆黑，表面有9道金色纹路不断流转的丹药，化作一道流光就要破空而去。想走？叶萧冷哼一声，大手一抓，便将那丹药牢牢禁锢在掌心。他拖着那枚丹药环视全场，目光最终落在那几个面如死灰的长老身上。此丹名为九转魔心丹，他的声音清晰地传到每个人耳中，可洗髓伐脉，重塑魔躯，修补神魂本源，让一名庸才拥有媲美上古魔神的资质。现在你们觉得我用掉那些药材值吗？寂静，死一般的寂静，所有人的呼吸都停止了，目光贪婪地盯着叶萧手中的那枚丹药。烈火堂堂主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对着叶萧的方向重重磕了一个头。叶萧把玩着手中的丹药，笑了笑，丹药只有1枚，你们说我该把它给谁呢？叶萧掂了掂手里的九转魔心丹，丹药的温热触感从掌心传来，他目光扫过跪了一地的长老，最后停在烈火堂堂主身上。你想要吗？烈火堂堂主猛地抬头，眼中满是渴望，喉结上下滚动，却一个字都说不出来。其他长老的呼吸也跟着粗重起来，身体绷紧，像是等待宣判的囚徒。叶萧把丹药收回，放进一个玉盒里，他淡淡开口，想要就拿出让我满意的功绩来，我能炼出1克就能炼出10克、100克，万魔殿不养废物。说完，他不再看这些长老，转身对高座上的叶苍穹行了一礼。父亲，孩儿还有事处理，先行告退。叶苍穹看着下方那些心思各异的长老，又看了看儿子离去的背影，魔瞳中光芒闪烁，他发出一阵低沉的笑声。都听到了，从今天起，谁的功劳大，
谁就有资格向少主求丹。都散了吧。众长老如蒙大赦，却又心潮澎湃，彼此对视一眼，都看到了对方眼中的炙热与竞争。叶宵走出大殿，林希雪快步跟上。你真的能炼制很多那种丹药？林希雪的声音带着一丝不确定。叶宵脚步不停。你觉得呢？他没有回答，反而把问题抛了回去。林希雪看着他的侧脸，那份从容不像作假，他便不再追问。两人穿过几条回廊，来到一座偏僻的宫殿前。这里被阵法笼罩，门口站着2排魔甲卫士，气息森严。这里关押着天剑宗送来的那100名女弟子。叶宵挥手，卫士们躬身行礼，打开了殿门。一股混杂着恐惧与绝望的气息扑面而来。大殿内，100名身穿天剑宗服饰的女弟子挤在一起，个个面色苍白。他们看到走进来的叶宵，就像是看到了传说中的食人恶鬼，身体不受控制的发抖。魔头，一个站在最前面的女弟子鼓起勇气站了出来。她容貌清丽，修为在筑基后期，是这群人里最高的。我们就算是死，也不会让你玷污。她拔出长剑，横在自己脖子上，剑刃割破了皮肤，渗出鲜血。姐妹们，我们是天剑宗弟子，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她身后几十名女弟子也纷纷拔剑，脸上写满决绝。叶宵看着他们，脸上没什么表情。他走到那为首的女弟子面前，距离不过3步。你叫什么名字？那女弟子被他平静的眼神看得有些发毛，还是咬牙回答：天剑宗清月。很好，有骨气。叶宵点了点头，然后话锋一转：谁告诉你们我要玷污你们？清月愣住了，所有准备自尽的女弟子都愣住了。叶宵扫视全场，你们在我眼里和外面那些魔修没什么不同，都是可以利用的工具，只不过你们比他们更干净，更适合做一些事。他随手一挥，上百个玉瓶出现在半空中，精准地悬浮在每个女弟子面前。这里面是破障丹，你们当中大部分人都卡在筑基境，无法凝结金丹，这丹药可以帮你们。清月看着眼前的玉瓶，不敢去接。你会有这么好心？你到底想让我们做什么？叶宵嗤笑一声，我的耐心有限，要么吃了丹药为我效力，我会让你们变得比在天剑宗时更强，要么现在就死。他指了指清月脖子上的剑，动手，我看着。清月握着剑柄的手开始颤抖。他身后的女弟子们面面相觑，都看到了彼此眼中的挣扎。变强是每个修士的渴望。他们被送到万魔殿，本以为会沦为炉鼎，修为被吸干，凄惨死去。可现在这个魔道少主却给了他们另一条路，一条能活下去还能变强的路。就在这时，殿外传来一阵嚣张的笑声。哟，少主好雅兴啊！刚得了美人，就在这里调教起来了。话音未落，7、8个气息彪悍的魔修大摇大摆地走了进来。为首的是个独眼壮汉，金丹后期的修为，身上带着一股浓烈的血腥味。他看到大殿里上百名娇滴滴的女弟子，独眼中放出贪婪的光芒。少主，您一个人也享用不过来这么多吧？不如分兄弟们几个，也让兄弟们尝尝天剑宗女弟子的滋味。他身后的魔修们发出一阵哄笑。叶宵背对着他们，连头都没回。林希雪的脸色冷了下来。独眼壮汉见叶宵没反应，胆子更大了。他径直走向站在最前面的清月，伸出蒲扇般的大手，就要去抓他的脸。小美人，别跟着这个小白脸了，跟哥哥我，保证让你快活似神仙。清月吓得脸色惨白，连连后退。独眼壮汉脸上的笑容更加阴邪。躲什么？给脸不要脸！他的手掌上魔气缭绕，眼看就要碰到清月。叶宵依旧没有动。就在这时，一道红影闪过，林希雪挡在了清月面前。滚！他的声音很冷。独眼壮汉愣了一下，随即看清了林希雪的容貌，眼睛都直了。又来一个极品！哈哈，今年运气真好。少主，这个也让给我呗。他说着，另一只手就朝着林希雪的胸口抓去。林希雪眼中闪过一抹杀意，他抬起右手，一朵小小的红色莲花在掌心浮现。找死！他轻轻一推，那朵红莲印在了独眼壮汉的胸口。啊！独眼壮汉发出一声凄厉到不似人声的惨叫，妖异的红色火焰从他体内猛地窜出，瞬间将他整个人点燃。他疯狂地在地上打滚，拍打着身上的火焰，却根本无济于事。那火焰像是枯骨之躯，越烧越旺。不过2、3个呼吸的功夫，一个金丹后期的魔修就化为了一地飞灰，连神魂都没能逃出来。跟在他身后的那几个魔修吓得腿都软了。他们看着林希雪，就像看到了什么恐怖的存在。林希雪收回手，目光冰冷地扫过他们。他们是少主的人，谁再敢动一下，这就是下场。
那几个魔修屁都不敢放一个，连滚带爬的逃出了大殿。整个大殿死一般寂静，所有天剑宗的女弟子都目瞪口呆地看着林希雪。他们认得她，宗主之女，曾经的天之娇女林希雪。她不是被魔头掳走了吗？为什么她会变得这么强，还出手保护了他们？清月看着挡在自己身前的背影，眼神复杂。她张了张嘴，最后还是低声说了一句：“多谢，林师姐。”林希雪没有回头，只是淡淡的说：“以后叫我店主夫人。”她转身回到叶萧身边，叶萧这才像是刚注意到发生的事情一样，扫了一眼地上的那滩灰烬，处理掉。门口的魔甲卫士立刻进来，用法术将灰烬清理干净，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叶萧的目光再次落到清月身上。现在你的选择呢？清月身体一颤，他看了一眼实力深不可测的叶萧，又看了一眼刚刚秒杀金丹后期的林希雪。他明白了，反抗只有死路一条，顺从或许真的能走上一条完全不同的路。他深吸一口气，然后做出了一个让所有同门都震惊的举动。他单膝跪了下去，他拿起面前的玉瓶，拔开瓶塞，将里面的丹药一口吞下。清月，愿为少主效死。他的声音在大殿中回响。有了他带头，剩下的女弟子不再犹豫。我等愿为少主效死。上百名女弟子齐刷刷跪下，吞下丹药，声音汇成一股洪流。叶萧满意的点了点头，他看向林希雪，从今天起，他们归你管，成立玄女卫。我需要他们在最短的时间内形成战力。林希雪点头，好。叶萧看着下方那些刚刚吞下丹药，身上气息开始波动的女弟子，嘴角勾起一抹弧度。就在这时，他的脑海里系统的提示音突然响起，叮，检测到天命之子气运剧烈波动，紧急任务发布。任务名称：宿敌的复苏。任务详情：天命之子萧莫凡坠入妖兽山脉深处的上古魔渊，意外触动上古魔君传承，即将融合不灭魔心。任务目标：阻止萧莫凡获得传承，或在其攻城之前将其彻底抹杀。任务倒计时3天。叶萧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他猛地抬头，目光穿透宫殿的穹顶，望向妖兽山脉的方向。萧莫凡还没死，还要入魔。那道冰冷的系统提示音在叶萧脑海中炸响，他脸上的所有表情瞬间收敛。萧莫凡这个名字像一根刺，本以为已经拔除，却又在血肉深处重新冒头，而且还要入魔。林希雪察觉到他周身气息的变化，开口问道：怎么了？叶萧没有看他，目光仿佛穿透了殿宇，投向遥远的山脉。一个该死的家伙又活了。他转过身对林希雪下达命令：玄女卫交给你，让他们尽快熟悉丹药的力量。我要出去一趟。林希雪点头。去多久？快则1天，慢则3天。叶萧说完，身影一晃，从原地消失。他没有惊动万魔殿的任何人，包括他的父亲叶苍穹。魔帝巡天步施展到极致，身形化作一道模糊的黑线，撕开空气，径直冲向妖兽山脉的方向。不过半个时辰，他便再次降临在这片山脉上空。按照系统给出的坐标，他的目光锁定了一处深不见底的巨大裂谷。那裂谷如同一道丑陋的伤疤，横亘在大地上，下方翻涌着浓郁到化不开的黑色魔气。魔气之中，隐约能听到无数怨魂的哀嚎。上古魔渊。叶萧没有丝毫犹豫，身形一纵，如同一颗陨石坠入那无尽的深渊。穿过层层叠叠的魔气，下方的景象逐渐清晰。深渊底部是一片巨大的空洞，空洞的中央，一个庞大的黑色心脏正在缓缓跳动，每一次跳动都让整个魔渊随之震颤。不灭魔心。心脏的表面连接着无数粗大的黑色血管，血管的另一头正插在一个人的身体里。那人盘膝而坐，全身皮肤皲裂，黑色的魔纹从裂缝中蔓延出来，爬满了他的脸庞。正是萧莫凡。他紧闭双眼，面容扭曲，似乎在承受巨大的痛苦，又带着一种报复的快感。他的气息正在节节攀升，从一个凡人迅速突破炼气筑基，直逼金丹。就在叶萧出现的一瞬间，魔渊中央那颗巨大的心脏前方，一尊3丈高的石质雕像，双眼猛地亮起红光。外来者，死！沙哑的声音响起。雕像体表的石皮寸寸碎裂，露出了里面漆黑如墨的傀儡之躯。化神境魔魁。魔魁一步踏出，地面崩裂，他巨大的手掌带着撕裂空气的呼啸，朝着叶萧当头拍下。叶萧身形一闪，避开攻击。魔魁的手掌砸在他刚才站立的位置，整个地面轰然塌陷，留下一个数丈深的大坑。巨大的动静惊扰了正在接受传承的萧莫凡。他猛地睁开双眼，那是一双不再有丝毫清明，只剩下疯狂与怨毒的眸子。当他看清来人是叶萧时，
他整个人都疯了。叶萧，他嘶声怒吼，声音已经完全沙哑。你为什么会在这里？我要杀了你！杀了你！他竟不顾传承尚未稳固，强行调动体内刚刚凝聚的魔气，汇聚成一道黑色的长矛，朝着叶萧狠狠掷出。叶萧侧身避开长矛，眉头微皱。那魔魁可不管他们之间的恩怨，他的任务就是清除所有闯入者。剑一击不中，魔魁转换目标，另一只手掌朝着正在传承中的萧莫凡拍去。在他看来，萧莫凡同样是外来者。萧莫凡看到拍向自己的巨掌，眼中闪过一丝惊恐，他想躲，但身体被无数血管连接着，根本动弹不得。不，他只能眼睁睁看着死亡降临。就在这时，叶萧动了，他没有去救萧莫凡，而是身形一晃，出现在魔魁的面前，一拳轰出，拳头与魔魁的巨掌碰撞在一起。砰！一股气浪炸开，叶萧身形不动，那尊化神境的魔魁竟被他一拳打得后退了半步。魔魁眼中的红光闪烁了一下，似乎有些不解。他能感觉到眼前这个元阴境的修士体内蕴含着一股让他都感到心悸的力量。萧莫凡看到这一幕，极度的双眼赤红。凭什么？凭什么你的力量这么强？老天不公！叶萧没有理会他的叫嚣，他看着眼前的魔魁，忽然想到了什么。下一刻，他不再压制体内的力量，一股源自血脉深处的威压轰然爆发。叶萧的胸口一道道金色的纹路亮起，透过衣衫散发出至高无上的气息。上古至尊魔骨。当这股气息弥漫开来，那尊狂暴的化神境魔魁动作猛地一僵，他眼中的红光剧烈闪烁，庞大的身躯竟然微微颤抖，仿佛是低阶的生命遇到了高阶的君王。虽然只有一瞬间的迟滞，但足够了。叶萧抓住这个机会，身形化作残影，直接绕过魔魁，冲向那颗巨大的不灭魔星。你敢！萧莫凡目眦欲裂，他疯狂地催动魔星，想要加快传承速度。然而叶萧已经到了，你的机缘现在是我的了。叶萧的声音很平静，却像一把重锤砸在萧莫凡心上。他伸出右手，直接插进了连接着萧莫凡身体的那些黑色血管之中。啊！萧莫凡发出一声惨叫，他感觉到一股无法抗拒的霸道力量正在疯狂地掠夺本该属于他的魔星本源。他体内的力量如同开闸的洪水，朝着叶萧的手臂狂涌而去。住手！你给我住手！他拼命挣扎，却无济于事。叶萧的手就像一个无底黑洞，疯狂吞噬着一切。你不是想入魔吗？叶萧看着痛苦不堪的萧莫凡，语气带着一丝嘲弄。可你走的这条路，是我早就玩剩下的。就凭你这点心性，也配触碰魔道？你连给真正的魔提鞋都不配。每一句话都像最锋利的刀子捅进萧莫凡的心窝。他引以为傲的复仇希望，在叶萧面前竟成了一个笑话。他以为的无上机缘，只是人家看不上的东西。噗！萧莫凡一口黑血喷出，气息瞬间萎靡下去，连接着他的那些血管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干瘪下来。而那颗巨大的不灭魔星光芒也暗淡了大半，超过70%的本源能量都被叶萧强行夺走。就在这时，那尊被至尊魔骨震慑的魔魁终于从僵直中恢复过来，他发出一声怒吼，再次朝着叶萧扑来。叶萧抽回手，看都没看萧莫凡一眼，转身迎向魔魁，正好拿你试试新得到的力量。他握紧拳头，手臂上一道道黑色的魔纹浮现，与胸口的金色纹路交相辉映。他一拳轰出，这一拳没有惊天动地的声势，却让整个魔渊的空间都凝固了一瞬。轰！化神境的魔魁那庞大的身躯竟被这一拳直接打得倒飞出去，狠狠撞在深渊的石壁上。他的胸口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凹陷，魔魁挣扎着想要站起来，身体内部却传来一阵阵碎裂声，眼中的红光明灭不定，最终彻底熄灭。一拳重创化神境魔魁，整个魔渊陷入死寂。另一边，失去了大部分本源的萧莫凡传承被迫中断，残余的力量涌入他体内，强行将他的修为推到了金丹初期。可他的根基已经彻底毁了。他看着那个如同魔神一般的背影，眼中再无嫉妒，只剩下深入骨髓的恐惧和怨恨。叶萧缓缓收回拳头，感受着体内那股新生的充满毁灭性的力量。他的脑海里系统的声音适时响起。叮！成功截胡天命之子机缘，掠夺不灭魔星70%本源，触发100倍暴击返还。恭喜宿主获得完整版太古不灭魔星。检测到太古不灭魔星与上古至尊魔骨同源，开始自动融合。融合成功，上古至尊魔骨品质提升。叮！检测到上古至尊魔骨达到第一次蜕变条件，蜕变所需核心材料9幽冥泉。提示：通天秘境内存在9幽冥泉。系统的提示音在脑海中散去。
叶宵收回拳头，体内新增的力量如同熔岩般奔涌，与至尊魔骨的力量交融，让他产生一种能打碎一切的错觉。他低头看向瘫在地上连爬起来都费劲的萧莫凡，这个曾经的天命之子，此刻只剩下金丹初期的修为，根基尽毁，浑身魔气与灵气混乱冲撞，整个人已经废了。萧莫凡用一双充满血丝的眼睛死死盯着叶宵，喉咙里发出呵呵的漏风声，怨毒与恐惧交织在一起，却连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叶宵走过去，脚尖轻轻踢了踢他的脸颊，我说过你不配碰魔道，安心做个废物吧，能活多久看你的运气。说完，他不再看萧莫凡一眼，转身化作一道黑影冲出上古魔渊，背后只留下萧莫凡绝望而怨毒的嘶吼。半个时辰后，万魔殿，叶宵回到关押天剑宗女弟子的那座偏殿，殿内的景象已经焕然一新，100名女弟子盘膝而坐，身上灵气涌动，每个人的气息都比之前强盛了一大截。破障丹的效果极好，不少卡在筑基后期的女弟子已经有了冲击金丹的迹象。清月和另外几个修为最高的弟子更是直接凝聚了金丹，成了金丹修士。他们看到叶宵进来，眼神里不再是恐惧，而是混杂着敬畏与狂热。林夕雪站在大殿中央，身上散发着一股上位者的清冷气息。他看到叶宵迎了上来，都安顿好了。叶宵点点头，目光扫过那些女弟子，很好。他看向林夕雪，直接开口，准备一下，我们去个地方。林夕雪问，去哪？通天秘境。叶宵说完，拉起他的手腕，不等他再问，两人便化作一道流光，冲出万魔殿，消失在天际，只留下大殿中100名面面相觑，而后眼神更加狂热的玄女卫。通天山脉位于大陆中心地带，山脉深处有一片被称作遗弃平原的广袤之地。此刻，这片平日里人迹罕至的平原却汇聚了数以万计的修士。平原中央的天空中，一道巨大无比的空间裂缝缓缓旋转，散发着古老而磅礴的气息，那便是通天秘境的入口。入口周围，一股无形的上古禁制之力笼罩了方圆100里，所有进入这片区域的修士都会感到一股巨大的压力，修为越高，受到的压制越强。平原上泾渭分明的分成了几个阵营，一边是身穿各色道袍、仙风道骨的正道宗门，另一边则是魔气冲天、气息邪异的魔道巨擘，还有一些独来独往的散修和来自古老世家的子弟占据着剩下的区域。这鬼地方的压力又变强了。一个正道弟子咬着牙，额头见汗，每走一步都像是背着一座山。别废话，快找个地方打坐，保持灵力，等秘境开启。他的师兄呵斥道。几乎所有人都在这股压力下步履维艰，盘膝坐在地上，运转功法抵抗。就在这时，一个身穿浩然宗服饰的白发长老飞身落在一块巨石上，他运足灵力，声音传遍全场：诸位道友，通天秘境开启在即，内里机缘无数，也凶险万分，为免无谓伤亡，老夫提议我等共同立下规矩：第一，入秘境后，化神境以上修士不得对元婴境以下修士出手；第二，凡我正道修士当同气连枝，联手对抗魔道妖人。他话音刚落，魔道阵营那边就传来一阵刺耳的哄笑。老匹夫，你算个什么东西，也配定规矩？想联手，怕被我们挨个宰了。就在双方剑拔弩张之际，天边忽然传来一阵鬼哭狼嚎之声，一条由无数怨魂组成的黑色长河从天际奔涌而来。长河之上，一顶由森白骸骨组成的巨大王座，由8个青面獠牙的恶鬼抬着。王座上，一个穿着黑金长袍、面容邪魅的年轻人正斜靠着，手里把玩着一个骷髅头。黄泉鬼宗，是幽无命来了！有人惊呼出声。那年轻人正是黄泉鬼宗的少主幽无命。幽无命的目光在场中扫过，带着一种玩味的戏谑，最后落在那浩然宗长老身上。规矩，本少主最喜欢的就是破规矩。浩然宗长老脸色铁青，却不敢发作。也就在这时，2道身影从天边落下，直接走向秘境入口的方向，正是叶宵和林夕雪。他们的出现瞬间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因为在那让所有人都步履维艰的禁制压力下，叶宵闲庭信步，如同在自家后院散步。他身边的林夕雪身上浮现着一层淡淡的红莲虚影，虽然也感到了压力，但远比其他人轻松。那人是谁？竟然完全不受禁制影响。他身边的女人是天剑宗的林夕雪，他怎么跟一个魔头在一起？那个男的是万魔殿的少主叶宵。议论声四起，巨石上的浩然宗长老张了张嘴，说不出话来。黄泉鬼宗的幽无命也坐直了身体，那双邪异的眸子饶有兴致地在叶宵和林夕雪身上打量。万魔殿的少主有点意思，他的目光在林夕雪身上停留了片刻，嘴角勾起一抹邪笑。叶兄，你这口味倒是独特，竟找了个正道仙子作伴。
这细皮嫩肉的，怕是经不起折腾吧？叶萧脚步未停，像是没听见。幽无命见状，眼中闪过一抹不悦，他忽然从王座上消失，下一刻竟出现在林希雪的面前，伸出一只缠绕着黑气的手，抓向林希雪的脸颊。让本少主来试试，你这女人有什么资格站在他身边？他的动作极快，带着化神境的威压。林希雪瞳孔一缩，红莲业火瞬间升腾，可没等他出手，一道身影更快。叶萧不知何时已经挡在了他身前，看都没看幽无命的攻击，只是随意的抬起手，反手一巴掌抽了过去。啪！一声清脆响亮的耳光传遍了整个平原，时间仿佛静止了，所有人，包括那些魔道巨擘，都瞪大了眼睛。黄泉鬼宗的少主化神境天骄幽无命，竟被一巴掌抽飞了出去。他在空中旋转了好几圈，重重的摔在地上，半边脸颊高高肿起，一个清晰的巴掌硬落在上面。幽无命整个人都懵了，他从地上爬起来，捂着脸，眼中是滔天的怒火与不可思议。你敢打我？叶萧终于停下脚步，转过身，居高临下的看着他，眼神如同在看一只蝼蚁。再有下次，死！一个字让幽无命浑身的怒火像是被一盆冰水浇灭。他从叶萧的眼神里看到的是纯粹的杀意。叶萧不再理他，目光转向那块巨石上的浩然宗长老。你刚才说要定规矩。那长老被他看得头皮发麻，身体不受控制的抖了一下。叶萧缓缓开口，声音不大，却让每一个人都听得清清楚楚。通天秘境唯一的规矩就是没有规矩，谁的拳头大，谁就是规矩。想活命就凭自己的本事，想倚老卖老或者联手欺负人。他的目光扫过全场，最后落回幽无命身上。我就送谁上路，全场死寂。狂，太狂了！当着所有正魔2道天骄和长辈的面说出这样的话，黄泉鬼宗的人马个个脸色难看，却没人敢动。正道那边也是一片哗然，却同样没人敢出头。就在这时，天空中的空间裂缝猛地一震，旋转速度陡然加快，中心处形成一个深邃的漩涡秘境入口，完全开启了。不知是谁喊了一声，瞬间所有人都顾不上对峙了，化作一道道流光，疯狂地冲向那巨大的漩涡。叶萧拉住林希雪的手，跟紧我。两人也冲入了漩涡之中。一进入漩涡，一股无法抗拒的撕扯力传来，这是秘境的随机传送之力。叶萧紧握着林希雪的手，却还是被那股力量强行分开。眼前的景象一阵扭曲变幻，等他再次看清周围时，人已经落在一片阴森的峡谷之中。这里没有天空，只有灰蒙蒙的雾气，空气中弥漫着腐朽与死亡的气息，地上铺满了巨大到骇人的兽骨，有些骨头上还闪烁着未曾消散的神性光辉。林希雪，不见了！警告，您已进入高危区域。葬神谷，检测到葬神谷深处存在传说级机缘。系统的声音一前一后在叶萧的脑海中响起。他看向峡谷深处，系统地图上一个耀眼的金色光点正在那里缓缓跳动。萧莫凡被废，叶萧心情舒畅。他解决了这个小麻烦，便根据系统地图的指引，独自一人来到了一处绝地。葬神谷，传说这里是上古神魔的陨落之地，寻常修士踏入半步，神魂就会被残留的意志撕碎，肉身会被煞气融化。好地方！叶萧站在谷口，感受着扑面而来的灰色煞气。这股能让化神境修士都闻风丧胆的煞气，对他来说却是大补之物。他一步踏入谷中，煞气像是闻到血腥味的鲨鱼疯狂涌来，试图钻进他的身体。叶萧体内的上古至尊魔骨轻轻一震，一股吸力从他身上爆发，那些恐怖的煞气瞬间变得温和，争先恐后地涌入他的四肢百骸。舒服！叶萧伸了个懒腰，骨骼发出一连串爆响。融合了不灭魔心之后，他的元阴境大圆满修为已经彻底稳固，此刻吸收这些神魔煞气，瓶颈竟有了一丝松动。他向着山谷深处走去，周围的灰色雾气中不时有扭曲的黑影扑来，这些是煞气凝聚而成的怪物，没有神智，只有杀戮本能。一头长着骨刺的怪物冲到叶萧面前，张开大嘴咬向他的头颅。叶萧看都未看，怪物刚靠近他周身3尺，就像冰雪遇见烈阳，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瞬间消融，化为最精纯的煞气被他吸入体内。太弱了，连给我挠痒痒都不配。叶萧撇了撇嘴，继续深入。越往里走，空气中神魔意志的冲击就越发猛烈，无数混乱的嘶吼、咆哮、悲鸣在他脑海中炸响，要将他的神魂搅成一团浆糊。吵死了！叶萧眉头一皱，神魂海中的太古不灭魔心猛地一跳，一股霸道绝伦的魔威横扫而出。那些残存的神魔意志像是老鼠见了猫，瞬间安静下去，甚至带着恐惧的情绪四散奔逃。
整个藏神谷为之一清。夜宵走过一处拐角，眼前豁然开朗，一具庞大到无法想象的骸骨，如同一条黑色山脉横亘在他面前。骸骨不知是何种生灵，即便只剩下骨架，那股贯穿天地的魔神威压，也足以让炼虚境大能跪地臣服。就是这里了。夜宵的目光锁定在骸骨如同宫殿般的胸腔之内，在那里，一股浓郁的机缘气息正在呼唤他。他身形一晃，化作一道黑光，径直射向骸骨的胸腔。就在他即将进入的瞬间，吼！一声无声的咆哮直接在他神魂中炸开，整座骸骨山脉剧烈震动起来。巨大的肋骨之后，一双猩红色的眼瞳猛然睁开，那是一头盘踞在骸骨心脏位置的古龙，体型同样巨大，浑身散发着腐朽与死亡的气息。一条炼虚境的尸龙，尸龙的意志锁定在夜宵身上，冰冷的声音在他脑海中响起：活物的气息多少年了，闯入神眠之地，死。夜宵悬停在半空，打量着这头苏醒的大家伙。老东西，口气不小。他咧嘴一笑，非但没有退缩，眼中反而燃起一丝战意。正好拿你试试我这新的力量。尸龙被他挑衅的态度激怒，他张开巨口，一道黑绿色的龙息喷吐而出。龙息所过之处，空间都发出被腐蚀的滋滋声，连光线都被扭曲。夜宵脚踩魔地巡天步，身形在空中留下道道残影，险之又险地避开龙息。龙息轰在他身后的山壁上，坚硬的岩石瞬间化为一滩腥臭的脓水。反应不错，但你能躲几次？尸龙巨大的头颅一甩，第二口龙息紧随而至，覆盖了更大范围。夜宵避无可避，万魔不灭体。他低喝一声，皮肤上浮现出繁复的黑色魔纹，一层幽光将他笼罩。轰！龙息将他完全吞没。哼，蝼蚁！尸龙发出不屑的冷哼，可下一秒，他的声音戛然而止。龙息散去，夜宵的身影依旧悬浮在原地，除了衣衫被腐蚀殆尽，竟是毫发无伤。就这点本事。夜宵活动了一下脖子，发出咔咔的声响。你这洗澡水温度不太够啊！找死！尸龙彻底暴怒，他巨大的龙爪抬起，一股无形的力量瞬间笼罩了夜宵。空间禁锢，夜宵顿感身体一沉，像是被无数座大山压住，动弹不得。这就是炼虚境的力量，已经能初步掌控空间法则。尸龙的龙爪带着撕裂天地的威势，朝着被禁锢的夜宵狠狠拍下。找位置，那股凌厉的劲风已经让夜宵的皮肤感到阵阵刺痛。硬抗，绝对会重伤。给我破！夜宵双目圆睁，体内的魔元疯狂运转。至尊魔骨与不灭魔心在这一刻产生了共鸣，一股远超他自身修为的力量轰然爆发。咔嚓，空间禁锢应声而碎。夜宵恢复自由的瞬间，尸龙的巨爪已经近在咫尺。太慢了，他的身影瞬间消失在原地，再次出现时已在尸龙的头顶。什么？尸龙大惊，他完全没看清夜宵的动作。老东西，该我了。夜宵的声音如同九幽寒冰，他伸出右手，五指张开，对着下方的尸龙遥遥一握。神通，神魔之握。嗡！尸龙周围的空间瞬间凝固，如同琥珀中的蚊虫，他庞大的身躯被死死定在半空，连思维都仿佛慢了一拍。虽然只有短短一瞬，但对夜宵来说足够了。他全身的力量汇聚于右拳，至尊魔骨与不灭魔心的力量被催动到极致，更有一丝丝来自那庞大魔神骸骨的远古神威被他牵引而来，缠绕在他的拳锋之上。死！他一拳轰出，拳头正中尸龙的头颅，没有惊天动地的巨响，只有一声沉闷的扑哧声。时间仿佛在这一刻静止。下一秒，咔嚓咔嚓咔嚓，密密麻麻的裂纹以夜宵的拳头为中心，瞬间布满了尸龙巨大的头骨。不可能！尸龙的意志发出最后一声不甘的嘶吼。轰隆！他那山岳般的头颅轰然炸裂，化为漫天骨粉。失去了头颅，尸龙庞大的身躯也随之崩溃，化作精纯的死亡能量被夜宵鲸吞入体。庞大的能量冲刷着他的经脉，那层元阴境大圆满的瓶颈再也无法阻挡。轰！一股强大的气息从夜宵身上冲天而起，搅动了整个藏神谷的煞气。炼虚境初期，成了。定！恭喜宿主临阵突破，踏入炼虚境初期。定！恭喜宿主领悟神通神魔之握。定！检测到机缘核心，魔神令已出现。随着系统提示音落下，在尸龙崩溃的地方，一枚通体漆黑、刻着古老魔纹的令牌静静悬浮在空中。夜宵伸手一招，令牌落入手中，触手冰凉，仿佛蕴含着一片星空。定！获得传说级物品魔神令。此令牌记载着通往上界魔域的空间坐标，为宿主飞升之后指明道路。夜宵眼神一凝，
上界。特殊提示：魔神令以吸收宿主太古不灭魔心与上古至尊魔骨气息，提前激活特殊功能。功能可消耗令牌全部能量，召唤一名上界魔将投影降临助战一次。林希雪落在一片阴湿的沼泽地里，与夜宵失散了。空气中弥漫着腐烂植物和血腥混合的臭味，脚下的泥潭不时冒出气泡。传送之力将他和夜宵强行分开，此刻他孤身一人，金丹境的修为在这里如同黑夜中的萤火。他握紧了拳头，指甲掐进掌心。那个人让他留在他身边，他便不能死在这里。林希雪辨认了一下方向，催动体内那朵躁动的红莲业火，护住周身，警惕地向前探索。一只拳头大的彩色蝴蝶扇动着绚丽的翅膀，从他头顶悠悠飞过。林希雪抬头看了一眼，没有在意。可那蝴蝶盘旋一圈，竟又飞了回来，在他上空停住，翅膀上的粉末簌簌落下，不对劲。林希雪心中警铃大作，立刻催动红莲业火，一道火蛇卷向蝴蝶。结，反应倒是不慢。一道阴恻恻的笑声从四面八方传来，十几道鬼气森森的身影从沼泽的雾气中冒出，将他团团围住。为首之人正是黄泉鬼宗的少主幽无命，他脸上还留着一道淡淡的巴掌印，眼神怨毒地盯着林希雪。夜宵的女人，我们又见面了。幽无命舔了舔嘴唇，目光在林希雪身上肆无忌惮地游走。没想到你运气这么差，居然跟我传送到了一块区域。林希雪面沉如水，红莲业火在他掌心跳动。你最好现在就滚！滚！幽无命像是听到了天大的笑话。夜宵那个杂碎抽了我一巴掌，我就抓他的女人来玩玩，很公平吧？他身后的鬼宗弟子们发出阵阵怪笑。少主，这小妞长得不错，还是天剑宗宗主之女，玩起来肯定带劲。而且她体内还有一火，抓回去献给宗主，是大功一件。幽无命抬手制止了手下的聒噪，他的目光变得贪婪。这可不是普通异火，这是神品异火红莲业火。夜宵真是舍得，竟然把这种宝贝给你一个金丹境的废物。他向前踏出一步，化神境的威压如山岳般压向林希雪。林希雪闷哼一声，双腿一软，差点跪倒在地。他咬破舌尖，强行提起一口气，将红莲业火催动到极致，形成一道火焰屏障护住自己。你敢动我，他会把你挫骨扬灰。我好怕啊！幽无命夸张地拍了拍胸口，随即脸色一凝。等我把你抓在手里，我看他会不会跪下来求我。话音落下，他身形一晃，化作一道鬼影扑来，一只缠绕着浓郁黑气的手爪直接穿透了红莲业火的屏障。林希雪瞳孔一缩，全力向后暴退。可化神境的速度岂是他能比的？吃了！他的手臂被鬼爪划开一道深可见骨的伤口，黑色的鬼气顺着伤口疯狂钻入。剧痛传来，林希雪的身体瞬间变得僵硬麻木。拿下！幽无命冷喝一声，两名鬼宗弟子一左一右扑上，鬼气缭绕的锁链缠住了林希雪的四肢，将她死死捆住。放开我！林希雪挣扎着，体内的红莲业火左冲右突，却被那诡异的鬼气压制。幽无命走到他面前，捏住他的下巴，强迫他抬起头。别急，等我把你体内的宝贝取出来，再好好疼你。他眼中闪烁着疯狂的光芒。幽冥鬼点玻璃。幽无命双手结印，食指变得漆黑如墨，直接按在了林希雪的小腹丹田处。啊！林希雪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一股无法形容的撕裂感从丹田传来，仿佛整个灵魂都要被抽走。他能感觉到那朵与他血脉相连的红莲业火正在被一股阴冷霸道的力量强行剥离，他的意识开始模糊，生命力在飞速流逝。夜宵！恍惚间，他似乎看到了那个男人霸道的身影。不能就这么结束，他还没有帮上他任何忙，不能成为他的累赘。就在林希雪的意识即将坠入黑暗的瞬间，他神魂的最深处，一道尘封了万古的烙印悄然裂开了一道缝隙。嗡！一股神圣、浩瀚、冰冷到极致的气息从他体内轰然爆发，按在他身上的幽无命如遭雷击，整个人被震得倒飞出去，喷出一大口鲜血。捆绑着林希雪的鬼气锁链瞬间寸寸断裂，所有人都惊骇地看向场中。林希雪缓缓漂浮到半空，紧闭的双眼猛然睁开。那是一双怎样的眼睛？没有丝毫人类的情感，只有纯粹的金色，如同两轮神日俯瞰着世间蝼蚁。他周身缭绕的不再是红莲业火，而是圣洁的金色神光。一头青丝无风自动，每一根发丝都流淌着神性的光辉。她的气质变了，从一个倔强的少女变成了一尊执掌审判的9天神女。神性觉醒。幽无命从地上爬起来，捂着胸口，眼中写满了恐惧和难以置信。你到底是谁？林希雪，或者说是他，淡漠地扫了他一眼，那眼神就像在看一块石头。毒神者。
他朱唇轻启，吐出3个冰冷的字，声音不高，却仿佛天道谕令，在每个人的神魂中炸响。他缓缓抬起右手，纤细的食指对着天空轻轻一点，玄天。轰隆，整个秘境的天空在这一刻都暗了下来。紧接着，无穷无尽的金色光点在空中浮现，每一个光点都迅速拉长，化为一柄锋锐无匹的金色长剑。成千上万柄神剑悬于天际，剑尖齐齐对准了下方的鬼宗众人，组成一座灭世的剑阵。那股凌厉的剑意甚至割裂了空间。不，快跑！幽无命吓得魂飞魄散，转身就要化作鬼影遁走。太迟了。主神女吐出第2个字，咻咻咻咻咻，万千神剑如同金色暴雨轰然坠落。那些黄泉鬼宗的弟子连惨叫都来不及发出一声，身体就在触碰到剑光的瞬间被净化蒸发，连一丝一毫的残渣都没有留下。幽无命嘶吼着将幽冥鬼典催动到极致，一面巨大的白骨盾牌护在身前。咔嚓，白骨盾牌只抵挡了不到半息，便轰然碎裂。数十柄神剑穿透了他的身体，将他死死钉在地上。噗！幽无命大口大口地吐着混杂着内脏碎片的黑血，眼中只剩下无尽的恐惧。秒杀！除了他这个化神境外，他带来的所有手下全都被一招秒杀。这是什么力量？就算是炼虚境大能，也不可能如此恐怖。空中的神女没有再看他一眼，仿佛做了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他金色的眼眸中闪过一丝痛苦的挣扎，那股庞大的神性力量正在退潮，而丹田内被压制的红莲业火则疯狂反扑。一神一魔，2种截然相反的至高力量在他体内展开了最原始的冲撞。噗！林希雪喷出一口金红相间的血液，从半空中跌落下来。他身上的神光迅速消散，眼中的金色褪去，恢复了原有的黑白分明，但充满了痛苦。他蜷缩在地上，身体剧烈颤抖，皮肤上时而浮现金色的神纹，时而浮现黑红的魔纹，2种力量互相湮灭，在他体内制造着恐怖的爆炸。他的身体表面开始出现一道道细密的裂痕，鲜血从中渗出。他要爆体而亡了！救我！林希雪无意识地伸出手，向着虚空抓挠。就在这时，一阵轻微的脚步声传来，一道身影从不远处的树林中缓缓走出，停在他面前。林希雪用尽最后一丝力气抬起头，当看清来人的脸时，他痛苦的眼神瞬间凝固，转为无尽的憎恶与震惊。萧莫凡，他不是被夜宵废了修为，扔进妖兽山脉了吗？他怎么会在这里？此刻的萧莫凡一身白衣，神情平静，眼神深邃的可怕，完全没有了以往的锋芒毕露与不甘。他就那么静静地看着在地上痛苦翻滚的林希雪。师妹，看来你很痛苦。他的声音很轻，却清晰地传入林希雪耳中。这世上如今只有我能救你。萧莫凡就那么站在那里，看着在地上痛苦蜷缩的林希雪。他一身白衣，与这阴暗的沼泽格格不入。师妹，看来你很痛苦。他的声音很轻，却像一根针刺入林希雪的耳朵。林希雪用尽力气抬头，那张脸让他瞳孔收缩，憎恶的情绪淹没了痛苦。萧莫凡，你怎么会在这里？他的声音沙哑，伴随着身体不受控制的抽搐。我为什么不能在这里？萧莫凡脸上露出一抹奇怪的微笑，那笑容里没有半点喜悦，只有一种俯瞰众生的漠然。上天是公平的，他从我这里夺走的，会以另一种方式还给我。我坠入魔渊，不但没死，反而因祸得福，获得了无上魔道传承。他缓步上前，蹲了下来，伸出手指想要触碰林希雪的脸。夜宵给你的只是痛苦的根源，那红莲业火以你的修为根本无法驾驭，它只会将你焚烧殆尽。林希雪厌恶地偏过头，躲开了他的手指。别碰我，别怕。萧莫凡的手指停在半空，语气温柔得令人发毛。我已非昔日的我，这世上如今只有我能救你，我会帮你理顺体内的力量，赐予你新生。他说着，手掌翻转，一团漆黑如墨的魔气在他掌心凝聚。那魔气充满了暴虐与混乱的气息，却又隐隐透着一股不灭的意境。他不再犹豫，一掌按向林希雪的小腹丹田。我会让你明白，谁才是真正的天命之人。就在他的手掌即将触碰到林希雪的瞬间，一道带着几分戏谑的声音毫无征兆地在林中响起。我的女人，什么时候轮到你这条丧家之犬来碰了？萧莫凡的动作猛然一僵。这个声音，他豁然抬头望向声音传来的方向。夜宵的身影从林间的阴影中缓缓走出，他走得很慢，每一步都像是踩在人的心脏上。他目光扫过场中，先是看了一眼被钉死在地早已没了气息的幽无命，然后落在了萧莫凡和林希雪身上。当看到萧莫凡那只悬在林希雪丹田上方的手时，他的嘴角勾起一抹冰冷的弧度。夜宵。萧莫凡看清来人，
眼中的惊愕迅速被疯狂的怨毒取代。他非但没有收手，反而加快了速度，似乎想在叶宵阻止前完成什么。你来得正好，今天我就要当着你的面拿回属于我的一切。他嘶吼着，掌心的魔气疯狂涌动，直接灌入林希雪体内。林希雪发出一声闷哼，体内本就狂暴的力量冲突在另一股外力介入后变得更加混乱。但诡异的是，萧莫凡的魔气似乎与他体内那股魔性力量同出一源，竟真的在一定程度上压制住了神性与红莲业火的反扑。林希雪脸上的痛苦神色似乎减轻了许多。看到了吗，叶萧？萧莫凡感受着林希雪体内的变化，脸上露出狂傲的笑容。只有我能救他，你给了他神品异火，却掌控不了，让他生不如死。这就是你所谓得爱，你不过是把他当成一件工具。他站起身，居高临下地看着叶萧，仿佛找回了曾经身为天命之子的自信。我才是他的良配，我才是能带领他走向巅峰的人，而你不过是一个窃取我机缘的卑鄙小偷。叶萧没有说话，只是饶有兴致地看着他，像是在看一个跳梁小丑的卖力表演。怎么不说话？怕了？萧莫凡向前踏出一步，周身魔气翻涌，金丹出气的气息毫无保留地释放出来，却带着一种远超这个境界的威压。我承认你很强，但天命终究在我。我坠入魔渊，获得了不灭魔心的传承，只要给我时间，我很快就能超越你，将你施加在我身上的一切100倍奉还。不灭魔心。叶萧终于开口了，他像是听到了什么好笑的事情，忍不住笑出了声。就凭你体内那点我不要的残渣，也配叫不灭魔心？话音落下的瞬间，叶萧不再收敛自身的气息，轰！一股无法形容的恐怖威压如天崩地裂般轰然降临。这股威压不是单纯的修为压制，其中蕴含着一种源自生命层次最顶端的至高无上的魔道君王气息。炼虚境初期的修为，融合了太古不灭魔心与上古至尊魔骨的无上魔威。在这股威压下，整个藏神谷外围区域的煞气都为之医治，仿佛遇到了他们的帝皇，瑟瑟发抖。噗！萧莫凡脸上的狂傲笑容瞬间凝固，取而代之的是极致的骇然。他感觉自己像是被一座太古神山正面撞中，整个人不受控制的倒飞出去，人在半空就喷出大口的鲜血。更让他惊恐的是，他引以为傲的不灭魔心在他体内疯狂地颤抖，哀鸣，像是一个奴仆见到了自己的主人，生不出半点反抗的念头，只有源自本源的恐惧与臣服。不可能，这不可能！萧莫凡摔在地上，狼狈地爬起来，眼中写满了不甘与疯狂。为什么你的魔心能压制我的？压制？叶萧缓步向他走去。你错了，这不是压制，这是主宰。叶萧的身影瞬间从原地消失，下一刻他已经出现在萧莫凡面前，一只手掐住了他的脖子，将他单手提了起来。萧莫凡双脚离地，疯狂挣扎，体内的魔气涌向叶萧的手臂，却如泥牛入海，没有造成任何影响。我说过，你体内的不过是我看不上的残渣而已。叶萧的声音很轻，却像重锤一样砸在萧莫凡的心头。他终于明白了，叶萧夺走的是不灭魔心最核心的本源，而留给他的只是被挑剩下的垃圾。巨大的羞辱与绝望淹没了萧莫凡。他发疯般的嘶吼起来，眉心处裂开一道血痕。叶萧，我要你死，就算死，我也要拉你陪葬。以我神魂为祭，以我精血为引，恭请魔渊邪神降临。他竟然在燃烧自己的神魂和生命本源。一股比之前强大10倍不止的邪恶气息从他体内爆发出来，黑色的火焰在他身上燃起。他身后空间剧烈扭曲，一道巨大而模糊的黑影缓缓浮现，那黑影只有一双猩红的眼睛，散发着混乱毁灭的气息。萧莫凡的气息也在这一刻疯狂飙升，瞬间冲破了化神境的壁垒，达到了一个无限接近于炼虚境的层次。半步炼虚，死！萧莫凡挣脱叶萧的手，与身后的邪神投影融为一体，化作一道撕裂天地的黑色魔光，轰向叶萧。这是他燃烧一切换来的最强一击。面对这毁天灭地的一击，叶萧脸上依旧不见任何波澜，他只是缓缓抬起了右手。这就是你燃烧性命换来的底牌。他五指张开，对着那道袭来的魔光轻轻一握。神魔之握。嗡！时间仿佛在这一刻静止了，空间也像是被一只无形的大手攥住，彻底凝固。那道狂暴的黑色魔光就那么停在了距离叶萧3尺之外的地方，动弹不得。魔光中，萧莫凡那张与邪神重叠的脸保持着狰狞的表情，但猩红的眼眸中却被无尽的恐惧所填满。他发现自己动不了了。不只是他燃烧生命召唤来的邪神投影也同样被禁锢在原地，连一丝气息都无法泄露叶萧的身影，在这一刻仿佛化身成了执掌空间与万物的神魔。太弱了！
叶宵摇了摇头，握着虚空的五指猛然收紧，咔嚓，一声清脆的如同玻璃碎裂的声音响起，那道禁锢着萧莫凡与邪神投影的空间轰然坍塌湮灭。巨大的邪神投影连惨叫都来不及发出，就在空间崩塌中被碾成了最原始的能量粒子，消散于无形。噗！萧莫凡从半空中跌落，浑身浴血，身上的气息如同漏气的皮球般飞速衰减，瞬间从半步炼虚跌落回金丹境，而且比之前更加虚弱。他还没来得及落地，一只脚便从天而降，狠狠地踩在了他的脸上。轰！地面炸开一个大坑，萧莫凡的整张脸都被踩进了泥土里。叶萧脚下用力捻了捻，你拿什么跟我斗？彻骨的羞辱让萧莫凡的意识陷入了黑暗。叶萧这才挪开脚，看了一眼地上人事不省的萧莫凡，眼神淡漠。他蹲下身，并没有下杀手，反而伸出一根手指点在了萧莫凡的眉心。一缕比之前凌天宇体内更加隐晦、更加高级的魔种悄无声息地融入了萧莫凡破碎的道心深处。做完这一切，他目光一瞥，看到一个古朴的巴掌大小的罗盘从萧莫凡破碎的衣服里滚了出来。叶萧捡起罗盘，入手温润，上面刻画着繁复的纹路，一根指针正微微颤动着，指向不远处躺在地上的林希雪。寻宝盘。叶萧笑了，他收起罗盘，这才转身走向林希雪。此刻的林希雪体内的力量冲突已经让他濒临极限，但他的眼睛却一直睁着，看着叶萧一步步碾碎萧莫凡的所有希望。那双痛苦的眸子里渐渐被一种名为安心的光芒所占据。叶萧在他身边蹲下，伸出手覆盖在他的小腹上，一股精纯、浩瀚、带着不朽不灭意境的魔心本源之力缓缓渡入。顷刻间，林希雪体内那互相冲撞的神性力量与红莲业火就像是遇到了绝对的君王，瞬间变得温顺无比，被这股力量强行镇压、梳理，归于平静。林希雪紧绷的身体终于放松下来，长长的舒了一口气，昏了过去。叶萧抱起他，看了一眼地上如死狗般的萧莫凡，淡淡开口：好好活着，我的寻宝鼠，可别让我失望。叶萧抱着怀里昏迷的女人，目光在地上一滩烂泥般的萧莫凡身上扫过，随即挪开。他转身，几个闪身便消失在沼泽边缘的密林里。藏神谷外围煞气弥漫，寻常修士在此地多待一刻，神魂都会被侵蚀。叶萧随手一掌，在一处山壁上轰开一个山洞。走进洞中，他将灵犀血瓶放在一块干净的巨石上。女人的眉头紧紧蹙着，即便在昏迷中，身体也时不时抽搐一下。白皙的皮肤下，一道道细密的血色裂痕正在蔓延，仿佛一件即将破碎的瓷器。叶萧伸出手，指尖停在他的手腕上空，并未触碰。他体内的太古不灭魔心微微震动，一股感应力探入灵犀血体内。他的丹田简直就是一个即将爆炸的火药桶，一团神圣浩瀚的金色力量霸道地占据着中心，那是属于九天玄女的神性之力。而在他周围，赤红色的红莲业火带着焚尽万物的魔性，疯狂地冲击着神性力量的壁垒。两种力量谁也不服谁，每一次碰撞都让灵犀血的经脉断裂一分，生机流逝一分。再这么下去，不出半个时辰，他就会彻底爆体而亡，神魂俱灭。叶萧屈指一弹，一缕精纯的魔元打入灵犀血眉心，他长长的睫毛颤动几下，缓缓睁开了眼睛。叶萧看到眼前的人，灵犀血眼中的痛苦似乎都减轻了些许，声音虚弱的像风中残烛：我是不是要死了？他能感觉到自己的身体正在崩溃。差不多。叶萧的回答简单直接，没有任何安慰。你神魂里的东西醒了，他不喜欢我给你的东西，两个在你身体里打起来了。灵犀血惨然一笑，他想抬起手，却发现连动一根手指的力气都没有。有办法吗？他看着叶萧，那双曾经清冷的眸子里，此刻只剩下求生的本能和一丝连他自己都未察觉的依赖。有。叶萧俯下身，双眼直视着他。你觉醒的神性力量至纯至阴，而我体内的魔心本源至刚至阳，阴阳相冲则同归于尽，阴阳调和则万物新生。林希雪的呼吸停顿了一下，他不是傻子，瞬间就明白了叶萧话里的意思。你的意思是双修？叶萧吐出两个字，洞窟内的空气仿佛都凝固了。他没有再多说一个字，就那么平静地看着他，将选择权完全交到了他的手上。是抱着所谓的矜持和过去，在痛苦中化为飞灰，还是抛下一切，作为他的女人活下去，并且变得更强？林希雪的胸口剧烈起伏着，他的脑海里闪过叶萧宣布要娶她时的霸道，闪过新婚之夜他揭露萧莫凡真面目时的冷酷，闪过他将红莲业火打入自己体内时的强势，也闪过刚刚他一脚将萧莫凡踩进泥土里的无敌身姿。这个男人是魔头，但他也是自己名义上的夫君，更是在自己最绝望的时候唯一能抓住的浮木。他闭上眼睛，一行清泪从眼角滑落，
再次睁开时，眼中的挣扎和犹豫已经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破釜沉舟的决然。我愿意。好。叶宵没有多余的废话，他盘膝坐下，将林希雪扶起，让她与自己相对而坐。抱元守一，放开你的神魂，不要有任何抵抗。他的声音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命令。林希雪深吸一口气，依言照做。叶宵伸出双掌贴在了他光洁的后背上。轰！一股浩瀚、苍茫、带着不朽不灭意境的魔星本源之力，如同开闸的洪水，瞬间涌入林希雪的体内。这股力量刚一进入林希雪体内，那正在疯狂厮杀的神性力量与红莲业火，就像是遇到了天敌的野兽，瞬间停滞。但下一刻，他们又同时爆发出更强的力量，一左一右，朝着叶宵的魔星本源冲了过来，似乎想要将这个外来者彻底撕碎。哼，不自量力！叶宵心中冷哼一声，他的魔星本源是融合了太古不灭魔星的完整本源，是万魔之源。面对两股力量的夹击，那股魔星本源猛然一震，一股君临天下、主宰万物的无上意志轰然降临。神性力量哀鸣一声，金光瞬间暗淡，红莲业火的焰星剧烈摇曳，仿佛随时都会熄灭。在绝对的君王面前，所谓的反抗只是一个笑话。叶宵的意志主宰了一切，他没有强行镇压，而是用自己的魔星本源作为引导，强行将那股神圣的金光与赤红的魔火拉扯到一起。就在三股力量接触的瞬间，叶宵和林希雪的身体同时一震，他们的神魂被一股无法抗拒的力量拉扯着，坠入了一片无尽的虚空。在林希雪的意识里，他看到自己身处9天之上，身穿一袭白衣神铠，手持审判神剑，面容冰冷，俯瞰众生。她是9天玄女，执掌天罚。而在叶宵的意识里，他看到自己立于万古魔渊之底，周身燃烧着毁灭的黑色火焰，身躯如神山般伟岸，一双魔瞳开合间，星辰陨灭。他是上古魔神，藐视天地。下一刻，两道身影跨越了时空的阻隔，在虚空中相遇。毒神者，当诛！9天玄女的声音冰冷无情，审判神剑化作一道贯穿天地的神光，斩向魔神。天道走狗，滚！上古魔神发出震天的咆哮，一只遮天蔽日的魔手迎向了神光。轰隆！神与魔的交锋在两人的神魂深处炸响。现实中，山洞剧烈摇晃，碎石簌簌落下。林希雪的身上爆发出万丈金光，神圣的气息几乎要净化整座山谷。叶宵的身上则涌出滔天魔气，霸道的气息让谷外的煞气都为之臣服。两股力量在现实中也开始了对撞，眼看就要失控。够了！一声怒喝，同时在神魂虚空与现实山洞中响起。发出声音的是叶宵的本我意志。在神魂虚空中，他的意志化作一道无法形容的巨大身影，一手捏住了9天玄女神剑，一手攥住了上古魔神的拳头。我的地盘是龙的盘着，是虎的握着，管你是神是魔，都得听我的。叶宵的意志疯狂咆哮，那属于现代人的灵魂，那份身为反派的桀骜不驯，在这一刻爆发到了极致。他猛地发力，竟硬生生的将9天玄女与上古魔神两道虚影拉到了一起，强行按向对方。给我容！现实中，叶宵一把将身体摇摇欲坠的林希雪揽入怀中，紧紧抱住。随着两人身体的彻底贴合，那股在神魂中主宰一切的意志也降临到了他们交融的能量之中。原本互相排斥的神性力量与魔性力量，在叶宵那不讲道理的意志和至尊魔星本源的强压下，竟真的开始缓缓融合。一金一红两股能量不再互相攻击，而是如同两条首尾相衔的鱼儿，开始缓缓旋转。一个蕴含着神圣与魔性的太极图印，在林希雪的丹田内缓缓成型。一股混沌、原始却又无比强大的崭新力量自太极图印的中心诞生。系统提示：恭喜宿主成功攻略天命之女林希雪，好感度加50，当前好感度80，情根深重。系统提示：检测到宿主完美融合了神性与魔性两种对立本源，触发特殊奖励，恭喜宿主获得传说级体质神魔混沌体。系统提示：林希雪在宿主的帮助下修为获得突破，当前境界元婴境大圆满。轰！林希雪的修为气息节节攀升，瞬间冲破金丹壁垒，一路高歌猛进，最终稳稳地停在了元婴境大圆满的层次。而叶宵在这次双修中同样获益匪浅，那股新生的混沌之力一部分反哺回他体内，让他刚刚突破的炼虚境初期修为瞬间被巩固，并且一路推进到了初期顶峰，距离中期只差一步之遥。不知过了多久，洞窟内的能量风暴终于平息。叶宵松开怀抱，林希雪缓缓睁开双眼，那是一双怎样的眼睛？眼瞳依旧是灿烂的金色，却在最深处带着一抹妖异的紫色，神圣与魅惑两种截然不同的气质在他身上完美的融合。他的脸颊泛着一抹动人的红晕，
看着叶萧的眼神充满了羞涩、感激以及再也无法掩饰的爱意。他刚想开口说些什么，忽然秀眉一蹙，一幅幅清晰的画面如同潮水般涌入他的脑海。那是属于九天玄女的更加完整的传承记忆。片刻之后，他脸色一变，急切地对叶萧说道：我想起来了，通天秘境里有一处上古遗留的神物，名为九幽冥泉。叶萧挑了挑眉，他就在藏神谷的最深处。林夕雪的语气变得凝重起来，但是那里由一道上古天尊的神念守护着，那位归元天尊在远古时代与我有怨。叶萧听完林夕雪的话，非但没有半点凝重，嘴角反而勾起。有怨？他低头看着怀里女人那张混合了担忧与决然的脸。那更好办了。林夕雪愣了一下，完全没弄懂叶萧的思路。有怨意味着对方一见面就可能是不死不休的局面，怎么到他嘴里反而成了好事？叶萧没解释，他一把将林夕雪从地上拉起来，顺手拍了拍她身上沾染的尘土。走，带路。他的语气轻松的像是要去自家后花园散步。去哪？当然是去藏神谷最深处见见你那位老相好。林夕雪的脸颊腾的一下红了，嗔怪的瞪了他一眼。那可是远古天尊，怎么从他嘴里说出来就跟市井间的风流韵事一样？他不再多问，深吸一口气，开始辨认方向。觉醒了部分玄女记忆后，他对这片通天秘境有了一种莫名的熟悉感。两人一前一后朝着藏神谷的更深处走去。越是深入，周围的煞气就越是浓郁，几乎化作了实质的黑色雾气。林夕雪刚刚突破到元婴大圆满，此刻也不得不运起全身灵力抵抗，额头上渗出细密的汗珠。叶萧走在他身前，却闲庭信步。那些足以侵蚀化神境修士神魂的煞气，一靠近他周身3尺，便自动被他新生的神魔混沌体吸收，化为最精纯的养料。他回头看了一眼林夕雪，伸出手直接将她揽进怀里。跟紧点，别掉队了。被叶萧的气息包裹，林夕雪顿感压力一轻，心中涌起一股暖流。她靠在叶萧怀里，点了点头，任由他带着自己前行。又走了一炷香的功夫，眼前的景象豁然开朗。这里是一处巨大的环形山谷底部，四周寸草不生，唯有中心处有一口不过丈许大小的泉眼。泉水漆黑如墨，却不散发任何邪气，反而有一种冻结神魂的极寒之意。泉眼周围一道道玄奥的金色符文若隐若现，构成了一座巨大的封印法阵。就是这里，九幽冥泉。林夕雪的声音有些激动。叶萧的目光在那口泉眼上扫过，眼中闪过一丝火热。这东西对他体内的上古至尊魔骨有着难以想象的好处。他松开灵犀 SE， 迈步朝着泉眼走去。就在他的手即将触碰到那漆黑的泉水时，异变突生。泉眼上方的虚空中，无数光点汇聚，缓缓凝聚成一个身穿古朴道袍的老者虚影。老者面容模糊，双目紧闭，却有一股浩瀚如渊、威严如玉的气息扩散开来。整个藏神谷的煞气在这股气息下都为之退散。林夕雪脸色一白，惊呼出声：归元天尊！那老者虚影的双眼猛然睁开，目光先是落在了林夕雪身上。他的眼神中闪过一丝复杂，有追忆，有惋惜，还有一丝隐藏极深的怒意。雪女，你终究还是醒了。他的声音不带任何感情，仿佛万古不化的玄冰。随后他的目光转向叶萧。当看到叶萧身上那精纯到极致的魔气，以及那神魔混沌体的气息时，他眼中所有的复杂情绪瞬间被无尽的杀意与厌恶取代。邪魔，你竟敢玷污玄女的神魂，与他进行神魔交融，罪该万死。话音未落，归元天尊抬起手，对着叶萧遥遥一指。没有惊天动地的声势，只有一道纯粹到极致的净化神光，无声无息地射向叶萧。那神光所过之处，空间都出现了细密的裂痕。叶萧瞳孔一缩，炼虚境初期的修为在这一指面前脆弱的如同纸糊。他想躲，却发现周围的空间早已被锁定。这就是合体境强者的威能，哪怕只是一道残存的神念。电光火石之间，叶萧不退反进，一把将身后的林夕雪拽到自己面前。嗡！净化神光打在林夕雪身上，却被他体表自然浮现的一层金色神息挡住。神息与神光同根同源，两者碰撞，发出一声闷响，双双湮灭。林夕雪闷哼一声，嘴角溢出一缕鲜血，显然也不好受。归元天尊的虚影一滞，似乎没料到叶萧会拿林夕雪当挡箭牌。他怒喝道：邪魔，你除了会用这等卑劣手段，还会什么？我会的可多了。叶萧把林夕雪护在身后，脸上没有丝毫惧色，反而露出了一抹讥讽的笑容。比如我会看病。归元天尊一愣：老东西，你这道神念在这里镇压九幽冥泉，少说也有几万年了吧？叶萧自顾自地说道：万载估计，神魂早就被此地的煞气和泉水的阴气侵蚀的差不多了。
你现在看起来威风八面，不过是强行催动本源，回光返照罢了。我猜你最多还能再发出一击，一击之后不管杀不杀得了我，你这道神念都得烟消云散。叶萧的声音不大，却字字诛心。归元天尊那由光芒组成的身体剧烈的闪烁了一下，显然是被说中了要害。胡言乱语，本座就算即将消散，诛杀你这等邪魔也绰绰有余。他再次抬起手，更加璀璨的神光在掌心汇聚。是吗？叶萧手掌一翻，一颗流转着9色丹韵的丹药出现在掌心。我这有一枚丹药，名为九转清心丹，是我闲来无事炼制的。它能洗涤神魂尘埃，弥补本源亏损。虽然救不活你，但让你这道破破烂烂的神念再多撑个1、2千年，应该问题不大。归元天尊汇聚神光的动作停顿了下来，他的目光死死地盯着叶萧手中的丹药，那古井无波的眼神中第一次出现了剧烈的波动。邪魔之物，岂可轻信？他嘴上这样说，目光却一刻也无法从丹药上挪开。信不信随你。叶萧满不在乎地抛了抛手中的丹药，反正你马上就要消失了，这泉水我也拿定了。你动手，咱们就一起玩玩。你若是不动手，或许还有的谈。你想谈什么？归元天尊的声音变得沙哑。很简单，一笔交易。叶萧指了指林溪雪，她已经不再是你认识的那个9天玄女了，她是我的女人。将来她会走上一条神魔同修的无上大道，成就远超当年。他又指了指地上的九幽冥泉，这东西我要了，它对我有大用，作为交换，这颗丹药归你。叶萧看着归元天尊，一字一句地说道：你甚至可以帮我完善一下丹方，让它的效果更好。事成之后，我让他认你一份香火情。你不用彻底消散，你的传承也有了延续的希望。这笔买卖你亏吗？洞窟内陷入了长久的沉默，归元天尊的虚影明灭不定，显然内心正在天人交战。叶萧的提议对他而言诱惑太大了，生存以及传承的延续，这是任何生灵都无法拒绝的本能。许久之后，他沙哑的声音再次响起：你如何保证此丹有效？又如何保证玄女将来会念及旧情？我可以立下天道誓言。叶萧干脆利落。好。归元天尊终于下定决心，丹方拿来。叶萧屈指一弹，一道神念没入归元天尊的虚影中。归元天尊闭上双眼，庞大的神念开始推演。片刻之后，他睁开眼，对着叶萧的方向一指，一股更加玄奥繁复的信息洪流涌入叶萧的脑海。经过一位远古天尊的完善，九转清心丹的丹方已经真挚完美。丹药。归元天尊的声音带着一丝急切。叶萧随手将丹药抛了过去，老者虚影一把抓住，毫不犹豫地吞了下去。磅礴的药力化开，他那即将溃散的身体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重新凝实起来。交易完成。叶萧走到泉眼前，神魔混沌体运转，直接将手伸进了那漆黑的泉水中。一股恐怖的阴寒之力顺着手臂涌来，却被他体内的力量瞬间同化吸收。他正准备将整口九幽冥泉连根拔起，收入囊中。就在这时，轰隆隆，整个通天秘境毫无征兆的剧烈震动起来，一股无法形容的恐怖气息从秘境最核心的方向冲天起，化作一道贯穿天地的光柱。刚刚稳固了神念的归元天尊脸色陡然大变。不好！他失声惊呼，秘境核心的最终传承被人提前引动了。林溪雪急忙问道：是谁？这个时候怎么会有人能进入核心区域？叶萧收回了手，眉头微皱，朝着核心的方向看去，嘴角却扬起一抹玩味的笑意。他感受到了那枚被他种下的高级魔种正在被一股庞大的力量催化。归元天尊的脸上露出了前所未有的凝重与惊疑。那股气息虽然被一股极强的机缘之力掩盖了，但它的根源是你的那只寻宝鼠。寻宝鼠？林溪雪重复了一遍这个词，看向叶萧的眼神带着询问。叶萧没理会他，只对着那口漆黑的泉眼勾了勾手指。好东西，先收了再说。他话音刚落，整个人便一步跨到泉眼前，手臂直接探入其中，神魔混沌体猛然运转，一股恐怖的吸力从他掌心爆发。那口汇聚了万载阴寒之气的九幽冥泉根本来不及反抗，泉水化作一道漆黑的水龙，被叶萧的手臂鲸吞牛饮般吸入体内。咕嘟咕嘟，不过几个呼吸的功夫，整口泉眼便肉眼可见的干涸下去，只留下一个空洞的深坑。归元天尊的虚影在一旁看得眼皮直跳，这可是能冻结合体进神魂的九幽冥泉，这小子就这么直接给生吞了。叶萧打了个饱嗝，体内神魔混沌之力涌动，气息又雄浑了几分。他这才回头瞥了一眼那贯穿天地的光柱方向。走吧，去看看我的好老鼠，给我找到什么大宝贝。
他拉起林希雪的手，身形一晃，化作一道流光，便朝着秘境核心冲去。归元天尊的虚影闪烁了一下，也化作一道青光，紧紧跟在两人身后。三人速度极快，沿途所见，整个通天秘境都已陷入混乱。无数修士像没头的苍蝇，被那股恐怖的气息引动，疯狂地涌向核心。是最终传承，一定是最终传承出事了。天大的机缘，是我的！贪婪的吼叫声此起彼伏。叶宵对此视若无睹，他的速度远超这些人。很快，一座悬浮在虚空中的宏伟仙宫出现在三人眼前。仙宫古老沧桑，铭刻着大道的痕迹，那贯穿天地的光柱正是从仙宫最中央的大殿冲出。此刻，大殿中央，一道身影沐浴在神光之中，双手高举，仰天狂笑。正是萧莫凡，他身上的气息正以一种不可思议的速度暴涨。金丹、元婴、化神转瞬间，他的气息便已冲破了炼虚境的桎梏，并且还在疯狂攀升。哈哈哈哈！叶宵，你看到了吗？这才是天命所归。萧莫凡察觉到了叶宵的到来，他缓缓转过身，脸上满是报复的快意与癫狂。你夺我机缘，废我修为，又如何？我坠入魔渊，得不灭魔心。我被你种下魔种，却因祸得福，唤醒了通天教主留在我血脉深处的印记。你以为你在第5层，实际上我早已身在第10层。他的声音充满了前所未有的自信。这通天秘境的最终传承，就是为我准备的。今日我便在此融合道果，斩你头颅，夺回我的一切。在他身后，一尊顶天立地的伟岸虚影缓缓浮现。那虚影无法看清面容，只感觉威严盖世，仿佛执掌宇宙生灭的无上主宰。通天教主！归元天尊失声惊呼，虚幻的身体都颤抖起来。通天教主的虚影缓缓低头，目光落在萧莫凡身上，发出宏大的道音。不错，身负本座一丝意志转生，终不负所托。献上你的所有，你将得到本座的全部。从今以后，你便是新的通天。萧莫凡闻言，脸上的狂喜达到了顶点，他怨毒地瞪了叶宵一眼，仿佛在说：你死定了。随后，他闭上双眼，张开双臂，彻底放开了自己的神魂与肉身。来吧，我愿意献上一切。磅礴的光柱骤然收缩，全部灌入萧莫凡的体内。他身后的通天教主虚影也开始与他重叠，似乎要进行最终的融合。林希雪的心提到了嗓子眼，下意识地抓紧了叶宵的手臂。这股力量太可怕了，让他这位元婴大圆满都感到窒息。叶宵却只是静静地看着，嘴角噙着一抹戏谑。表演完了，他轻声开口：那就该我了。随着他话音落下，他心念一动，爆！正在享受力量灌体的萧莫凡脸上的狂喜表情瞬间凝固。下一刻，他体内一股完全不受控制的诡异力量轰然爆发。这股力量源自他的道心最深处，阴险霸道，瞬间就搅乱了他全身的经脉。噗！萧莫凡猛地喷出一口逆血，融合的进程戛然而止。那正要灌入他体内的传承之力，如同找到了宣泄口，反过来开始疯狂撕扯他的身体与神魂。撕心裂肺的惨叫响彻仙宫。怎么回事？我的力量为什么不听我的了？萧莫凡惊恐的大叫，他能感觉到自己辛苦汇聚的力量，乃至他自己的本源，都在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抽走。叶宵缓步上前，每一步都像是踩在萧莫凡的心脏上。一只优秀的寻宝鼠只需要负责找到宝藏，然后摇着尾巴等待主人的赏赐。他的声音不大，却清晰地传入在场每个人的耳中。谁给你的胆子，让你以为自己有资格享用宝藏的？萧莫凡如遭雷击，他死死地盯着叶宵，眼中只剩下无尽的恐惧与绝望。是你种下的魔种。他终于明白了，从头到尾他都只是一枚棋子，一枚为叶宵探路的棋子。现在才明白，太晚了。叶宵走到他面前，摇了摇头。那股从萧莫凡体内抽出的磅礴能量化作一道洪流，尽数涌入叶宵的体内。庶子，嘎尔！通天教主的虚影发出愤怒的咆哮，一只遮天蔽日的巨手朝着叶宵拍下。叶宵连眼皮都未曾抬一下，他只是将自己体内的力量彻底释放。嗡！一幅巨大的神魔太极图在他身后缓缓展开，一半漆黑如渊，魔气滔天；一半圣洁如光，神息璀璨。两种截然相反却又完美融合的力量，散发出一种超越大道、凌驾于万物之上的混沌气息。神魔混沌体。那只拍向叶宵的遮天巨手，在接触到这股气息的瞬间猛然一滞。通天教主的虚影死死地盯着叶宵，那伟岸的身躯竟在微微颤抖。神魔同修混沌之体，传说是真的，这条路真的有人走通了。他的声音中充满了无法言喻的震撼与激动。叶宵抬起头，
迎上通天教主的目光。老东西，跟他那样的废物比起来，是不是一个更好的选择？沉默。仙宫之内只剩下萧莫凡不甘的嘶吼和能量流逝的声音。良久，通天教主的虚影发出一声长叹：大道无情，唯则最优。罢了罢了。他看向如同烂泥一般瘫在地上的萧莫凡，眼中没有丝毫怜悯。废物终究是废物。话音一落，他那伟岸的虚影轰然解体，化作亿万光点，其中夹杂着一枚古朴的道果和一张玄奥的阵图。所有光点绕过了萧莫凡，如百川归海，尽数涌向夜宵。最终的传承在这一刻选择了新的主人。夜宵闭上双眼，整个人被无穷的光芒包裹，缓缓升入半空。磅礴的记忆与力量开始与他的神魂相融，他的气息也随之陷入了一种奇特的沉寂。就在这时，嗖嗖嗖，数十道流光从仙宫之外冲了进来，为首一人正是脸色苍白的黄泉鬼宗少主幽无命，他身后还跟着各大魔道宗门以及正道仙门的幸存天骄。他们一进来就看到了那被无尽光芒包裹的夜宵，以及他身下那张代表着无上机缘的通天阵图。所有人的眼睛瞬间都红了。是夜宵，他夺走了最终传承，他正在融合，现在是他最虚弱的时候。杀了他，抢夺传承。幽无命的脸上更是露出了扭曲的贪婪与怨毒。真是天助我也。夜宵，你也有今天，给我上！杀了他！谁杀了林希雪那个贱人，我赏他一剑到气。一声令下，数十名强者化作豺狼，带着满身的杀气与贪婪，扑向了半空中毫无防备的夜宵。枪！一声清越的剑鸣响彻大殿。林希雪手持长剑，一步踏出，挡在了所有人面前。他的双眸化作纯金，身上神魔混沌之力流转，衣袂无风自动。他的声音冰冷刺骨：谁敢再上前一步，死！幽无命的笑声在仙宫大殿内回荡。他盯着半空中被光芒包裹的夜宵，又扫了一眼持剑而立的林希雪。一个元婴境也敢拦我们的路，杀了他！他身后的数十名修士早就按捺不住，随着这一声令下，各种法宝的光芒瞬间爆发，刀光、剑影、鬼幡、毒雾，像一场五颜六色的死亡暴雨，朝着林希雪当头照下。林希雪没有后退，他体内的神魔混沌之力疯狂运转，金色的双眸中没有半分情绪。他提剑前冲，枪！长剑与一柄鬼头大刀碰撞，火星四溅。他手腕一抖，剑身顺着刀锋滑下，直接削向那名魔修的脖颈。那魔修大惊，急忙后撤，可另一侧一道凌厉的剑气已经贴着他的脸颊飞过。噗嗤！更后方的一名正道修士惨叫一声，捂着肩膀倒了下去。林希雪一剑逼退一人，伤了另一人，身形却毫不停留。他如同一只穿梭在狼群中的蝴蝶，剑光每一次闪烁都伴随着神息与魔气的交织。一名化神初期的长老祭出一座宝塔，当头镇压下来。林希雪看也不看，反手一掌拍出，一个缩小的黑白太极图印在他掌心浮现，直接印在了宝塔底部。轰！那宝塔发出一声哀鸣，倒飞回去，将那名长老撞得口吐鲜血。这女人的力量好古怪，她不是元婴境吗？怎么可能硬抗化神法宝？众人惊呼，攻势却更加猛烈。幽无命眼神阴冷，他看出来了，林希雪的力量虽强，但修为境界毕竟是短板。都别留手，耗死他！他亲自出手，五指成爪，一道漆黑的鬼爪破空而出，直取林希雪后心。林希雪感受到背后的恶风，猛地回身一剑，剑尖与鬼爪精准地撞在一起，滋啦！刺耳的摩擦声响起，神圣的剑光与阴森的鬼气疯狂互相侵蚀。就在这僵持的瞬间，另外三名化神境修士的攻击到了，一柄飞剑，一道雷符，一杆长枪，封死了他所有的退路。林希雪银牙紧咬，体内的混沌之力催动到极致。滚！他口中发出一声轻斥，一股磅礴的气浪以他为中心炸开，硬生生将那三道攻击震偏。他自己也闷哼一声，嘴角溢出一缕鲜血，挡住四名化神境的联手一击。他已然受了内伤。他撑不住了。幽无命见状狂喜，别跟他纠缠，去攻击夜宵，打断他的传承。这句话提醒了所有人。对啊，杀了林希雪只是泄愤，抢到通天教主的传承才是正事。立刻有7、8名修士绕开林希雪，将自己最强的攻击轰向了半空中那个巨大的光茧。不准！林希雪双目圆瞪，眼中的金色光芒暴涨。他想都没想，整个人化作一道流光，瞬间挡在了光茧之前。他张开双臂，像一只护着雏鸟的母鹰，扑扑扑，
数道攻击结结实实地轰在了他的身上，护体灵光瞬间破碎，一道剑气洞穿了他的左肩，鲜血喷涌，一道掌印拍在他的后背，让他整个人猛地一颤，又是一口血喷了出来。他的身体摇摇欲坠，白色的裙衫被染红了大半。林师妹！人群中，一名天剑宗的弟子失声惊呼，却被身旁的同门死死拉住。疯了！你上去也是送死！幽无命看着浑身是血的林希雪，脸上的笑容愈发扭曲。真是感人啊！既然你这么想为他死，我就成全你。所有人一起出手，连他带那个光茧一起轰碎。数十名修士再次催动法力，这一次他们的目标不再分散，所有的攻击都汇聚成一股毁灭的洪流，对准了摇摇欲坠的林希雪和他身后的夜宵。面对着足以抹平一座山峰的恐怖攻击，林希雪的脸上却露出一抹决然。他看了一眼身后安然无恙的光茧，眼中闪过一丝温柔。下一刻，温柔被冰冷的疯狂取代。他双手猛然在胸前合十，结出一个玄奥的法印：神魔混沌域。他体内的神魔太极图印疯狂旋转，一股超越了他自身修为极限的力量被强行抽取出来。嗡！一幅巨大无比的黑白太极图在他身后轰然展开，如同一面连接天地的神盾，将他和夜宵牢牢护在其中。那股毁灭的能量洪流狠狠地撞在了太极图上，轰隆隆，整个仙宫都在剧烈摇晃，空间被撕裂出一道道漆黑的裂缝。太极图剧烈的颤抖，表面浮现出蛛网般的裂痕。林希雪的身体也同步浮现出同样的裂痕，她的七窍之中鲜血如泉水般涌出。给我破！幽无命嘶吼着，将自己的本源鬼气都灌注了进去。咔嚓，太极图上的裂痕更大了。林希雪眼前一黑，身体晃了晃，单膝跪倒在地，但她的双手依旧死死维持着那个法印，她的意志支撑着那面即将破碎的神盾。还没破，这个女人是怪物吗？她快到极限了，再加把劲！攻击者们也红了眼，疯狂压榨着自己的灵力。就在这时，整个仙宫内所有的声音、所有的光芒、所有的能量流动都突兀地静止了，时间仿佛被按下了暂停键。那股狂暴的能量洪流停在了即将破碎的太极图前，所有修士都保持着攻击的姿势，脸上还带着狰狞和贪婪，却一动也不能动，只有思维还能运转。怎么回事？发生了什么？所有人的心中都涌起了同一个疑问，以及一股源自灵魂深处的恐惧。半空中，那个包裹着夜宵的巨大光茧无声无息地消散了。不是消失，是所有的光芒与道运都在一瞬间被吸入了他的体内。夜宵的身影重新出现，他闭着眼睛静静地悬浮在空中。下一刻，他睁开了双眼。那是一双怎样的眼睛？没有瞳孔，没有眼白，只有一片深邃到仿佛能吞噬万物的黑暗。他只是平静地扫视了一圈，轰！那股停滞的能量洪流在这一眼中直接湮灭，化作了最纯粹的虚无。挡在最前方的巨大太极图也化作光点，重新融入林希雪体内。噗！林希雪再也支撑不住，向前栽倒。一个温暖的怀抱接住了他。夜宵不知何时已经出现在他身前，将他轻轻揽入怀中。他低下头，看着怀中脸色惨白、气息微弱的女子，那双吞噬一切的黑暗眼眸中终于有了一丝波动。他伸出一根手指，点在林希雪的眉心，一股精纯、温和却又蕴含着无上道运的力量涌入他的体内。他身上那些恐怖的裂痕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愈合，他紊乱的气息也迅速平稳下来。做得不错。夜宵的声音很轻，传入林希雪的耳中。林希雪疲惫地睁开眼，看着近在咫尺的脸庞，安心地笑了笑，随后便昏睡了过去。夜宵小心翼翼地将她抱起，让她靠在自己怀里，然后他才缓缓抬起头，看向那群被禁锢在原地的雕像。他的目光第一个落在了幽无命的身上。幽无命的身体不能动，眼珠子却能转。他看着夜宵，看着那双如同黑洞般的眼睛，一股前所未有的寒意从他的尾椎骨直冲天灵盖。完了，这是他脑海中唯一的念头。夜宵动了，他抱着林希雪一步一步缓缓地从空中走下，落在了大殿中央。随着他的脚步落下，那种禁锢一切的力量消失了。扑通扑通，数十名修士如下饺子一般齐刷刷地瘫倒在地，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每个人都像是刚从水里捞出来一样，浑身被冷汗浸透。跑！不知是谁喊了一声，所有人如梦初醒，连滚带爬的就想往仙宫外逃去。夜宵没有阻止，他只是抱着林希雪平静地看着他们。幽无命是第一个冲到大殿门口的，他回头看了一眼，发现夜宵并没有追来，心中涌起一股劫后余生的狂喜。然而
他一步踏出大殿，眼前的景象却不是仙宫外的天空，依然是仙宫的大殿。他又回到了原来的位置。不只是他，所有逃跑的修士，无论用什么方法，遁术、法宝、秘法，最终都发现自己只是在原地打转。这座仙宫变成了一座无法逃离的牢笼，绝望开始在人群中蔓延。叶宵终于开口了，声音不大，却清晰地传入每个人耳中。刚刚是谁打伤了他？叶宵的声音在大殿里回响，不重，却像一把锤子敲在每个人的心口。那群修士身体能动了，禁锢消失的瞬间，所有人腿一软，齐刷刷地瘫在地上，像被抽掉了骨头。冷汗浸透了他们的道袍，大口大口的喘息声此起彼伏。恐惧压过了贪婪。跑！一个修士嘶吼出声，手脚并用地从地上爬起来，疯了一样冲向仙宫大门。这一声点燃了所有人的求生欲，他们连滚带爬，祭出最快的身法，催动所有的灵力，只恨爹娘少生了2条腿。幽无命冲在最前面，他回头看了一眼，那个魔头还抱着女人站在原地，没有追来。劫后余生的狂喜涌上心头，他一步踏出大殿门口，眼前本该是秘境的天空，光影一闪，他又回到了大殿中央，距离夜宵不过100步之遥。幽无命脸上的狂喜凝固了，他扭头看见那些同样冲出大门的修士，一个个像下饺子一样从门口掉了回来，摔得七荤八素。怎么回事？出不去？我们被困住了。这是空间牢笼，遁术失效，法宝无用，无论他们朝哪个方向跑，最终都会回到原点。这座宏伟的仙宫成了一座无法逃离的坟墓，绝望迅速蔓延，有人开始崩溃哭嚎。夜宵抱着林希雪，缓缓地一步步地从那群瘫倒的修士中间走过，他的脚步声很轻，却像死亡的钟摆，敲在每个人的神魂上。他停下脚步，目光扫过一张张煞白的脸，最后他的视线落在了幽无命身上。我再问一次。夜宵的声音依旧平静。刚刚是谁的手打伤了他？没有人敢回答。幽无命身体抖得像筛糠，牙齿咯咯作响。不是我，不是我，他尖叫着否认。旁边一个正道修士受不了这种压迫，猛地抬手指向幽无命。是他，是黄泉鬼宗的幽无命，就是他带头攻击灵仙子，是他想抢夺异火。有了第一个人带头，其他人也纷纷指认。对，就是他，我们都是被他蛊惑的。幽无命瞬间成了众矢之的，他脸上血色尽退。他看着夜宵，看着那双吞噬一切的黑暗眼眸，一股尿意涌了上来。夜宵，你不能动我！他色厉内荏地吼道。我爹是黄泉鬼宗之主，你杀了我，我们黄泉鬼宗与你万魔殿不死不休。夜宵嘴角扯了一下，似乎觉得有些好笑。哦，黄泉鬼宗。他抱着林希雪朝幽无命走近了一步。幽无命吓得连连后退，他知道求饶和威胁都没用了。那个魔头的眼神告诉他，他死定了。既然横竖都是死，幽无命眼中闪过一抹疯狂的狠戾，他猛地催动体内残存的鬼气，五指成爪，没有抓向夜宵，而是抓向夜宵怀里昏迷的林希雪。他想用林希雪做人质，哪怕只是让他再受一点伤，或许就能让夜宵分心。找死！夜宵吐出2个字，那道凌厉的鬼爪在距离林希雪还有1尺远的地方无声无息地消散了，仿佛从未出现过。幽无命的瞳孔骤然收缩，夜宵动了，他只是抬起了空着的左手，对着幽无命的方向轻轻一握。啊！幽无命发出一声不似人声的惨叫，他的身体不受控制地飞到半空，四肢以一种诡异的角度扭曲着。咔嚓咔嚓，骨骼碎裂的声音清晰地传遍了整个大殿。他体内的鬼气像决堤的洪水疯狂外泄，他的丹田，他的经脉正在被一股无法抗拒的力量寸寸碾碎。不，我的修为，我的修为！幽无命凄厉地嚎叫着，感受着力量从身体里流逝。他从高高在上的化神天骄变回了一个凡人，不，比凡人还不如。夜宵松开手，幽无命像一滩烂泥从空中摔了下来，在地上抽搐着，口中涌出带着内脏碎片的鲜血。大殿内死一般寂静，所有人都被这一幕吓傻了，连呼吸都忘了，弹指之间废掉一名化神天骄，这是何等恐怖的实力！合体境，他绝对是踏入了传说中的合体境。夜宵抱着林希雪走到幽无命面前，低头俯视着他。知道萧莫凡吗？他忽然开口问。幽无命意识模糊，只能发出呵呵的声音。他之前也是天命之子，总是能找到好东西。我把他变成了我的寻宝鼠，让他替我探路，为我寻找机缘。你看，通天教主的传承，不就是他替我找到的吗？夜宵的声音带着一丝愉悦。他现在废了，我正好缺一只新的寻宝鼠。
恭喜你，幽无命少主，你被选中了。话音落下，叶萧指尖凝聚出一枚比之前种在萧莫凡体内更加复杂、更加幽深的黑色符文。他屈指一弹，那枚符文没入幽无命的眉心。幽无命的惨叫声拔高了数倍，那是源自神魂的剧痛。他疯狂地在地上打滚，抓挠着自己的脸，片刻之后便两眼一翻，彻底昏死过去。做完这一切，叶萧才抬起头，看向那群已经吓得魂飞魄散的修士。他的目光在人群中扫过，被他看到的人无不低下头，身体陡如糠筛，生怕下一个就轮到自己。滚！叶萧吐出一个字。那群修士如蒙大赦，他们甚至不敢说一句感谢的话，连滚带爬地冲向仙宫大门。这一次没有空间阻拦，他们争先恐后地逃了出去，眨眼间便消失得无影无踪。空旷的大殿只剩下叶萧怀里的灵犀雪和地上那滩叫幽无命的烂泥。叶萧看都没看幽无命一眼，他低头整理了一下灵犀雪被鲜血染红的裙衫，抱着他转身走向仙宫之外。一步踏出，天地变色，轰隆，整个通天秘境毫无征兆的剧烈震动起来。叶萧脚下的大地裂开深不见底的沟壑，他身后的那座通天仙宫发出一声不堪重负的哀鸣，宏伟的殿宇从穹顶开始崩塌，化作无数碎石坠落。天空像一面被打碎的镜子，出现一道道漆黑的裂痕，并迅速蔓延。空间风暴在裂缝中肆虐，这个存在了万古的独立小世界正在走向毁灭。叶萧抱着灵犀雪一步踏出仙宫，他脚下的空间没有寸寸碎裂，而是像一整块玻璃被砸中中心，瞬间布满了蛛网般的裂痕，然后轰然解体。轰隆隆，天塌了，大地也塌了。整个通天秘境，这个独立于主世界之外的小天地，正在从内部开始自我毁灭。失去了传承之力的支撑，它就像被抽走了龙骨的巨兽，只剩下崩溃一途。巨大的空间碎片带着毁灭性的风暴从四面八方席卷而来，每一块碎片都足以轻易绞杀一名化神修士。灵犀雪在叶萧怀里，眼睫毛动了动，似乎要醒过来。叶萧低头看了一眼，抬起左手轻轻盖在他的眼睛上。睡吧，有点吵。他开口，声音不大，却盖过了整个世界崩塌的巨响。他抬头看着迎面撞来的一块如同山岳般的空间碎片，他没有躲，他的目光穿透了混乱的空间乱流，看到了这个正在毁灭的世界的核心。那是一个拳头大小、不断收缩膨胀、散发着万千霞光的光团，通天秘境的世界本源。想跑？叶萧开口，像是在问那个光团。他抱着灵犀雪，任由那山岳般的碎片砸在身上。碎片撞上他身体周围1尺的地方，就如同撞上了一堵无形的墙，瞬间化为最精纯的空间能量，被他身后的黑洞虚影吞噬。他朝那光团伸出了手，一只由神魔二气交织而成的大手撕裂了层层叠叠的破碎空间，直接抓向那个世界本源。嗡！世界本源感受到了威胁，爆发出最后的光芒，试图逃离。他朝着一个空间裂缝冲去，想要回归虚无。我让你走了吗？叶萧的声音带着几分不耐。那只神魔大手五指合拢，整个即将崩溃的秘境空间仿佛被按下了暂停键。所有的风暴，所有的碎片，所有的光与暗都在这一刻静止。那枚世界本源也被死死定在原地，动弹不得。大手握住了它，就像从一个快要摔碎的鸡蛋里取出了完整的蛋黄。叶萧把手收了回来，他摊开手掌，那枚世界本源静静地悬浮着，像一颗温暖的星辰。失去了本源，整个通天秘境的崩溃骤然加速。只一瞬间，叶萧周围的一切都化作了虚无的黑暗。下一秒，光芒重现，刺眼的阳光照在脸上。他们已经回到了妖兽山脉，就站在之前秘境入口的位置。身后那道空间门户闪烁了几下，彻底消失不见，仿佛通天秘境从未出现过。怀里的灵犀雪发出一声轻吟，终于醒了过来。他睁开眼，第一眼看到的是叶萧的下巴。他刚想开口，就感觉喉咙一阵干涩，浑身传来撕裂般的疼痛。别动，你伤得很重。叶萧低头看他，语气平淡。我们出来了吗？那些人。灵犀雪挣扎着想坐起来，环顾四周。都跑了。叶萧回答。你呢？你拿到传承了吗？有没有受伤？灵犀雪抓住他的衣襟，急切地问，眼神里全是担忧。叶萧看着他，他没回答，只是伸出手指，一缕蕴含着通天教主传承之力的金光从他指尖溢出，点在灵犀雪的眉心。轰！一股庞大温和的力量瞬间涌入灵犀雪的四肢百骸，他体内的神魔太极图疯狂旋转起来。那些因为强行催动力量而造成的经脉损伤，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愈合。他原本苍白的脸上迅速恢复了血色。这时，
通天教主的传承之力。林希雪感受着体内的变化，整个人都愣住了。叶萧竟然把如此珍贵的传承之力用来给他疗伤，一点用剩下的边角料而已。叶萧说的轻描淡写：“你为我护法，这是你应得的。”他松开林希雪，让她站稳。可这也太……林希雪话还没说完，脸色就变了。他感觉到那股传承之力在修复完他的伤势后，并没有消失，反而与他体内的神魔混沌之力完美的融合在了一起。他的修为瓶颈，那道从元婴大圆满通往化神境的天堑，在这股力量面前脆弱的像一层窗户纸。咔嚓一声轻响，仿佛从他的神魂深处传来。瓶颈破了，但这还没完，他身上的气息还在以一种恐怖的速度向上攀升。化神初期，化神中期，化神巅峰，炼虚境，合体境初期。直到合体境初期的境界，那股疯长的势头才缓缓停了下来。林希雪呆呆地站在原地，感受着体内奔腾如江海的力量。他抬起手，一缕金色的神息和一缕黑色的魔气在他指尖缠绕。他能感觉到自己对神魔混沌体的掌控也上了一个全新的台阶，甚至他的脑海中还多出了一些陌生的神通法门，比如一气化三清。我突破到合体境了。林希雪看着叶萧，声音里带着无法掩饰的震动。从元婴到合体，这中间隔了化神和炼虚两个大境界，寻常修士穷尽一生也未必能跨越。他就这么片刻之间就根基有点虚，回去之后好好稳固。叶萧打量了他一眼，评价道：“跟着我，成仙做祖都是小事。”林希雪看着他，眼眶有些发热，用力的点了点头。叶萧没再多说，他摊开手，那枚被他取出的通天秘境本源出现在掌心。此刻它已经不再是刺眼的光团，而是一枚核桃大小、晶莹剔透，内部仿佛有星河流转的水晶球。这是？林希雪好奇地问。我们的新家。叶萧笑了笑，他将一缕神念探入其中。嗡，一个全新的世界在他的感知中展开。这个世界不大，方圆不过千里，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有山川，有河流，有稀薄的灵气，甚至还有那座被缩小了无数倍的通天仙宫，孤零零地立在世界的中央。这里已经成了一个独立的洞天世界，是独属于他的领地。他心念一动，两人的身影瞬间从原地消失。下一刻，他们已经出现在了那座小号的通天仙宫大殿内。这里是秘境核心。林希雪环顾四周，感受着熟悉又陌生的气息。现在是我的掌中世界。叶萧说着，神念开始仔细探查这个刚刚到手的玩具。他很快发现，通天教主留下的东西不只是那份最终传承，在这个洞天世界的核心，在那座仙宫的地底深处，他还留下了一些别的东西。叶萧心念在动，他和林希雪的身影出现在仙宫地底的一间密室中。密室空空荡荡，只有中央的石台上静静地躺着一枚古朴的玉简。玉简非金非玉，上面刻满了看不懂的上古符文，散发着一股不属于这个世界的气息。叶萧伸手将玉简拿起，就在他的手指处碰到玉简的瞬间，一股浩瀚无边的信息洪流冲入他的神魂之海。那不是功法，也不是神通，而是一些零碎的关于上界的片段。他看到了一个榜单，榜单高悬于9天之上，上面用金色的神文书写着一个个震古烁今的名字。天道榜，3个大字带着无上的威严烙印在他的脑海中。紧接着画面一转，他看到了一片无边无际的废墟战场，神魔的尸骸堆积如山，折断的仙气插满大地，干涸的血迹染红了整个天空。一个坐标伴随着这片景象清晰地浮现在他的识海里。仙魔战场，信息到此戛然而止。叶萧缓缓睁开眼，看着手中的玉简，玉简上的光华已经散去，变成了一块平平无奇的石头。怎么了？林希雪察觉到他的异样，关切地问。没什么。叶萧随手将玉简收起，只是发现这个世界好像比我想象的要更有趣一点。叶萧收起那枚已经化作凡石的玉简，指尖还残留着一丝不属于这个世界的气息。他看向林希雪，走吧，回家。林希雪用力点头，眼中的爱意与崇拜几乎要溢出来。叶萧心念一动，两人便从这方掌中世界消失，重新出现在妖兽山脉秘境入口的原地。阳光有些刺眼，没了秘境的隔绝，外界浓郁的灵气混杂着妖兽的嘶吼扑面而来。两人冲天而起，化作一道黑金交织的流光，朝着万魔殿的方向疾驰而去。林希雪感受着体内合体境的澎湃力量，侧头看着叶萧，刚想开口说些什么，突然轰，一股无法用言语形容的恐怖威压自9天之上猛然降下。这股威压不属于这个世界的任何一种力量，它古老浩瀚，带着审判与裁决的意味，仿佛整个天穹都塌了下来。
他没有针对万物，目标却精准无比，瞬间就锁死了林希雪。林希雪闷哼一声，护体神光瞬间被压得寸寸碎裂，刚突破到合体境的修为在这股威压面前竟如蝼蚁般渺小。他体内的玄女神息不受控制的疯狂悸动，像是在回应，又像是在恐惧。叶萧眼神一冷，他一步踏出，挡在林希雪身前，将她完全护在身后。那股恐怖的威压撞在他身上，让他身形微微一沉。他体内的神魔混沌之力轰然运转，上古至尊魔骨与太古不灭魔心同时震颤，发出一声无声的咆哮。威压被他硬生生扛住。这是什么？林希雪脸色苍白，声音发颤。上界来的苍蝇。叶萧抬头望向万里无云的虚空，语气平静。这股气息与他从玉简中感知到的上界气息同源。他伸出左手，一缕融合了通天教主传承之力的金光在他掌心汇聚，化作一道玄奥的符文，轻轻一挥，嗡！一层无形的屏障将两人笼罩。那股来自9天之上的锁定感瞬间中断，消失得无影无踪。林希雪顿时感觉压力一空，大口喘着气。还没等他缓过神来，整个玄天大陆的天空在这一刻变了颜色。无论是在凡人国度，还是在宗门圣地，无论是在东海之滨，还是在西漠深处，所有人，所有生灵都看到了一幅让他们永生难忘的景象。天变成了纯金色，一卷巨大到无法想象的金色画卷缓缓在天穹之上展开。画卷上3个大道符文凝聚而成的大字，散发着至高无上的气息。天道榜，那是什么东西？林希雪仰头，整个人都看呆了。叶萧眯起了眼，一个催命符。话音刚落，天道榜上一个个名字开始浮现，每一个名字都光芒万丈，后面还跟着一行小字注释。第10名，幽无命，黄泉鬼体。第9名，剑无尘，先天剑体。一个个震动大陆的名字出现，引得整个世界无数道强横神念冲天起，惊疑不定地探查着这天地异象。很快，榜单刷新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第7名，林希雪，神魔混沌体，9天玄女转世。林希雪捂住了嘴，眼中全是震撼。我上榜了。紧接着，榜单继续向上滚动。第3名，叶萧，太古不灭魔心，上古至尊魔骨，神魔混沌体。当叶萧的名字出现在第3位时，整个天道榜都剧烈震动了一下。他的名字后面那一行注释比任何人的都长，每一个词都仿佛蕴含着毁天灭地的力量。林希雪扭头看向叶萧，嘴巴张得老大。第3，你的底牌，这榜单全给捅出来了。叶萧的脸色看不出喜怒，这不是榜单，是悬赏令。他抓起林希雪的手腕，走了，回殿。两人不再停留，化作一道几乎看不见的残影，撕裂长空。当他们回到万魔殿上空时，整座魔殿早已炸开了锅。无数魔修冲出殿宇，仰望着天空那还未散去的金色榜单，爆发出阵阵惊呼与狂热的议论。少主，是少主。天道榜第3，还有少主夫人。第7，我们万魔殿出了2个天道榜天骄。叶萧没有理会这些喧嚣，带着林希雪径直落入了最深处，那座属于禁忌魔尊的宫殿前。大殿的门敞开着，叶苍穹负手而立，站在殿中，同样仰望着天穹。他身上那股霸绝天地的魔威，此刻却显得有些凝重。回来了。他没有回头，声音低沉。动静闹得不小。叶萧拉着林希雪走进大殿，父亲也看到了。天道榜现世，整个玄天大陆都看到了。叶苍穹缓缓转过身，目光如电，先是扫了一眼林希雪，然后落在叶萧身上。叶萧，第3，很好。他的语气里听不出太多喜悦。叶萧开门见山，就在刚才，有一道上界的气息锁定了希雪。叶苍穹闻言，瞳孔骤然一缩，身上魔气翻涌了一下。果然来了。他沉默片刻，似乎在组织语言。萧儿，坐。叶萧和林希雪依言坐下。叶苍穹看着天际那缓缓隐去的金色榜文，开口解释：天道榜并非本界之物，它每一次出现都意味着上界与此界的通道壁垒会变得薄弱。它既是榜单，也是坐标。他看向林希雪，眼神复杂。丫头，你可知你的9天玄女身份在上界意味着什么？林希雪摇了摇头，意味着你是无上的神女，也意味着你是最顶级的猎物。叶苍穹声音冰冷，你觉醒了神性，就如同黑夜中的明灯，气息会透过世界壁垒被上界感知到。那些与玄女一脉有仇怨的古老道统，想将你扼杀在摇篮里；那些修炼邪法的魔头，想将你抓回去，炼化你的神魂本源，夺你气运。刚才那道气息，应该只是先头探路的。林希雪听得心头发寒，下意识地抓紧了叶萧的手。叶苍穹的目光又转向了叶萧，而你，问题更大。
叶萧抬眼看着他，我的魔骨和魔心，不错。叶苍穹走到他面前，一字一句地说道：太古不灭魔心，上古至尊魔骨，这两样东西，任何一样传到上界，都足以让那些自诩为仙尊、神主的老怪物们撕破脸皮，不惜代价下界抢夺。你不仅集齐了，还将他们完美融合，甚至走上了一条前无古人神魔同修的路子。他指了指天上，这天道榜把你排在第3，不是在夸奖你的天赋，而是在告诉上界的所有人，这方世界有一个天大的机缘，谁抢到谁就能一步登天。叶萧听完神色不变，只是端起桌上的茶杯，轻轻吹了口气。所以那只苍蝇的目标不只是他。他放下茶杯，还有我，恐怕不止一只。叶苍穹的眼神变得幽深。这榜单上的一些名字背后同样站着上界的影子，比如那个第9的剑无尘，传闻他背后的天剑神宗就是上界一个剑道大宗的下属分支。这次玄天大陆要乱了。大殿内的气氛有些古怪。叶苍穹坐在高高的魔尊宝座上，手指轻轻敲击着扶手，目光扫过下方分列两旁的殿中长老，他们一个个低着头，不敢与魔尊对视，却用眼角的余光偷偷地瞥向站在大殿中央的叶萧。天道榜现世带来的震撼还未消退，整个万魔殿都处在一种狂热与不安交织的情绪中。狂热是因为他们的少主和少主夫人双双登临天道榜前10，这是万魔殿从未有过的荣耀。不安则是因为魔尊刚才那番话，上界追兵，大陆将乱，每一个词都像一块巨石压在心头。都哑巴了。叶苍穹的声音响起，不带什么情绪，一个个平时不是挺能说的吗？怎么现在都成了闷葫芦？烈火堂堂主硬着头皮站了出来，他就是上次带头质疑叶萧炼丹的那位长老。他躬身行礼，语气比上次恭敬了100倍。启禀魔尊，少主天纵神威，荣登天道榜第3，实乃我万魔殿之大幸。他顿了顿，斟酌着词句。只是这榜单将少主的底牌尽数暴露，又引来上界觊觎，我等是担心少主安危，担心我万魔殿的未来啊。这话说得冠冕堂皇，殿内不少长老都跟着点头表示赞同。这确实是他们心中最大的忧虑。叶萧还没开口，林夕雪往前站了半步，合体境初期的气息毫不掩饰地散开，那股融合了神魔之力的威压让烈火堂堂主脸色一白，呼吸都停滞了一下。我夫君的安危就不劳长老费心了。林夕雪的声音轻了，有这份心，不如多想想怎么提升自己的修为，免得大乱来临时第一个成了炮灰。烈火堂堂主被噎得满脸通红，却一个字都不敢反驳。开玩笑，一个合体境的大能已经有资格和他平起平坐，甚至地位更高，更何况人家还是少主夫人。叶萧笑了笑，拍了拍林夕雪的手，示意他不必动怒。他看向烈火堂堂主，眼神平静。长老的担心不无道理。众人一愣，没想到叶萧会这么说。不过叶萧话锋一转，你们以为没有这天道榜，上界那些家伙就不知道我的存在了？他伸出一根手指，指了指林夕雪。她是9天玄女转世，神性觉醒的那一刻，坐标就已经暴露了。他又指了指自己，我的魔骨与魔心是瞒得住的东西吗？这榜单不是暴露了我们，而是给了整个玄天大陆一个警告，顺便也帮我筛选了一下敌人和朋友。叶萧的目光扫过全场，乱世将至，对有些人来说是灾难，但对我万魔殿而言，他嘴角的笑意加深，是前所未有的机遇。话音落下，他不再刻意收敛自己的气息，一股远超林夕雪，甚至比在场所有长老都要恐怖的威压，如潮水般瞬间席卷了整座大殿。这股力量融合了魔骨的霸道，魔心的不朽，还有神魔混沌体的玄奥。在场的长老们修为最差的也是化神境，可在叶萧这股气息面前，他们感觉自己就像是狂风骇浪中的一叶扁舟，随时都会被倾覆。所有人都瞪大了眼睛，呼吸困难，神魂都在战栗。这是合体境，不，比寻常的合体境初期要强太多了。少主他在秘境里到底经历了什么？烈火堂堂主更是双腿发软，差点当场跪下。他终于明白自己之前的质疑是多么可笑，人家根本就不是一个量级的存在了。叶萧很快就收回了气息，大殿内的压力骤然一空。长老们个个满头大汗，看向叶萧的眼神从之前的敬畏变成了彻彻底底的恐惧与臣服。在这种绝对的实力面前，任何质疑都显得苍白无力。叶苍穹看着这一幕，眼中露出了满意的神色。他这个儿子终于有了独当一面的霸主之姿。就在这时，一名魔卫快步走入殿内，单膝跪地。启禀魔尊，少主，天剑宗派来使者，已在殿外等候，说是来为之前的冒犯赔罪，并赎回他们的少宗主。殿内众人的目光一下子都集中到了叶萧身上。哦，赔罪。叶萧玩味地笑了，让他们进来。是。
很快，2名身穿天剑宗服饰的长老在魔卫的带领下，小心翼翼地走进了大殿。为首的是一名白发长老，修为在化神境后期。他一进殿就感受到了殿内那还未完全散去的压抑气息，心头猛地一跳。他不敢抬头看主座上的叶苍穹，只是对着叶萧的方向深深地鞠了一躬。天剑宗长老见过叶少主。他身后的另一名长老也赶紧跟着行礼。他们的姿态放得极低，与上次林天宇带人前来兴师问罪时简直是天壤之别。叶萧坐到下方的一张椅子上，翘起了二郎腿。赔罪就不必了，他淡淡的开口，直接说吧，带了什么东西来赎你们那个废物少宗主？白发长老的嘴角抽动了一下，但还是挤出笑容。叶少主说笑了，我宗少主冒犯少主虎威，是我宗管教不严，此次前来，我宗特备上薄礼一份，以表歉意。他从储物戒中取出一份玉简，双手奉上，这里面是我天剑宗愿意付出的3条上品灵脉，以及10座稀有矿山的全部所有权，还请叶少主高抬贵手。叶萧没有去接纳玉简，他只是侧头对着身后的魔卫说了一句：去把林天宇带上来。是。白发长老的脸色变了变，不知道叶萧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没过多久，形容枯槁眼神空洞的林天宇被带了上来，他身上还穿着天剑宗的衣服，却早已没了当初的半点天骄风采，像个行尸走肉。林天宇，叶萧开口。林天宇的身体猛地一颤，空洞的眼神里有了一丝焦距，他抬头看向叶萧，充满了恐惧。少主。这一声少主让天剑宗来的2名长老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林天宇，你叫他什么？白发长老失声叫道。叶萧没理他，只是看着林天宇继续问，他们是来赎你回家的，告诉我你的家在哪里？林天宇的脸上露出了挣扎的神色，似乎在对抗着什么。叶萧屈指一弹，一道微不可察的魔气没入林天宇的眉心。林天宇浑身一震，眼中的挣扎瞬间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狂热的虔诚。他扑通一声对着叶萧跪了下来，五体投地。回禀少主，万魔殿才是属下的家，属下生是万魔殿的人，死是万魔殿的鬼，此生此世誓死效忠少主。他的声音响彻大殿，每一个字都清晰无比。天剑宗2名长老如遭雷击，呆立当场，脸上一片死灰，他们完了。天剑宗的脸被彻底丢尽了。少宗主当着他们的面跪拜魔头，认贼作父。叶萧满意的点点头，站起身走到林天宇面前。很好。他抬起手，掌心浮现出一枚比之前复杂100倍的黑色符文，缓缓按在了林天宇的天灵盖上。你之前的奴印太低级了，也容易被人发现。本少主现在赐你一枚真正的魔种，它会潜伏在你道心最深处，帮你修复伤势，提升修为。从今以后，你就是本少主埋在正道的一双眼睛。黑色的符文融入林天宇体内，他的气息开始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攀升，破碎的道心竟然在魔气的滋养下开始重新愈合。在魔种融入的一瞬间，叶萧的脑海中闪过无数纷乱的画面，那是属于林天宇的视角和记忆。他看到了天剑宗的大殿，看到了宗主林苍兰愤怒又无奈的脸。紧接着画面一转，是在一间密室里，宗主林苍兰正对着几名核心长老神色凝重地交代着什么。此事绝不可外传，那枚仙气残片是我宗崛起的唯一希望，一定要在通天秘境关闭，各方势力重新洗牌之前将其从那处禁地取出。画面到此中断，叶萧收回手，眼神变得意味深长。仙气残片，有点意思，看来这只听话的狗还真给自己带来了一个意外的惊喜。他转过身，看向那2名已经面无人色的天剑宗长老，露出了一个和善的笑容。2位长老，看到了，你们的少宗主现在是我的人了。至于赎金嘛，刚才的价码翻10倍，另外再加1000名你们天剑宗最优秀的女弟子，3天之内送不到万魔殿，我就让他亲自带队回去取。天剑宗那2名长老站在殿中，腿肚子都在转筋。他们听着叶萧开出的10倍价码，还有那1000名女弟子，只觉得眼前阵阵发黑。这哪里是熟人，这分明是要把天剑宗的底裤都给扒了。白发长老嘴唇哆嗦着，还想再说点什么，叶萧却已经不耐烦地挥了挥手，送客，把他们那位少宗主也带下去，好生伺候着。2名魔卫立刻上前，架起失魂落魄的天剑宗长老就往外拖。林天宇则像条听话的狗，自己跟在魔卫身后，一步3回头地看着叶萧，眼神里满是狂热。大殿内，万魔殿的长老们看着这一幕，大气都不敢出。这位少主手段比魔尊还要狠。叶萧处理完天剑宗的事，像是做了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他转身看向烈火堂堂主。烈火堂主，属下在。烈火堂堂主一个机灵，赶紧躬身。
叶萧手指在身前的桌案上轻轻一点，上次炼制9转魔心丹，剩下的药材还有多少？烈火堂主心头一跳，连忙从储物戒中取出一枚玉简回少主。上次您所要的药材品级太高，几乎都是我万魔殿压箱底的珍藏，如今所剩不足30%。叶萧拿过玉简，神识一扫，眉头便皱了起来。才这么点？他随手将玉简扔回桌上，传我命令，再调集一批药材过来，品级和数量都比上次翻1倍。这话一出，整个大殿的空气都凝固了。烈火堂主脸色瞬间变得有些发白，上次就快把库房掏空了，这次还要翻1倍。他硬着头皮再次站了出来。少主，恕属下直言，宗门宝库的药材都是历代先辈积攒下来的底蕴，关乎我万魔殿的根基。上次炼丹已是极限，若是再翻1倍……他的话没说完，但意思很明显，再这么搞，万魔殿就要被掏空了。其他几位掌管资源的长老也露出了为难的神色。叶萧的实力他们怕，可宗门的家底要是败光了，他们就是万魔殿的罪人。叶萧看着他们也不生气，他只是转头看向了高座上的叶苍穹。父亲。叶苍穹一直没说话，只是饶有兴致地看着。何事？我要炼丹，丹劫威力可能有点大，需要您亲自护法。叶萧说的轻描淡写，大殿内却瞬间炸开了锅。所有长老都用看疯子一样的眼神看着叶萧，让魔尊亲自为他护法。这小子疯了吧？就连叶苍穹都愣了一下，随后嘴角勾起一抹弧度。哦，你要炼什么丹，竟需要本尊出手？烈火堂主等人心都提到了嗓子眼，生怕魔尊一怒之下一巴掌拍死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少主。叶萧站直身体，声音不大，却清晰地传遍了整个大殿。9转天魔丹，可助分神境巅峰修士增加30%突破合体境几率的丹药。轰！所有长老的脑子像是被一道天雷劈中，一片空白。分神境巅峰突破合体境，这可是卡死了玄天大陆9天骄的门槛。30%几率，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万魔殿将有可能批量制造出合体境大能。烈火堂主张着嘴，喉咙里发出呵呵的声音，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他看着叶萧，眼神里只剩下震撼。叶苍穹眼中的金光猛然爆射而出，他死死盯着叶萧，身上的魔威不自觉地溢散开来。你再说一遍。叶萧重复道：9转天魔丹，我能炼，但丹劫会引来合体境天劫，我需要父亲出手，不然整个万魔殿都可能被夷为平地。叶苍穹沉默了，大殿内落针可闻。许久，他缓缓地点了点头。准了，传令下去，宗门宝库任由少主调配，谁敢有二话，杀无赦。另外，开启中央广场最高等级的护宗大阵，所有人前去观礼。魔尊的声音如同法旨，回荡在每个人的耳边。烈火堂主等人双腿一软，齐刷刷跪了下去，谨遵魔尊法旨。万魔殿中央广场，这里是宗门举行大典的地方，足以容纳10万人。此刻，广场周围已经里3层外3层，围满了万魔殿的弟子和长老。所有人都伸长了脖子，看向广场中央的那道身影。叶萧站在广场中心，神色平静。在他的面前，烈火堂主等人正满头大汗地将一株株散发着恐怖能量波动的药材小心翼翼地摆放在地上，每拿出一株，他们的心都在滴血。这些可都是万年难得一见的宝贝啊！很快，上百种顶级药材堆成了一座小山。叶萧扫了一眼，点了点头，够了。他一挥手，巨大的太虚神鼎轰然落地，发出一声闷响。随后，一朵妖异的红色莲花在他掌心缓缓绽放。红莲业火，炙热的温度让周围的空气都开始扭曲。围观的弟子们纷纷后退，脸上露出敬畏之色。叶萧没有多余的动作，他屈指一弹，红莲业火飞入鼎中，鼎内瞬间燃起熊熊烈焰。紧接着，他大手一挥，堆积如山的药材像是被一股无形的力量牵引，化作一道道流光，尽数飞入了太虚神鼎之内。这就全扔进去了。一名长老看得眼皮直跳。炼丹不都是一株一株来，小心翼翼地提炼药性吗？哪有这样一锅炖的？这简直是在糟蹋天物。然而下一刻，所有质疑的声音都消失了。只见太虚神鼎内，红莲叶火化作无数细小的火焰符文，精准地包裹住每一株药材。那些珍稀药材在火焰中迅速融化，杂质被焚烧殆尽，只留下一团团最精纯的药液。上百团药液在鼎内沉浮，互不干扰，散发出沁人心脾的药香。丹分百炼，这是丹神手段。药圣残魂的声音在叶萧的神魂海中响起，带着一丝颤抖。叶萧没有理会他，双手开始飞快地掐动法诀。一道道玄奥的符文从他指尖飞出，没入鼎中。鼎内的上百团药液开始按照某种奇特的轨迹旋转融合。
天空不知何时已经暗了下来，黑压压的乌云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笼罩了整个万魔殿的上空。乌云之中，紫色的雷蛇在疯狂窜动，发出滋啦滋啦的声响。一股足以让化神境修士神魂俱灭的恐怖天威从天而降。丹劫，是丹劫，好可怕的威压，这比寻常修士突破合体境的天劫还要强。广场周围的弟子们脸色惨白，在这股天威之下，连站都站不稳了。就在这时，一道身影冲天而起，悬浮在广场上空，正是魔尊叶苍穹。他抬头看了一眼天上的劫云，眼中露出一丝赞赏。好小子，还真给本尊弄出这么大动静。他伸出一只手，对着天空轻轻一握，散，一个字，言出法随。那足以毁灭山脉的恐怖劫云，竟然像是遇到了克星，开始剧烈翻滚，然后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寸寸消散，前后不过3个呼吸的时间。天空再次恢复了清明，仿佛刚才那毁天灭地的一幕从未发生过。下方的长老弟子们全都看傻了，这就是竞技魔尊的实力吗？挥手间，天劫退散。叶宵对此毫不意外，他专注地控制着鼎内的火焰，融合已经到了最后关头。宁！他低喝一声，双手猛地往中间一合，太虚神鼎剧烈一震，发出一声清脆的龙吟，鼎盖冲天而起，9颗龙眼大小、通体漆黑、布满玄奥魔纹的丹药从鼎内缓缓升起。丹药出现的瞬间，一股无法形容的药香弥漫了整个广场。所有闻到这股药香的人都感觉自己体内的瓶颈有了一丝松动的迹象。成了9转天魔丹。所有长老的眼睛都红了，死死地盯着那9颗丹药，呼吸急促。叶宵一招手，将9颗丹药收入一个玉瓶中。他做完这一切，正准备收回太虚神鼎，忽然他的动作停住了。他看向鼎内，在刚才丹劫被叶苍穹强行驱散的瞬间，有一缕微弱的紫色雷光穿透了阻碍，落入了鼎中。此刻在鼎底，那一缕紫色雷光正与红莲业火的本源，还有一丝太虚神鼎本身的混沌气息纠缠在一起，三者互相吞噬，又互相融合，最终化作了一缕灰蒙蒙的、毫不起眼的气流。叶宵神识探入其中，那股气流没有反抗，反而传来一种清净之意。这是混沌丹气。叶宵收回9转天魔丹，目光落回太虚神鼎之内，那缕灰蒙蒙的气流如同一条沉睡的幼龙，静静盘踞在鼎底。他神识探入，那气流非但不排斥，反而主动缠绕上来，透着一股源自本能的清净。混沌丹气，丹劫之雷，业火之源，神鼎之息，三者合一的产物吗？药圣残魂的声音在他神魂海中响起，带着无法抑制的激动。少主，此乃传说中的混沌丹气，万古丹道，只有丹神才能在机缘巧合之下炼出此物。一缕丹气可化腐朽为神奇，能让废丹虫生成神丹，更能提升炼丹师的本源。叶宵没有理会他的聒噪，他念头一动，那缕混沌丹气便顺着他的神识钻入了他的神魂海。气流涌入神魂海的瞬间，与他体内的神魔混沌体本源产生了共鸣，最终缓缓沉淀在他的丹田之内，与那神魔太极图遥相呼应。他能感觉到自己对丹道的理解，乃至对天地间各种能量的掌控都拔高了一个层次。不错的小玩意儿。叶宵随手收起太虚神鼎，广场上的威压随之消散。烈火堂主等长老还沉浸在魔尊挥手灭天劫的震撼中，看向叶宵的眼神已经从敬畏变成了狂热。能炼制9转天魔丹的少主，就是万魔殿未来的希望。就在叶宵准备离开，去看看林希雪那边的情况时，他神魂深处一枚被层层魔纹包裹的印记忽然剧烈的跳动了一下，这股跳动充满了渴望与执意。叶宵脚步一顿，眼中露出一抹玩味的神色。我的好寻宝鼠，这么快就有动静了。这枚印记正是他种在萧莫凡道心深处的那枚高级魔种。此刻魔种传来的感应清晰无比，在遥远的方向出现了一件让他，或者说让萧莫凡的天命气运极度渴望的东西。父亲，我出去一趟。叶宵对着高空中的叶苍穹传音一句，身影便消失在了原地。叶苍穹看着他离去的方向，深邃的目光闪烁了一下，没有多问。万魔殿，玄女卫驻地。林希雪一身劲装，手持长剑，正监督着100名天剑宗女弟子修炼。这些女弟子在破障丹的帮助下，修为都突破到了金丹境，由清月带领，组成了一支初具规模的队伍。他们看向林希雪的眼神充满了崇拜与幸福。一道身影凭空出现，玄女卫集结。林希雪看到叶宵，没有丝毫犹豫，立刻下令。100名女弟子瞬间列阵，动作整齐划一，杀气腾腾。不必了，你跟我走一趟就行。叶宵一挥手，一股柔和的力量拖住林希雪。有份机缘送上门了。林希雪闻言，眼眸一亮。
他将玄女卫交给清月，便跟着夜宵冲天起，化作一道流光，朝着妖兽山脉的方向疾驰而去。两人速度极快，转眼间便深入了妖兽山脉的腹地。越是靠近魔种感应的位置，空气中便弥漫着一股奇异的能量波动。有人！林希雪轻声提醒。夜宵早已察觉，他们前方不止一股强大的气息，看来盯上这东西的不止我们一个。他做了个手势，两人气息瞬间收敛，如同两片落叶，悄无声息地落在一座山峰的密林之中。从山峰向下望去，只见下方是一片巨大的环形盆地，盆地中央是一个新出现的深不见底的巨坑。巨坑边缘此刻正泾渭分明地站着好几拨人马，气氛剑拔弩张。其中一方身穿统一的玄色道袍，背负长剑，气息凌厉，正是正道第一大宗玄天剑宗的弟子。另一方则是一群笼罩在黑袍中的修士，周身鬼气森森，正是黄泉鬼宗的人。除了这两大宗门，还有其他几个魔道宗门和一些气息强横的散修，都虎视眈眈地盯着巨坑。玄天剑宗的，此物从天而降，落在我妖兽山脉，乃是无主之物，凭什么被你们霸占？黄泉鬼宗一名长老阴恻恻地开口。玄天剑宗为首的长老冷哼一声，邪魔歪道，人人得而诛之。此等天降神物，岂能落入尔等手中，为祸苍生？哈哈，说的比唱的还好听。别跟他废话，宝物能者居之，谁拳头大就是谁的。各方势力嘴上争吵不休，却没有一个人敢率先动手，因为所有人都感觉到那巨坑之中散发着一股让他们心悸的恐怖气息。就在这时，一道狼狈的身影从盆地另一侧的草丛里钻了出来，正是被废了修为又被夜宵种下魔种的萧莫凡。此刻的他双眼通红，死死地盯着巨坑中心，脸上满是贪婪与疯狂。魔种的指引让他克服了妖兽山脉的重重危险，一路找到了这里。他的出现并未引起太多人的注意，一个凡人在这里跟蝼蚁没什么区别。林希雪看到萧莫凡，眼中闪过一丝复杂，他怎么会在这里？我让他来的。夜宵淡淡开口，目光却始终锁定在巨坑深处。寻宝鼠自然要有寻宝鼠的用处。他的话音刚落，巨坑之下猛然爆发出一阵璀璨夺目的神光，一股远超玄天大陆所有灵气的更加高等更加纯粹的能量波动冲天而起。盆地内所有修士都呼吸一滞，眼神瞬间变得无比炽热。神物出世了！不知是谁喊了一声，瞬间打破了僵持的局面。抢啊！黄泉鬼宗的人最先按捺不住，化作一道道黑影直扑巨坑，拦住他们。玄天剑宗的弟子也立刻御剑而起，剑光纵横，与鬼宗弟子战作一团。其他势力也纷纷出手，整个盆地瞬间化作一片混乱的战场。法宝的光芒、术法的轰鸣、惨叫声、怒吼声交织在一起。而作为导火索的萧莫凡则趁着混乱第一个冲向了巨坑。他虽然没有修为，但魔种的力量在催促着他，让他的身体爆发出远超凡人的速度。他一跃跳入巨坑，下一秒他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又被一股无形的力量给轰了出来，重重地摔在地上，口吐鲜血。显然那神物周围有着强大的禁制。夜宵和林希雪在山峰上冷眼看着下方的混战。我们要出手吗？林希雪问道。不急。夜宵的目光穿透了层层神光，看清了巨坑底部的景象。那是一块只有拳头大小，通体呈琉璃状的碎片，碎片之上布满了玄奥复杂的道纹，仿佛蕴含着一方世界的生灭之力。最关键的是，那碎片散发出的气息让夜宵体内的神魔混沌体都产生了一丝悸动。这股气息跟通天教主留下的那枚玉简里所描述的仙魔战场的气息一模一样。让他们先狗咬狗。夜宵收回目光，嘴角勾起一抹冷意。这东西比他们想象的要烫手得多。盆地下方的混战已经进入白热化，玄天剑宗的弟子结成剑阵，剑光如网，试图封锁巨坑。黄泉鬼宗的修士则释放出大量鬼物，阴风怒嚎，不断冲击着剑阵。哈哈，玄天剑宗的伪君子就这点本事，一群鬼祟东西也敢觊觎神物。双方对骂不休，法宝术法乱飞，却谁也奈何不了谁，更没人能靠近巨坑中心3丈之内。那琉璃碎片散发出的神光形成了一道无形壁障，任何靠近的修士都会被直接弹飞，修为低些的当场就筋骨断裂。山峰上，夜宵看着下方的闹剧，对身旁的林希雪偏了偏头。去吧，让他们看看什么叫万魔殿的规矩。林希雪点头，眼中没有半分波澜。他转身，清冷的声音传遍后方密林：玄女卫、魔皇卫，听令，遵少主夫人令。整齐划一的回应声震的林中落叶纷飞。下一刻，两股洪流从山峰之上倾泻而下，前方是100名身披重甲、气息如渊的魔皇卫。
他们个个都是化神境修为，甫一出现，那恐怖的集体威压就让下方混战的众人动作一致。是万魔殿的魔皇卫，他们怎么会来这里？在众人惊骇的目光中，100名魔皇卫如同一柄黑色战斧，直接劈入了混乱的战场中央。他们不使用任何花哨的术法，只是简单的挥拳出刀。一名黄泉鬼宗的元婴长老刚祭出一面百魂幡，就被一名魔皇卫近身一拳轰碎了护体鬼气，连带着整个胸膛都凹陷下去。玄天剑宗的剑阵在他们面前脆弱的就像纸糊的一样。魔皇卫直接用肉身撞入剑阵，抓住飞剑，徒手捏碎，再一巴掌将御剑的弟子拍成血雾。屠杀，这是一场单方面的屠杀。而在魔皇卫后方，林夕雪白衣胜雪踏空而行，他身后清月率领的100名玄女卫紧随其后。他们虽只是金丹修为，但剑阵合一，气势也非同小可。林夕雪目光扫过全场，最后落在黄泉鬼宗那名带头的长老身上。那是一名分神境初期的修士。万魔殿办事，闲杂人等，要么滚，要么死。他声音不大，却清晰地传到每个人耳中。好大的口气！黄泉鬼宗那名分神境长老怒极反笑，一个女娃也敢在本座面前放肆。他话音未落，一只巨大的鬼爪凭空出现，带着浓郁的死气抓向林夕雪。林夕雪看都没看那鬼爪，他只是抬起右手，一朵红莲在他掌心绽放。聒噪！红莲业火呼啸而出，瞬间将那鬼爪烧成了虚无，于是不减，直扑那分神境长老。那长老脸色巨变，急忙祭出一面古盾抵挡。火焰与古盾碰撞，发出滋滋的声响，古盾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融化。神品一火！他惊呼出声，眼神里充满了贪婪与恐惧。玄天剑宗为首的长老同样是分神境修为，他看到这一幕，脸色阴晴不定。他喝道：万魔殿的魔头，此乃正道之地的神物，启柔儿等染指。说着，他祭出一柄飞剑，化作一道金红，刺向林夕雪的后心，竟是想与黄泉鬼宗的长老联手。找死！林夕雪身后神魔太极图的虚影一闪而逝，他反手一掌拍出，混沌之力涌动，空间都仿佛凝固了一瞬，那柄飞天而来的飞剑被他轻描淡写地夹在两指之间。咔嚓！上品灵气应声而碎。玄天剑宗的长老如遭重击，喷出一口鲜血，满脸的不可思议。合体境！你竟然是合体境！此言一出，全场死寂，所有人都停下了手中的动作，用看怪物一样的眼神看着那个风华绝代的女子。如此年轻的合体境，这玄天大陆什么时候出了这等妖孽？林夕雪没有理会众人的震惊，她一步步走向那被红莲业火逼得手忙脚乱的黄泉鬼宗长老，每一步踏出，脚下都有一朵红莲绽放，恐怖的威压让那分神境长老喘不过气。住手！我乃黄泉鬼宗大长老，你杀了我，宗主不会放过你的。林夕雪充耳不闻，抬手便要痛下杀手。就在此时，一直被众人忽略的角落里，萧莫凡突然发出一声痛苦的嘶吼，他像是被什么东西控制了一样，双眼赤红，疯了一般冲向巨坑。我的，是我的！他嘶吼着，在所有人错愕的目光中，一头撞向了那道神光壁障。蠢货！有人不屑地嗤笑，连分神境大能都无法靠近，一个凡人去撞，跟找死有什么区别？然而，诡异的一幕发生了。萧莫凡撞上神光壁障的瞬间，并没有被弹飞，他眉心处一道极其隐晦的魔纹一闪而过，那坚不可摧的神光壁障竟像是沸水泼在雪地上一样，剧烈的波动起来，光芒都暗淡了几分，静止减弱了。不知是谁喊了一声，所有人的目光瞬间从林夕雪身上转移到了巨坑中的琉璃碎片上。那两个分神境长老更是第一时间反应过来，各自化作一道流光，疯了一般冲向巨坑。他们都看出来了，这小子身上有古怪，竟能影响静止，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林夕雪也停下了动作，秀眉微蹙，他不明白发生了什么。山峰上，叶萧嘴角勾起一抹弧度，寻宝鼠干得不错。他心念一动，萧莫凡体内的魔种力量再次爆发。萧莫凡发出一声不似人声的咆哮，张口喷出一大口精血，那精血没有落地，反而被一股无形的力量牵引，尽数洒在了神光壁障之上。嗡！整个盆地剧烈一震，那道守护着琉璃碎片的神光壁障竟应声破碎，化作漫天光点消散。一股比之前浓郁100倍的来自上界的纯净能量席卷开来。抢啊！这一刻，所有人都疯了。玄天剑宗和黄泉鬼宗的2位分神境长老首当其冲，几乎同时伸手抓向那块碎片。可就在他们的手即将触碰到碎片的瞬间，一道身影鬼魅般出现在他们中间，是叶萧。他一手按住一个脑袋，轻描淡写的将2个分神境大能的头狠狠地撞在了一起。砰！沉闷的响声过后，
2个分神境大能如同断了线的风筝，倒飞出去，生死不知。叶萧悬浮在巨坑之上，目光扫过下方所有修士，这东西我收了，谁有意见？全场鸦雀无声。叶萧这才伸手将那块琉璃碎片射入手中，碎片入手温润，一股磅礴的生命气息从中散发出来。叶萧眉头微挑，他感觉到这碎片之内似乎有什么活物。也就在这时，他身旁的林希雪忽然娇躯一颤，看向他手中的碎片，眼中露出一抹迷茫。这东西我好像在哪里见过。叶萧捏着那块琉璃碎片，指尖能感受到一股温和的生命能量在流转。林希雪看着那碎片，眉心微蹙，这东西我好像在哪里见过。他的话音刚落，结，一阵阴冷刺耳的笑声从天边传来，像是指甲刮过骨头。整个盆地的温度骤然下降，所有人都打了个冷战。一道黑影由远及近，速度快到极致，几个呼吸间就悬停在了众人头顶。那是一个穿着黄泉鬼宗服饰的干瘦老者，面容如同枯槁的树皮，一双眼睛却闪烁着墨绿色的光芒，里面满是贪婪。他身上散发出的威压远超之前那2个分神境长老。分神境巅峰，玄天剑宗幸存的弟子中有人失声惊呼。那2个被叶萧撞晕过去的分神境长老此时也悠悠转醒，看到这老者，脸上瞬间涌上狂喜和敬畏。恭迎鬼煞老祖！黄泉鬼宗的弟子们更是齐刷刷跪下，神情狂热。鬼煞老祖没有理会任何人，他的目光死死地锁在叶萧手中的琉璃碎片上。上界神物，果然是上界神物。他喉咙里发出呵呵的声音，像是看到了绝世珍宝。小子，把你手里的东西交给老夫。鬼煞老祖俯视着叶萧，语气不容反驳。老夫可以做主，饶你一命，甚至让你加入我黄泉鬼宗，做个护法。他似乎觉得这已经是天大的恩赐。叶萧抬起头看了他一眼，神情平静。你想要？鬼煞老祖以为他怕了，枯槁的脸上扯出一个笑容。识物者为俊杰，老夫耐心有限，交出来。叶萧把玩着手里的碎片，把它抛了抛。想要就自己来拿，你只有一次出手的机会。这话一出，全场哗然。一个不知道什么境界的小子，敢这么跟分神境巅峰的大能说话，找死！鬼煞老祖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暴怒。他感觉自己的威严受到了挑衅。既然你急着投胎，老夫就成全你。鬼煞老祖五指张开，一只覆盖着惨白鳞片的巨大鬼爪从他身后探出，遮天蔽日般抓向叶萧。空间在这鬼爪之下都开始扭曲，发出不堪重负的呻吟。下方的修士们在这股威压下连站都站不稳，纷纷瘫倒在地。这就是分神境巅峰的实力。然而叶萧只是站在原地动都没动，他甚至还有闲心对身旁的林希雪说了一句：看好了，神魔之力不是只能用来双修的。话音落下，他抬起了右手，没有惊天动地的气势，也没有华丽的光效，他只是对着那只遮天蔽日的鬼爪轻轻一握。神魔之握，嗡！整个世界仿佛被按下了暂停键。那只气势汹汹的巨大鬼爪就那么凝固在了半空中，距离叶萧头顶不过3尺。鬼爪上的能量在飞速消散，组成它的鬼气像是遇到了克星，发出凄厉的尖笑。这是什么妖法？鬼煞老祖脸上的暴怒变成了惊骇。他发现自己与鬼爪的联系被一股无法理解的力量强行切断了。更让他恐惧的是，他周围的空间像是变成了铁水浇筑的牢笼，他连动一根手指都做不到。你不是合体境，你到底是什么怪物？鬼煞老祖的声音里充满了恐惧。叶萧没有回答他，他握着的手掌缓缓收紧。咔嚓，砰！那只巨大的鬼爪如同被捏碎的玻璃，寸寸断裂，最后轰然爆开，化作漫天黑气消散。鬼煞老祖如遭雷击，喷出一大口黑血，气息瞬间萎靡下去。叶萧的身影一闪，鬼魅般出现在他面前。我说过，你只有一次机会，现在机会没了。不要杀我！鬼煞老祖彻底怕了，他活了上千年，从未见过如此诡异的手段。我愿臣服，我愿献出神魂，做你的奴仆。他开始疯狂求饶。叶萧摇了摇头，奴仆，你不配。他手一翻，那杆凶厉的万魂幡出现在手中，黑色的幡面无风自动，无数痛苦的魂体在其中挣扎哀嚎，让整个盆地的温度再次下降。这杆幡还缺一个像样点的主魂。叶萧的声音很轻，却让鬼煞老祖魂飞魄散。万魂幡，你是万魔殿的人，魔尊是你什么人？不，你不能炼化我，我黄泉鬼宗的宗主不会放过。他的话还没说完，叶萧已经失去了耐心。万魂幡一抖，一股恐怖的吸力从幡面爆发，鬼煞老祖的身体剧烈颤抖，他的神魂被一股无法抗拒的力量
硬生生的从天灵盖扯了出来。那是一个虚幻的与他一模一样的小人，脸上写满了极致的恐惧和怨毒。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神魂发出最后一声尖笑，便被万魂幡一口吞了进去。幡面上一个崭新的更加清晰的魂体浮现出来，正是鬼煞老祖的模样。他正在遭受万千恶鬼的撕咬，发出无声的惨嚎。而失去了神魂的肉身则像是一截朽木，从空中坠落，摔在地上，化作一地飞灰。全场死寂，所有人都瞪大了眼睛看着那个手持魔幡的年轻身影，如同在看一尊真正的魔神。弹指间镇压分神境巅峰，抽魂炼幡，这是何等霸道，何等恐怖的手段。叶宵收起万魂幡，仿佛只是做了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他重新将目光投向手中的琉璃碎片，他能感觉到碎片内部那股生命气息正在瑟瑟发抖，似乎被刚才的一幕吓到了。还想反抗吗？叶宵冷哼一声，神魔混沌之力涌入手中，粗暴地灌进琉璃碎片之内。咔嚓，清脆的响声传出，琉璃碎片的外壳上出现了一道裂痕，紧接着裂痕如同蛛网般迅速蔓延开来。磅礴的精纯至极的上界能量从中泄露出来，让在场所有修士的修为都隐隐有了松动的迹象。砰！碎片彻底炸开，悬浮在叶宵掌心的不是什么活物，而是一只残破的黑色拳套。拳套不知由何种金属打造，上面布满了玄奥的纹路，虽然残破，却依旧散发着一股毁天灭地的气息。这绝对是一件上界的法宝。叶宵没有犹豫，直接将拳套戴在了右手上。拳套入手冰凉，一股暴力嗜血的意志顺着手臂直冲他的神魂海，想要夺舍他的身体。哼，残破弃灵也敢放肆！叶宵神魂海中，太古不灭魔心与上古至尊魔骨同时震动，无上魔威轰然爆发，瞬间就将那股暴力的意志碾得粉碎。拳套剧烈的颤抖起来，随后彻底安静，与叶宵的手掌完美贴合，仿佛成了他身体的一部分。一股信息也随之涌入叶宵的脑海：碎星手甲，上古仙魔大战时期仙魔殿一位魔将的法宝。除了这个名字，还有一幅残缺的星域图，以及一个模糊的坐标，似乎指向某个更深远的秘境。就在叶宵炼化碎星手甲的同一时间，不知多少万里之外，一处荒无人烟的山谷中，衣衫褴褛如同乞丐的萧莫凡猛地抬起头，他眉心处那枚高级魔种再次发出微弱的光芒，为他指引了一个新的方向。机缘，又有机缘出现了。萧莫凡眼中迸发出狂热的光芒，不顾身上的伤势，踉踉跄跄地朝着那个方向跑去。盆地中，叶宵感受到了魔种的异动，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笑意。我的寻宝鼠又要去给我探路了。他收回心神，看向下方那些已经吓傻了的修士，眼中闪过一丝不耐。魔皇位，清场，清场！叶宵的声音落下，身后那百名魔皇卫动了，他们没有任何言语，身上魔气翻涌，化作一道道黑影扑向盆地中那些幸存的修士。不，饶命！魔头，你们不得好死！惨叫声、求饶声、咒骂声交织在一起，很快又归于沉寂。鲜血染红了地面，残肢断臂随处可见。玄天剑宗和黄泉鬼宗的弟子一个不留。林夕雪站在叶宵身旁，看着这血腥的一幕，眼神没有半分波动。他握着剑的手很稳，身上的气息冰冷。叶宵瞥了他一眼，没说什么。他走到盆地中央，随手一挥，狂风卷起，将地面上的血污和碎肉吹得一干二净。你替我护法，他对林夕雪说道。林夕雪点头，走到一旁的高地上，目光警惕地扫视着四周。叶宵盘膝坐下，将带着碎星手甲的右手摊开在眼前。黑色的拳套古朴无华，上面的纹路暗淡，像一件普通的凡物，但他能感觉到拳套深处一股来自上界的规则之力正在蛰伏。他不再犹豫，体内的神魔混沌之力运转起来，化作一道洪流冲向右臂。嗡！碎星手甲剧烈震动起来，一股暴力嗜血的意志再次爆发。吼！一道高达100丈的魔将虚影从拳套中咆哮而出，手持巨斧，对着叶宵的神魂当头劈下。这虚影身上缠绕着与玄天大陆截然不同的法则气息，强大而古老。就这点本事，叶宵的神魂海中那颗太古不灭魔心猛地一跳，一股更加霸道、更加原始的魔威冲天起，直接撞上了那道魔将虚影。砰！魔将虚影发出一声不甘的怒吼，被撞得倒飞出去，身影都虚幻了几分。一道残存的意志也敢在我面前放肆！叶宵的神念化作一只大手，抓向那道虚影。与此同时，他加大了神魔混沌之力的灌注，拳套内的上界法则被触动，开始疯狂排斥这方世界的天地规则。叶宵周围的空间开始扭曲，出现一道道细密的黑色裂缝，狂暴的能量风暴以他为中心，向四周扩散。站在高处的林夕雪
不得不运起全身修为，才勉强稳住身形。他看着被空间裂缝和能量风暴包裹的夜宵，脸上露出一抹担忧。这种两种不同世界规则的冲撞，稍有不慎就会被撕成碎片。给我吞！夜宵低吼一声，他不再试图去安抚或者调和，而是选择了最直接、最粗暴的方式。神魔混沌体全面催动，一个巨大的黑白漩涡在他身后浮现，如同一个连接着混沌的黑洞。无论是那道魔浆虚影，还是那些狂暴的上界法则之力，都被这股恐怖的吸力拉扯着，卷入漩涡之中。不，蝼蚁，你敢吞噬本将！魔浆虚影发出惊恐的咆哮，拼命挣扎。可是在神魔混沌体面前，他的反抗显得那么无力。聒噪！夜宵神念一动，漩涡的转速陡然加快，魔浆虚影连惨叫都来不及发出，就被彻底碾碎，化作最精纯的神魂能量被夜宵吸收。紧接着，那些桀骜不驯的上界法则也被强行拖拽进漩涡，被混沌之力磨灭掉棱角，然后分解、重组，最终化为夜宵可以理解和掌控的力量。这个过程无比痛苦，夜宵的身体表面崩开一道道血痕，骨骼发出不堪重负的声响，但他眼神平静，仿佛这一切都发生别人身上。他的肉身在破碎，又在太古不灭魔心的力量下迅速重组，变得更加强韧海量的上界能量涌入他的丹田和经脉，冲击着他刚刚稳固的境界壁垒。合体境初期，合体境初期顶峰，只差临门一脚，还不够。夜宵双目睁开，眼中闪过一抹狠厉。他控制着神魔混沌之力，对着碎星手甲的本源核心狠狠撞了过去。咔嚓，一声清脆的响声从拳套内部传出，仿佛有什么东西彻底碎裂了。一股比之前庞大10倍的能量洪流，如同决堤的洪水，从拳套中喷涌而出，瞬间灌满了夜宵的四肢百骸。轰！他体内的那层境界壁垒应声而碎，一股恐怖的气息从他身上冲天起，搅动了9天风云。整个妖兽山脉的妖兽都在这一刻匍匐在地，瑟瑟发抖。合体境中期，狂暴的气浪将周围的山石都掀飞出去，林夕雪也被这股力量震得连退了10几步，才稳住身形。他看着那个缓缓站起的身影，眼中充满了震撼。这才过去多久，他又突破了。夜宵缓缓站起身，感受着体内澎湃的力量。他握了握右手，碎星手甲已经完全与他的手掌融合，上面的纹路亮起幽光，最后隐没下去，变成了一个复杂的黑色纹身。一股新的信息也随之流入他的脑海。一式神通，碎星。没有复杂的法诀，只有最纯粹的力量运用法门，将上界法则之力凝聚于一点，爆发出来。夜宵对着不远处的一座千丈山峰随意地挥出了一拳，没有声音，也没有光芒。下一刻，那座巨大的山峰就像是被无形的力量抹去了一样，从山顶到山脚悄无声息地化作了漫天齑粉。林夕雪瞳孔一缩，夜宵收回拳头，对这个威力还算满意。他转过身看向林夕雪，走吧，该回去了。林夕雪点了点头，正要跟上，夜宵却突然停下脚步，眉头微皱，看向了大陆的另一个方向。他的神念在突破到合体境中期后变得无比敏锐，覆盖的范围也扩大了无数倍。就在刚才，他感觉到了一股微弱但同源的气息，那也是仙魔殿法宝的气息。怎么了？林夕雪察觉到他的异样，开口问道。夜宵嘴角重新勾起一抹弧度，有意思，好像又发现了一件上界的好东西。他心念一动，感受了一下种在萧莫凡神魂深处的那枚魔种，魔种正在微微发烫，给他传来了一个模糊的方向指引。那个方向与他刚才感应到的法宝气息完全重合。我的那只寻宝鼠跑得还真快。夜宵轻笑一声，看来又有新的机缘，等着我去拿了。夜宵收回拳头，感受着体内合体境中期的澎湃力量。他转过身对林夕雪开口，走吧，该回去了。林夕雪点头，刚要迈步跟上，夜宵却猛地停住，眉头微皱，视线投向了大陆的另一个方向。他突破后，神念覆盖范围扩大了无数倍，敏锐的可怕。就在刚才，他捕捉到了一股微弱却同源的气息，那是仙魔战场法宝的气息。怎么了？林夕雪察觉到他的异样，轻声问道。夜宵嘴角重新勾起，弧度玩味，有意思，好像又发现了一件上界的好东西。他心念微动，感受了一下种在萧莫凡神魂深处的那枚高级魔种，魔种正在微微发烫，给他传来一个模糊的方向指引。那个方向与他刚才感应到的法宝气息完全重合。我的那只寻宝鼠跑得还真快。夜宵轻笑，看来又有新的机缘，等着我去拿了。他不再停留，揽住林夕雪的腰肢，身形化作一道流光，朝着感应的方向疾驰而去。两人速度快到极致，下方的山川河流飞速倒退。林夕雪感受着耳边呼啸的风，忍不住开口，
萧莫凡，他体内的魔种还能帮你寻宝。叶萧的声音平稳地传来。天命之子的气运就是最好的罗盘，哪里有宝贝，他就会往哪里凑，拦都拦不住。我种下的魔种，只是一个让他更听话的引子。林夕雪眼中闪过一丝明悟，他看着叶萧的侧脸，这个男人总能将一切都玩弄于股掌之间。就在这时，叶萧的速度慢了下来，前方传来一股股强大的气息波动，不止一道。前面有人，林夕雪提醒道。还不少。叶萧带着林夕雪悄无声息地落在一座山峰的密林中，他拨开眼前的树叶，向下俯瞰，下方是一个巨大的盆地，盆地中央是一个深不见底的巨坑。此刻巨坑周围正有数方人马对峙，气氛剑拔弩张。玄天剑宗和黄泉鬼宗的漏网之鱼。叶萧的目光扫过其中2拨人，认出了他们的服饰，还有几个不认识的家伙，修为倒是不弱，看来也是冲着宝贝来的。那几方陌生势力的修士个个气息沉凝，为首的几人赫然有着分神境乃至合体境的修为。所有人的目光都死死盯着中央那个深坑，显然宝物就在其中。林夕雪正要说话，忽然旁边的密林中传来一阵骚动，一道衣衫褴褛、浑身浴血的身影踉跄着冲了出来，正是萧莫凡。他双眼赤红，头发散乱，脸上满是疯狂与贪婪，死死盯着盆地中央的巨坑。他身上那枚魔种正在疯狂颤动，给他传递着致命的诱惑。我的，是我的！萧莫凡嘶吼一声，完全无视了周围那些强大的修士，竟像一头野兽般第一个冲向了巨坑。他疯了！林夕雪蹙眉，下意识地握紧了剑柄。叶萧按住他的手，摇了摇头。疯了才好用，看戏吧，好戏要开场了。萧莫凡的举动像是在平静的湖面投下了一颗巨石，找死！一个废人也敢抢夺仙缘。离他最近的一名黄泉鬼宗弟子冷笑一声，抬手便是一道鬼爪抓了过去。可就在这时，巨坑之中一道璀璨夺目的神光冲天起，一股古老浩瀚的气息瞬间席卷全场。宝物出事了！不知是谁喊了一声，场面瞬间失控。杀！抢啊！玄天剑宗、黄泉鬼宗还有那几方不明势力再也顾不上对峙，瞬间爆发了混战，法宝乱飞，灵光炸裂，惨叫声和兵器碰撞声不绝于耳，鲜血瞬间染红了地面。那名攻击萧莫凡的鬼宗弟子还没反应过来，就被旁边一名玄天剑宗弟子一剑削手。萧莫凡趁着这混乱，眼中贪婪更甚，用尽全身力气一跃跳向了巨坑。然而他身体刚进入巨坑范围，就被一道无形的壁障狠狠弹飞出去。噗！萧莫凡重重摔在地上，喷出一大口鲜血，骨头都断了好几根。他却恍若未觉，挣扎着爬起来，双眼依旧死死盯着坑底，口中喃喃自语：我的，都是我的！混战愈发激烈，一名玄天剑宗的合体境初期长老须发皆张，他一剑劈开一名鬼宗的分神境护法，怒吼道：都给我滚开！这些原是老夫的！他身上爆发出合体境的威压，震退了周围的修士，同样朝着巨坑冲了过去。结果和萧莫凡一模一样，他也狠狠撞在了那道无形的壁障上，被反弹回来。虽然没有萧莫凡那么狼狈，却也气血翻涌，脸色一阵潮红。该死！那长老擦去嘴角的血迹，眼神惊怒交加。是上界禁制，这仙气残片果然不是凡物。他这一声让所有混战的修士都听见了。上界禁制这4个字让所有人的呼吸都变得粗重起来，眼中的贪婪几乎要溢出来。他们打得更凶了，都想清空对手，再想办法破开禁制。山峰上，叶萧看着下方的闹剧，没有任何表示。他的目光穿透了那层神光和禁制，落在了坑底。那里静静悬浮着一块巴掌大小的残破护心镜，上面流转着与他右臂上碎星手甲同源的气息。果然是仙魔战场的东西。叶萧眼中金光一闪，热身结束，该我上场了。他不再隐藏，揽着林夕雪的腰，直接从山峰上一跃而下。两人没有借助任何法宝，就那样轻飘飘的，如同2片落叶，落向了混战最激烈的盆地中央。一股无形的威压以2人为中心轰然散开。原本打得你死我活的众人身体齐齐一僵，像是被一座大山压住了肩膀，动作瞬间凝滞，所有厮杀戛然而止。所有人的目光都汇聚到了那对从天而降的男女身上，男的俊美如魔神，女的绝色如神女。他们静静地站在那里，就成了全场的中心。是万魔殿的叶萧。一名玄天剑宗的弟子认出了叶萧，声音里充满了恐惧，身体不受控制地颤抖起来。还有林夕雪，他也成了魔头。黄泉鬼宗那边也有人发出了惊呼，一时间恐惧如同瘟疫般蔓延开来。叶萧的名头
在通天秘境之后，早已传遍了整个大陆。那可是天道榜第3的绝世魔主。叶萧没有理会这些蝼蚁的惊恐，他的目光平静地扫过全场，最后落在了地上那个像蛆虫一样蠕动的萧莫凡身上。他没有说话，只是缓缓抬起了右手，那只被碎星手甲化作复杂黑色纹身的手在空中遥遥指向了巨坑的深处。他口中发出一声轻笑，声音不大，却清晰地传到每个人耳中。寻宝鼠，该发挥你最后的作用了。话音落下，一道漆黑的魔气从他指尖溢出，如同拥有生命的毒蛇，瞬间跨越空间，缠绕上了萧莫凡的身体。啊！萧莫凡发出一声不似人声的惨叫，身体被那道魔气强行从地上拖拽起来，再次朝着巨坑的尽致飞去。那道漆黑的魔气像一条锁链，死死缠住萧莫凡。他整个人被强行从地上提了起来，朝着巨坑的尽致撞去。林希雪握紧了剑柄，眉心紧蹙。他这样会被你玩死的。叶萧瞥了他一眼，声音里听不出任何情绪。死了也算死得其所。啊！萧莫凡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身体在魔气的裹挟下根本不受控制。他神魂深处那枚魔种疯狂震颤，催动着他体内的所有力量。噗！一大口精血从萧莫凡口中喷出，不偏不倚，正好洒在了那道无形的壁障之上。鲜红的血液仿佛热油泼上冰雪，壁障发出一阵滋滋的声响，瞬间变得透明，然后咔嚓一声彻底碎裂。与此同时，巨坑底部那块残破的护心镜光芒大盛，一股浩瀚、古老、带着无上威严的意念猛然冲出，瞬间笼罩了整个盆地。何方宵小，竟敢以污血亵渎本座遗物！那道苍老的意念在空中回荡，带着滔天的怒火。所有人都感觉神魂一震，修为稍弱的修士当场口鼻溢血，脸色惨白。这股意念没有理会旁人，直接锁定了离得最近的萧莫凡，一股无形的力量化作利爪，抓向他的天灵盖。滚！他要将这个用精血破开禁制的人生生撕碎。萧莫凡连惨叫都发不出来，只能眼睁睁看着那道意念利爪落下。叶萧却连眼皮都未曾抬一下，他只是轻轻抬起左手，随意地挥了挥，一道灰蒙蒙的神魔混沌之力凭空出现，化作一面盾牌挡在萧莫凡面前。砰！意念利爪撞在盾牌上，瞬间崩碎。那股反震的力量更是直接将那道苍老的意念虚影击得一阵晃动，变得暗淡了许多。叶萧这才抬眼看向那道在空中勉强维持形态的虚影，不过是一道快要消散的残魂，也敢在本少主面前叫嚣。他的声音很轻，却像一记重锤，狠狠砸在那残魂的心头。你！残魂虚影剧烈波动，似乎想说什么，却被叶萧的气息压迫的一个字也吐不出来。而下方那些被震慑的修士在看到禁制破碎的瞬间，眼中的贪婪彻底压过了恐惧。禁制破了，仙气是我的。离得最近的黄泉鬼宗和玄天剑宗修士几乎是同时放弃了彼此，发疯一般冲向巨坑中央。玄天剑宗那位合体境初期的长老一马当先，他须发皆张，一剑逼开身边的所有人。魔头，休想染指仙物！他怒吼着，人剑合一，化作一道流光，直奔坑底的护心镜而去。黄泉鬼宗的长老也不甘示弱，祭出一面黑气缭绕的鬼幡，卷起阵阵阴风，同样扑了过去。数十道强大的攻击，法宝的光芒，神通的轰鸣，在这一刻全都对准了站在最中央的叶萧。他们想先联手解决这个最大的威胁。叶萧依旧站在原地，甚至没有去看那些冲过来的攻击。他身旁的林希雪眼中金光一闪，找死！他清冷的声音响起，合体境初期的玄女神力毫无保留的爆发。他抬手一挥，一道蕴含着神魔之力的剑气横扫而出，剑气如同一道白色的匹链，瞬间划过战场。噗噗噗！冲在最前面的几名神境修士连惨叫都来不及发出，护身法宝瞬间破碎，身体直接被剑气斩成2截。仅此一招便逼退了大部分修士。林希雪持剑而立，神情冰冷地注视着众人。谁再上前一步，死！就在这时，叶萧动了。他的目标是那个修为最高的玄天剑宗合体境长老。他甚至没有去看那名长老，只是对着他冲来的方向抬起了自己的右手，然后轻轻一握。空间在这一刻仿佛变成了粘稠的泥沼。那名化作流光的合体境长老身形猛地一滞，硬生生从急速中停了下来，保持着前冲的姿势，动弹不得。怎么回事？他脸上露出惊恐的神色，体内的灵力疯狂运转，却根本无法挣脱这股禁锢之力。叶萧的眼中闪过一丝不耐。聒噪！他握着的手掌猛然发力，咔嚓咔嚓，那名玄天剑宗的合体境长老身体表面突然出现一道道裂痕，像是即将破碎的瓷器。不，他只来得及发出一声绝望的嘶吼。下一秒，砰！他的身体
连同他的神魂在无数人惊骇的目光中寸寸碎裂，化作一团血雾消散在空中。一位合体境的强者就这么被轻描淡写的捏死了，全场瞬间死寂。所有冲上来的修士都像是被施了定身术，僵在原地，浑身冰冷。那名黄泉鬼宗的长老更是吓得魂飞魄散，急忙收回鬼幡，拼命向后暴退。叶宵做完这一切，仿佛只是碾死了一只蚂蚁，他收回手，目光终于落在了坑底那块护心镜上。他心念一动，一缕在太虚神鼎中炼化出的混沌丹气从他指尖飞出，那缕丹气化作无数玄奥的符文，瞬间将护心镜包裹起来，开始强行炼化。庶子尔胆！那道残魂发出不甘的咆哮，试图阻止。叶宵冷哼一声，一股更强的神魔威压降临，直接将那道残魂压得几近溃散。嗡嗡嗡，护心镜发出剧烈的嗡鸣，不断挣扎，似乎在抗拒被炼化。但那混沌丹气仿佛是世间一切力量的克星，不断渗透进去，磨灭着里面属于原主人的烙印。盆地内所有幸存的修士都呆呆地看着这一幕，恐惧已经让他们失去了思考的能力。他们看着那个如同魔神般的男人，看着他无视所有人，当众炼化仙气。没有人敢动，也没有人敢逃，因为所有人都清楚，在那股恐怖的威压下，他们连动一根手指头的力气都没有。几息之后，那护心镜的挣扎越来越弱，最终他发出一声不甘的哀鸣，光芒尽敛，化作一道流光，咻的一声直接没入了叶宵的眉心。一股磅礴的力量瞬间在叶宵体内炸开，他合体境中期的瓶颈在这股力量的冲击下如同纸糊的一般，瞬间被冲破。合体境后期，叶宵缓缓睁开眼睛，感受着体内比之前强大了数倍的力量。他俯瞰着下方那些如同雕塑般僵立的修士，脸上看不到任何表情。他转过头看向身边的林希雪，声音平淡：清场，一个不留。叶宵的声音很轻，却像一道命令砸进在场所有人的神魂深处。清场，一个不留。林希雪听到命令，身体比大脑先做出反应。他握住剑柄，眼中金芒与魔气交织，一股冰冷的杀意锁定了盆地内所有瑟瑟发抖的修士。是，夫君。他正要动手，一股比刚才恐怖10倍的威压猛然从叶宵体内炸开。这股力量不再是单纯的魔威，而是混合了神性、魔性与混沌的全新气息，仿佛天地初开时的本源之力。轰！整个盆地猛地一沉，地面蛛网般裂开。所有还站着的修士，无论分神还是化神，都在这一瞬间被压得跪倒在地，骨骼发出不堪重负的呻吟。林希雪的动作停下，她回过头，眼中溢满了惊喜。夫君，你……叶宵身上的气息还在疯狂攀升，合体境中期的臂障被那股磅礴的力量轻易冲垮，然后一路高歌猛进，直接稳固在了合体境后期的顶点。他缓缓睁开眼，双眸中一边是深邃的混沌黑洞，另一边是旋转的神魔太极图。就在此刻，盆地上方的天空毫无征兆地裂开了一道巨大的金色口子。轰隆，风云倒卷，雷霆咆哮，一股远超玄天大陆承受极限的恐怖威压从那金色裂口中倾泻而下，仿佛整个天穹都要塌陷，所有人都被这股天威压得抬不起头，神魂都在站立。一道纯金色的神符燃烧着审判万物的烈焰，从裂口中缓缓降下。那神符之上只有一个古老而复杂的篆字“诛”，这一个字仿佛蕴含着天道意志，目标明确，死死锁定了刚刚突破的叶宵。上界，是上界的手段。有见识广博的老怪物失声尖叫，声音里充满了绝望。林希雪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那朱字神符降下的瞬间，她体内的9天玄女神息像是受到了某种召唤，又像是遇到了天敌，开始疯狂暴动。她痛苦地跪倒在地，身体表面金色的神息和暗红的魔气疯狂交织碰撞，皮肤上浮现出一道道细密的血色裂痕。叶宵眉头一皱，闪身来到林希雪身边，一把将她揽入怀中。想动我的人。他抬头望向那道毁天灭地的金色神符，脸上没有半分惧色，反而是一种被挑衅后的冷漠。夫君，他在召唤我的神魂。林希雪痛苦地抓紧叶宵的衣襟，声音都在颤抖。叶宵冷哼一声，召唤他也配。他左手抱着林希雪，右手朝天随意一抬，灰蒙蒙的神魔混沌之力喷薄而出，在他头顶上方迅速凝聚成一面黑白2色交织的巨大太极盾。轰！朱字神符携带着足以抹杀合体境巅峰的威能，狠狠砸在了太极盾上。一声震动天地的巨响传开，整个妖兽山脉都在晃动。太极盾剧烈震颤，边缘处甚至出现了裂纹，但终究是硬生生扛住了这一击。神符的力量撕裂了空间，在太极盾周围形成无数细小的空间裂缝，却无法再前进分毫。叶宵的眼中黑白2色的光芒流转，
竟然在硬抗攻击的同时，开始飞速解析那道神符蕴含的上界法则。有点意思，蕴含了一丝审判法则的皮毛。他评价道，像是在点评一道不怎么样的菜品。这种轻蔑的态度，仿佛彻底激怒了神符背后的存在。嗡！神符光芒再度暴涨，那个珠子仿佛活了过来，爆发出更强的净化之力，试图磨灭夜宵的混沌之力。林希雪的痛苦加剧了，他感觉自己的神魂快要被那股同源又相斥的力量撕扯成两半。夜宵察觉到他的异状，低头看了一眼，压不住就别压，让他出来。他分出一缕精纯的太古不灭魔形本源，涌入林希雪的丹田，直接包裹住那枚躁动的神魔太极图印。有我在，你的神魂，你的身体，你的一切都只属于我。天道也不行。他的声音仿佛带着某种魔力，林希雪体内暴动的神息竟然真的在这股霸道的力量下缓缓平息。安抚好林希雪，夜宵这才将目光重新投向那道还在不断发力的神符，他的耐心似乎用尽了。给你脸了。夜宵不再被动防御，而是主动向前踏出一步。他张开右手，五指成爪，身后一片混沌浮现，一个深不见底的黑色漩涡开始缓缓转动。区区一道神念凝聚的符文也敢审判本少主。一股恐怖的吞噬之力从那混沌漩涡中爆发，化作一只无形的大手，死死抓住了那枚金色的珠子神符。给我过来！夜宵低吼一声，猛地发力。那枚高悬天际、威严无上的神符竟然被他硬生生地朝着下方的混沌漩涡拖拽。嗡嗡嗡！神符发出了类似不甘哀鸣的剧烈震动，他疯狂爆发神光，试图挣脱那股吞噬之力。天空中的金色裂口似乎也感应到了变故，降下的威压更盛，仿佛有更恐怖的存在要跨界而来。想来，夜宵眼中闪过一抹暴虐。晚了。他身后的混沌漩涡旋转速度猛然加快，吞噬之力暴增100倍。那枚金色的珠子神符在无数人惊骇欲绝的目光中，被一点一点的不可逆转的拉入了那个象征着终结与归虚的黑色漩涡。不！一道古老、威严、愤怒到极点的意念从即将关闭的天空裂缝中隐约传来，但那声音戛然而止，因为珠子神符已经完全没入了混沌漩涡。漩涡中心，神魔混沌之力如同最原始的磨盘，开始疯狂炼化这股来自上界的力量。夜宵身体微微一震，海量的上界法则碎片和纯粹的能量，如同决堤的洪水，涌入他的神魂和四肢百骸。那些玄奥的审判法则，在神魔混沌体面前被强行解析、剥离，然后化作最纯粹的养料，融入夜宵自身的道。他感觉眼前的世界仿佛被揭开了一层薄纱，之前模糊不清的法则之力，此刻变得清晰可见。他与林希雪之间那条由神魔混沌之力构筑的无形纽带，在吞噬了神符之后，也变得更加坚韧紧密。夜宵收回混沌漩涡，天空中的金色裂缝不甘地扭曲了几下，最终缓缓闭合，仿佛从未出现过。天地间再次恢复了平静，盆地内死一般的寂静，所有幸存的修士都像是一尊尊石雕，大脑一片空白，彻底失去了思考的能力。徒手捏爆合体镜，当众炼化仙气，硬汉上界神罚，甚至反过来吞噬了上界的朱砂神符。今天发生的一切已经彻底碾碎了他们毕生的认知。夜宵低头看向怀中，林希雪的气息已经平稳，只是眼神还有些迷茫，似乎还未从刚才神魂被牵引的状态中完全回过神。他伸手抚过他脸颊上那道还未完全消退的血痕，然后他抬起自己的左手，手背上那个由碎星手甲所画的纹身正闪烁着淡淡的幽光。夜宵的目光穿过虚空，仿佛看到了那道裂缝消失的地方，上界。他低声自语，声音里听不出情绪。看来得找个时间上去坐坐了。夜宵懒得再看盆地里那些吓傻的蝼蚁，他低头，手指轻轻拂过林希雪苍白的脸颊，怀里的女人身体还在轻微发抖，神魂的激荡尚未完全平复。我们回家。夜宵的声音不大，却带着不容置喙的决定。他单手揽住林希雪的腰，另一只手随意的在身前一画，空间如同布帛般被撕开一道漆黑的口子，狂暴的空间乱流在其中涌动，却不敢靠近他分毫。夜宵抱着林希雪一步踏入，裂口瞬间愈合，只留下盆地中一群劫后余生，却又仿佛坠入更深噩梦的修士。万魔殿主殿，空间扭曲，夜宵的身影从中走出。巨大的魔殿空无一人，唯有一道身影背对着他，站在魔尊宝座之前。那身影魁梧如山，仅仅是站在那里，便让整个大殿的法则都为之凝滞。正是万魔殿之主叶苍穹。他缓缓转过身，目光如两道深渊，瞬间落在夜宵身上。他先是扫了一眼夜宵怀里的林希雪，然后视线定格在夜宵身上，那双洞穿万骨的魔瞳中第一次出现了一抹浓重的惊异。合体境后期，叶苍穹的声音低沉，却在大殿中掀起无形的波澜。
你小子这才出去了多久？他话锋一转，神情变得无比凝重。刚才那股气息是玄天神殿的诸神符，上界的手笔，他们冲着吸血来的。叶萧将林吸血轻轻放下，让他靠在一旁的魔椅上。他抬起头，对上叶苍穹审视的目光，脸上没什么表情。现在那道符归我了。叶苍穹眉头一挑，叶萧伸出右手，指尖之上一缕灰蒙蒙的混沌气流盘旋，在那气流之中，一个极其微小却蕴含着无上审判意志的金色符文若隐若现，正是从诸字神符中炼化出的一丝法则本源。叶苍穹的瞳孔猛地一缩，他死死盯着那枚金色符文，感受着其中纯粹而浩瀚的上界法则，脸上的惊异化作了彻彻底底的震撼。他一步踏出，瞬间出现在叶萧面前，伸手想要触摸那缕气息，却又停在了半空。你把它吞了。叶苍穹的声音里带着一丝连他自己都未曾察觉的颤抖。那是上界神殿用以诛杀叛逆、抹杀异端的诸神符，每一道都蕴含着合体境巅峰，甚至准大成级别的恐怖威能。他的儿子不仅硬扛了下来，还反过来把它给炼化了。味道不怎么样。叶萧散去指尖的混沌气，说的像是在评价一道难吃的菜。叶苍穹盯着他看了许久，胸膛起伏，最终喉咙里发出一阵低沉的笑声。那笑声越来越大，最后化作响彻整个魔殿的狂笑。哈哈哈哈！好，不愧是我叶苍穹的儿子。叶苍穹一巴掌重重拍在叶萧的肩膀上，眼中是毫不掩饰的欣赏与狂热。吞了他们的神符，这等魄力，这方天地独一份。笑声过后，叶苍穹的神色重新变得严肃。他看了一眼旁边气息不稳的林吸血，叹了口气：小子，你这次是捅了个天大的马蜂窝。玄天神殿那帮伪君子自诩为天道执掌者，与玄女一脉乃是万古死敌。叶萧静静听着，这些信息对他来说很有用。玄女一脉血脉特殊，神魂纯净，是上界最好的鼎炉和炼丹材料。玄天神殿一直想将他们彻底掌控，如今玄女在下界觉醒，对他们而言既是必须抹除的威胁，也是一块送到嘴边的肥肉。叶苍穹的声音冰冷，他们会不惜一切代价，要么杀了他，要么就将他抓回上界炼化其本源，或者培养成最忠诚的杀戮工具。啊！一声痛苦的尖叫打断了叶苍穹的话。林吸血抱着头猛地跪倒在地，身体剧烈的颤抖。他双目紧闭，金色的神息与暗红的魔气在他体表疯狂闪烁碰撞，整个人散发出一股极不稳定的气息。无数破碎的画面如同潮水般涌入他的神魂深处。一座悬浮在9天之上，辉煌到极致的金色神殿，神殿王座上一双冰冷无情俯瞰众生的眼眸。一片尸骨如山的战场，一位身穿白衣容颜绝世的女子手持神剑，正与一尊通天彻地的上古魔神浴血搏杀。神殿审判，魔神背叛。林吸血的嘴里无意识地吐出几个破碎的词语。叶萧眼神一凝，闪身到他身边，将他扶起揽入怀中。一股精纯的神魔混沌之力渡入他的体内，强行镇压下他体内暴动的两股力量。别怕，有我。他的声音仿佛带着奇异的魔力，让林吸血混乱的神魂找到了一丝安定的锚点。过了许久，林吸血的颤抖才缓缓平息。他睁开眼，那双漂亮的眸子里原先的迷茫和依赖被一种复杂的情绪所取代，有痛苦，有仇恨，也有一种前所未有的清明与决然。他抬头看着近在咫尺的叶萧，声音沙哑的开口：我想起来了一些，玄天神殿要追杀的不只是玄女。他抓紧叶萧的衣襟，一字一句的说道：还有像你这样身负上古魔神血脉的魔道传人，在他们眼中，神与魔天生便是死敌。这句话让叶萧与叶苍穹的眼神同时冷了下来。叶萧安抚地拍了拍林吸血的后背，抬头看向叶苍穹：父亲，他们能下来多少人？叶苍穹的目光变得深邃，仿佛穿透了万魔殿的穹顶，看到了那遥远的上界。上界与下界法则不同，壁垒坚固，他们想要真身降临，需要付出极大的代价，甚至会跌落境界。所以他们目前最多只能通过神符或者消耗巨大代价投送一具实力大损的投影。但叶苍穹话音一转，若被他们找到了这方世界壁垒的薄弱点，或者我们这方天地再出现几位像你这样的存在，引动天道变化，壁垒松动，那他们就会不计代价的派人下来。叶萧听懂了，现在只是开胃小菜，真正的大麻烦还在后头。叶苍穹的目光落在了叶萧的手上，他似乎感应到了什么。你炼化的那个通天秘境，如今化作了你的掌中世界，倒是成了一个不错的乌龟壳。叶萧心中了然，他的确可以将万魔殿甚至所有亲信都挪移到掌中世界里。
但那不是他的风格，躲不是办法。叶苍穹仿佛看穿了他的想法，冷笑一声：“我叶家的儿郎，从不当缩头乌龟。”他走到叶萧面前，那股属于禁忌魔尊的霸道与狂傲毫无保留地释放出来。想让他们不敢下来，就只有一个办法：打到他们怕，打到他们一听到叶这个姓氏就神魂战栗，打到上界那帮伪君子再也不敢将目光投向这片土地。叶苍穹的眼中魔焰滔天，他忽然咧嘴一笑，那笑容充满了算计与森然。玄天大陆这潭死水沉寂太久了，也该彻底搅浑了。正好给上界那帮时刻窥探的家伙找点乐子瞧瞧。话音落下，一道肉眼无法看见的魔念从叶苍穹的身上悄然分出，瞬间没入虚空，朝着某个遥远的方向疾驰而去。那个方向正是天剑宗所在。万魔殿内气氛压抑，叶萧刚从父亲叶苍穹那里回来，还没坐稳，殿外便传来了通报：天剑宗的人到了。这一次阵仗比上次大得多，两名须发皆白的长老修为都在分神境，此刻却像鹌鹑一样恭敬地站在大殿中央。在他们身后是两排长长的储物法器，里面装满了灵脉地气与矿山文书。更引人注目的是殿外广场上那1000名身穿素白剑宗服饰，个个面容姣好，却满脸惊恐与茫然的女弟子。她们站在一起，如同受惊的羊群，面对着周围魔气森森的魔殿，身体不住地发抖。启禀叶少主。为首的白发长老弓着身子，声音都在打颤。他将一枚储物戒指高高举过头顶：您要的10倍赎金以及各类资源，我总以悉数奉上。那1000名弟子也已带到殿外。长老深吸一口气，鼓起勇气抬起头，脸上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还请少主高抬贵手，归还我宗少宗主林天宇。叶萧坐在魔尊宝座下方的椅子上，一条腿搭在另一条腿上，手指轻轻敲击着扶手。他的目光懒洋洋地扫过那枚储物戒指，又穿过殿门，看了一眼外面那些瑟瑟发抖的女弟子。他没说话，只是端起旁边林希雪为他倒好的茶，轻轻吹了口气。大殿内死一般寂静，两名天剑宗长老额头上的冷汗顺着脸颊往下淌，滴落在黑色的地砖上，却连一点声音都发不出来。他们不敢催促，只能煎熬地等待着。过了许久，叶萧才放下茶杯，发出一声轻响：赎金还算有诚意。他终于开口，声音平淡。两名长老闻言顿时松了一大口气，脸上露出一丝劫后余生的喜色。至于你们的少宗主，叶萧嘴角翘起一个玩味的弧度，他朝旁边势力的魔皇卫挥了挥手：带上来，让两位长老见见。是，少主。很快，两名魔皇卫押着一个人从偏殿走了出来。不是押着，那人走在前面，衣着整洁，神情肃穆，步伐稳健，丝毫不见阶下囚的狼狈。两名魔皇卫反而像是护卫一样跟在他身后。看到来人，天剑宗的两名长老眼睛瞬间就红了。天宇，少宗主。那人正是林天宇。可面对两位长老激动的呼喊，林天宇却像是没听见一样。他目不斜视地走到大殿中央，在距离叶萧10步远的地方停下，然后在两位长老难以置信的目光中，扑通一声，林天宇双膝跪地，对着叶萧行了一个五体投地的大礼。他的额头重重地磕在冰冷的地砖上，发出沉闷的响声。属下林天宇见过少主。他的声音洪亮狂热，充满了毫不掩饰的虔诚与崇拜。属下誓死效忠少主，效忠万魔殿，愿为少主赴汤蹈火，万死不辞。这一声少主像是一道9天神雷，直直劈在天剑宗两名长老的天灵盖上。他们彻底懵了，大脑一片空白。林天宇，你疯了！一名长老反应过来，指着林天宇，手指抖得像是在抽筋。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是我天剑宗的少宗主，你竟敢认贼作父！另一名长老更是气得浑身发抖，怒吼道：孽障！你对得起宗主对你的栽培吗？对得起宗门吗？还不快给我起来！林天宇缓缓抬起头，看向两位长老，他的眼神冰冷陌生，像是在看两个不相干的死人。聒噪！他冷冷吐出2个字：我林天宇此生唯一的归宿，便是侍奉少主左右。天剑宗不过是我过往的尘埃罢了。你！白发长老气得一口血涌上喉咙，指着林天宇，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他们想过无数种可能，林天宇被折磨得不成人形，或者宁死不屈，慷慨赴死。他们唯独没想过，天剑宗未来的希望，正到未来的天骄会对着一个魔头跪地称臣，这比杀了他还要让他们感到屈辱和绝望。呵呵，叶萧发出一声轻笑，打破了这尴尬的对峙。他站起身，慢悠悠地走到林天宇身边，伸手拍了拍他的肩膀。看到没有？叶萧看向那两名面如死灰的长老，
笑容充满了恶意。你们的少宗主现在是我的人了，身心都是。他顿了顿，话锋一转，至于你们想赎回他，恐怕是不可能了。不过嘛，看在你们送来这么多礼物的份上，本少主心情不错。叶萧的目光在他们身上扫过，如同在看两只可以随时捏死的虫子。滚吧！趁我还没改变主意之前。这2名分神境的长老此刻在叶萧面前连一丝反抗的念头都生不出来，他们带来的是天剑宗近30%的底蕴，换来的却是自家少宗主的彻底背叛和一个滚字。奇耻大辱，这是将天剑宗的脸面放在地上狠狠的踩，还要撵上几脚。可他们又能如何？两人对视一眼，从对方眼中看到了无尽的悲愤与无力，他们只能弯下腰，用尽全身力气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我等告退。就在他们转身准备像丧家之犬一样离开时，叶萧的眼中一抹幽光闪过，他留在林天宇神魂深处的魔种悄然发动，林天宇的记忆如同一幅展开的画卷，毫无保留地呈现在叶萧的脑海中，无数画面飞速闪过，最终定格在了一处宗门密室之中。天剑宗宗主林苍兰正与几名核心长老密谈，他们的中心是一块巴掌大小、布满裂痕却散发着惊人锋锐气息的青色金属碎片，仙气残片。叶萧从林天宇的记忆中清晰地听到了这个词，他还看到了林苍兰的计划。这件残片被封印在天剑宗后山的禁地深处，只有宗主一脉的精血才能开启封印。林苍兰打算趁着通天秘境关闭、玄天大陆各方势力重新洗牌之际，取出这件仙气残片，一举奠定天剑宗的霸主地位。有点意思。叶萧收回神念，嘴角的弧度愈发意味深长。真是瞌睡了就有人送枕头。他正愁手里的碎星手甲和护心镜都是残缺的，没想到天剑宗还藏了一块。看着2名长老失魂落魄地走出大殿，叶萧甚至懒得再多看他们一眼，他的目光落向了殿外那上千名女弟子。他对着身旁的林希雪吩咐道：这些人以后就交给你了，资源你随便用，把他们给我训练出来，组建玄女卫第2队。叶萧看着林希雪，眼中带着一丝烤笑，告诉他们，在万魔殿想要活下去，想要变强，就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忠诚。是，夫君。林希雪点了点头。她如今也是合体境的强者，身上那股属于9天玄女的神性与魔道之力融合后，形成了一种独特而威严的气质。她走到殿门口，目光扫过那上千名女弟子，被她目光所及的女子无不心头一颤，下意识地低下了头。叶萧看着天剑宗长老们狼狈离去的背影，心中一片平静。他轻轻抚摸着手腕上化作纹身的碎星手甲，感受着其中蕴含的恐怖力量。一个天剑宗还不够，上界的玄天神殿才是真正的大餐。在那之前，他需要更多的力量，更多的底牌。这天剑宗的仙气残片来的正是时候。叶萧转过身，看向正在整顿女弟子的林希雪，开口道：希雪，过几日陪我去一趟天剑宗。夜色如墨，将天剑宗连绵的山脉吞没，2道身影如同鬼魅，无声无息地落在山门之外。林希雪看着那座镌刻着天剑2字的宏伟山门，气息有些不稳。夫君，我们真的要这么直接闯进去吗？叶萧负手而立，打量着眼前的护山大阵。他嗤笑一声：闯，这叫回家看看。他说完，拉起林希雪的手，一步踏出。2人身形直接穿过了那层流光溢彩的阵法光幕，如同穿过一层水波，没有引起丝毫涟漪。林希雪心中震动，这可是天剑宗的护山大阵，据说能抵挡合体境强者3天3夜的猛攻。叶萧却像是逛自家后花园。跟紧了。叶萧的声音在耳边响起，他已经走出了10多米。是，夫君。林希雪收敛心神，紧紧跟上。一队巡山弟子御剑飞过，剑光照亮了他们前方的路。叶萧和林希雪就站在路中间，那对弟子却仿佛瞎了一般，径直从他们身旁飞掠而过，连半点察觉都没有。一群睁眼瞎。叶萧随口点评。他脑海中林天宇的记忆如同最精准的地图，每一条小径，每一处暗哨都清晰无比。2人绕过主峰，朝着后山禁地的方向走去。沿途的阵法静止，在叶萧眼中形同虚设。他时而抬手在虚空一点，一道即将亮起的警戒符文便瞬间暗淡；时而脚尖在地面一踏，一股无形波动散开，前方一片幻阵便自动分开一条通路。林希雪跟在后面，已经从最初的震惊变得有些麻木了。这就是他男人的实力。很快，2人来到了一处幽深的山谷前，谷口被一片浓雾笼罩，无数细碎的剑气在雾中穿梭，发出刺耳的嗡鸣。一股锋锐的杀伐之气扑面而来。这是诛仙剑阵的仿阵。林希雪面色凝重，我听父亲说过，此阵由宗门3位太上长老合力布下，就算是他自己硬闯也得脱层皮。
叶萧扫了一眼，嘴角勾起，花里胡哨。他松开林希雪的手，向前走了2步。看好了，这种破烂阵法是怎么破的？叶萧抬起右手，指尖一缕灰蒙蒙的气流缠绕，正是那道由雷劫、红莲业火与太虚神鼎气息融合而成的混沌丹气。他以指为笔，在虚空中飞速刻画起来。一道道玄奥的魔纹凭空出现，带着一股混沌原始的气息，朝着前方的剑阵飘去。嗡！剑阵感受到了一种力量的侵入，瞬间爆发出万丈剑光，浓雾翻滚，杀气沸腾，无数剑气凝聚成形，朝着叶萧斩来。雕虫小技，叶萧看也不看，那些他画出的魔纹已经精准地贴在了剑阵的几个节点上。魔纹微微一颤，整座剑阵的运转出现了一个微小的停滞。那狂暴的剑气风暴竟在叶萧面前3尺处诡异地消散了。紧接着，在林希雪不敢置信的注视下，那座杀机毕露的剑阵光幕从中间裂开了一道仅容一人通过的缝隙。叶萧回头对他招了招手，走了，还愣着干嘛？两人穿过缝隙，身后的剑阵光幕瞬间合拢，恢复如初，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山谷内灵气枯竭，一片荒芜。谷底深处有一个黑漆漆的洞府，洞府门口盘坐着2道身影，他们须发皆白，身穿天剑宗太上长老的服饰，闭目静坐，气息与周围的山石几乎融为一体。正是负责看守禁地的2名分神境巅峰的太上长老。叶萧拉着林希雪，就这么大摇大摆地从他们面前走过。其中一名长老的眼皮微微颤动了一下，似乎感觉到了什么。他睁开眼，浑浊的目光扫视了一圈，却什么也没发现。错觉吗？他自语一句，又缓缓闭上了眼睛。叶萧在洞府门口停下脚步，他对林希雪做了一个噤声的手势：“你在这等着，里面那点小东西，我一个人进去拿。”夫君小心。林希雪乖巧地点了点头。叶萧走进洞府，洞内很简陋，只有一座半人高的石台，石台上一块巴掌大小的青色金属碎片静静躺着，表面布满裂痕。一股与碎星手甲、护心镜同源的气息扑面而来。叶萧的眼睛亮了，这块碎片比他之前得到的2块都要大，其中蕴含的力量也更加精纯。一丝丝仙道法则的锋锐气息与另一丝霸道深沉的魔道法则在碎片上纠缠不休，果然是仙魔战场上的东西。就在叶萧伸出手即将触碰到那块碎片时，轰！一股惊天剑意猛地从天剑宗的主峰之顶冲天而起，带着滔天的怒火直扑后山禁地。大胆贼子，敢闯我天剑宗禁地！一声雷霆般的怒吼响彻整个天剑宗。林苍兰，洞府外的林希雪脸色一变，洞府内的叶萧却笑了：“总算来了，再不来我都快睡着了。”他不再有任何犹豫，手掌猛地抓向那块仙气残片，入手瞬间，一股浩瀚的力量从碎片中爆发，试图冲破他的手掌。哼！叶萧冷哼一声，神魔混沌体的力量运转，那股反抗之力瞬间就被镇压得服服帖帖。他心念一动，直接将仙气残片收入了掌中世界。几乎在同一时间，洞府的入口处光线一暗，一道身影带着无尽的怒火与杀机出现在洞口，来人正是天剑宗宗主林苍兰。他一眼就看到了空空如也的石台，以及站在石台边正冲着他微笑的叶萧。林苍兰的瞳孔瞬间缩成了针尖大小，他脸上的表情从愤怒到惊骇，最后化为了无法形容的震怒与恐惧。叶萧，他怎么也想不到会在这里以这种方式看到这个覆灭他天剑宗尊严的魔头。林苍兰的声音因为极致的愤怒而变得嘶哑扭曲：“你竟敢！”叶萧。林苍兰的声音在发抖，他眼球布满血丝，死死盯着那个站在空石台边的魔头。叶萧把玩着手里的青色碎片，对着他露出一口白牙：“你竟敢！”林苍兰的怒吼还没完全吼出来，就被叶萧打断了。“老丈人，这么大火气做什么？”叶萧语气轻松，好像在跟邻居打招呼：“我来看望一下我夫人以前的家，顺便拿点土特产，你不至于这么小气吧？”魔头！林苍兰气得浑身发抖，手中长剑发出一声震天龙吟：“受死！”他不再废话，合体境初期的修为毫无保留的爆发，一道1000丈长的恐怖剑罡瞬间成型，带着撕裂空间的力量，朝着叶萧的头顶怒劈而下。整个山谷都在这股剑威下剧烈颤抖，仿佛随时都会崩塌。洞外的林希雪紧张地喊了一声：“夫君！”叶萧却连头都没回，他只是随意地拉着林希雪后退了一步，将她护在身后。然后他对着那道毁天灭地的剑罡抬起了带着碎星手甲的右拳，没有惊天动地的声势，就是那么平平无奇的一拳挥出。砰！一声闷响，那道足以斩平一座山脉的1000丈剑罡在叶萧的拳头前寸寸碎裂。
狂暴的剑气乱流，朝着四面八方炸开，却在靠近叶宵身前3尺时，被一股无形的空间之力扭曲湮灭。洞府的石壁被余波震出无数裂痕，簌簌地掉落着碎石。林苍兰瞳孔巨震，整个人僵在原地。他最强的一击就这么被轻描淡写地破掉了。这个魔头到底是什么修为？就这，叶宵收回拳头，吹了吹上面并不存在的灰尘。他看着林苍兰，眼神里带着戏谑：“老丈人，你这天剑宗的剑不太行啊，太慢，也太软了，奇耻大辱。”林苍兰的脸涨成了猪肝色，他猛地喷出一口血，不是受伤，是气的。魔头休得猖狂！他双手掐诀，一道古朴的画卷从他天灵盖飞出，画卷在空中展开，里面是密密麻麻的剑影，一股镇压万古的剑意弥漫开来。天星剑图，起！林苍兰嘶吼着，将全身灵力灌入剑图之中。嗡嗡嗡，无数道凌厉的剑影从图中飞射而出，瞬间在洞府内组成了一座庞大的绝杀剑阵。剑阵流转，将叶宵和林希雪完全笼罩。每一道剑影都蕴含着足以斩杀分神境的恐怖力量。今日我便用这镇宗之宝，将你这魔头彻底净化。林苍兰的声音带着疯狂与决绝。叶宵抬头看了一眼头顶密不透风的剑网，终于露出了一丝不耐烦。花里胡哨的东西真是麻烦。他对身后的林希雪说道：“站着别动。”话音落下，他体内神魔混沌体的力量全面运转，一个巨大的黑白太极图虚影以他为中心猛地展开。太极图缓缓旋转，产生一股恐怖的吞噬之力。那些斩向他的万千剑影一接触到太极图的范围，就如同泥牛入海，瞬间被吞噬分解，化为最精纯的能量，反哺给叶宵。叶宵眉心一闪，刚刚到手的那枚仙气残片的力量被他引动。他对这些剑气的运行轨迹竟然有了一种洞若观火的感觉。他甚至能清晰地感知到这座剑阵的每一个薄弱节点。怎么可能？林苍兰感受到剑阵的力量正在飞速流失，而叶宵的气息却在不断攀升。他看到叶宵身上那股亦正亦邪、亦仙亦魔的混沌气息，心神俱骇。这是什么怪物？他从未见过如此诡异的力量。给我爆！恐惧之下，林苍兰面露狰狞，再次喷出一大口精血，洒在天星剑图上。他要燃烧神魂，引爆这件镇宗之宝，与叶宵同归于尽。剑图光芒暴涨，一股毁灭性的气息开始酝酿。想自爆？叶宵冷笑一声，问过我没有？他指尖一弹，那缕融合了雷劫、红莲业火与太虚神鼎气息的混沌丹气，化作一道灰线射出。灰线在空中瞬间分化成无数肉眼难见的细丝，如同拥有生命一般，精准地缠绕上天星剑图的每一个能量节点。正在疯狂膨胀的剑图，仿佛被按下了暂停键，瞬间凝固。那股即将爆发的毁灭之力也戛然而生。不，林苍日志得意欲裂，他发现自己与天星剑图的联系被一股无法理解的力量彻底切断了。下一秒，一道鬼魅般的身影出现在他面前，是叶宵。林苍兰甚至没看清他是怎么移动的，一只手掌轻飘飘地按在了他的丹田上，冰冷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你的修为，我要了。”轰！林苍兰发出一声不似人声的凄厉惨叫，他感觉自己的丹田像是被戳破的气球，苦修千年的修为如同决堤的洪水，疯狂地向外宣泄，涌入叶宵的掌心。合体境初期的气息飞速跌落，分神化神元婴直到最后变成一个毫无修为的凡人。林苍兰双眼失去神采，身体软软地瘫倒下去。叶宵松开手，任由他摔在地上。他看了一眼手中的万魂幡，幡面上一张痛苦扭曲的脸孔一闪而过，正是刚刚被吞噬神魂的鬼煞老祖。正好，给你找个伴。叶宵随手一挥，林苍兰那失去修为的躯体连同神魂一起被吸入了万魂幡中。幡面黑气翻涌，一声凄厉的哀嚎从中传出，随即又归于平静。万魂幡的气息似乎又强大了几分。叶宵满意的点点头，这合体境的主魂质量确实不错。他弯下腰，从林苍兰倒下的地方捡起了一枚玉简，神识探入其中，一幅详细的天剑宗地图浮现在脑海里，其中一个地方被特别标注了出来：天剑宗隐藏宝库。叶宵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笑，他收起玉简和那件被封印的天星剑图，转身走向林希雪。林希雪看着满目疮痍的洞府和地上那属于他父亲的一滩血迹，神情有些复杂。叶宵伸出手，轻轻擦去他脸颊上沾染的一点灰尘。怎么，心疼了？林希雪摇了摇头，握住叶宵的手。他是天剑宗的宗主，既然与夫君为敌，便是这个下场。他的眼神清澈，没有半分怨恨。我只是在想，若非遇到夫君，我可能一辈子都会被蒙在鼓里。叶宵笑了笑，将他揽入怀中。别想那么多了，正事办完了，
该去收点利息了。他搂住林希雪的腰，轻声在她耳边说道：“走，老丈人的宝库也是时候搬空了。”话音未落，两人的身影凭空消失在禁地深处，只留下这座空荡荡的洞府和山门外那两个依旧盘坐在地，对一切毫无所觉的太上长老。万魔殿主殿，空间荡起涟漪，叶萧揽着林希雪的身影凭空出现。王座之上的叶苍穹睁开眼，魔威一闪而逝。他看着自己儿子，气息似乎又凝练了几分。回来了。叶萧随手一抛，一枚玉简划破空气，精准地悬停在叶苍穹面前。老丈人临走前送的薄礼，说是天剑宗的土特产都在里面了。叶苍穹接过玉简，神识探入其中。下一刻，他猛地从王座上站起，爆发出一阵狂笑。哈哈哈哈！好小子，林苍兰那老东西藏了一辈子的家底，竟然全被你给掏出来了。他根本没问林苍兰的下场，结果不言而喻。他转身，宏大的魔音响彻整个万魔殿。烈火堂主何在？一道火光闪现，烈火堂主单膝跪地。属下在，传我魔令，即刻集结3000魔皇卫，10万魔军，开赴天剑宗。叶苍穹的声音带着不容抗拒的威严。把玉简里的地方给本尊一粒尘都不剩的搬回来。烈火堂主接过玉简，神识一扫，脸上瞬间涌出狂喜和贪婪。遵命，保证连地皮都给少主刮3层回来。不过半个时辰，天剑宗上空风云变色，遮天蔽日的魔云翻滚着，将整个山门笼罩在阴影之下。数不清的魔修驾驭着魔气，如蝗虫过境，黑压压的一片，恐怖的威压让天剑宗的护山大阵嗡嗡作响。宗门内早已是一片末日景象，留守的长老弟子们惊恐地望着天空，那股几乎要将神魂都压碎的魔威让他们肝胆俱裂。烈火堂主跃众而出，漂浮在天剑宗山门正上方，他手中托着一枚流影石，激发之后，一道光幕投射在空中。光幕里正是林苍兰在万魂幡中痛苦挣扎，神魂被万鬼撕咬的凄惨模样。天剑宗的余孽们，看清楚了，你们的宗主已经被我家少主炼成了万魂幡的主魂，现在打开山门投降，尚可留一具全尸。这道影像成了压垮天剑宗的最后一根稻草。宗主，不，宗主他可是合体境强者啊！绝望和恐惧如同瘟疫般蔓延，所有人的战意瞬间崩溃。杀进去！烈火堂主一声令下，3000化神境的魔皇卫齐齐动手，恐怖的魔功轰击在早已残破的护山大阵上，只听咔嚓一声脆响，光幕彻底碎裂。冲啊！抢灵石，抢法宝！天剑宗的娘们，老子来了！10万魔军如同开闸的洪水，咆哮着涌入天剑宗的山门，见人就杀，见东西就抢。烈火堂主则带着一队精锐直扑后山宝库，他对照着玉简地图，一拳轰开了宝库的石门。门后珠光宝气冲天起，堆积如山的极品灵石，一排排架子上摆满了珍稀灵矿，还有一个个用万年寒玉封存的药盒。发财了，都愣着干什么？烈火堂主眼睛都红了。搬，全都给老子搬走，一件都不许留。宗门各处零星的抵抗被无情碾压，几名分神境的太上长老红着眼冲出来，嘶吼着是与宗门共存亡，结果被几名魔皇卫联手，几个回合便打得肉身崩碎，神魂被当场抽走。林希雪的身影出现在主殿广场上，她只是静静地站着，合体境初期的威压便让所有骚乱平息下来。她身后的玄女卫迅速出动，将那些瑟瑟发抖的天剑宗女弟子全都驱赶到广场中央。林希雪，你这个叛徒！一名平日里与林希雪关系还算不错的女长老指着她，气得浑身发抖。宗主待你不薄，你竟勾结魔头毁我宗门基业！林希雪神情淡漠，看都没看他一眼。他身边的清月一步踏出，抬手就是一巴掌，啪！那名女长老被直接抽飞出去，口中鲜血狂喷，昏死在地。所有女弟子都吓得噤若寒蝉。林希雪的目光扫过他们每一个人。叛徒！他轻声开口，声音却清晰地传入每个人耳中。我曾是你们敬仰的圣女，可宗门给了我什么？不过是沦为联姻的工具，成为萧莫凡那种伪君子脚下的垫脚石。看看你们自己，再看看我，你们守着一个即将覆灭的宗门，前途一片黑暗。而我如今已是合体境，执掌玄女位，未来有无限可能。他拿出一个玉瓶，随手捏碎，浓郁的丹香瞬间弥漫开来，闻到的人都感觉瓶颈隐隐松动。选择很简单，要么为天剑宗陪葬，现在就死；要么加入我的玄女位，效忠少主，效忠我。丹药、功法、地位，我都可以给你们。我给你们10息时间考虑。面对死亡的威胁和力量的诱惑，所谓的宗门忠诚显得那么脆弱。我愿意追随林师姐，
我也愿意。很快，广场上跪倒了一片。林希雪看着这一幕，眼神没有丝毫波动。他知道，这只是开始。万魔殿，一座新建的巨大宝库内，叶宵像是在巡视自己的后花园。从天剑宗搬回来的东西堆积如山，整个宝库都被塞得满满当当。灵石、法宝、功法、矿石、灵药，种类之多，数量之巨，让万魔殿的底蕴凭空暴涨了30%不止。他在一堆杂物中随手一招，3件不起眼的残破法宝飞入他手中，一枚锈迹斑斑的罗盘，一块焦黑的护甲碎片，还有一只断裂的玉簪。这3样东西上都残留着一丝与碎星手甲同源的气息，又是仙魔战场的东西，可惜都碎得太彻底了。叶宵随手将它们扔进自己的储物空间，或许以后能派上用场。天剑宗被万魔殿一夜搬空的消息，如同长了翅膀，迅速传遍整个玄天大陆。正道震动，听说了吗？正道第一宗门天剑宗没了。何止是没了，连宗主都被炼成了魔幡之魂，宗门被洗劫一空，弟子死的死，降的降。那魔头叶宵简直无法无天，他这是要与整个正道为敌啊！无数宗门人人自危，一些与天剑宗交好的宗门纷纷发表声明，严厉谴责万魔殿的暴行，并呼吁正道联合共讨魔头。一场席卷整个大陆的风暴正在飞速酝酿，而风暴的中心，叶宵正站在万魔殿的最高处，俯瞰着下方忙碌的景象。林希雪来到他身边，轻声道：“夫君，正道那些宗门恐怕很快就会有动作了。”叶宵嘴角扯了扯，露出一抹冷酷的弧度：“一群土鸡瓦狗，正好省得我一个个去找，让他们一起来，一次性解决，岂不更方便？”就在这时，他神魂深处那枚种在萧莫凡体内的最高级魔种忽然传来一阵微弱的悸动，叶宵的目光穿透虚空，望向了大陆极西的某个方向。我的好耗子，又替我闻到宝贝的味道了。叶宵站在万魔殿的最高处，目光穿透翻滚的魔云。林希雪静静立在他身侧，新收编的玄女卫已经开始在山门前整训。万魔殿内充斥着一种掠夺后的亢奋气息。夫君，正道那些宗门恐怕很快就会有动作了。林希雪的声音带着一丝冷意。叶宵扯了扯嘴角，露出一抹冷酷的弧度：“一群土鸡瓦狗，正好省得我一个个去找，让他们一起来，一次性解决，岂不更方便？”话音刚落，他神魂深处那枚种在萧莫凡体内的最高级魔种忽然传来一阵微弱的悸动，那股熟悉的波动穿过无尽山河，指向大陆极西的方向。叶宵的目光仿佛穿透了虚空，望向那里。“我的好耗子，又替我闻到宝贝的味道了。”他对林希雪偏了偏头：“走，带你去看看，我养的这只耗子又替我找到什么好东西。”林希雪点头应下，眼中没有半分疑问。两人身影一晃，瞬间消失在万魔殿上空。大陆极西是一片广袤无垠的赤色荒原，狂风卷着沙砾，发出呜咽般的声响，空气中灵气稀薄的可怜。两道身影无声无息地出现在半空中，正是横跨了大半个大陆的叶宵与林希雪。这地方好荒凉。林希雪环顾四周，除了风沙再无他物。叶宵却没有理会这些，他闭上眼，仔细感受着空气中那丝若有若无的特殊波动。这股气息与他得到的碎星手甲、护心镜，甚至是那枚天剑宗的仙气残片，都带着同源的法则波动。仙魔战场。叶宵睁开眼，嘴角勾起。就在这时，他眉心微动，一股陌生的记忆从魔仆林天宇那边传来。讨魔联盟。叶宵嗤笑一声。林希雪看向他：“夫君，是林天宇传回的消息。”叶宵随口应道：“几个所谓正道大宗凑在一起搞了个什么联盟，商量着怎么来讨伐我呢？他们以为没了天剑宗，剩下的歪瓜裂枣凑在一起就能成事。”他语气里的轻蔑毫不掩饰：“一群苍蝇罢了，等我办完正事，回去一巴掌拍死就是。”林希雪不再多言，她的男人从来说到做到。叶宵的神识如同无形的潮水，朝着魔种感应的方向铺开。很快，他便在数百里外锁定了一片区域，那里聚集了上百名修士，服饰杂乱，气息各异，既有正道宗门的弟子，也有一些魔道散修。这些人此刻正像一群无头苍蝇，围着一处空间扭曲之地团团乱转。那片空间之后，隐约可见一座古老残破的殿宇轮廓。叶宵的目光穿过人群，精准地落在一个熟悉的身影上。萧莫凡他此刻双眼赤红，浑身散发着一种癫狂的气息，正一次又一次地朝着那片扭曲的空间冲去。是我的，这机缘是我的。他状若疯魔，咆哮着将全身所剩无几的灵力汇聚于拳头，狠狠砸向那层看不见的结界。轰！一股更强的力量反弹回来，萧莫凡如同断线的风筝，口喷鲜血，重重摔在地上。可他刚一落地，又立刻爬起来，准备再次冲击。
他疯了吗？林希雪看着萧莫凡的惨状，秀眉微蹙。被我废了2次，根基尽毁，道心破碎，能不疯吗？叶萧的声音带着戏谑。不过也只有这种疯劲，才能凭着那点残存的天命气运，找到这种藏在犄角旮旯里的地方。走吧，戏看够了，该去收东西了。下一刻，两人如同瞬一般出现在了遗迹入口的人群之外。他们的出现没有引起任何声响，可那股自然而然散发出的强大气场，却让周围嘈杂的人群瞬间安静下来。所有人的目光都不由自主地投了过来。当他们看清叶萧那张俊美却冷漠的脸，以及他身边气质神圣又带着魔魅的林希雪时，不少人脸色都变了。是万魔殿的那个魔头，他怎么会来这里？一个眼尖的散修注意到了林希雪身上那套样式独特的黑色劲装，胸口处绣着一朵栩栩如生的血色玄女花。玄女位！那散修惊恐地叫出声，双腿一软，扑通一声跪倒在地。是天剑宗的玄女位。万魔殿屠了天剑宗后，把幸存的女弟子都编成了玄女位。这声惊叫像是在滚油里泼了一瓢冷水，整个场面瞬间炸开了锅。快跑！魔头来了！万魔殿的人怎么找到这里的？人群骚动起来，不少人已经开始悄悄后退，想要逃离这个是非之地。叶萧懒得理会这些蝼蚁，他的目光只是饶有兴致地看着再次从地上爬起来准备冲向结界的萧莫凡。砰！萧莫凡又一次被狠狠弹飞，这一次他落地的方向正好是叶萧的脚边。他挣扎着抬起头，满是血污的脸上，一双眼睛死死地盯着眼前的靴子。他顺着靴子一点点向上看去，当他看到叶萧那张带着戏谑笑容的脸时，萧莫凡的瞳孔猛地缩成了针尖大小。叶萧，怨毒、惊恐、疯狂，无数种情绪在他眼中交织。你怎么会在这里？他嘶吼着，声音沙哑得不像人声。叶萧居高临下地看着他，就像在看一只在泥地里打滚的耗子。我怎么在这里？叶萧伸出脚，轻轻踩在他的头上，将他的脸按进沙土里。当然是来收你替我找到的宝贝。叶萧的目光越过脚下的萧莫凡，投向那片不断泛起涟漪的结界。这结界上的禁制符文古老而复杂，蕴含着一丝上界的法则之力。在场的修士，包括几个分神境的老家伙，研究了几天几夜，连门都摸不到。可在叶萧的神魔混沌体面前，这些法则却清晰的如同掌上观文。就是这种东西，也值得你们在这里浪费时间。叶萧的声音不大，却清晰地传入每个人耳中。他抬起手，指尖一缕灰蒙蒙的气流缓缓缠绕，正是那道融合了雷劫、红莲业火与太虚神鼎气息的混沌丹气。周围的修士全都屏住了呼吸，死死盯着叶萧的动作。他们想看看这个传说中凶残无比的魔头到底有什么通天手段。在所有人的注视下，叶萧屈指一弹，那缕混沌丹气化作一道灰线，悄无声息地射向那片坚不可摧的结界。没有惊天动地的巨响，也没有灵力爆发的璀璨光芒，那道灰线就这么轻轻地点在了结界的中心。滋滋滋，一阵如同冰雪消融般的细微声响传来。那片让所有人都束手无策，连分神境强者都无法撼动的古老结界，在接触到混沌丹气的瞬间，竟如同纸糊的一般，被腐蚀出了一个漆黑的空洞。紧接着，空洞飞速扩大，不到3个呼吸的时间，整座结界轰然破碎，化作漫天光点，消散在空气中。一条通往遗迹深处的幽暗通道清晰地呈现在所有人面前。全场死一般的寂静，所有人都目瞪口呆，看着那条通道，又看看风轻云淡的叶萧，脑子一片空白。他们费尽心机，甚至死了不少人，都无法撼动的结界，就这么被他弹了下手指就破了。被叶萧踩在脚下的萧莫凡更是浑身剧烈地颤抖起来。他感受到了那遗迹深处一股熟悉又强大的力量正在呼唤他，那是属于他的机缘。可现在叶萧来了，绝望如同冰冷的潮水瞬间淹没了他的神智。叶萧感受着从通道深处传来的那股神秘气息，又低头看了看脚下抖如筛糠的萧莫凡。他轻笑一声，声音里充满了玩味。好耗子，倒是没白养你，这机缘本少主收下了。说完，他看都懒得再看脚下的萧莫凡一眼，迈步就朝着那幽暗的通道走去。林希雪紧随其后，身上散发的寒意让周围的修士不敢喘一口大气。直到两人的身影彻底消失在黑暗中，那股压得人神魂都快凝固的气场才稍稍散去。咕咚，有人艰难地咽了口唾沫。跑，快跑！不知是谁喊了一声，人群瞬间炸锅，修士们作鸟兽散，疯了一样向远处逃去。这个魔头太可怕了，那结界他们连撼动都做不到，他却挥手就破了。留在这里只有死路一条。被踩在沙土里的萧莫凡浑身剧烈的颤抖，他感受到了那遗迹深处
一股熟悉又强大的力量正在呼唤他，那是属于他的机缘。现在叶萧进去了，不，萧莫凡用尽全身力气，从沙土里抬起头，满是血污的脸上写满了疯狂。是我的，是我的！他嘶吼着，手脚并用地爬起来，拖着残破的身躯，一瘸一拐地冲进了那条幽暗的通道。他什么都没了，这是他最后的机会。通道里弥漫着一股腐朽的气味，两边的石壁上刻满了看不懂的诡异花纹。叶萧走在前面，如入无人之境。夫君，这里面好像有不少残魂。林希雪跟在旁边，秀眉微蹙，都是些没脑子的孤魂野鬼，万魂幡都懒得收。叶萧随口点评，很快眼前豁然开朗，一个巨大的地下溶洞出现在两人面前，地上铺满了森森白骨，不知堆积了多少岁月。溶洞的尽头是一扇高达100丈的巨大石门，咔嚓咔嚓，两人脚下的骨骸突然开始震动，数具比寻常骸骨高大数倍的骷髅从骨骸中爬了出来，空洞的眼眶里燃烧着幽蓝色的魂火，他们手中挥舞着巨大的骨刃，每一具都散发着炼虚境的气息。吼！骸骨守卫发出一声无声的咆哮，朝着叶萧和林希雪猛扑过来。跟在后面的萧莫凡刚冲进溶洞，就看到这一幕，吓得腿一软，瘫倒在地。完了，炼虚境的守卫。叶萧却连脚步都没停一下，他只是朝着扑来的骸骨守卫随意地挥了挥手，一股无形的波动以他为中心扩散开来。那几具气势汹汹的骸骨守卫在接触到波动的瞬间，身体就像被风化的沙雕，瞬间分解成最细微的粉末，洒落一地。叶萧的目光自始至终都落在那扇巨大的石门上，门上绘制着一幅古老的壁画，像是在记录某种上古的祭祀仪式。就在他准备上前破门时，咻！一道凌厉的剑光带着滔天的恨意从他身后猛地袭来。魔头，还我师门血债！一声暴喝响起，一名身穿玄天剑宗核心弟子服饰的青年，手持上品灵剑，眼中带着疯狂与决绝，朝着叶萧的后心刺来。他身后还跟着几名其他正道宗门的化神境修士，显然是被贪婪冲昏了头脑，不知死活。林希雪眼神一冷，他甚至没转身，只是一个念头。呼！赤红色的红莲业火如同有生命般从他身上席卷而出，瞬间将那几名跟班的化神境修士吞没，连惨叫声都没来得及发出，那几人便化作了飞灰。什么？玄天剑宗的青年天骄心头一惊，可见已出鞘，再无退路。他将全身灵力灌注剑身，剑芒暴涨，速度更快了几分，眼看就要刺中叶萧。叶萧却连头都没回，他只是不耐烦地反手向后一抓，那柄灌注了青年天骄全部修为，足以洞穿山岳的灵剑被2根手指轻描淡写地夹住了，剑尖距离叶萧的后背不到3寸，却再也无法前进分毫。怎么可能？青年天骄的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他感觉自己的剑像是被一座太古神山夹住，无论他如何催动灵力都纹丝不动。这时叶萧才缓缓转过头，他漆黑的瞳孔里没有半点情绪波动，只是淡淡的扫了青年一眼。废物2个字轻轻吐出，却像2柄重锤狠狠砸在青年天骄的心上。你！他刚想怒骂，咔！叶萧的手指微微用力，一声清脆的悲鸣响起，那柄上品灵剑从剑尖开始寸寸崩裂，转眼间就化作了一地金属碎片。不！青年天骄心神剧烈，喷出一大口鲜血。本命灵剑被毁，他已然身受重创。叶萧却没给他任何反应的时间，他收回手，对着呆立原地的青年天骄平平无奇地轰出了一拳。没有灵光，没有声势，青年天骄的瞳孔在这一瞬间缩成了针尖大小。他想逃，身体却不听使唤；他想求饶，喉咙里却发不出任何声音。砰！一声闷响，在远处萧莫凡惊恐的注视下，那位在正道年轻一辈中也算赫赫有名的天骄，身体如同一个被吹爆的气球，轰然炸开，漫天血雾缓缓飘落。叶萧随手一挥，一道无形的屏障将血雾挡在身外。他看了一眼地上的碎肉，像是拍死了一只苍蝇，再无半点兴趣。他转过身，重新走向那扇巨大的石门。叶萧伸出手按在了冰冷的石门上，轰隆隆，整座石门剧烈震动起来，表面的壁画符文开始寸寸碎裂，无数的碎石簌簌落下，最后伴随着一声巨响，高达100丈的石门轰然坍塌，化作一地齑粉。门后的景象清晰地呈现在眼前，那是一座更加空旷的殿堂。殿堂的中心矗立着一座巨大无比的黑色祭坛，祭坛由某种不知名的黑色晶石铸成，上面刻满了比石门外更加复杂玄奥的魔纹。而在祭坛的正上方，一枚拳头大小、通体漆黑如墨的珠子
正静静地悬浮着，一股浓郁到化不开的纯粹魔气从珠子中散发出来，扭曲着周围的空间。就在石门破碎的瞬间，那枚黑色的魔珠仿佛感受到了什么，嗡！它猛地一颤，表面亮起一道道血红色的纹路，一股仿佛沉睡了万古的恐怖意志从魔珠的深处缓缓苏醒。那股恐怖意志从魔珠深处苏醒，整个地下溶洞的温度骤然降到冰点，森然的魔气化作实质的触手，从祭坛上蔓延开来，缠向站在最近的夜宵。夫君，林夕雪手腕一翻，天星剑已然在握，剑身上红莲业火熊熊燃起，准备斩断那些魔气触手。退后！夜宵的声音平淡，他甚至没有回头看一眼。那些狰狞的魔气触手在靠近他身体3尺范围时，便如同遇到了无形的壁障，寸寸消融，连他的一片衣角都无法触碰。他抬脚一步步走上祭坛，走向那枚悬浮的黑色魔珠。不错的开胃菜。夜宵伸出手，直接朝着那枚散发着恐怖吞噬力的魔珠抓去。不知死活的凡人！一道苍老而狂暴的意念如同炸雷般在夜宵的识海中轰然响起。献上你的神魂与肉身，成为本座降临的容器，这是你的荣幸。伴随着这声咆哮，一股浩瀚无匹的意志洪流夹杂着万古岁月沉淀的杀戮与暴虐，狠狠冲进了夜宵的识海。这股意志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要摧毁夜宵的自我意识，占据这具完美的躯壳。躲在远处骸骨堆里的萧莫凡看到这一幕，眼中爆发出病态的狂喜。死吧，死吧，被夺舍吧！他死死盯着夜宵的背影，期待着他下一秒就抱着头惨叫，神魂被那远古意志撕成碎片。然而夜宵的身体只是微微一顿。荣幸！夜宵在自己的识海中，面对那掀起滔天巨浪的远古意志，发出一声轻笑。一个连完整形体都没有的孤魂野鬼，也配谈荣幸？话音落下，夜宵识海深处，那颗融合了不灭魔心的心脏猛地跳动了一下。咚！这一下心跳，仿佛是太古神魔敲响了战鼓，一股更加霸道、更加古老、更加至高无上的威压轰然爆发。上古至尊魔骨在他的脊背中发出嗡鸣，神魔混沌体的力量全面运转，一个漆黑的混沌漩涡瞬间在夜宵的识海中成型，对着那股外来的意志洪流爆发出恐怖的吸力。这是什么力量？那道远古意志的咆哮声中第一次带上了惊恐，他感觉自己像是一条冲入大海的溪流，瞬间失去了所有主导权。他非但没能冲垮夜宵的识海，反而被那漆黑的漩涡死死缠住，正在被疯狂地反向拉扯吞噬。不可能，这是太古魔神的气息。你究竟是谁？远古意志发出了惊骇欲绝的嘶吼。我是谁？夜宵的声音在识海中回荡，带着一丝玩味。我是你的终点。现实中，祭坛上的黑色魔珠开始剧烈的震颤，发出刺耳的嗡鸣。珠体表面一道道血红色的符文疯狂闪烁，明灭不定，仿佛在发出最后的哀嚎。整个地下溶洞都在这股力量的冲撞下剧烈摇晃，头顶的岩石簌簌落下。林夕雪持剑而立，为夜宵护法，目光冷冽地扫视着周围，防止有任何东西打扰。他看着夜宵平静的侧脸，没有半分担忧。他的男人从不会败。啊！一声凄厉到极致的惨叫从魔珠内传出，随即戛然而止。祭坛上空，那枚剧烈震颤的黑色魔珠瞬间安静了下来，所有的血色符文尽数熄灭，整颗珠子变得漆黑深邃，仿佛蕴含着一片星空。夜宵五指张开，那枚魔珠便温顺地飘落，悬浮在他的掌心。力量不错，可惜意志太弱了。夜宵随口点评一句。他张开嘴，将这枚蕴含着庞大能量的太古魔珠如同吃糖豆一样直接吞了下去。魔珠入体，瞬间与他胸膛处的太古不灭魔心完美融合。轰！一股前所未有的磅礴力量如同决堤的星河在他四肢百骸中轰然炸开。他体内的每一寸血肉，每一根骨骼都在这股纯粹的太古魔气冲刷下发出了欢快的嗡鸣。一股远超合体境中期的恐怖气息从他身上冲天而起。他脚下的祭坛寸寸皲裂，整个溶洞的地面都向下塌陷了数尺。合体境后期，夜宵缓缓睁开眼，感受着体内奔腾咆哮的力量，神魂与肉身都得到了巨大的提升。他对魔道法则的理解也在此刻迈上了一个全新的台阶，而这一切都被躲在远处的萧莫凡尽收眼底。他眼中的狂喜凝固了，取而代之的是无尽的灰败与绝望。没了，又没了。他拼上一切疯了一样才找到的机缘，又一次轻而易举地被夜宵夺走了。为什么？为什么他总是这样？不可能，这机缘是我的，是我的。萧莫凡瘫软在地，嘴里不断重复着这句话，神智彻底崩溃。夜宵处理完体内的力量，这才转过身，目光如同两道利剑，精准地落在了萧莫凡藏身的那堆骸骨后面。
还没死呢。叶萧的身影一闪，瞬间出现在萧莫凡面前。萧莫凡感受到那股熟悉又让他恐惧的气息，身体抖得像筛糠。叶萧居高临下的看着他，就像在看一只被玩坏了的耗子。你这只寻宝鼠，这一次倒是立了大功。叶萧蹲下身，脸上挂着戏谑的笑。为了奖励你，本少主决定让你变得更有用一点。他伸出一根手指，指尖上一缕刚刚从太古魔珠中提炼出的精纯到极致的黑色魔气缓缓萦绕。不要！萧莫凡惊恐地向后挪动身体，想要逃离。叶萧屈指一弹，那缕黑色魔气瞬间没入萧莫凡的眉心。啊！萧莫凡发出一声不似人声的惨叫，整个人在地上疯狂地抽搐起来。他神魂深处那枚叶萧种下的魔种，在接触到这股太古魔气后，如同打了催化剂，开始发生剧烈的异变。无数黑色的魔纹从他眉心蔓延开来，瞬间布满了他的全身。叶萧站起身，拍了拍手上不存在的灰尘。走吧，此地再无价值。他对着跟上来的林希雪说道。就在两人准备转身离开这片废墟时，身后传来一阵如同破风箱般的诡异喘息声。原本在地上抽搐的萧莫凡竟然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他双眼一片血红，里面再无半分理智，只剩下纯粹的疯狂与混乱。他没有看叶萧，而是猛地抬起头，对着空无一物的溶洞顶部发出了撕心裂肺的嘶吼。是他，天道榜上的魔主，排在第3位的叶萧。他杀了上界派来的诸神使者，他炼化了神符。这风言风语在空旷的溶洞中回荡，显得格外刺耳。林希雪眉头一皱，正要出手让他闭嘴，叶萧却抬手拦住了他。他饶有兴致地看着发疯的萧莫凡，通过那枚异变的魔种，清晰地感知着萧莫凡此刻混乱的思维，以及他吼出的每一个字。玄天神殿，你们这群高高在上的废物！萧莫凡指着上方，状若疯魔地咆哮。你们要找的仇人就在这里。他身负太古魔星，至尊魔骨，他就是你们最大的敌人。来啊，下界来杀他！在癫狂的大笑声中，萧莫凡双眼一翻，直挺挺地向后倒去，彻底昏死过去。叶萧脸上的戏谑之色缓缓收敛。玄天神殿，诸神使者。他低头看了看自己刚刚炼化了魔珠的手掌，嘴角重新勾起一抹冷冽的弧度。这上界好像比我想的要有意思一点。溶洞里，萧莫凡疯癫的嘶吼还在回荡。他杀了上界派来的诸神使者，他炼化了神符。林希雪黛眉一蹙，抬手便要一道红莲业火，让这个疯子彻底闭嘴。叶萧却抬手拦住了他。他漆黑的眼眸落在昏死过去的萧莫凡身上，神色没有半点波澜，仿佛在看一件没有生命的工具。玄天神殿，诸神使者。叶萧轻声念叨了一句，神念一动。嗡！远处的萧莫凡身体猛地一颤，那张布满黑色魔纹的脸庞瞬间扭曲，像是承受着某种无法言喻的痛苦。他神魂深处那枚异变后的魔种疯狂转动，如同一个贪婪的漩涡，将萧莫凡混乱记忆中最深层的恐惧与信息源源不断地抽取出来，呈现在叶萧的脑海里。一些零碎的画面闪过，一道巨大的金色榜单悬于天际，一个高高在上的声音念出了追杀令。画面再转，是一道模糊的身影，带着比朱字神符更加恐怖的气息，撕裂空间，正在朝着玄天大陆的方向来。目标直指天道榜上第3位的叶萧以及第7位的林希雪。叶萧缓缓收回了神念，原来那道神符只是开胃菜，现在正主快要登场了。夫君，出什么事了？林希雪敏锐地察觉到叶萧身上气息的微妙变化，走上前轻声问道。没什么。叶萧转过身，一把将林希雪揽入怀中，下巴抵着她的发顶，声音里带着一丝玩味。就是上界有几只苍蝇闻着味儿找下来了。他在林希雪耳边将从萧莫凡记忆中读取到的信息简单说了几句。林希雪抱着他的手臂微微收紧，原本清冷的眼眸中没有半点惧意，反而燃起了一抹森然的杀机。他们要来，那便杀了。他仰起头看着叶萧的侧脸，语气斩钉截铁。我陪夫君一起。好。叶萧低头在他光洁的额头上轻轻一吻。我的玄女，杀气可不能这么重。他松开林希雪，再也没有看地上那滩烂泥般的萧莫凡一眼。这只寻宝鼠最大的价值已经用完了，走吧，回殿。叶萧拉起林希雪的手，周身魔气一卷，下一瞬，两人的身影便消失在了这片充斥着死亡与腐朽的地下溶洞中。万魔殿中央魔主大殿，叶苍穹半躺在巨大的白骨魔座上，单手支着下巴，神情慵懒地看着下方一名瑟瑟发抖的长老汇报着宗门琐事。行了，滚吧。叶苍穹不耐烦地挥了挥手，那名长老如蒙大赦，连滚带爬地退了出去。空旷的大殿再次陷入寂静。就在这时，
大殿中央的空间微微扭曲，叶宵与林希雪的身影从中一步跨出。回来了。叶苍穹眼皮都懒得抬一下，声音带着几分随意。这次的耗子又替你挖出了什么好东西？父亲。叶宵对着魔座上的叶苍穹微微躬身，林希雪也跟着行了一礼。东西挖到了。叶宵抬起头，语气平淡的开口，还顺带挖出了一道催命符。哦。叶苍穹终于来了点兴趣，他缓缓坐直了身体，那双仿佛蕴含着无尽魔域的眼睛落在了叶宵身上。说来听听，这玄天大陆还有谁敢给本尊的儿子送催命符？不是玄天大陆的。叶宵直视着叶苍穹的目光，缓缓说道，是上界的玄天神殿，他们下了追杀令，更强的使者已经在路上了。话音落下，整个魔主大殿的空气仿佛在这一瞬间被抽空，一股无法形容的恐怖威压从那白骨魔座上轰然降临，笼罩了整座大殿。原本慵懒的叶苍穹此刻眼神变得锐利无比，两道漆黑的魔光在他眼中一闪而逝。玄天神殿，他念着这个名字，嘴角扯出一个冰冷的弧度。那群道貌岸然的伪君子终于按捺不住，要把爪子伸下来了。看来上次打的还不够疼，他们这么快就忘了。叶苍穹的语气中听不出半点紧张，只有一种被打扰了清静的烦躁，倒是比本尊想的要快上一些。叶宵看着自己父亲的反应，心中毫无波澜。这就是禁忌魔尊，上界神殿在他口中也不过是一群忘了疼的货色。父亲，孩儿有一计。叶宵没有浪费时间，直接开口。哦，说。叶苍穹重新靠回了椅背上，饶有兴致地看着他。叶宵没有说话，而是转过身面向空无一人的大殿。他深吸一口气，声音如同滚滚魔雷，传遍了整座万魔殿。传我魔令，即刻起开启万魔殿最高等级护山大阵九幽十方寂灭阵，所有在外执行任务的长老护法1个时辰内全部归殿。玄女位、魔皇位进入最高戒备状态，随时待命。一道道命令从他口中发出，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通过大殿的传音法阵精准地传达到了每一个角落。整个庞大的万魔殿如同一头沉睡的远古凶兽，瞬间苏醒。无数道魔光从各处山峰冲天起，随后又迅速隐没。一座座杀阵被激活，森然的杀机开始在万魔殿的上空弥漫。发布完命令，叶宵才转回身，他手掌一翻，那枚从遗迹中得到的太古魔珠出现在他掌心。珠子通体漆黑，散发着古老而纯粹的魔气。父亲，此物乃太古魔珠，其中蕴含一丝太古魔道本源。叶宵将魔珠托起，送到叶苍穹面前，或许能对我万魔殿的底蕴有所增益。叶苍穹的目光落在了那枚魔珠上，他伸出手隔空一抓，魔珠便化作一道流光飞入他的掌中。当手指触碰到魔珠的瞬间，叶苍穹的身体猛地一震，他眼中那两道漆黑的魔光再次爆射而出，几乎化为实质。一股比之前更加恐怖、更加深邃的魔威从他体内不受控制地溢散出来。他感受着魔珠中那股熟悉又陌生的太古气息，仿佛看到了纪元之初万魔诞生时的景象。好一个太古魔珠！叶苍穹握紧了珠子，猛地站起身来。他仰天发出一阵畅快至极的大笑，笑声震得整座魔主大殿都在嗡嗡作响。哈哈哈哈！好一个玄天神殿！他收敛笑声，低头看着手中的魔珠，又看了看面前神色平静的叶宵，眼神中充满了赞赏与疯狂。他们以为派几个使者下来就能拿捏我，夺我魔殿的未来，痴心妄想。叶苍穹将魔珠收起，踱步走下白骨王座。宵儿，你做得很好，敌人要来，我们不能只等着挨打。他走到叶宵身边，拍了拍他的肩膀，眼中闪烁着令人心悸的寒光。既然他们想玩，那为父就陪他们好好玩一场大的，正好让这死气沉沉的玄天大陆再多流点血，也让上界那群老不死看看这里到底谁说了算。万魔殿魔主大殿，巨大的白骨王座之上，叶宵随意坐着，单手撑着下巴，目光俯瞰着下方。他的父亲禁忌魔尊叶苍穹则坐在稍低一些的侧位宝座上，眼神慵懒，仿佛眼前的一切都提不起他的兴趣。大殿之下，泾渭分明地站着两拨人，一侧是万魔殿的众长老与护法，他们身躯笔直，魔气缭绕，神情狂热地望着王座上的少主；另一侧则是来自玄天大陆各大正道宗门的掌门与太上长老，足有数百人。这些人此刻个个脸色发白，身体不受控制的微微颤抖，眼神中充满了恐惧与不甘。就在半个时辰前，数万魔皇卫如同天降神兵，手持魔主令闯入了他们各自的宗门。魔主有令，所有宗门之主1刻钟内滚到万魔殿觐见，违令者灭宗。这道血腥的命令无人敢违抗。现在
他们就像一群待宰的羔羊，被圈禁在这座象征着大陆魔道最高权力的殿堂之内。整个大殿安静的可怕，只有正道修士们压抑的呼吸声和心跳声。叶萧的目光如同实质的刀锋，缓缓扫过那群正道掌门的脸。他忽然开口，声音不大，却清晰地传到每个人耳中：刘云宗、赵无极、碧水阁、孙长老、青山剑派、李掌门。被点到名字的三人身体猛地一僵，抬头看向叶萧，眼中满是惶恐与不解。叶萧换了个更舒服的坐姿，手指轻轻敲击着王座的扶手。我听说你们三位最近很忙，串联了10几个宗门，准备组建一个讨魔联盟，要替天行道。轰！此话一出，那3位掌门的脑子瞬间一片空白，双腿一软，差点直接跪在地上。他们密谋的事情怎么会被知道得如此清楚？赵无极反应最快，连忙扑通一声跪下，头磕在冰冷的地面上，声音颤抖：魔主饶命！误会，这都是误会啊，我们绝无此意。叶萧看着他，像是看着一只在脚边挣扎的虫子。误会。他轻轻吐出2个字。下一刻，他甚至没有多余的动作，只是念头一动，砰砰砰，3声闷响。跪在地上的刘云宗宗主赵无极，连同他身后站着的另外2位掌门，身体毫无征兆地爆开，化作3团浓郁的血雾。他们连惨叫都没能发出一声。大殿上空，那杆沉寂许久的万魂幡凭空出现，幡面展开，一股吸力发出，将那3道刚刚离体的惊恐神魂连同血雾一起尽数吞了进去。幡面上似乎又多了3张扭曲而痛苦的人脸。死寂！大殿之内瞬间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所有正道修士的眼睛都瞪得滚圆，浑身的血液仿佛在这一刻被冻结了。杀伐果断？不，这已经不是果断了，这是人命如草芥，是分神境强者如蝼蚁。叶萧收回目光，仿佛只是碾死了3只蚂蚁。他环视着下方一张张惊骇欲绝的脸，声音平淡的再次响起：上界玄天神殿的人要下来了，他们的目标是我，还有我的女人。这个消息如同一道惊雷，在所有人的脑海中炸响。上界玄天神殿，那不是传说中的存在吗？叶萧没有给他们消化信息的时间，继续说道：所以这不是商量，是命令。从今天起，玄天大陆只有一个声音，那就是我万魔殿。你们的宗门，你们的弟子都将成为我万魔殿的刀，万魔殿的盾。你们替我挡住那些杂碎，就有活路，不然你们连做炮灰的资格都没有，只会成为上界那些人靴子上第一层被踩碎的尘埃。这番话充满了不容置疑的霸道与冷血，在场的都是一宗之主，一派老祖，何曾受过这等羞辱？一名身穿紫色道袍、须发皆白的老者终于忍不住站了出来。他是紫阳宗的太上长老，分神境后期的修为在正道德高望重。叶萧魔主。老者对着王座拱了拱手，声音洪亮，带着几分悲愤。面对上界大敌，我等玄天大陆的修士理应同仇敌忾，但阁下如此行径，与强盗何异？这是要奴役我等所有宗门。我紫阳宗传承数万年，有自己的傲骨，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说得好！不少掌门长老心中暗暗为这老者叫好，佩服他的勇气。叶萧闻言，甚至没有正眼看他，他的目光落在自己刚刚戴上的碎星手甲上，仿佛在欣赏一件完美的艺术品。传承，傲骨。叶萧轻声重复了一句，然后抬起一根手指，他对着那名紫阳宗长老遥遥一指。没有惊天动地的威势，没有毁天灭地的魔光，只有一道细微到几乎看不见的黑色魔气，如同一道幻影，瞬间跨越空间，没入那老者的眉心。紫阳宗长老那番慷慨激昂的话戛然而止，他脸上的悲愤凝固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极致的恐惧。他感觉到自己体内的法力如同开了闸的洪水，正在疯狂地向外宣泄。他苦修万年的丹田出现了一道道裂痕，正在寸寸崩碎。我的修为！老者伸出手，难以置信地看着自己正在迅速干瘪下去的皮肤，他的头发由白转灰，最后脱落。短短几个呼吸间，一个分神境后期的强者就变成了一个行将就木的凡人，瘫软在地，再无声息。叶萧收回手指，吹了吹指尖上不存在的灰尘。你的传承就是学会闭嘴，你的傲骨现在碎了。他抬起眼看向剩下的人，还有谁想跟我谈谈传承和傲骨的？全场噤若寒蝉，再无人敢开口，甚至无人敢与他对视。侧位上的叶苍穹看到这一幕，嘴角勾起一抹满意的弧度，发出一声极轻的低笑。很好。叶萧从王座上站起身，走下台阶。既然没人反对，那就从天剑宗开始。他的话音落下，林夕雪便从他身后走了出来。此刻的他，一袭黑裙，周身环绕着淡淡的红莲业火，
合体境的威压毫不掩饰地散开，美艳而又危险。他冰冷的目光扫过人群中属于天剑宗的那一小撮人。自今日起，天剑宗除名，并入万魔殿，为魔宫第一附属宗门。所有天剑宗女弟子划归我玄女卫统辖。林希雪的声音不带一丝感情。她身后，清月率领着100名玄女卫上前，走向那些面如死灰的天剑宗弟子，开始接收。叶萧走到大殿中央，停下脚步。其余各宗，交出你们宗门一半的灵脉、镇宗法宝1件，核心弟子100名，入住万魔殿，听候调遣。1炷香的时间，做不到的，下场和紫阳宗一样。说完，他屈指一弹，一缕魔火飞出，点燃了大殿角落里的一根手臂粗的黑香。我亲自送你们的传承，上路。这就是最后的通牒。时间在死寂中缓缓流逝，那根黑香燃烧的极慢，但每一寸的缩短都像是一柄重锤，狠狠敲在所有正道修士的心头。终于在黑香即将燃尽的那一刻，砰！一个二流宗门的掌门第一个承受不住压力，跪了下来。他颤抖着双手，从储物戒指里捧出了一件流光溢彩的法宝。风雷门，愿降。有了第一个，就有第二个。玄冰谷，愿降。万寿山，愿降。一时间，大殿之内跪倒一片。一件件平日里被他们视若性命的镇宗之宝，被堆放在大殿中央，灵光闪烁，却映照出一张张屈辱和绝望的脸。叶萧看着这一切，神情没有半分变化。他转身，缓步走上大殿尽头的高台，推开殿门，站在了万魔殿的最高处。冷风吹拂着他的黑袍，他俯瞰着下方，整座庞大的万魔殿如同一头苏醒的巨兽，无数的魔光冲天而起，开始按照他的意志运转。各宗派的资源正在被清点，被强行征召的弟子正在被集结，整个玄天大陆的力量正在以一种最粗暴、最直接的方式被他拧成一股绳。他能感觉到虚空之中几道强大而充满恶意的目光已经撕裂了戒壁，正在朝着这个坐标投来。玄天神殿，叶萧低声念着，脸上露出一抹冷酷的笑意。我给你们准备的欢迎仪式可够盛大。万魔殿内气氛压抑得像一块凝固的铁，数百名来自正道各宗的掌门与太上长老，如同被拔光了羽毛的孔雀，低着头将自家宗门最珍贵的法宝堆积在大殿中央。灵光闪烁的宝物堆成了一座小山，可这些光芒却照不亮他们脸上任何一丝血色。叶萧随意地坐在白骨王座上，单手支着下巴，另一只手把玩着一枚刚刚从天剑宗宝库里挑出来的玉佩。他的目光懒洋洋地扫过下方那群人，就像在看一群刚刚收进笼子里的牲畜。而在他身侧稍低一些的位置，禁忌魔尊叶苍穹端着一杯血色酒液，轻轻晃动，眼神里透着一股看戏的闲散。动作快点！叶萧把玉佩扔回宝物堆里，发出一声脆响，让好几个掌门的心跟着一颤。我的耐心有限，收完了东西，你们还得滚回去集结人手。他的声音不高，却带着一股不容违逆的命令。就在这时，整个万魔殿毫无征兆的剧烈一晃，轰！一股无法形容的威压，如同亿万钧的天河之水，从9天之上轰然砸落。这股力量神圣浩瀚，与魔殿内的滔天魔气格格不入，像是烧红的烙铁烫进了冰水里，发出刺耳的滋滋声。大殿内所有修士，无论正魔，都在这股威压下脸色煞白。修为稍弱的魔殿护卫直接跪倒在地，口鼻溢血。那些分神境的掌门、长老们更是感觉自己的神魂都要被这股力量碾碎了。怎么回事？这是什么力量？众人惊骇地抬头望向殿外，只见万魔殿上方的天空不知何时被渲染成了一片璀璨的金色。一道巨大的空间裂缝如同一只睁开的树瞳，缓缓张开，无尽的神圣光辉从裂缝中倾泻而出。一艘通体由白金神玉铸造，周身环绕着仙光与法则符文的古老仙舟慢悠悠地从中驶了出来。仙舟不大，却仿佛是这片天地的中心，它的出现让日月无光，让风云静止。一名身穿白金色长袍，面容威严，眼神淡漠的中年男子正负手立于船头，他目光低垂，扫过下方庞大的万魔殿，那眼神就像神明在俯瞰自己的牧场，没有情绪，只有审视。上界来人！紫阳宗那位被废了修为的老者此刻瘫在角落里，看到这一幕，用尽全身力气发出了一声嘶哑的尖叫。仙舟上的中年男子似乎听到了这声呼喊，也或许是根本没有在意。他缓缓开口，声音不大，却通过某种未知的法则之力，瞬间传遍了整个玄天大陆的每一个角落。下界卑微生灵听着，玄天神殿奉天道之命前来捉拿身负魔骨、魔心、玄女血脉的毒神者，交出叶萧与林希雪，可免等大陆生灵涂炭之苦，否则此剑当灭。声音如滚滚天雷，裹挟着不容抗拒的意志，在每个生灵的灵魂深处炸响。大殿内的正道掌门们
先是一愣，随即脸上露出了无比复杂的神情，有恐惧，但更多的是一种病态的狂喜和希望。救星来了！这魔头夜宵再强，难道还能与上界神殿抗衡不成？夜宵，你听到了吗？上界神使驾临，还不速速跪下领罪？一名掌门忍不住激动的大喊：对，快交出自己，不要连累我们整个大陆！你这魔头终于要遭天谴了！刚刚还像鹌鹑一样的人群瞬间找到了主心骨，纷纷叫嚣起来。侧位上的叶苍穹看到这一幕，嘴角翘起，轻抿了一口杯中酒，仿佛在欣赏一出有趣的戏剧。而王座上的夜宵脸上连一丝一毫的表情变化都没有，他只是缓缓站起身，下一秒他的身影直接从王座上消失。当他再次出现时，已经站在了万魔殿的最高处，与那艘白金仙舟遥遥相对。林夕雪的身影也无声无息地出现在他身旁，一袭黑裙，周身红莲业火跳动，金色的双眸冷冷地注视着仙舟上的使者。哦，夜宵掏了掏耳朵，脸上挂着一抹玩味的笑意。玄天神殿，好大的口气！他释放出自己那合体境后期顶峰的恐怖魔威，与对方的神圣威压狠狠撞在一起，两股力量对冲，让两人之间的空间都开始扭曲崩碎。夜宵的魔威霸道混沌，充满了吞噬一切的欲望。那神殿使者的神威则纯粹浩瀚，带着审判万物的森严。此乃玄天大陆，我万魔殿的地盘。夜宵歪着头看着船上的使者，像是在看一个跳梁小丑。什么时候轮到你上界的狗在这里对我乱叫了？本少主就在这儿。他指了指自己，有本事你下来拿。此话一出，下方刚刚还在叫嚣的正道掌门们瞬间哑火了。他们看着那个悬浮在空中与神殿使者分庭抗礼的年轻身影，只觉得一股寒气从脚底板直冲天灵盖。疯了，这个魔头竟然敢当面辱骂上界神使！仙舟之上，那名中年使者的脸色瞬间阴沉的能滴出水来。他身为玄天神殿的使者，行走诸天万界，哪个下界生灵见到他不是匍匐跪拜，噤若寒蝉？何曾受过这等羞辱？放肆！使者眼中怒火喷涌，声音如同万载玄冰。区区下界蝼蚁，身负一丝污秽血脉，便敢挑衅神威？本使今日便让你知晓何谓天威如玉。他猛地抬起右手，食指遥遥指向夜宵。神说要有光，净化汝身。嗡！一束凝练到极致的白金色神光从他指尖激射而出。这道神光看似不大，其中却蕴含着一丝精纯的上界法则之力，所过之处，空间如纸片般层层破碎，就连玄天大陆的天道法则都在退避哀鸣。这一击足以瞬间震杀任何一个合体境巅峰的强者。下方众人看得心神剧烈，仿佛自己已经被那道神光洞穿。然而面对这毁天灭地的一击，夜宵脸上的笑容反而更盛了。光，在我面前玩光！他非但没有躲避，反而不紧不慢地抬起了双手，在胸前虚抱成圆。一个巨大的黑白太极图瞬间在他身前浮现。太极图缓缓旋转，一半是深邃到吞噬一切光线的漆黑魔气，另一半则是代表着极致神性的纯粹神息。神与魔两种截然相反的力量，却在他的掌控下完美交融，形成一种更加恐怖、更加高级的混沌之力。那道蕴含上界法则的净化神光瞬息而至，狠狠轰在了神魔太极图上。没有惊天动地的爆炸，神光就像泥牛入海，直接被那旋转的太极图一口吞了进去。太极图旋转的速度猛然加快，其中的魔气与神息将那道上界法则之力疯狂地拉扯、撕碎、研磨，最后彻底吞噬炼化。哥，夜宵甚至还打了个饱嗝，拍了拍肚子，味道不怎么样。就这？他抬起眼看向仙舟上那名表情已经完全凝固的使者，就这点本事也配替天行道？你的神太弱了。话音落下，夜宵面前那吞噬了神光的神魔太极图猛地一震，一股漆黑如墨的反冲魔气如同火山喷发，夹杂着被炼化后的法则碎片，狠狠地轰向了天空中的白金仙舟。不好！神殿使者瞳孔骤缩，脸上的高傲瞬间被惊骇所取代。他想要驾驭仙舟躲避，却发现那股魔气已经锁定了自己，速度快到了极致。轰！恐怖的魔气洪流结结实实地撞在了白金仙舟的护盾之上。咔嚓咔嚓，仙舟那号称能抵挡合体境巅峰全力一击的护盾发出了不堪重负的呻吟，上面瞬间布满了蛛网般的裂痕。整艘巨大的仙舟更是被这股力量震得猛烈摇晃，发出了吱呀作响的崩裂声。咔嚓，白金仙舟的护盾发出牙酸的碎裂声。船头之上，那名中年使者脸上的高傲与淡漠彻底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浓浓的惊骇。他无法理解，自己蕴含上界法则的一击竟然被一个下界蝼蚁用一种更加诡异的方式给吞了。你那是什么妖法？
使者的声音第一次带上了颤抖。妖法。叶宵歪了歪头，像是在听一个天大的笑话。他伸出手指点了点自己的胸口，这叫神魔混沌体。你的神，我的魔，混在一起，不就成了我的力量？叶宵咧嘴一笑，露出一口白牙。现在轮到我了。他话音刚落，那股反冲而出的魔气洪流便结结实实地撞上了仙舟。轰隆，仙舟剧烈摇晃，护盾上的裂痕瞬间蔓延至整个船身。大殿前，所有人都被这股力量压得喘不过气。那些刚刚还在叫嚣的正道掌门，此刻一个个瘫软在地，面如死灰。他们仰着头，看着天空中那个与神使分庭抗礼的魔头，脑子里一片空白。这真的是下界生灵能拥有的力量吗？不自量力！仙舟之上，使者从惊骇中回过神来，脸上浮现出狰狞的怒火。区区下界蝼蚁，敢毁神殿仙舟，本使要你神魂俱灭！他双手疯狂结印，一道道繁复的符文从他指尖飞出，烙印在仙舟的各个角落。嗡！整艘白金仙舟爆发出前所未有的光芒，船体上无数古老的阵纹被尽数点亮，一道道精纯的仙光从仙舟上激射而出，在半空中交织缠绕。转眼间，一张覆盖了方圆1000丈的金色大网凭空形成。那法网之上，每一根丝线都由上界法则凝聚，闪烁着锋利的光芒，所过之处，虚空被切割出一道道漆黑的裂缝。仙道法网，镇压！使者怒吼一声，法网带着镇压万物的威势，当头朝着叶宵笼罩而下。下方众人只感觉皮肤刺痛，仿佛有无数柄利刃架在脖子上，神魂都在战栗完了。这才是上界神使真正的力量。在这法网之下，一切都将被切割成齑粉。侧位上，叶苍穹端着酒杯的手微微一顿，眼中闪过一抹兴趣。他想看看自己这个儿子要如何应对。然而，面对这足以封锁天地的法网，叶宵的脸上依旧是那副玩味的表情，他甚至连躲闪的意思都没有。花里胡哨！叶宵冷哼一声，不退反进，迎着那张巨网，缓缓抬起了自己的右手。嗡！他手臂上那枚碎星手甲所画的纹身瞬间光芒大放，黑色的魔纹如同活物般游走。一缕灰蒙蒙的混沌丹气从他掌心升腾而起，缠绕在他的拳锋之上。没有惊天动地的气势，也没有毁天灭地的魔光，就是这么平平无奇的一步踏出，一拳轰上。找死！使者见状，脸上露出残忍的快意，用肉拳硬汉仙道法网，这是何等的愚蠢！下一刻，叶宵的拳头与那张金色的法网轰然相撞，没有预想中的爆炸，也没有血肉横飞的场面，只听到咔啦一声，清脆的像是琉璃碎裂。那张蕴含着上界法则足以切割虚空的仙道法网，在接触到叶宵拳头的瞬间猛地凝滞了。紧接着，以拳头为中心，一道道裂痕如同蛛网般迅速蔓延至整张法网。砰！法网寸寸碎裂，化作漫天金色的光点消散在空中。而叶宵的拳头余威不减，裹挟着那缕灰蒙蒙的混沌丹气继续向上，直接轰在了那艘巨大的白金仙舟之上。咚！一声沉闷到极致的巨响传遍天地。那艘由白金神玉铸造，号称坚不可摧的仙舟，船体中央被叶宵的拳头硬生生轰出了一个巨大的窟窿，整个船身发出一声痛苦的哀鸣，无数零件与阵法符文爆开，船体剧烈的颤抖着，开始摇摇欲坠。噗！仙舟上的使者如遭雷击，一口神血狂喷而出，巨大的反噬之力将他从船头直接震飞，狠狠撞在后方的船舱之上。他不敢置信地看着下方那个收回拳头的身影，眼中只剩下无尽的恐惧。不可能，这不可能！你到底是什么怪物？一个下界生灵一拳打穿了玄天神殿的制式仙舟，这件事情要是传回上界，足以震动整个神殿。叶宵缓缓收回拳头，吹了吹上面并不存在的灰尘。聒噪！他脚尖在虚空中轻轻一点，魔帝巡天步。他的身影瞬间从原地消失。当他再次出现时，已经来到了那名倒在船舱里的使者面前。你不要过来！使者惊恐欲绝，手脚并用地向后退去。他疯狂燃烧自己的神魂与精血，体表凝聚出一道璀璨的护体神光，这是他最后的保命手段。叶宵看着他，像是看着一只在做最后挣扎的虫子，脸上露出一个轻蔑的笑容，他甚至懒得再出手。嗡！一杆缭绕着无尽黑气，帆面上有无数痛苦人脸浮动的大帆骤然从他身后飞出，正是万魂幡。万魂幡一出现，便发出一阵渴望的嗡鸣，滔天的黑气如同潮水般汹涌而出，瞬间便将那名使者连同他周身的护体神光一同包裹了进去。啊！不，这是什么邪物？本使乃玄天神殿使者，你敢！饶命！饶命啊！
黑气之中传出使者从愤怒到惊恐，再到凄厉求饶的惨叫。他的护体神光在万魂幡的魔气侵蚀下，如同烈日下的冰雪，迅速消融。紧接着，一道散发着神圣气息的半透明神魂被硬生生地从他体内拽了出来，在绝望的嘶吼中被拖入了幡面之内。万魂幡发出一阵欢快至极的嗡鸣，幡面上的黑气变得更加浓郁。那刚刚被吸入的神魂化作一张新的扭曲而痛苦的脸，永远烙印在了上面。黑气散去，仙舟上只剩下一具失去了所有神采的干瘪尸体，而失去了主人操控的仙舟，在夜宵那霸道全劲的余波冲击下，再也支撑不住。轰轰轰！巨大的船体开始从空中解体，化作无数燃烧着火焰的碎片，如同流星雨般朝着下方的大地坠落。夜宵随手一挥，一股混沌之力涌出，将其中几块蕴含着浓郁法则气息的核心碎片卷住，直接收入了自己开辟的掌中世界。做完这一切，他才缓缓转身，重新悬浮在万魔殿的上空。他收起万魂幡，目光扫过下方，整个万魔殿鸦雀无声。无论是魔殿长老，还是那些正道掌门，所有人都像被施了定身法一样，呆呆地看着他。震撼、恐惧、茫然、不可思议种种情绪写满了每一张脸。那可是上界神使，那可是代表着天道意志的玄天神殿。就这么被他一拳打爆了仙舟，连神魂都被炼成了幡中之鬼。夜宵没有理会下方众人的反应，他抬起头看向天空中那个被仙舟撕开还未完全愈合的空间裂缝，仿佛能透过那道裂缝看到裂缝之后那个高高在上的世界。他忽然笑了，笑声中带着毫不掩饰的狂傲与战意。玄天神殿，就这？他声音不大，却清晰地传入每个人耳中。准备好了吗？玄天大陆，随我一同杀上天界！玄天大陆，随我一同杀上天界！夜宵的声音并不高，却像一柄重锤，狠狠砸在万魔殿内外每一个人的心口上。那些刚刚还瘫软在地的正道掌门们猛地抬起头，眼神里充满了无法理解的癫狂。杀上天界？他凭什么？他怎么敢？那可是上界，是传说中仙神居住的地方。夜宵没有再看他们一眼，他的身影从空中缓缓降落，重新回到了白骨王座前侧位上。竞技魔尊叶苍穹放下手中的血色酒杯，站起身走过来，重重拍了拍夜宵的肩膀。好，说得好。叶苍穹的脸上满是欣赏的狂笑。我叶家的种就该有这般气魄，什么玄天神殿，什么天道意志，统统都是狗屁，谁敢拦路便杀穿他。他扫了一眼大殿中央那些战战兢兢的正道掌门，眼神里的闲散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毫不掩饰的暴虐。一群废物，还愣着干什么？没听到我的话吗？夜宵坐回王座，手指轻轻敲击着扶手，目光落在了烈火堂主身上。传我魔令。烈火堂主立刻单膝跪地，请少主吩咐。第一，万魔殿即刻起扩建，将方圆万里山脉尽数纳入宫殿范围，布下九幽十方寂灭大阵的完整形态。第二，告玄天大陆所有宗门世家3日之内献上各自势力一半的底蕴，灵石、灵矿、珍稀药材、传承功法，一样都不能少。夜宵的声音顿了顿，目光扫过那些脸色惨白的掌门。违令者下场就和天上那艘破船一样。众人顺着他的目光看去，天空中仙舟的残骸还在燃烧着坠落，像一场末日的烟火。夜宵看向身边的林希雪，又对烈火堂主补充道：此事由少主夫人林希雪协同你烈火堂全权负责，我不想听到任何杂音。遵命。烈火堂主领命，眼中闪烁着兴奋的火焰。林希雪也站了出来，对着夜宵微微躬身，金色的双眸里没有一丝波澜。夜宵的魔令如同一场席卷大陆的黑色风暴，瞬间传遍了每一个角落。反抗？当然有。一些自诩传承古老、底蕴深厚的宗门，或是对万魔殿积怨已久的世家，开始暗中串联，试图藏匿资源，阳奉阴违。然而他们低估了夜宵的决心，更低估了如今的林希雪。青云宗宗门大殿，宗主与几位太上长老正将宗门宝库里的珍品转移到一处秘密洞府。万魔殿欺人太甚，真当自己是这玄天大陆的主人了。哼，那夜宵不过是侥幸胜了神殿的一名使者，上界真正的怒火降临时，他死都不知道怎么死。我们先将这些核心传承葬好，只交一些寻常东西应付过去。就在他们密谋之际，大殿的殿门轰的一声，被人从外面一脚踹碎。林希雪一袭黑裙，手持一杆黑气缭绕的大幡，缓步走了进来。在他身后是清月率领的100名玄女卫，个个面若冰霜，杀气腾腾。林希雪，你这天剑宗的叛徒！青云宗主又惊又怒，指着他厉声呵斥：你竟真的助纣为虐，连自己正道出身的身份都不要了吗？林希雪停下脚步，金色的眼瞳冷漠地看着他，
仿佛在看一个死人。聒噪！他只吐出2个字，甚至没有自己动手。他身后的红莲业火猛然暴涨，化作一条火龙，咆哮着扑向那位宗主。啊！分神境修为的青云宗主连像样的抵抗都做不到，瞬间被业火点燃，在凄厉的惨嚎中化为灰烬。杀！林夕雪再次开口，只说了1个字。玄女卫瞬间出动，剑光与魔气交织，一场毫无悬念的屠杀就此展开。半个时辰后，林夕雪拎着青云宗几位太上长老的神魂，将其尽数喂给了万魂幡。幡面上的黑气愈发浓郁，发出了满足的嗡鸣。下一个！他转身带着玄女卫走向下一个在名单上的宗门。一时间，整个玄天大陆风声鹤唳，数个抵抗最烈的宗门在林夕雪和烈火堂的铁血手腕下被连根拔起，灰飞烟灭，再也没有人敢有丝毫侥幸。无数的天材地宝如同潮水般从大陆的四面八方源源不断地涌入万魔殿的宝库。万魔殿最深层的闭关密室，叶宵站在堆积如山的宝物前，这些足以让任何一个合体境强者疯狂的珍宝，在他眼中却只是些原材料。耀圣，出来干活了！他心念一动，太虚神鼎浮现，耀圣的残魂从戒指里战战兢兢地飘了出来。主人，将这些药材按单方品级分类，速度快点。叶宵随手一挥，无数玉简飞出，上面记录着他从上古丹神传承中推演出的各种逆天丹方。做完这些，他不再理会耀圣，而是将目光投向了另一堆特殊的战利品，那些从白金仙舟上收集到的核心残片。上界的法则之力吗？正好当我的补品。他照出红莲业火，将一块最大的残片包裹，但这一次他没有直接吞噬，他将一缕灰蒙蒙的混沌丹气打入其中，开始以一种极为霸道的方式解析、剥离、重构着残片中蕴含的上界法则。10天后，烈火堂主等几位分神境巅峰的万魔殿核心长老被召到了闭关室外。少主，您找我们。密室石门轰然开启，叶宵走了出来，随手扔出几枚丹药，吃了它。几位长老接过丹药，只看了一眼便呼吸急促起来。丹药之上道运流转，隐隐有法则之力环绕，这是和道破镜丹。烈火堂主失声惊呼，这种传说中能增加30%突破合体境几率的丹药，竟然真的被少主炼制出来了。废话真多。叶宵不耐烦地挥了挥手，几位长老不敢怠慢，连忙吞下丹药，就地盘膝而坐。不到半个时辰，几股强大的气息冲天起，合体境的天劫开始在万魔殿上空凝聚。哼！魔尊宫殿的方向传来叶苍穹的一声冷哼，刚刚凝聚的劫云瞬间烟消云散。万魔殿又多了几位合体境强者。就在这时，林夕雪也从外面回来，她身上的杀伐之气更重，修为也稳固在了合体境初期的顶峰，回来了。叶宵看着他，都处理干净了。林夕雪点头，将吸纳了无数神魂的万魂幡递了过来。叶宵接过万魂幡，满意的点点头，随即将另一件东西扔给了他。那是一柄通体流淌着淡淡金光的长剑，剑身残缺，却散发着一股令人心悸的锋锐气息。这是用仙舟的碎片给你炼的，凑合着用吧。林夕雪握住剑柄，一股源自上界玄天神殿的纯粹仙力瞬间涌入他体内。这股力量与他体内的神息同源，却又与魔心之力产生了奇妙的共鸣。他体内的神魔太极图疯狂旋转，修为气息节节攀升，竟隐隐有突破到合体境中期的迹象。好强的剑！清月在一旁看得心惊。叶宵做完这一切，便再次走入密室。这一次，他将所有的顶级资源，连同那名神殿使者的神魂本源，一同吞入了腹中。他的修为本就处在合体境后期的顶峰，距离下一个大境界只差临门一脚。海量的资源和上界法则涌入，他的神魔混沌体如同一个无底黑洞，疯狂地吞噬、转化。他的气息没有暴涨，反而开始不断内敛、压缩，每一寸血肉，每一根骨骼都在进行着更高层次的蜕变。整个闭关室都被一股混沌之气笼罩，时间与空间的概念都变得模糊。不知过了多久，叶宵缓缓睁开了眼睛。他没有去看自己的修为，也没有感受体内的力量，他只是抬起头，目光仿佛穿透了厚重的石门，穿透了万魔殿的护山大阵，望向了玄天大陆的天穹。在他眼中，那层曾经坚不可摧的世界壁垒，此刻变得千疮百孔，一道道肉眼不可见的空间裂缝正在不断扩大。一股股不属于这个世界的气息正从那些裂缝中渗透进来。林夕雪第一时间感应到了他的变化，出现在密室门口。怎么了？叶宵站起身，嘴角勾起一抹嗜血的弧度。没什么。他走出密室，与林夕雪并肩立，一同望向天空。天要破了，那边的狗要大批量的放出来了。他抬手指了指天穹之上，那些正在缓慢愈合的空间裂缝，脸上没有半点凝重，
反而带着一种猎人看到兽群的兴奋。林希雪顺着他的目光望去，他体内的神息对那些裂缝后的气息感到本能的排斥与恐惧。我们要迎战吗？迎战？叶萧扭过头看他一眼，像是听到了什么好笑的事情。为什么要等他们下来？太慢了。话音未落，一道身影无声无息地出现在两人身旁。叶苍穹灌了一口酒，打着酒嗝，目光同样望向天空，眼神里带着几分醉意与疯狂。儿子，有什么好玩的点子，说来给爹听听。叶萧没理会他，而是自顾自地说道：他们想下来，我就把门给他们拆了，他们想抓我，我就先送批人上去，给他们找点乐子。他摊开手，一团混沌色的光球在他掌心浮现，那是通天秘境的世界本源。另一只手上则漂浮着几枚从仙舟残骸和使者神魂中剥离出的闪烁着上界法则的符文碎片。爹，你不是觉得下界太无聊吗？叶萧看向叶苍穹，今天我帮你把天捅个窟窿，让你看场大的烟火。叶苍穹先是一愣，随即爆发出震天的狂笑，哈哈哈哈！好，好，不愧是我叶苍穹的种。他一把将酒葫芦砸在地上，双眼中爆发出骇人的魔光。玩，就玩个大的，把这天给老子彻底掀了。叶萧收起笑容，对着虚空下令：烈火，还有你们几个都给我滚到中央广场来。声音落下，数道刚刚突破至合体境的身影立刻从各处宫殿飞出，单膝跪在叶萧面前的广场上。请少主吩咐，守住心神，今天我送你们一场天大的造化。叶萧说完，不再理会众人，带着林希雪和叶苍穹身影一闪，便消失在原地。再次出现时，已是在万魔殿最深处的一片禁地。这里被挖空成一个巨大的地下空间，地面上铭刻着一座前所未见的繁复阵法，阵法的每一条纹路都由精纯的魔晶铺就，散发着令人心悸的能量波动。轰！叶萧将那团世界本源狠狠砸入大阵的中心，整座大阵瞬间亮起，狂暴的能量波动让整个万魔殿都开始剧烈震动。他自己则一步踏出，直接站到了阵眼的位置，与那团世界本源融为一体。雪儿，站到我身边来。林希雪没有犹豫，走入阵法，站在他的身后。叶萧看向一旁看热闹的叶苍穹，爹，这天道反噬的力量对你也是大补之物，别看戏了，一起。有道理。叶苍穹笑着一步跨入阵中。叶萧闭上双眼，神魔混沌体毫无保留的全力运转。起！他口中吐出一个字，以他为中心，一道通天的混沌光柱冲天而起，直接贯穿了万魔殿的穹顶，轰向了玄天大陆的天穹。他要做的事很简单，既然天道要降下追兵，那他就先一步用更狂暴的力量，把这脆弱的天道法则彻底搅乱。轰隆隆，整个玄天大陆在这一刻猛地一颤，所有生灵无论修为高低，都感到一股源自灵魂深处的战力。天空黑了，不是乌云蔽日，而是一种纯粹的吞噬一切光芒的黑暗。紧接着，一道道粗壮如山脉的紫黑色闪电撕裂了黑暗，那闪电不带丝毫天劫的威严，只有纯粹的混乱的毁灭意志。大陆极东，一个传承万年的隐世宗门，一名闭关千年的炼虚境巅峰老祖感受到天地异变，狂喜地冲出关隘。飞升之机，老夫的飞升之机到了。他话音未落，一道紫黑色闪电毫无征兆地从天而降，直接劈在他的身上，没有惨叫，没有挣扎。那名老祖连同他脚下的山门瞬间化为飞灰，连一丝痕迹都没留下。同样的一幕在大陆各处不断上演，无数达到瓶颈的修士被这突如其来的天机引动，随即又被这混乱的天道之力无情抹杀，整个玄天大陆瞬间化作一片人间炼狱。而在万魔殿上空，九幽十方寂灭大阵早已全力开启，形成一个巨大的黑色护罩。狂暴的紫黑闪电如同暴雨般疯狂砸落，却只能在护罩上激起阵阵涟漪。禁地之内，叶萧站在混沌光柱中，感受着外界那股毁灭性的力量，脸上露出一个轻蔑的笑容。天道，你也配对我发怒？他伸出手对着上空猛地一抓，一只由混沌之力构成的巨手竟直接穿透了大阵，硬生生从外界拽进一道紫黑色的闪电。那闪电在他手中疯狂挣扎，想要将他撕碎。哼，还挺烈。叶萧五指猛地收紧，神魔混沌体疯狂运转。砰！那道足以秒杀合体境的闪电竟被他硬生生捏碎，化作最精纯的毁灭本源。雪儿，吞了他！他反手一掌，将这股精纯的能量悉数拍入林希雪的体内。林希雪闷哼一声，只感觉一股无法抗拒的狂暴力量在体内炸开。他丹田内的神魔太极图疯狂旋转，金色的神息与黑色的魔气被这股外力强行催动融合，他的气息节节攀升，转瞬间便冲破了合体境初期的瓶颈。轰！
一股更强的气息从他身上爆发，正式踏入合体境中期。叶萧没有停下，双手不断从外界抓取着混乱的天道之力，将其一一炼化，再分别打入那几名新进的合体境长老体内。啊！几名长老发出痛苦的嘶吼，他们的魔躯在毁灭本源的冲刷下不断崩溃又重组，但每一个坚持下来的人身上的气息都在以恐怖的速度暴涨，迅速稳固着刚刚突破的境界。一旁的叶苍穹看着这疯狂的一幕，只是偶尔伸出手，将几道格外粗壮的闪电抓过来，像吃零食一样一口吞下，然后满意的咂咂嘴。就在此时，天空中的黑暗开始剧烈扭曲，咔嚓一声响彻整个世界的碎裂声传来，玄天大陆的世界壁垒在叶萧的疯狂搅动和天道反噬的双重作用下彻底崩碎了，一个个巨大的空间裂缝如同天空的伤疤狰狞地敞开。从那裂缝之后，一股股高高在上的带着神圣与威严气息的意志降临了。下界蝼蚁竟敢逆天行事，找到天道榜上的叶萧与林夕雪带回神殿审判，其余反抗者杀无赦。宏大的声音如同天神谕令，响彻在每一个还幸存的生灵脑海中。然而叶萧对这些声音充耳不闻，他抬起头看着那些在自己帮助下实力暴涨的万魔殿核心，都给老子听好了。他的声音清晰地传入每个人耳中，上界的大门我已经给你们踹开了。叶萧手指一弹，数道蕴含着他对上界法则解析的混沌魔气瞬间射入烈火堂主等几名刚刚稳固了合体境修为的长老体内。别在这儿待着了，上界风景不错，替我先去看看。记住，你们只有一个任务。叶萧的脸上露出了一个森然的笑容，给我把那个什么玄天神殿搅个天翻地覆。去！他大袖一挥，一股无法抗拒的伟力将烈火堂主等数名万魔殿核心直接卷起，不由分说地扔向了天空中的空间裂缝。遵少主魔令。几人在半空中对着叶萧遥遥一拜，眼中没有恐惧，只有无尽的狂热。他们化作数道流光，义无反顾地冲入了通往上界的裂缝之中，瞬间消失不见。上界降临的那些神圣意志显然没料到会是这种局面，他们还没下来，下界的人反而先打上去了。短暂的错愕之后，是滔天的怒火，一道道蕴含着恐怖威能的金色神光从裂缝中激射而出，朝着万魔殿轰来。叶萧缓缓走出大阵，将林夕雪揽入怀中。他看着天空中那混乱的景象，听着上界强者愤怒的咆哮，嘴角的弧度越来越大。他低头在林夕雪耳边轻声说道：好戏要开场了。叶萧话音刚落，天空便彻底碎了。轰隆一声无法形容的巨响，不是来自某个方向，而是直接在每个生灵的灵魂深处炸开。玄天大陆的天穹如同被巨力砸碎的镜子，无数道巨大的空间裂缝狰狞地敞开，喷涌出刺眼夺目的神圣金光。那光芒之下是如潮水般涌出的身影，数万名身披白金仙甲，手持各式法宝的上界修士，骑乘着龙首狮身、遍体鳞甲的异兽，从裂缝中蜂拥而出。他们如同一片移动的金色云海，瞬间遮蔽了整片天空，磅礴到令人窒息的威压，如同亿万座神山轰然压下。扑通扑通，玄天大陆上那些侥幸在天道混乱中存活的修士，在这股威压面前连站立的资格都没有。他们浑身骨骼发出不堪重负的哀鸣，双膝一软，不受控制的跪伏在地，神魂都在这股威压下瑟瑟发抖，几近崩溃。神仙降临了，救世主，是上界来拯救我们的神仙。一些正道修士劫后余生，看到这般神圣威严的景象，竟流下狂喜的泪水。然而他们的狂喜没有持续多久，金色云海的最前方，三名气息深不可测，周身环绕着法则神链的老者，乘着一架由9条蛟龙拉动的华丽战车缓缓驶出。他们正是玄天神殿此次下界的审判长老，皆是合体境巅峰的强者。其中为首的一名白发长老，目光冷漠地扫过下方跪伏的众生，视线最终定格在被黑色光幕笼罩的万魔殿上。他的声音如同天神谕令，不带一丝情感。下界魔窟罪孽深重，奉天道之命，今日玄天神殿便代天罚罪。声音传遍整个玄天大陆。罚罪！不等叶萧开口，一旁的叶苍穹已经捂着肚子狂笑起来，笑得前仰后合，眼泪都快出来了。就凭你们这3条没拴绳子的老狗，也敢跑到我儿子门口喊着代天罚罪？爹，别跟他们废话。叶萧打了个哈欠，显得有些不耐烦。他抬眼看向天空，那眼神就像在看一群嗡嗡作响的苍蝇。太吵了！随着他话音落下，万魔殿内冲天的杀气轰然爆发。轰！九幽十方寂灭大阵彻底运转，巨大的黑色光照冲天而起，将整个魔宫牢牢护住。黑色的魔气与天上的神圣金光剧烈碰撞，发出滋滋的腐蚀声。林夕雪一身红裙，手持一柄刚刚炼制好的长剑，
剑身上红莲业火熊熊燃烧。他率领着100名玄女卫与新收编的数千名天剑宗女弟子，组成剑阵，杀气腾腾地立于广场之上。另一边，烈火堂主等几名刚刚突破的合体境长老更是双眼放光，他们率领着数万魔皇卫，战意高昂。刚刚突破，正愁没地方练手，结果上界就送来了这么一大批陪练。这等好事，上哪找去？灭！天空之上，审判长老发出了裁决。霎时间，数万上界修士同时出手，璀璨的仙术，凌厉的剑光，霸道的法宝，如同无穷无尽的暴雨，朝着万魔殿的护山大阵倾泻而下。轰！轰！轰！整座万魔殿都在剧烈震动。护山大阵的黑色光幕上被砸出一圈圈剧烈的涟漪，光芒忽明忽暗，仿佛随时都会破碎。结阵！收！林希雪娇斥一声，他身后的玄女卫与数千名剑宗弟子立刻运转剑阵，一道道凌厉的剑气冲天而起，在空中交织成一张巨大的剑网，将大部分攻击拦截在外。林希雪自己更是直接杀出大阵，手中的红莲叶火化作一条100丈火龙，咆哮着冲入上界修士阵中。火龙所过之处，那些渡劫境、分神境的上界修士连惨叫都来不及发出，便被烧成飞灰。哼，萤火之光也敢与皓月争辉？一名审判长老冷哼一声，屈指一弹，一道凝练到极致的金色神光瞬间洞穿虚空，直接将100丈火龙打得当空爆碎。林希雪闷哼一声，被震得倒飞回大阵之内，嘴角溢出一丝鲜血。合体境中期对上合体境巅峰，终究还是差了太多。雪儿，回来！叶萧的声音淡淡响起。他从主殿的台阶上缓缓走下，周身环绕着黑白2色的混沌气，手中拎着那杆凶厉的万魂幡。他一步踏出，直接出现在大阵之外，抬头看向天空那3名高高在上的审判长老，你们3个谁是管事的？叶萧的声音不大，却清晰地盖过了战场上所有的轰鸣。放肆！区区下界邪魔，见到我等神殿长老竟敢不跪！其中一名脾气火爆的红脸长老厉声喝道，他最看不惯叶萧这副散漫的样子。跪！叶萧笑了，他伸手指了指自己的脚下，又指了指天空。在这玄天大陆，只有别人给我跪的份。你们想让我跪，下辈子吧。找死！红脸长老彻底被激怒，他身为上界神殿长老，何曾受过这等顶撞？本座今日便让你知晓何谓天威。他伸手一招，磅礴的上界法则之力在他掌心汇聚，一杆完全由审判神光构成的金色长矛凭空凝聚，长矛之上神纹密布，矛尖所指之处，连空间都被撕裂出一条条漆黑的裂缝。审判神矛，去！红莲长老暴喝一声，手臂猛地掷出，嗡！金色神矛瞬间消失在原地，下一刻便带着洞穿一切的恐怖威势出现在叶萧的眉心之前。太快了，快到连同为合体境的林希雪都只看到一道金光闪过。然而叶萧却站在原地动都没动，他只是缓缓抬起了自己的右手，手臂上的碎星手甲纹身发出一阵幽光。就在那审判神矛即将刺入他眉心的刹那，叮一声清脆的声响，叶萧伸出食指和中指，竟轻描淡写地夹住了那足以秒杀任何合体境的矛尖。狂暴的能量在他指尖炸开，却连他的皮肤都无法撼动分毫。什么？红脸长老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他拼命催动神力，想让神矛再进1寸，可那长矛在叶萧的指尖却如被神山镇压，纹丝不动。就这点力气？叶萧撇了撇嘴，脸上露出极度失望的表情，连给我挠痒痒都不配。他双指微微用力，咔嚓，那杆由纯粹法则之力构成的审判神矛竟从矛尖开始寸寸崩裂，最后砰的一声彻底炸成漫天光点。不可能！红莲长老心神俱震，因本命法术被破，当场喷出一口金色的神血。没什么不可能的。叶萧的身影鬼魅般的在他耳边响起。红脸长老亡魂大冒，刚想瞬移逃离，却发现周围的空间不知何时早已被一股无形的力量彻底禁锢。他惊恐的回头，只看到一只被混沌气包裹的拳头在他瞳孔中急速放大。噗！没有惊天动地的巨响，只有一声像是西瓜被捏爆的沉闷声音。在另外2名审判长老以及数万上界修士惊骇欲绝的目光中，那名合体境巅峰的红脸长老连同他身上的仙甲法宝被叶萧一拳直接打成了一团血雾。一缕惊恐万状的神魂刚从血雾中逃出，叶萧身后的万魂幡便自动飞出，幡面上一张巨大的鬼脸浮现，一口就将那神魂吞了进去，还满足地打了个饱嗝，整个战场瞬间死寂。叶萧缓缓收回拳头，对着拳面吹了口气，仿佛只是掸掉了些许灰尘。他抬起头，目光落在剩下的那2名已经彻底呆滞的审判长老身上，嘴角勾起一抹残忍的弧度。现在还有谁想审判我？全场死寂。
那数万名高高在上的上界修士，此刻如同被扼住喉咙的鸡，发不出半点声音。他们眼睁睁看着那名红脸长老，一位合体境巅峰的审判长老被一拳打爆，连神魂都没能逃掉，直接成了那敢凶翻的养料。这下界的魔头究竟是什么怪物？九龙战车上剩下的2名审判长老脸上的血色瞬间退得一干二净。他们看着那个缓缓收回拳头，甚至还对着全面吹了口气的黑衣青年，一股寒气从脚底板直冲天灵盖。现在还有谁想审判我？叶萧的声音不大，却像一柄重锤，狠狠砸在每个人的心头。为首的白发长老嘴唇哆嗦着，他想说些什么，却发现喉咙干涩的厉害。另一名身材枯瘦的长老眼中闪过一抹决绝与疯狂，他猛地看向白发长老，嘶哑着嗓子吼道：联手，不动用乾坤锁，你我今日都要死在这里。白发长老身体一震，眼中同样燃起一丝搏命的狠厉。好！话音未落，2人同时翻手，一面古朴的青铜镜出现在白发长老手中，另一面一模一样的镜子则被枯瘦长老托在掌心。2面镜子样式古老，镜面上刻满了晦涩难懂的符文，散发着一股冻结时空的气息。呵！2人暴喝一声，同时催动法力，2面青铜镜嗡的一声，镜面相对，射出一道无形的波纹。那波纹扩散的速度快到极致，瞬间便笼罩了叶萧所在的数百丈空间。叶萧正要抬步，却感觉周身猛地一紧，周围的空气像是瞬间从气体变成了琥珀，每一寸空间都充满了粘稠的阻力，将他死死地禁锢在原地。他感觉自己的肉身乃至神魂都像是被无数条看不见的锁链捆绑住，连动一动手指都变得无比艰难。哈哈哈哈！锁住了，他被乾坤镜锁住了。枯瘦长老见状，发出状若疯癫的狂笑。白发长老也松了口气，脸上重新浮现出残忍的狞笑。此乃我玄天神殿的至宝，专门用来禁锢不服管教的强者。叶萧，任你肉身再强，被锁住空间法则，你也只是一只待宰的羔羊。他高高举起手臂，对着下方数万神殿修士发出命令：全军听令，给我杀，将此魔头轰成齑粉。杀！数万上界修士从惊恐中回过神来，看到叶萧被禁锢，瞬间士气大振。无穷无尽的仙光、剑气、符文再一次如同决堤的洪水，铺天盖地的朝着被定在原地的叶萧砸去。叶萧，林希雪看到这一幕，心头一紧，忍不住发出焦急的呼唤。万魔殿的众人刚刚燃起的战意也瞬间被浇了一盆冷水。少主、烈火堂主等人目眦欲裂，想要冲出大阵救援，却被那恐怖的攻击洪流死死压制。然而身处攻击中心的叶萧脸上却没有半点慌乱，他甚至连眼皮都没抬一下。这一点攻击连给他挠痒痒的资格都没有，他只是饶有兴趣地感受着周身这股禁锢之力。空间禁锢有点意思，他的嘴角动了动，露出一抹嘲讽的弧度。可惜太弱了。下一瞬，他体内的上古至尊魔骨与太古不灭魔心同时爆发出璀璨的光芒。轰！一股无法形容的恐怖力量在他体内轰然炸开，黑白2色的混沌气流如同活物一般从他的每一个毛孔中疯狂钻出，在他体表交织缠绕。他体内的骨骼发出炒豆子一般密集的爆响。给我破！叶萧喉咙里发出一声低吼，咔嚓，一声清脆的碎裂声响彻天地。禁锢着他的那片凝固空间如同被巨锤砸中的镜子，表面瞬间布满了蛛网般的裂纹。不，这不可能！九龙战车上2名审判长老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取而代之的是无边的恐惧。乾坤锁怎么可能被从内部挣脱？轰隆！没等他们想明白，那片布满裂纹的空间彻底炸碎，狂暴的空间乱流夹杂着黑白2色的混沌气，向着四面八方席卷而去。那些铺天盖地而来的仙术攻击，在接触到这股力量的瞬间，便如同冰雪消融，连个水花都没溅起，就湮灭得一干二净。脱困的叶萧身影一闪，那名手持青铜镜的枯瘦长老瞳孔猛地一缩，叶萧的身影已经鬼魅般的站在了他的面前。你！枯瘦长老刚吐出一个字，便看到叶萧缓缓抬起了右手，在他的掌心，一枚散发着幽光的古朴令牌骤然亮起。吼！一声来自太古洪荒的咆哮在枯瘦长老的灵魂深处炸响，一道高达100丈、浑身笼罩在漆黑魔甲之中的魔将头影凭空出现在叶萧的身后。那魔将的气息竟丝毫不弱于合体境巅峰。死！叶萧面无表情，一拳轰出，他身后的魔将头影也做出了一个完全相同的动作。一大一小2只拳头在半空中仿佛融为一体，带着粉碎一切的力量砸向枯瘦长老。不！枯瘦长老发出了生命中最后一声绝望的嘶吼。
他拼命催动手中的青铜镜，想要再次禁锢空间，但一切都太晚了。噗嗤，叶宵的拳头连同那魔将的巨拳，毫无阻碍地穿过了他的身体。枯瘦长老连同他手中的那面青铜镜，在一瞬间被轰成了最细微的粒子，彻底从这个世界上蒸发一缕神魂。刚想逃逸，那尊魔将头影便伸出巨手，一把将其抓住，然后像捏虫子一样轻轻一捏，啪，神魂俱灭。做完这一切，叶宵缓缓收回拳头，魔将头影也随之消散。天空之上只剩下最后一名白发长老，独自站在九龙战车上，浑身抖得如同筛糠。他手中的青铜镜哐当一声掉在车上，他却浑然不觉。他的道心彻底碎了。叶宵缓缓转过头，幽深的目光落在了他身上。他一步一步踏着虚空，走向那最后的审判者。他每走一步，白发长老的身体就剧烈的颤抖一下。最后，叶宵停在了他的面前，歪了歪头，声音平静地问道：“现在，你还想玩空间禁锢吗？”叶宵的声音很轻，却像一把无形的重锤砸在白发长老的心口。扑通，白发长老双腿一软，竟直接瘫坐在那由9条蛟龙拉动的华丽战车上。他那双原本盛满神明般冷漠的眼睛，此刻只剩下无边无际的恐惧，浑身抖得如同秋风中的落叶。不玩了。他声音颤抖，几乎不成调，手中的另一面乾坤镜哐当一声掉在脚边，他却浑然不觉。道心彻底碎了。他想不通，也无法理解，区区一个下界，为何会诞生出这等连上界法则都能轻易撕碎的怪物？魔主大人！白发长老挣扎着，连滚带爬的跪好，对着叶宵的方向拼命磕头：“饶命！饶我一命！我愿臣服，我愿做您座下的一条狗。我知道玄天神殿的诸多秘密，我可以帮您对付他们。叶宵看着他这副卑微的模样，打了个哈欠，似乎有些犯困。他掏了掏耳朵，有些不耐烦地打断道：“你的秘密，我自己会去拿。至于狗……”叶宵的目光落在他身上，像是在评估一件没有价值的垃圾。你也配？话音落下的瞬间，白发长老感受到了一股致命的危机，他眼中闪过最后一丝疯狂。跟你拼了！他嘶吼着，整个神魂轰然燃烧，企图自爆，与叶宵同归于尽。合体境巅峰的自爆，足以将这方圆千里化为虚无。然而，叶宵只是轻轻一抖手腕，他掌中的万魂幡呼啦一下展开，幡面上那张巨大的鬼脸，仿佛闻到了绝世美味，猛地张开血盆大口。一股根本无法抗拒的吸力瞬间笼罩了白发长老。不，他那即将爆发的恐怖能量，如同被戳破的气球，瞬间哑火。他的神魂被硬生生地从肉身中扯了出来，化作一道流光，不受控制地飞向万魂幡。凄厉到不似人声的惨叫响彻云霄，最后戛然而止。万魂幡心满意足地晃了晃，幡面上又多了一张扭曲而绝望的面孔，正是那白发长老。天空之上，那数万名上界修士彻底傻了。他们的主心骨3位合体境巅峰的审判长老就这么没了，一个被一拳打爆，一个连人带法宝被轰成渣，最后一个连自爆都做不到，直接被炼成了幡中之魂。短暂的死寂之后，是山崩海啸般的崩溃。跑啊！不知是谁先喊了一声，整个上界大军瞬间炸锅，再也顾不上什么神殿的威严，什么代天罚罪，如同被捅了窝的马蜂，掉头就朝着来时的空间裂缝疯了一样逃窜。想跑！一声娇叱如同凤鸣。林夕雪手持新得的长剑，红裙在风中猎猎作响，她第一个冲了出去。玄女卫结剑阵，一个不留，杀！她身后的100名玄女卫以及那数千名刚刚归顺的天剑宗女弟子，眼中再无半分犹豫，滔天的剑意汇聚成河，朝着溃逃的敌军席卷而去。轮到我们了！烈火堂主仰天长啸，他浑身魔焰滔天，刚刚突破的合体境气息毫无保留的释放。魔皇位，随我杀！让这些上界杂碎知道什么叫魔！吼！数万魔皇位战意沸腾，如同黑色的潮水从万魔殿中奔涌而出，与那金色的逃兵洪流狠狠撞在一起。一时间，喊杀声、惨叫声、法宝碰撞声响成一片。红莲业火焚烧9天，凌厉剑气纵横切割，霸道魔功摧枯拉朽。之前还高高在上，将下界生灵视作蝼蚁的上界修士，此刻却成了被肆意屠戮的羔羊。叶宵悬浮在半空，静静地看着这一幕，微微摇了摇头。太慢了。他缓缓举起手中的万魂幡，我的宝贝可都饿坏了。他将一股混沌丹气注入幡中，嗡！万魂幡迎风暴涨，遮天蔽日，将整个天空都染成了墨色。幡面上那张巨大的鬼脸活了过来，他裂开嘴，露出一口森然的獠牙，猛地一吸，
呼！一股席卷天地的恐怖吸力从帆口爆发，战场上那些正在奔逃的上界修士身体猛地一僵。啊！我的神魂！不要！无数惊恐的尖叫声中，一道道散发着金光的灵体被强行从他们的天灵盖中扯出，成千上万道神魂如同被磁石吸引的铁屑汇聚成一条条璀璨的金色光河，源源不断地涌入万魂幡那深不见底的巨口之中。失去了神魂的肉身瞬间失去了所有生机，如同下饺子一般噼里啪啦地从空中坠落，摔成一地肉腻。这场景比任何地狱绘图都要恐怖。万魔殿的弟子们都看呆了，随即爆发出更加狂热的呐喊：少主无敌，魔主盖世！一些实力强横达到了分神境的上界头领还能勉强抵御这股吸力，他们面如死灰，燃烧精血，化作一道道流光，拼了命地冲向天穹之上那正在缓缓愈合的空间裂缝。那里是他们唯一的生路。然而当他们即将冲入裂缝的瞬间，砰砰砰，接二连三的闷响声传来，他们就像撞上了一堵看不见的墙壁，被狠狠地弹了回来。裂缝的入口处不知何时已经布满了一层薄薄的黑色魔气，是禁制，他封锁了出口。一名分神境巅峰的将领脸上露出了彻底的绝望，他猛地回头，却看到叶宵的身影不知何时已经出现在他们面前。我让你们走了吗？叶宵面无表情地看着他们，像是在看一群笼中的困兽。他轻轻打了个响指，吃吃吃，那层封锁出口的黑色魔气瞬间化作亿万道锋利的魔刃，形成了一片死亡风暴。不！绝望的惨叫声中，这最后几十名分神境强者连同他们的法宝护盾被瞬间绞杀成了漫天血雾。这场屠杀持续了整整一天一夜。当天空重新恢复清明时，整个万魔殿的山门内外已经变成了一片尸山血海，金色的血液汇聚成溪流，残破的仙甲法宝堆积如山，数万上界大军全军覆没。林夕雪、烈火堂主等人虽然个个带伤，浑身浴血，但他们眼中的光芒却前所未有的明亮。经过这场血与火的洗礼，他们的修为都得到了极大的巩固，甚至不少人都隐隐触摸到了下一个境界的瓶颈。痛快，真是他娘的痛快！烈火堂主一脚踩爆一个上界修士的头颅，仰天大笑。叶苍穹从主殿中缓步走出，他的目光没有看这片惨烈的战场，而是死死地盯着叶宵手中的万魂幡。此刻的万魂幡已经完全变了模样，幡身通体漆黑如墨，没有一丝杂色，却散发着一种令人心悸的幽光。幡面上那数万个属于上界修士的神魂交织融合嘶吼，形成了一幅幅扭曲的仙魔图谱。他散发出的那股凶戾之气，连叶苍穹这位禁忌魔尊都感到一阵心惊肉跳。萧儿，这杆幡怕是已经超越了灵宝的范畴了。叶苍穹的声音中带着一丝难以掩饰的震撼。叶萧随手将万魂幡收起，他的威力确实超出了他的预料。这数万神魂，尤其那3位合体境巅峰的长老神魂，简直是无上的补品。他没有回答父亲的话，只是抬起头看向天穹之上那道几乎已经愈合，只剩下一道浅浅疤痕的空间裂缝。他眼神平静，没有胜利的喜悦，也没有嗜血的疯狂，只有一片深不见底的漠然玄天神殿。他轻声吐出4个字：这只是个开始。半日后，万魔殿主殿，血腥气已经被清理干净，但殿内压抑的气氛却比战场上更加浓重。烈火堂主等一众新晋的合体境长老，还有万魔殿所有高层，全都站在这里。他们看着主座上的叶宵，眼中是狂热的崇拜。一战灭尽数万上界大军，这是何等的手笔！叶宵的手指轻轻敲击着扶手，目光扫过全场，最后他的视线落在了身旁的林夕雪身上。他身上的血迹也已换下，一袭红裙，气质比之前更加凌厉，合体境中期的修为稳固无比。林夕雪，叶宵开口了：此战你做得不错。林夕雪抬头看向叶宵，没有说话，眼神却说明了一切。从今日起，你便是我万魔殿的副殿主，与我共掌魔宫。叶宵的声音不大，却清晰地传入每一个人耳中。殿内一片寂静，所有长老都看向林夕雪，眼神复杂，但更多的是理所当然。这位少主夫人已经用实力证明了她的地位。属下遵命。林夕雪站起身，对着叶宵微微躬身。这一拜，拜的是魔殿之主。叶宵点了点头，目光重新扫向下方。今日一战打退了玄天神殿的先锋，但你们不会天真的以为这就结束了吧？烈火堂主上前一步，瓮声瓮气的开口：少主，您下令吧，管他什么神殿魔殿，再来我们再杀便是。杀！叶宵笑了笑，光杀有什么用？等着他们一次次派人来送死，我们一次次打退，那太慢了。他站起身，一股无形的威压笼罩了整个大殿。我要的是打上去。
将整个玄天大陆变成我万魔殿的兵工厂，然后踏平上界。轰！所有长老脑子里都炸开了。踏平上界，这是他们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叶宵看着他们震惊的表情，继续说道：所以我需要整个玄天大陆只剩下一种声音。他的目光转向烈火堂主。烈火，属下在，我给你3000魔皇位，10万魔军，去把大陆上那些还拎不清的宗门都给我清理干净。愿意臣服的收编，不愿意的灭掉。我要3日之内，整个玄天大陆所有资源尽归我万魔殿调配。烈火堂主眼中爆发出嗜血的光芒，他单膝跪地，大声领命，保证完成任务。一旁的叶苍穹看着自己儿子这番雷厉风行的安排，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神色。他一句话没说，但他的存在就是对叶宵最大的支持。安排完一切，叶宵看向林希雪和叶苍穹：我要闭关几日，这些战利品需要好好消化一下。殿中事务，你和父亲多费心。林希雪点了点头，放心。叶宵不再多言，转身走向后殿的禁地。7日后，万魔殿最深处的禁地石门轰然炸开，叶宵从中缓步走出。他的气息与7日前截然不同，不再是单纯的霸道与凶厉。此刻的他站在那里，仿佛与整个世界都融为一体，又仿佛独立于世界之外。他的修为赫然已经达到了合体境大圆满。更重要的是，他炼化了那数万上界修士，尤其是3位审判长老的神魂和法则碎片后，他对上界法则的理解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他甚至能隐约感觉到，在这方世界的天道之上，还有着另一层更高级、更冰冷的规则在运转，那就是上界的天道。叶苍穹和林希雪早已等在门外，他们感受着叶宵身上那深不可测的气息，心中同时掀起波澜。宵儿，你……叶苍穹的话语中带着藏不住的震惊。这才7天，竟然又突破了合体境大圆满。叶宵抬头望向天空，眼神仿佛穿透了无尽虚空。还是不够。他话音落下，整个人冲天而起，瞬间便出现在万魔殿的最高峰。下方的叶苍穹和林希雪不知道他要做什么，只能仰头看着。只见叶宵立于云巅之上，万魔殿乃至整个玄天大陆的景象尽收眼底。他伸出右手，逼出一滴暗金色的精血，那滴血悬浮在他面前，散发着让空间都扭曲的力量。随后他催动体内那道炼化了无数天才地宝的混沌丹气，以血为引，以气为墨。叶宵伸出手指，开始在虚空之中一笔一画地刻画起来。他的动作看似缓慢，却带着一种天地之理。每画下一笔，整个玄天大陆的天空就暗沉一分。风停了，云散了，一股源自灵魂深处的悸动传遍了整个大陆。无数正在打坐的修士，正在劳作的凡人，正在厮杀的妖兽，全都在这一刻停下了动作，不由自主地抬头望向天空。他们看到，在那漆黑如墨的天幕之上，一个巨大到无法想象的黑色魔纹正在缓缓成型。那魔纹充满了霸道、毁灭与主宰一切的无上威严。仅仅是看着它，就让分神境的修士道心欲裂，让合体境的强者浑身颤抖。那是什么？天要塌了吗？是万魔殿的魔主，是他。大陆各处无数生灵在惊恐的呐喊。魔纹终于彻底成型。轰隆，他仿佛活了过来，猛地向下一沉，烙印在整个世界的天道法则之上。不仅如此，这道魔纹更是燃烧着黑色的火焰，硬生生洞穿了世界壁垒，将他的烙印投射到了那片更高维度的上界虚空之中。就在此刻，叶宵的声音响了起来。那声音不大，却通过魔纹的共鸣，清晰地传遍了玄天大陆的每一个角落，更传到了遥远的上界。吾乃玄天魔主叶宵，自今日起，此界为吾之领土。上界，等着我。话音落下，整个世界一片死寂。叶宵站在山巅，静静感受着。他能感觉到，通过那道魔纹，无数道来自上界的神念，带着震惊、愤怒、惊疑，甚至还有一丝恐惧投射而来。他知道，玄天神殿乃至整个上界都已经听到了他的声音。叶宵缓缓收回目光，看向下方正仰头望着他的林希雪。他嘴角动了动，吐出一句话：看来他们听见了，接下来该热闹了。叶宵的话音落下，山巅的风仿佛都停滞了。叶苍穹和林希雪的身影下一瞬便出现在叶宵身旁。叶苍穹看着天穹之上那道正在缓缓淡去的魔纹烙印，感受着从四面八方投来的那些来自上界的惊怒神念，放声大笑。哈哈哈哈！好一个玄天魔主！他的笑声震彻云霄，充满了毫不掩饰的狂喜与骄傲。这才是我叶苍穹的儿子。叶宵收回目光，看向自己的父亲。他身上那股与天地法则融为一体，又超脱其上的气息，让叶苍穹眼中的赞赏愈发浓郁。走，回去说。
叶苍穹大手一挥，三人身影瞬间消失在山巅，回到了万魔殿最深处的主殿之中。大殿之内，叶苍穹抬手布下一道隔绝万物的魔光结界，将整个空间彻底封锁。他示意叶萧坐下，目光落在他身上，带着前所未有的郑重。萧儿，你做得很好，比我想象中要好上千倍万倍。叶萧没有说话，只是平静地看着他。他知道接下来的话才是重点，有些事情也该让你知道了。叶苍穹缓缓开口，声音低沉。你以为万魔殿只是玄天大陆的一个魔道宗门？他摇了摇头，错了。这座万魔殿，它的地基，它的核心本就是上界之物，更准确地说是上古时期一位魔神战败后从上界坠落的一块神躯碎片演化而成。叶苍穹的这番话让林夕雪眼中露出金色，叶萧的表情却没有什么变化。所以你一直龟缩在这里，不是因为怕？叶苍穹听到龟缩二字，非但没有生气，反而露出一抹自嘲的笑意。怕？我叶苍穹一生何曾怕过？我只是在等一个机会，等一个真正能承载魔神意志的人出现。他的目光灼灼地盯着叶萧。我的血脉源自那位陨落的魔神，可惜经过万古岁月，已经稀薄得不成样子。我穷极一生，也只能参悟其中一些皮毛，无法真正重现魔神的荣光。而你，叶苍穹的声音里带上了几分激动。上古至尊魔骨，太古不灭魔心，还有那闻所未闻的神魔混沌体，你不是传承，你是再现，是比那位上古魔神更加完美的怪物。他猛地站起身，我等了这么多年，等的就是你。萧儿，今日我便将我这一生所有的感悟，我从那魔神血脉中压榨出的所有本源，全部传给你。叶萧也站了起来，与自己的父亲对视。他能感受到叶苍穹身上那股毫无保留的决绝。我准备好了。叶苍穹大笑一声，不再多言。他伸出一根手指，上面凝聚着一团漆黑如墨，仿佛能吞噬一切光线的魔光。他一指点出正中叶萧的眉心。轰！一股无法用言语形容的浩瀚意念，如同决堤的星河，瞬间冲垮了叶萧的识海。没有具体的功法，没有繁杂的招式，那是一幅幅破碎的源自太古的画面。他看到了一尊顶天立地的魔神屹立于混沌之中，一拳轰出，亿万星辰随之崩碎。他看到了魔神与无数身披神光的伟岸身影血战，法则在哀鸣，大道在颤抖。他看到了魔神最终喋血，庞大的身躯被洞穿，从无尽高远的33重天之上坠落凡尘。那些画面中蕴含的是纯粹的、极致的毁灭与创造的魔道真意，是对力量最本源的理解，是对法则最霸道的践踏。叶萧体内的上古至尊魔骨在这一刻爆发出璀璨的乌光，太古不灭魔心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疯狂跳动，每一次搏动都仿佛在与那太古的战场共鸣。丹田内的神魔太极图更是疯狂旋转，将这股涌入的魔神真意与他本身的神魔混沌之力蛮横地糅合在一起。叶萧闭着双眼，他感觉自己仿佛脱离了这具身体，化身为那尊太古魔神。一种俯瞰众生，视天地万物为刍狗，视天道法则为玩物的视角，在他心中彻底成型。原来这才是魔，原来这才是真正的力量。不知过了多久，叶萧缓缓睁开了双眼，两道暗金色的魔光从他眼底一闪而逝，仿佛能洞穿时空。他的修为依旧是合体境大圆满，但他整个人的气息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蜕变。如果说之前的他是一柄锋芒毕露的绝世魔兵，那此刻的他就是魔兵的主人，是执掌毁灭与创造的真正的魔主。叶苍穹的面色比之前白了几分，气息也虚弱了不少。他看着叶萧，眼神中却透着前所未有的光亮和欣慰。感觉如何？很好。叶萧活动了一下手腕，感受着体内那股运转自如却又蕴含着毁天灭地之力的能量。我感觉现在一拳可以打穿这个世界。叶苍穹欣慰地点了点头，这才是魔神该有的力量。他重新坐下，气息有些不稳。萧儿，你记住，上界并非铁板一块，玄天神殿虽然是大，却也并非没有敌人。有神就有魔，有仙亦有妖，谁搅得越浑，鱼才越好摸。你这次向上界宣战做得很好，已经将所有人的目光都吸引了过来。敌人有时候也可以变成盟友，就看你手里的筹码够不够分量。叶萧听着，消化着脑海中新增的无数信息。叶苍穹的传承不仅仅是魔道真意，更包含了大量关于上界势力格局的零星记忆碎片。我明白了。叶苍穹看着自己儿子那平静却深邃的眼神，知道他已经完全理解。他笑了笑，翻手取出一枚看起来平平无奇的古朴玉简，递了过去。玉简的表面刻画着一道极其复杂玄奥的魔纹阵图。叶萧接过玉简，立刻就从那阵图上感受到了一股扭曲空间，
瞒天过海的特殊法则波动。这是叶苍穹的嘴角勾起一抹意味深长的弧度。此阵源自那位魔神的本命神通，名为偷天换日，他无法用来攻法，只有一个作用。他看着叶宵，缓缓说道：可助你无声无息潜入玄天神殿的藏经阁，那里有你想要的东西。主殿之内，魔光结界隔绝内外。叶苍穹看着叶宵，眼中是压抑不住的欣慰。他将那枚刻着偷天换日阵图的玉简推到叶宵面前。玄天神殿的藏经阁藏着他们无数年的底蕴、功法、秘文，甚至是关于上界天道的秘密。叶宵拿起那枚古朴的玉简，指尖摩挲着上面玄奥的魔纹，他感受着其中扭曲空间、瞒天过海的法则波动。潜进去偷东西。叶宵笑了笑，将玉简随手抛了抛。不是我的风格。叶苍穹一愣，随即也笑了。那你打算怎么做？直接踏平，把整个藏经阁都搬回万魔殿。叶宵的语气平淡，仿佛在说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他说完，站起身，撤掉了结界。殿外，烈火堂主等一众合体境长老，还有万魔殿所有高层早已肃立等候。他们看着主座上那个身影，眼中是无法掩饰的狂热。召集所有合体境修士、魔皇卫、玄女卫统领到主殿来。叶宵的命令传下，片刻之后，一道道强横的气息降临大殿，整个大殿的气氛瞬间被点燃。所有人都知道，一场前所未有的风暴即将掀起。叶宵的目光扫过全场，最后落在殿前两道身影上。烈火、林天宇。烈火堂主与林天宇立刻上前，单膝跪地。属下在。叶宵屈指一弹，那枚记载着偷天换日阵法的玉简精准地飞到两人面前。此物能助你们无声无息潜入上界，你们的任务不是杀人。叶宵靠在王座上，手指轻轻敲击着扶手。烈火，你上去之后，给我找到上界其他的魔道、妖道势力，把我的名号报给他们，告诉他们，我叶宵要整合上界所有的异端。烈火堂主眼中爆发出嗜血的光芒。属下明白，保证把上界闹个天翻地覆。叶宵点点头，目光又转向林天宇。你不一样，你曾是正道天骄玄天剑宗的少主，上去之后就用这个身份去接触那些所谓的名门正派。我要知道玄天神殿有多少盟友，又有多少敌人。林天宇抬起头，他那被魔种改造过的道心此刻只有对叶宵的绝对忠诚。主人放心，天宇定不辱命。很好，你们现在就出发，作为先遣为大军开路。叶宵挥了挥手，两人领命，没有丝毫犹豫，当即催动玉简。一道极其隐晦的空间波动包裹住他们，两人的身影瞬间消失在大殿之中，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处理完先遣部队，叶宵的目光再次扫视大殿内的众人。此去上界是征伐，是掠夺，更是生死之战。你们怕吗？愿为少主赴死，踏平上界，扬我魔威。殿内山呼海啸般的回应震耳欲聋。叶宵满意的点点头，他的视线越过众人，看向站在一旁的父亲。父亲，玄天大陆就交给你了，这里将是我们最稳固的后方，也是我们源源不断的兵工厂。叶苍穹哈哈大笑，他拍了拍叶宵的肩膀。放心去吧，这玄天大陆有我坐镇，翻不了天。我等着你，把上界也变成我万魔殿的后花园。叶宵嗯了一声，随后转身走向殿后的露台。林希雪默默跟了上去。露台之上，夜风呼啸，两人并肩立，俯瞰着下方那座已经彻底变成战争堡垒的万魔殿。我要走了。叶宵开口。我跟你一起去。林希雪的回答没有丝毫犹豫。不行。叶宵转过头看着他。你是万魔殿的副殿主，这里需要你。我不在的日子里，你就是这里的王。林希雪咬了咬嘴唇，眼中闪过不舍，却没有再坚持。他明白，这不只是命令，更是叶宵对他的信任。叶宵抬手，一柄通体缭绕着仙光与魔气的长剑出现在他手中。剑身之上隐约可见破碎的符文在流转，正是用那艘白金仙舟的残骸加上无数天才地宝炼制而成。此剑是我用仙舟核心碎片为你炼制，我叫它镇玄。叶宵将剑柄递到林希雪手中，替我镇住这玄天大陆。林希雪握住冰冷的剑柄，一股与他神魔混沌体同源的力量瞬间涌入体内。他的气息在这股力量的催动下，竟隐隐有再次攀升的迹象。他抬头看着叶宵的眼睛，郑重地开口：我在这里等你回来。叶宵看着他，忽然伸出手轻轻抚过他的脸颊。他俯下身，在他的额头上留下一个亲吻。林希雪身体一颤，脸颊泛起一抹红晕，眼神却愈发坚定。温存短暂。当叶宵再次回到殿前广场时，这里已经化作一片黑色的海洋。
数十万最精锐的魔皇卫，身披漆黑的战甲，手持狰狞的魔兵，汇聚成一个个沉默而肃杀的方阵。天空之上，黑压压的魔云遮天蔽日，数千面绣着万魔殿图腾的旌旗在狂风中猎猎作响，一股足以让天地变色的恐怖杀气笼罩了整个苍穹。夜宵的身影出现在大军的最前方，他没有发表任何慷慨激昂的战前动员，他只是缓缓举起右手，嗡，他体内那融合了魔神真意的合体境大圆满修为毫无保留的爆发，他一拳对着面前的虚空轻轻轰出，轰隆，这一次不再是撕裂一道裂缝，而是整个天空仿佛被一只无形的大手硬生生向两边掰开，一道宽达100丈、长不知几许、稳定到极致的巨大空间裂口出现在万魔殿的上空。裂口的另一端不再是冰冷的虚空，而是透出了一股比玄天大陆浓郁了100倍不止的灵气，以及一股更加厚重、更加强大的天道法则威压。那里就是上界。夜宵转过身，看着身后那数十万张狂热而嗜血的面孔，他没有再多说一个字，他化作一道贯穿天地的魔光，第一个冲入了那道巨大的裂口之中。吼！杀！杀上天界！夜宵的身先士卒彻底点燃了所有魔军的战意，数十万魔道大军发出了足以震碎山河的咆哮，他们如同黑色的决堤洪流，紧随在夜宵身后，浩浩荡荡地涌入了通往上界的通道。下一瞬，夜宵的身影出现在一片全新的天地，脚下是坚实的大地，鼻尖涌入的是一股仿佛能让人醉倒的浓郁灵气。与此同时，一股强大无比的天道威压从四面八方挤压而来，仿佛要将他这个外来者碾成粉末。夜宵体内的神魔混沌体自动运转，那股足以让普通合体境修士寸步难行的天道威压，在接触到他身体的瞬间，便如同溪流入海，被他轻松化解，甚至吸收。他抬起头，看着这片更加广阔、更加明亮的天空，他深吸了一口属于上界的空气，感受着这片土地上那蓬勃的生机与更加冰冷的法则。他的眼中战意彻底沸腾。玄天神殿，夜宵的声音不大，却带着主宰一切的宣告：我夜宵来了。夜宵的身影第一个踏出那巨大的空间裂口，脚掌触及大地的瞬间，一股远超玄天大陆的恐怖重压从四面八方轰然袭来。这股力量并非针对某个人，而是这方天地法则对所有外来者的本能排斥与碾压。扑通！啊！紧随其后的魔皇卫大军刚一踏出，便有成千上万的魔兵双腿一软，直接被压得跪倒在地。他们的魔躯发出不堪重负的咯吱声，仿佛下一秒就要被这无形的压力碾成肉泥。就连那些修为达到化神境的魔皇卫统领，此刻也是面色涨红，全力运转魔功，才勉强能够站稳身形。整个降临过程瞬间陷入了一片混乱。唯有夜宵立于大军的最前方，神色没有半点变化。那股足以压垮合体境修士的法则重压，在接触到他身体的刹那，便如同溪流入海，被他体内的神魔混沌体鲸吞吸收，化为自身的养料。他甚至还闭上眼，深吸了一口属于上界的空气。灵气驳杂，法则松散。夜宵睁开眼，有些失望地摇了摇头。就这种地方也配称天？他说话的声音不大，却清晰地传入身后每一名魔军的耳中。他抬起手，对着身后的大军轻轻一挥，嗡！一股纯粹的混沌魔气以他为中心，如涟漪般扩散开来，瞬间撑起一道覆盖方圆100里的巨大领域。领域之内，那股来自天地的恐怖威压被尽数隔绝。呼呼！所有魔军都感到身上一轻，大口大口地喘息着，看向夜宵的眼神从狂热变成了近乎神明般的崇拜。列阵！不需多言，各级统领的怒吼声响起，数十万魔道大军迅速重整旗鼓，在夜宵身后摆开一个个肃杀的战阵，滔天的魔气重新汇聚，染黑了这片陌生的天空。也就在此时，这片区域真正的主人终于被惊动了。咻咻咻！远方的天际，数万道青色剑光破空而来，速度极快，转瞬间便将夜宵和他的大军团团围住。为首的是一座由数十条青色蛟龙拉动的华丽战车，战车之上，一名身穿青色云纹道袍、面容倨傲的中年男子正居高临下地俯视着夜宵等人。他的修为赫然是合体境初期，下界蝼蚁，擅闯天界，不知死活。中年男子也就是此地宗门青云门的宗主，声音中充满了高高在上的蔑视。本座还正愁没什么功绩，能向玄天神殿示好，你们这些魔物倒是自己送上门来了。他似乎完全没把夜宵身后那数十万魔军放在眼里，目光在人群中扫过，最后落在夜宵身上。看你似乎是这群魔物的头领，现在跪下领死，本座或可留你一具全尸。他的话音通过法力加持，如滚滚天雷般炸响。数万名青云门弟子更是同时举起长剑，结成一座巨大的青天剑阵，
剑气冲霄，将整片空间都彻底封锁。那气势仿佛随时都能降下灭世的审判。叶萧身后的烈火堂主等人个个面露凶光，握紧了手中的兵器，只等叶萧一声令下，便要冲上去将那战车撕成碎片。然而叶萧却只是掏了掏耳朵，似乎被那声音震得有些不舒服。他甚至没看那青云门宗主一眼，只是抬起头环顾着四周的山川，地方不错，灵脉也还凑合，正好拿来当本少主的第一座行宫。他自顾自地点评着，仿佛在巡视自己的领地放肆。青云门宗主被叶萧这副无视的态度彻底激怒，他猛地一挥手，结阵，给本座将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魔物彻底净化。是。数万青云门弟子齐声呐喊。嗡！天空之上的青天剑阵光芒大放，一道长达1000丈，完全由精纯剑气凝聚而成的青色剑罡，带着斩断山河的恐怖威能，朝着叶萧当头劈下。剑罡所过之处，空间都划开一道道漆黑的裂痕。面对这足以轻易斩杀合体境初期的恐怖一击，叶萧终于有了动作。他缓缓抬起了自己的右拳，没有惊天动地的气势，也没有华丽炫目的光效，他只是将那融合了魔神真意与混沌之力的拳头，对着那道1000丈剑罡以及剑罡后方那座由无数阵法守护的青云门山门，随意的、轻轻的一拳轰出。轰！时间在这一刻仿佛静止了。那道来势汹汹的1000丈剑罡，在接触到叶萧拳锋的瞬间，就像是纸糊的老虎撞上了烧红的烙铁，没有发出任何声响，便从头到尾寸寸湮灭，化为最精纯的灵气，消散在空中。而那股看似平平无奇的拳锋，去势不止。他穿过剑罡消散的地方，精准的轰击在远处那座被无数青色光幕笼罩的护山大阵之上。咔嚓！一声极其轻微的碎裂声响起，随后在青云门宗主那双瞪到极限，几乎要裂开的眼球中，那号称能抵挡合体境巅峰强者狂轰滥炸3天3夜、坚不可摧的护山大阵，如同被铁锤砸中的玻璃，无数裂纹以拳锋的落点为中心，向着四面八方疯狂蔓延。一吸，仅仅一吸，轰隆！一声震动了方圆数万里的恐怖巨响冲天而起，整个护山大阵轰然炸裂，无数阵法碎片如同天女散花般四散飞溅。那股毁灭性的力量在撕碎大阵后余威不减，又狠狠地撞在了那座雕龙画凤、高达100丈、象征着青云门万年威严的山门之上。没有丝毫悬念，巨大的山门连同其后的数十座殿宇，被这股力量瞬间夷为平地。烟尘冲天而起，遮蔽了日月，整个世界死一般的寂静。战车之上，青云门宗主的嘴巴张得老大，脸上的表情从暴怒到惊愕，再到不敢置信，最后化为一片空白。他身后的数万弟子更是个个呆若木鸡，握着剑的手在不受控制的剧烈颤抖。一拳，仅仅一拳，剑阵被破，大阵被毁，山门没了。叶萧缓缓收回拳头，吹了吹上面并不存在的灰尘。他终于抬起眼，第一次正眼看向那战车上已经吓傻了的青云门宗主。他的目光平静而淡漠，仿佛只是踩死了一只挡路的蚂蚁。他转过身，对着身后那数十万早已战意沸腾、眼中燃烧着嗜血火焰的魔道大军，他吐出了3个字：一个不留。叶萧的声音落下，身后那片黑色的海洋瞬间沸腾后，数十万魔军的咆哮汇成一股，震得这片上界的天空都在发抖。最前方的魔皇卫方阵动了，他们化作一道道漆黑的洪流，带着满身的煞气与嗜血的渴望，冲向那座被夷为平地的山门，冲向那些已经吓傻了的青云门弟子。结阵，快结阵，顶住！我们是上界仙宗，怎能怕了这些下界魔物？几名青云门的长老声嘶力竭地呼喊着，试图重整崩溃的士气。可他们的声音很快就被淹没在魔军冲锋的雷鸣之中。噗嗤！一名魔皇卫统领化神境的修为，手中魔刀一挥，黑色的刀光掠过，挡在他身前10几名结成剑阵的青云门弟子，连人带剑被齐腰斩断，鲜血喷涌而出，染红了这片灵气浓郁的土地。上界的修士就这点本事。另一边，烈火堂主浑身包裹着红莲业火，像一尊火焰魔神，直接冲进了青云门长老的阵营中。他大手一抓，一名分神境初期的青云门长老护体灵光如同纸糊的一样被瞬间捏碎。不！那名长老发出绝望的惨叫。烈火堂主咧嘴一笑，手掌合拢，砰的一声，那名分神境长老连同神魂被他活活捏爆成一团血雾。痛快，真是痛快！烈火堂主仰天长啸，感受着上界法则的压制，又感受着亲手屠戮上界仙人的快感。这种感觉比在下界突破合体境还要让他舒爽。屠杀，这是一场毫无悬念的屠杀。万魔殿的大军
就像是一台精密的绞肉机器，高效而残忍地收割着生命。青云门的弟子们从最初的顽抗到惊恐，再到彻底的崩溃，开始四散奔逃。可他们又能逃到哪里去？整个青云门早已被滔天的魔气笼罩，变成了一座绝地。战车之上，青云门宗主的身体在剧烈的颤抖，他脸上的倨傲与蔑视早已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一片死灰。魔鬼，你们都是魔鬼！他看着自己的弟子，自己的长老，一个个倒在血泊之中，神魂被那些狰狞的魔兵当场吞噬。他的道心在这一刻彻底崩塌了。逃！必须逃出去！把这里的消息传出去，传给玄天神殿。青云门宗主眼中闪过最后一抹疯狂，他猛地一咬舌尖，喷出一口本命精血。青云化红，血遁万里。他整个人化作一道青色的血光，速度暴涨到极致，撕裂空气，朝着与大军相反的方向疯狂逃窜。他不敢回头，他甚至不敢去看那个一拳轰碎他山门的黑衣青年，他只想离得越远越好。烈火堂主等人注意到了宗主的逃遁，刚想出手拦截，叶宵却只是淡淡的瞥了一眼那个方向，他甚至都懒得动弹，只是站在原地，缓缓抬起了右手，对着那道已经逃出千里之外的血光，五指张开，轻轻一握，嗡！千里之外，那片空间瞬间凝固了。正在急速飞遁的青云门宗主感觉自己像是撞上了一堵看不见的墙，不是墙，是整个世界都变成了一块琥珀，而他就是那只被封在里面的虫子，动弹不得。一只由纯粹魔气凝聚而成的无形大手攥住了他，将他从那片凝固的空间中硬生生拽了出来。不，放开我，放开我！青云门宗主在魔手中疯狂挣扎，合体境初期的修为全面爆发，却连那只手的一根手指都撼动不了。那只手拖着他，也比他逃跑时快了10倍的速度飞了回来。砰！他像一条死狗，被狠狠地摔在叶宵的脚下，坚硬的地面被砸出一个大坑，他浑身的骨头碎了大半，嘴里吐着混杂内脏碎块的鲜血。饶命！青云门宗主抬起头，看着那双淡漠到没有丝毫情感的眼睛，彻底崩溃了。他放弃了所有的尊严，像条虫子一样在地上蠕动，磕头求饶。魔主大人，饶命啊！是我有眼不识泰山，我青云门我愿降，我愿为您做牛做马，求您饶我一命。叶宵居高临下的看着他，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周围的屠杀还在继续，惨叫声不绝于耳，可这一切都仿佛与他无关。他缓缓蹲下身子，伸出一根手指，挑起青云门宗主的下巴。做牛做马，他开口了，声音很轻。你的宗门都没了，弟子也都快死光了，你告诉我，你拿什么来给我做牛做马？青云门宗主身体一僵，眼中最后一丝希望的光芒也熄灭了。我有用，我知道这东玄域所有的情报，我知道玄天神殿的分殿在哪里。他的话还没说完，叶宵的手指已经轻轻地点在了他的眉心。砰！一声轻响，青云门宗主这位合体境的强者脑袋像是西瓜一样炸开，红的白的溅了一地，他的无头尸体抽搐了2下，便再也没了动静。一道略显虚幻的神魂从破碎的尸体中惊恐地钻出，转身就想逃。嗡！一面黑气缭绕的大帆不知何时出现在叶宵身后，帆面展开，一个巨大的漩涡浮现，产生一股无法抗拒的吸力。不！青云门宗主的神魂发出了最后一声凄厉的尖叫，被硬生生吸进了万魂幡中。与此同时，下方战场上数万名刚刚死去的青云门弟子的魂魄也化作一道道流光，被万魂幡尽数吞噬，吸收了数万神魂，其中还有一个合体境强者的主魂。万魂幡上的气息暴涨了一大截，幡面上那些哀嚎的魂影也变得更加凝实。叶宵闭上眼，万魂幡反馈回来的信息在他脑海中迅速流淌，青云门宗主一生的记忆被他快速的翻阅筛选。东玄域、玄天神殿东域分殿，还有上界对他们这些下界魔头的态度。原来在玄天神殿的宣传下，下界早已被描绘成了一个贫瘠、混乱、充满罪恶的地方，而他们这些来自下界的修士更是被定义为需要被净化的邪魔。净化！叶宵睁开眼，嘴角勾起一抹冷酷的弧度。此时战斗已经接近尾声，整个青云门已经变成了一片血海炼狱，再也找不到一个活口。数十万魔军重新集结，他们站在尸山血海之中，身上的魔气因为吞噬了大量的血肉魂魄不减反增，每一个魔兵的眼中都燃烧着更加狂热的火焰。叶宵缓缓转过身，目光越过大军，投向遥远的东方。在那里，他看到了一座悬浮在云端之上的神圣殿堂。他收回目光，对着身后的烈火堂主等人下令：打扫战场，搜刮一切。
一炷香后，全军开拔。烈火堂主上前一步，单膝跪地，声音中带着压抑不住的兴奋：“少主，我们去啊！”叶萧的目光再次望向东方，声音平淡，却带着让整个上界都将为之颤抖的杀意。去收一份玄天神殿送来的大礼。一炷香的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对于万魔殿的数十万魔军来说，这简直就是一场狂欢。青云门万年底蕴，山门被毁，大阵被破，剩下的东西就跟摆在路边任人捡拾的垃圾没什么两样。少主，青云门的宝库已经搬空了，上品灵石3000多万，各种天材地宝、灵丹妙药，装满了咱们300个储物戒指。烈火堂主兴冲冲地跑到叶萧面前，单膝跪地，声音里全是压不住的兴奋。他身后，一众魔皇卫抬着几个大箱子，里面全是闪烁着各色光芒的法宝兵器，还有他们的藏经阁、功法秘术一本没留，全给您带回来了。叶萧瞥了一眼那些所谓的宝物，连伸手去碰的兴趣都没有。在他看来，这些东西也就只能当柴火烧，分下去赏给有功的弟兄们。他随意地挥了挥手：“谢少主。”烈火堂主咧开大嘴，笑得跟个孩子一样。他站起身，对着身后的大军吼道：“都听见没？少主赏的，还不快谢谢少主！谢少主！少主威武！”山呼海啸般的吼声再次响起，魔军的士气已经攀升到了一个顶点。也就在这时，远处的天边一道流光由远及近，速度快得惊人。还有不怕死的赶过来。烈火堂主眉头一挑，刚想动手，叶萧却抬了抬手，示意他不必紧张。那道流光在距离大军1000丈之外停下，光芒散去，露出一个驾驭着仙鹤的白须老者。老者身上穿着华贵的锦袍，修为赫然是合体境初期，与被捏死的青云门宗主不相上下。可他此刻的脸上却看不到半分倨傲，有的只是浓浓的惊骇与忌惮。他的目光扫过下方那尸山血海般的青云门遗址，又看了看那数十万魔气滔天的大军，喉咙忍不住滚动了一下。下方可是来自下界的魔主当面。老者强行镇定心神，对着叶萧的方向摇摇拱手，声音通过法力传了过来。叶萧没说话，只是掏了掏耳朵。烈火堂主往前一步，瓮声瓮气地吼了回去：“你算个什么东西，也配跟我家少主说话？”老者脸色一僵，眼底闪过一抹怒意，却又被他强行压了下去。老夫乃东玄玉域主府使者，奉玉主之命前来问询。玉主？烈火堂主愣了一下，随即哈哈大笑起来：“什么狗屁玉主，没听说过！”老者被气得胡子都在发抖。放肆！玉主大人乃是渡劫期的大能，统御整个东玄域，岂是你们这些下界魔头能够侮辱的？他仗着身后有玉主撑腰，胆气也壮了几分。哦，渡劫期。叶萧终于来了点兴趣，他抬起眼看向那名使者：“那又如何？”他语气平淡，仿佛在问今天天气怎么样。使者被他这3个字噎得半天说不出话。是啊，那又如何？人家一拳就轰碎了青云门的护山大阵，联合体境的宗主都说杀就杀，这等凶人会在乎一个没露面的渡劫期？使者深吸一口气，从怀中取出一卷金色的法旨：“魔主阁下，已麾下魔军屠灭青云门，搅乱东玄域秩序，已是犯下滔天大罪。玉主大人有好生之德，念你们来自下界，不知天高地厚，特给你们一个机会。”他展开法旨，用一种宣读天宪的语气高声念道：“现儿等即刻退出东玄域，返回下界。玉主大人或可既往不咎，否则玉主府大军一到，必将尔等全部剿灭，神魂俱焚。”声音滚滚传开，带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威严。念完法旨，使者脸上又恢复了几分傲气。他收起法旨，居高临下的看着叶萧：“魔主阁下，玉主大人的话，你可听清楚了？路已经给你指明了，是生是死，就看你自己的选择了。”整个魔军阵营一片死寂，所有魔兵都看着叶萧，等他的反应。叶萧听完笑了：“说完了。”使者眉头一皱：“你这是何意？”“说完了，就该我说了。”叶萧伸出一根手指，指了指那名使者：“第一，这东玄玉我要了。”他又伸出第2根手指：“第二，那个什么狗屁玉主，让他洗干净脖子，在家里等着我。”最后他伸出第3根手指：“第三，你太吵了。”使者先是一愣，随即勃然大怒：“狂妄，简直狂妄到了极点！你这是在自寻死路！你以为……”他的话还没说完，叶萧抬起手，对着他所在的方向，隔着1000丈距离轻轻一握，咔嚓！使者周围的空间像是玻璃一样寸寸碎裂，一股无法形容的恐怖力量将他连同身下的仙鹤一起捏成了一团血雾，连惨叫声都没来得及发出一声。金色的法旨飘落下来，被叶萧随手一招吸入手中。
他看都没看，混沌魔火升腾，直接将那卷法纸烧成了灰烬。狱主，他也配及我指路？叶宵拍了拍手，仿佛只是碾死了一只苍蝇。吼！少主无敌！寂静被打破，数十万魔军爆发出比之前任何一次都要狂热的呐喊。这就是他们的少主，管你什么上界仙宗，管你什么狱主大能，敢挡路者杀，敢不敬者死。然而魔军的欢呼声还未落下，嗡！更高远的天际，苍穹突然被一道刺目的金光撕开，一艘通体由白玉打造，长达1000丈，雕刻着无数神兽图腾的华丽飞舟撞破云层，缓缓降临。飞舟之上，金光万道，锐气千条，一股比之前那狱主府使者强大了不知多少倍的神圣威压，如同天青一般笼罩了整片大地。在这股威压之下，刚刚还在狂吼的数十万魔军瞬间感到了呼吸一滞，就连烈火堂主这等合体境的强者都感到一股源自灵魂深处的压迫感。非洲的甲板上站着一排排身穿金色战甲、手持神兵的天兵，而在最前方，一名身高9尺、身披暗金色神铠、手持一杆龙纹神枪、面容冷峻的男子，正漠然地俯视着下方的夜宵。他的气息如渊似海，赫然是一位合体境巅峰的绝顶强者。他的眼神没有愤怒，没有惊讶，只有一片冰冷的漠然，仿佛在看一群已经死了的蝼蚁。吾乃玄天神殿座下3等审判神将李信。神将的声音响起，不带一丝一毫的感情，却像是天道法旨在每个人的神魂中炸响。下界魔头夜宵，他的目光精准地锁定在了夜宵身上。你可知罪？玄天神殿的神将李信，声音如同天线，回荡在每个人的神魂深处。这3个字带着上界法则的审判意味，压得数十万魔军心头沉重，连呼吸都变得困难。夜宵却像是没听见，他掏了掏耳朵，吹了吹手指上并不存在的灰尘。烈火，他淡淡的喊了一声，属下在。烈火堂主上前一步，单膝跪地。夜宵指了指天上那艘华丽的白玉飞舟，去问问他娘是谁，怎么生出这么个不会说人话的东西。是。烈火堂主轰然应诺，猛地站起身，指着天上的李信破口大骂：上面的龟孙子，我家少主问你娘是谁，你下来磕个头说清楚，不然老子上去把你脑袋拧下来当夜壶。这话一出，别说神殿的天兵，就连万魔殿自己的魔军都愣了一下，还是堂主猛啊，这种话都敢骂。白玉飞舟之上，那些金甲天兵个个怒目圆睁，杀气冲天。神将李信的脸瞬间就黑了下去，他作为神殿神将，巡狩八方，何曾受过这等羞辱？找死！李信口中吐出2个冰冷的字，他不再废话，缓缓举起了手中的龙纹神枪。嗡！枪尖之上，金光大作，上界浓郁的天地灵气混杂着玄奥的法则之力，疯狂地向枪尖汇聚。一道纯粹由法则凝聚而成的金色神芒在枪尖吞吐不定，散发出洞穿一切的恐怖气息。整个东玄域，无数隐藏在洞天福地中的老怪物，此刻都将神念投向了此处。这是玄天神殿的审判神枪，李信这家伙竟然动真格了，这一枪下去，就算是同为合体境巅峰，也得暂避锋芒了。那下界魔头死定了，这一枪已经摸到了渡劫期的门槛。一道道神念在虚空中交错，都认为夜宵必死无疑。李信高举神枪，冷漠的眼神锁定了下方的夜宵，如同在看一个死人。审判神枪，诛邪！他手臂猛地挥下，带起一阵飓风，咻！那道金色的神芒脱离枪尖，化作一道横贯天地的金色流光，撕裂长空，瞬间便出现在夜宵的眉心之前。速度之快，连空间都被其洞穿，留下一道久久无法愈合的漆黑裂痕。那股锐利的锋芒让下方的魔军感觉自己的神魂都要被撕裂。烈火堂主等人更是心头狂跳，想要冲上去为夜宵挡下这一击，可他们发现自己的身体在那股枪意之下竟然动弹不得。然而作为攻击目标的夜宵却站在原地，连眼皮都没眨一下。他只是在所有人都反应不过来的瞬间，缓缓伸出了右手，并拢了食指和中指。就在那道足以毁灭山脉的金色神芒即将触及他眉心的刹那，他伸出的2根手指精准无比地夹住了那道神芒的尖端。叮！一声轻响，时间仿佛在这一刻凝固了。那道来势汹汹，足以洞穿一切的金色神芒就那么停在了夜宵的指尖。枪芒之上蕴含的恐怖力量疯狂地爆发，想要寸进，却被那2根看似平平无奇的手指死死钳住，无法再前进分毫。狂暴的能量向四周溢散，将夜宵脚下的大地都刮去了厚厚一层。可他本人连衣角都没有动一下。整个战场鸦雀无声，所有人都瞪大了眼睛看着这匪夷所思的一幕。
天上的神将李信瞳孔骤然缩成了针尖大小，他脸上那冷漠的神情第一次出现了裂痕，取而代之的是浓浓的惊骇。怎么可能？他下意识地怒吼一声，神魂之力催动到极致，想要抽回自己的审判神枪。可他骇然发现，那道由他法则与神力凝聚的神枪仿佛被焊死在了对方的指尖，无论他如何发力都纹丝不动，太弱了。叶萧摇了摇头，似乎有些失望。他的2根手指微微用力，咔嚓一声清脆的碎裂声清晰地传入了在场每一个人的耳中。那道金色的神芒，这柄由上界法则凝聚，号称无坚不摧的上品灵宝及神枪虚影，竟然从被夹住的地方开始寸寸断裂，无数金色的法则碎片如同萤火虫一般消散在空中。不，李信惊骇欲绝地看着这一幕，道心都差点当场崩溃。叶萧松开手指，任由那些法则碎片消散。他抬起眼看向天空中那已经彻底呆住的李信，像是在看一个死物。他伸手从虚空中一抓，空间骤然紧缩，那杆被掰断的龙纹神枪本体发出一声哀鸣，不受控制地从李信手中脱手而出，飞到了叶萧的手里。叶萧握着断裂的枪杆，随手向前一掷，嗖，断枪化作一道比来时快了10倍的黑色流光，后发先至。李信刚从惊骇中回过神来，就感觉一股死亡的危机将自己笼罩。他想要躲闪，想要开启护体神光，可那道流光太快了，噗嗤一声戾气入肉的闷响，他身上的暗金色神铠，那足以抵挡合体近巅峰全力一击的护身至宝，如同纸糊的一样被瞬间洞穿。断裂的枪杆穿过了他的胸膛，带起一盆滚烫的金色神血，巨大的冲击力带着他的身体不受控制的冲天起，1000米、10000米、数万米。最终在东玄域无数强者惊骇的注视下，玄天神殿的审判神将李信被他自己的神枪死死地定在了数万米高空的云层之上。他的双眼圆睁，里面充满了不敢置信和恐惧。金色的神血顺着枪杆滴落，如同下起了一场金色的雨，整个世界死一般的寂静。叶萧抬头看了一眼那具挂在天上的尸体，目光平静。他转过头，视线扫过白玉非洲上那些已经吓傻了的天兵，他吐出2个字：下一个。那句下一个在死寂的战场上回荡，带着一股理所当然的霸道。白玉非洲上数千名金甲天兵握着神兵的手在抖，他们的神将合体近巅峰的李信像一块破布般被定在万米高空，金色的神血还在往下滴落，每一滴都砸在他们崩溃的道心上。没人敢动，没人敢出声。叶萧的目光从他们脸上扫过，像是看一群木桩。他收回视线，似乎失去了所有兴趣。烈火，属下在。烈火堂主上前，声如洪钟，传我命令。叶萧抬起一根手指，指向东方100万里外的天际，全军开拔，目标玄天神殿东玄分殿。烈火堂主一愣，随即眼中爆发出狂热的火焰。刚灭了一个万年底蕴的青云门少主，连喘息都不需要，就要直接去捅神殿的老窝，这是何等的狂妄，又是何等的让人热血沸腾。遵命。烈火堂主转身，对着身后那片已经重新列阵的黑色海洋发出了震天的咆哮。全军听令，开拔，目标东玄分殿。吼！数十万魔军的咆哮汇成一股毁灭的声浪，冲散了天空的云层。滔天的魔气再次升腾，数十万大军化作一股席卷天地的黑色洪流，跟在叶萧身后向着东方滚滚而去。从始至终，叶萧再没看天上的白玉非洲一眼，那种被彻底无视的羞辱比直接杀了他们更让他们难受。直到那股黑色的洪流消失在地平线上，非洲上的天兵才有人颤抖着开口：快回去禀报神殿，魔头去打东玄分殿了。100万里之外，一座悬浮于9天云海之上的宏伟神山，这里便是玄天神殿在东玄域的根基东玄分殿。此刻分殿之内警钟长鸣，分殿主殿之中，一名须发皆白、身穿星辰道袍的老者，脸色阴沉的快要滴出水来。他正是东玄分殿之主，修为已至半步渡劫的陆星河。岂有此理！陆星河一掌拍在身旁的玉石桌案上，整个大殿都为之一震。李信神将被戮，青云门被灭，区区下界魔头竟敢在我东玄域如此猖狂。下方一名长老躬身道：殿主，那魔头率领数十万魔军正朝我分殿方向杀来，我们该如何应对？如何应对？陆星河冷哼一声，眼中闪过一抹狠厉。他敢来，就让他有来无回。他站起身，走到大殿门口，看着下方云雾缭绕的山门，传我法旨，开启9天神光大阵，同时向神殿总部求援。就说下界魔主降临，罪孽滔天，请神殿降下天罚。我倒要看看他和他那所谓的魔君如何闯我这9天神光阵。
是。随着陆星河一声令下，嗡，整座悬浮神山剧烈震动起来，一道道粗壮的金色光柱从神山的各个角落冲天起，在天穹之上交织汇聚。转瞬之间，一张覆盖了方圆数万里的金色光网将整座神山笼罩其中。光网之上，无数神圣符文流转，散发出净化一切的恐怖气息。这便是东玄分殿的护山大阵，号称能抵御渡劫期强者猛攻的无上神阵。做完这一切，陆星河的脸色才稍稍好看了些。他背负双手立于殿前，静静等待着那群不知死活的下界蝼蚁。不到半个时辰，远方的天际一线黑潮出现，那黑潮迅速扩大，滔天的魔气染黑了半边天穹，仿佛要将这片神圣的领域彻底吞噬。数十万魔军兵临城下，肃杀之气与神山的光明气息激烈碰撞，发出滋滋的声响。烈火堂主等合体境强者望着那巨大的金色光网，都感到了一股心悸。少主，这阵法不简单。叶萧立于大军最前方，抬头看了一眼那座声势浩大的神阵，他笑了，那笑声不大，却带着一种发自骨子里的轻蔑。花里胡哨，他评价了一句，然后在数十万魔军和神殿修士的注视下，一步踏出。这一步，他便脱离了大军，独自一人悬浮于那座巨大的神阵之前。神山之上，陆星河看到这一幕，同样冷笑。愚蠢的魔头想要一人破阵，简直是痴人说梦。他正准备催动大阵将叶萧绞杀，可下一秒，他脸上的冷笑就彻底凝固了。只见叶萧的身后空间开始扭曲，一股不属于这个时代，仿佛来自太古洪荒的恐怖气息从他体内轰然爆发。那股气息古老、苍茫、霸道，充满了毁灭与终结的意味。那是什么？陆星河的瞳孔骤然收缩，死死地盯着叶萧的身后。在那里，一尊模糊不清却高达万丈的巨大虚影正缓缓地凝聚成型。那虚影看不清面容，但仅仅是轮廓就让所有看到他的人神魂都在战栗，仿佛那是万魔的源头，是宇宙的终点。魔神虚影，叶萧体内的魔神真意被他毫无保留地催动了。那尊巨大的魔神虚影缓缓抬起了自己的一只手掌，那手掌遮天蔽日，对着下方那座被无数神光笼罩的悬浮神山缓缓地拍了下去。这一掌没有风雷之声，没有法则波动，有的只是纯粹到极致的毁灭。神山之上，陆星河看着那只越来越近的巨大手掌，脸上的血色瞬间褪尽。他感受到了死亡，一种无法抵抗、无法逃避的绝对的死亡。不，快！全力催动大阵。他声嘶力竭地咆哮着，将自己半步渡劫的修为疯狂地注入大阵的核心。数万神殿修士也反应过来，一个个面无人色，拼了命地将自己的神力灌入阵眼。嗡！9天神光大阵光芒暴涨，化作一道厚达1000丈的金色天幕，试图抵挡那只落下的魔掌。然后，两者接触了，没有惊天动地的巨响，没有能量碰撞的余波。那号称能抵御渡劫强者猛攻的9天神光大阵，在那只魔神巨掌之下，就像一个被轻轻戳破的肥皂泡，无声无息地湮灭了。金色的光网连同其笼罩下的整座悬浮神山，以及山上的数万神殿修士，连同那位半步渡劫的殿主陆星河，都在这一掌之下化为了最原始的齑粉，烟消云散。当魔神虚影的手掌抬起时，原地只留下一个深不见底的巨大掌印。整个世界安静了。叶萧身后的数十万魔军个个张大了嘴巴，呆呆地看着这一幕。一掌灭一宗。叶萧缓缓收回气息，身后的魔神虚影也随之消散。他一步踏出，身形出现在那巨大的掌印深坑中心。他闭上眼，感应了一下，随即他猛地一脚跺下，轰！大地开裂。他伸出手，对着裂缝的深处狠狠一抓。啊！一声仿佛来自远古龙神的咆哮从地底深处响起。一条通体由最精纯的神圣能量凝聚而成，长达万丈的巨大光龙被他硬生生地从地脉深处拽了出来。神元灵脉，玄天神殿用以镇压东玄域气运的至宝。好东西！叶萧看着那条在他手中疯狂挣扎咆哮的光龙，咧嘴一笑。他张开嘴，对着那巨大的龙头猛地一吸，那条万丈长的神元灵脉化作一道贯穿天地的能量洪流，被他鲸吞入腹。轰隆！他的体内传出一声惊天动地的轰鸣，一股远超合体境巅峰的气息从他身上冲天起，天空在瞬间变得漆黑如墨，厚重如山的劫云从四面八方疯狂汇聚而来，一道道比山脉还要粗壮的紫色雷龙在云层中翻滚咆哮，散发出毁天灭地的气息。渡劫天劫！叶萧非但没有丝毫畏惧，反而抬起头看着那咆哮的雷龙，眼中露出了贪婪的光芒。
第一道雷龙咆哮着撕裂长空，当头劈下。夜宵不闪不避，同样张开嘴，对着那道雷龙再次一吸。那足以将寻常渡劫者劈成飞灰的恐怖雷龙，竟也被他一口吞了下去。他沐浴在漫天雷光之中，抬头望向那无尽的苍穹，仿佛在对整个上界宣告：这才刚刚开始。天劫的雷光在夜宵体内奔涌，发出阵阵轰鸣。那些足以让渡劫老怪灰飞烟灭的紫色雷龙，此刻温顺的像一条条泥鳅，被他体内的神魔混沌之力碾碎、吸收，化为最本源的能量，滋养着他的魔骨与魔心。他站在巨大的掌印深坑中央，只是随意的呼吸，四周的空间就随之扭曲、崩塌又重组。身后数十万魔军鸦雀无声，所有人都匍匐在地，连抬头看一眼他们少主的勇气都没有。刚才那吞噬天劫的一幕，已经彻底击碎了他们对强大二字的认知。那不是修士，那是神，是魔，是凌驾于天道之上的存在。少主，一名新晋的合体境魔将，也就是烈火堂主的一名副手，声音颤抖着开口。夜宵缓缓睁开眼，两道实质般的黑芒从他眼中射出，洞穿了远方的天际。他感觉自己不一样了，整个上界在他眼中不再是坚不可摧的牢笼，而像是一件布满了裂痕的瓷器。他能清晰地看到那些法则的纹路，只要他想，随时都能一拳将其彻底打碎。起来吧！他的声音不大，却清晰地传入每一个人耳中。数十万魔军这才敢缓缓起身，但头依旧低垂着。夜宵没有再理会他们，而是翻手取出一枚古朴的玉简，正是他父亲叶苍穹给他的偷天换日。他将一缕刚刚稳固的渡劫境魔气注入其中，玉简嗡鸣一声，一道黑色的烟气升腾而起，在空中化作一面水镜晃动了几下。烈火堂主那张粗犷的脸出现在其中，背景似乎是一座阴森的魔殿。他看起来有些狼狈，脸上还有一道浅浅的划痕，但双眼却亮得吓人，充满了亢奋。少主！烈火堂主一看到夜宵，立刻单膝跪下，声音洪亮，说。夜宵言简意赅。烈火堂主嘿嘿一笑，挠了挠头。少主，属下按您的吩咐，已经抵达了北冥域，也找到了那上界第一魔宗万古魔宗。不过那帮老东西一开始鼻子都快翘到天上去了。烈火堂主像是想起了什么，一脸不爽地骂道：他们看属下是从下界来的，压根不放在眼里，张口闭口就是下界魔宅子，还想把属下给擒了，说是要研究下界的魔功有什么不同。他说到这里，话锋一转，语气充满了得意。属下没办法，打又打不过他们那个渡劫境大圆满的老宗主，只能按您说的，把您赐下的那道魔神真意给亮了出来。夜宵面无表情地听着，烈火堂主的神情愈发激动，唾沫横飞。少主，您是没看到那老家伙的脸啊？那道真意一出来，他整个人都傻了，脸从黑的变成白的，又从白的变成青的，最后扑通一声，直接就跪了，嘴里喊着恭迎魔主降临，那叫一个利索，比他亲儿子都亲。现在属下就在万古魔宗的主殿里，那老宗主跟个孙子似的在旁边伺候着，说愿意听候魔主您的任何差遣。夜宵听完，只是淡淡的点了点头，废物利用罢了。这平淡的4个字让烈火堂主一愣，随即眼中的狂热更盛。是啊，在少主眼里，那上界第一魔宗的宗主也不过是个可以利用的废物而已，这才是他的少主。夜宵手指在玉简上轻轻一点，水镜中的画面一转，出现了林天宇的身影。他此刻穿着一身白色的宗门长袍，风神俊朗，气质俨然就是正道天骄的模样，只是眼神深处藏着一抹挥之不去的魔意。少主！林天宇躬身行礼，态度恭敬。如何？属下已经成功混入了一个名为讨神联盟的组织。林天宇语速平稳地汇报。这个联盟由东玄域、北冥域等数个大域的顶尖仙道宗门暗中组成，表面上都臣服于玄天神殿，每年按时上贡，派遣弟子加入神殿，但他们背地里却一直在积蓄力量，盘算着怎么把神殿拉下马，自己坐上那个位子。很好，夜宵评价了一句，这正是他想看到的局面。上界并非铁板一块，他再次将画面切回烈火堂主。烈火，属下在，传我万魔令。夜宵的声音平静，却带着一股不容抗拒的意志。烈火堂主呼吸一滞，以本少主的名义，向整个上界所有叫得上名号的魔道宗门、魔道世家发出邀请。3月之后，万古魔宗召开万魔大会，共商伐神大计。烈火堂主感觉自己的血液都在燃烧。万魔令，万魔大会，这是要整合整个上界的魔道势力，与那高高在上的玄天神殿正面对抗啊！属下遵命。他吼道：属下定要让整个上界的魔道都知晓魔主您的威名。不，夜宵打断了他。他看着水镜中的烈火，嘴角勾起一抹残忍的弧度。你还要告诉他们，来的
活，不来的死。烈火堂主心头一震，瞬间明白了叶萧的意思。叶萧看着他，一字一句地说道：本少主不是要跟他们结盟，是要他们臣服。话音落下，叶萧挥手掐断了联系，空中的水镜化作黑烟消散。他站在原地，负手而立。东玄域的域主府，讨神联盟，万古魔宗，在他眼里都不过是棋盘上可以随时落子，也可以随时掀翻的棋子。整个上界都将是他的猎场。就在这时，他身前的空间荡开一圈圈涟漪，一道倩影从中走出。林夕雪一袭黑裙，身段婀娜，只是脸上再无往日的清冷，取而代之的是面对叶萧时的柔情。他的气息赫然已经达到了合体境大圆满，距离渡劫境也只差临门一脚。这是叶萧之前在通天秘境用世界本源为他重塑根基的结果。只是此刻，他那张绝美的脸上却布满了凝重与焦急。叶萧转身看着他，眼中那漠视众生的神色终于有了一丝变化。怎么了？林夕雪快步走到他面前，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夫君，下界出事了。叶萧眉梢微挑，示意他继续说。林夕雪深吸一口气，用最快的语速将事情的始末道出。您离开后，魔尊大人便按照您的意志着手整合整个玄天大陆。他手段酷烈，所有不服的宗门尽数被踏平，杀戮太多，流血飘橹。就在7天前，整个大陆的怨气与血气似乎触动了某个深藏在地核深处的古老禁制，一道封印破碎了。说到这里，林夕雪的脸色变得有些苍白。然后玄天大陆的天道意志苏醒了。天道意志，叶萧重复了一遍，语气里听不出喜怒，只有一丝好奇。对。林夕雪点头，眼中浮现出恐惧。他化作一个白衣少年的模样，自称玄天。他说，我们这些大陆生灵都是啃食世界的蛀虫，他要清理门户，重塑乾坤。他就是那个世界的神，言出法随，一念之间山河崩碎，日月无光。我们引以为傲的修为在他面前就像个笑话。叶萧静静听着，眼神没有任何变化。林夕雪的声音更急了。魔尊大人动用了万魔殿的全部力量，开启了您留下的9幽10方寂灭阵，可也只能勉强抵挡。那个玄天的力量远远超过了渡劫境的范畴，魔尊大人被他完全压制，根本无法出手。大阵已经快撑不住了，魔尊大人是拼着本源受损才强行撕开一条通道，将我送上来向您求援的。他一口气说完，紧张地看着叶萧，等待着他的雷霆之怒。然而叶萧的脸上没有愤怒，没有焦急。他先是沉默了片刻，然后嘴角竟缓缓勾起，那笑容不带任何温度，反而充满了冰冷的看猎物般的兴致。天道化身，他低声念了一句，随后竟轻笑出声。呵，我的后花园也敢有东西出来撒野。林夕雪愣住了，他预想过叶萧的任何反应，唯独没有想到会是这样。这已经不是自信，而是纯粹的疯狂。那可是天道，一个世界至高无上的主宰。叶萧仿佛看穿了他的心思，伸手捏了捏他紧绷的脸颊。一个被封印了不知多少年的残次品罢了，也敢称天道。他松开手，目光投向虚空，仿佛已经穿透了世界壁垒，看到了下界的光景。正好我刚突破，缺一件趁手的补品来稳固境界。夫君，你的意思是？林夕雪的呼吸停滞了。叶萧转过头看着他，笑容残忍。回去，不是救火，是收割，连同那个所谓的天道，还有整个玄天大陆，我要将它炼成我的神国。话音落下，他不再多言。他抬起手，对着身后那片刚被他一掌抹平的废墟随意的一挥。看好家！一道魔念瞬间跨越千万里，精准的烙印在留守的几名合体禁魔皇位神魂之中。做完这一切，他拉起林夕雪的手，走，回去收东西了。不等林夕雪反应，叶萧向前踏出一步。他没有去寻找叶苍穹撕开的那个通道，而是直接抬起了另一只手。渡劫境的恐怖魔气混合着神魔混沌之力，在他掌心汇聚。他对着身前的空间像是撕一张薄纸般轻轻一划，吃了一道比来时宽阔10倍、稳定100倍的巨大空间裂缝凭空出现。裂缝的另一头不再是混乱的空间乱流，而是一条漆黑的仿佛通往9幽的深邃通道。通道的尽头能清晰地看到万魔殿那摇摇欲坠的护山大阵。叶萧拉着林夕雪，看都没看周围上界那壮丽的山河，一步便踏入了漆黑的通道之中。玄天大陆，万魔殿上空，整个天空都被一种纯粹的令人绝望的白色光芒所笼罩。曾经魔气滔天的魔道圣地，此刻像一个被置于烈日下的冰块，正在飞速消融。那座号称能寂灭10方的9幽10方寂灭阵，此刻光芒暗淡，巨大的黑色光幕上布满了蛛网般的裂痕，仿佛下一秒就会彻底崩碎。
大阵下方，所有万魔殿的弟子，包括那些新进的合体境长老，全都脸色惨白，七窍流血，苦苦支撑着大殿前。叶苍穹一身黑袍，嘴角挂着血迹，死死地盯着天空。他引以为傲的禁忌魔尊之力，在这个世界之内被压制的连30%都发挥不出来。而在那白色天穹的中央，一个身穿白衣、容貌俊美的不似凡人的少年正漠然地悬浮着。他没有动用任何惊天动地的法术，只是静静地站在那里，整个世界的天地法则便都成了他手中的利刃，无时无刻不在绞杀着下方的阵法。他就是玄天，是这个世界的天道意志。他看着下方还在苟延残喘的万魔殿，似乎失去了一切耐心。一群顽固的蛀虫，该清理了。他漠然地开口，声音不带一丝情感，却响彻在整个大陆每一个生灵的耳中。他缓缓抬起一根手指，那根手指晶莹如玉，指尖之上一抹极致的毁灭气息开始汇聚。那不是法力，不是神通，而是整个世界本源的凝聚。这一指点下，别说区区一个护山大阵，就是整个万魔殿连同下方的山脉都将被从这个世界上彻底抹去。叶苍穹瞳孔骤缩，就要燃烧魔魂做最后一搏。就在这时，白衣少年玄天的动作忽然停住了。他抬起头，那双漠视众生的眼眸第一次有了波动。他看向万魔殿上方的虚空，哧啦，一道巨大的黑色裂缝蛮横地撕裂了他所掌控的白色天穹。2道身影，一黑一白，从中缓步走出，正是叶萧与林夕雪。玄天的目光瞬间就锁定了为首的叶萧。他感受到了对方身上那股不属于这个世界，甚至凌驾于这个世界之上的恐怖气息。他准备点向万魔殿的手指，缓缓放了下来。看着那道黑色的身影，他那张万古不变的脸上竟露出了一抹讥讽的笑意。你这条最大的蛀虫，终于回来了。叶萧听着那自称玄天的白衣少年用着毫无情感的语调说出的讥讽，他非但没有动怒，反而笑了。那笑声不大，却像是带着某种奇特的魔力，让下方摇摇欲坠的万魔殿众人心头莫名的安定下来。蛀虫，叶萧歪了歪头，打量着眼前的天道化身，像是在看一件有趣的藏品。你很快就会明白什么叫真正的吞噬。玄天的脸上依旧没有任何表情，那双漠视众生的眼睛里倒映出叶萧的身影。你的存在本身就是对这个世界的亵渎，是吗？叶萧活动了一下手腕，发出咔咔的声响。那今天我就让你这个世界一起堕落。玄天不再言语，他只是缓缓地抬起了手。一瞬间，整个世界都仿佛活了过来。万魔殿下方的叶苍穹脸色巨变，他感觉到自己与这个世界的所有联系正在被强行切断，灵气在排斥他，法则在放逐他，他体内的魔气运转都变得晦涩无比，这是一种降维打击。作为这个世界的主宰，玄天可以剥夺任何一个此界生灵调用天地之力的资格。他要将叶萧打回原形，变成一个手无寸铁的凡人，然后再像碾死一只蚂蚁一样抹去他的存在。白色的天穹光芒大盛，无尽的世界之力化作无形的枷锁，朝着叶萧镇压而去。林夕雪紧张地抓住了衣角，连呼吸都忘了。叶萧站在那片力量风暴的中心，却连衣角都没有动一下，他甚至还打了个哈欠。完了，他看着玄天，眼神里带着点失望。就这点手段，玄天那万古不变的脸上终于出现了一丝裂痕。他无法理解，在他的世界里，他就是全知全能的神，为什么他的权柄对眼前这个男人完全无效？叶萧身上的神魔混沌体自成一界，根本不受玄天大陆的法则约束。玄天的行为就像一个国王试图去命令另一个国家的皇帝，可笑至极。看来你这个所谓的天道也不怎么样嘛。叶萧摇了摇头，似乎失去了继续玩下去的兴致。既然你表演完了，那就该我了。话音落下，他向前踏出一步，简简单单的挥出了一拳。没有惊天动地的异象，没有法则的轰鸣，只有纯粹的、极致的、足以撕裂一切的力量。在他身后，一尊高达万丈的太古魔神虚影一闪而逝，同样挥出了拳头。轰！玄天身前那由整个世界之力凝聚的无形壁障，像是被铁锤砸中的玻璃，瞬间布满了裂痕，然后轰然破碎。拳风不止，直直地轰在了那片白色的天穹之上。笼罩整个大陆的白色光幕被硬生生打出了一个巨大的窟窿，露出了后面漆黑的虚空。玄天的身体第一次晃动了一下，他那双漠然的眼眸里终于透出了名为震惊的情绪。不可能，在这个世界，我的力量是无穷无尽的，你怎么可能伤到我？他嘶吼出声，声音不再是平淡的神语，而是充满了人性化的惊怒。无穷无尽！叶萧的身影鬼魅般出现在他面前，两人的脸相距不到1尺。他看着玄天那双开始动摇的眼睛，笑得越发残忍。那就让我看看，你的无穷无尽到底有多少。
大战彻底爆发，玄天彻底疯狂了。他念头一动，下方的大地裂开，数千条山脉化作土龙，咆哮着撞向夜宵。夜宵看也不看，反手一巴掌拍下，遮天蔽日的魔手降临，数千土龙瞬间化为齑粉。玄天双手一合，天降亿万雷霆，每一道都足以劈死一名渡劫修士。夜宵张开嘴，如同长鲸吸水，将漫天雷海一口吞入腹中，还打了个嗝，味道一般。下方万魔殿的广场上，叶苍穹仰着头，看着天空中那场已经完全超出他理解范畴的战斗，嘴里全是苦涩。这小子，他喃喃自语，已经不是怪物了，他就是个疯子。他本以为自己已经足够狂了，敢与天道意志对峙，可现在看来，自己儿子是想把天道当饭吃。战斗在升级，整个玄天大陆都在哀嚎，大地被撕裂，海洋被蒸发，天空被打成了一块破布。要不是夜宵还有意护着万魔殿所在的区域，光是战斗的余波就足以将下方的一切都抹平。玄天的气息开始变得不稳定，他调动的世界本源越多，那张俊美的脸上裂痕就越多。他终于意识到，眼前这个男人是在消耗他的本源，他是在捕食这个世界。我要你死！玄天发出最后的咆哮，他不再维持人形，而是化作一团无比璀璨的白色光球，那是整个玄天大陆最核心的世界本源。他要用同归于尽的方式将夜宵这个蛀虫彻底净化。一道粗壮到无法形容的白色光柱，蕴含着整个世界的生与死、毁灭与创造，朝着夜宵当头轰下。这一击足以将整个大陆连同上面的所有生灵全部重归混沌。面对这绝杀的一击，夜宵却笑了，他等的就是这个机会。他没有闪躲，甚至没有防御，任由那道光柱将自己完全吞没。夫君！林夕雪失声惊呼，叶苍穹的瞳孔也缩成了针尖。就在所有人都以为夜宵已经被彻底抹去时，那贯穿天地的白色光柱中心处突然亮起了一点极致的黑暗。那点黑暗仿佛拥有生命，疯狂地扭曲跳动。抓到你了！夜宵那带着笑意的声音从光柱内部传出。下一秒，他的身影竟直接穿透了世界本源的轰击，出现在那巨大的白色光球面前。他的手上一缕漆黑的仿佛有生命的魔气正在缓缓跳动，那是道心种魔大法的终极奥义，以魔神真意为引，种下的连天道都能污染的魔种。你！光球中传出玄天惊恐的意念。太晚了！夜宵将那缕魔气轻轻地按进了光球的内部，吃，就像一滴墨水滴入了清水之中。极致的黑暗瞬间开始在纯白色的世界本源中蔓延。玄天发出痛苦到极致的惨叫，那声音不再是宏大的神音，而是充满了恐惧与绝望的哀嚎。你对我做了什么？这是什么东西？滚出去！给我滚出去！他的本源正在被污染、被侵蚀、被同化。别急！夜宵张开双臂，他身后的空间化作一个深不见底的黑色漩涡，神魔混沌领域全力展开。很快，我们就是一家人了。他笑得像个得到了心爱玩具的孩子，猛地将那失控的白色光球连同那被撕裂的天穹、无尽的虚空一同拉入了自己体内。现在，你是我的一部分了。夜宵的声音在玄天大陆每一个生灵的脑海中响起。随后，天空彻底暗了下来，整个世界陷入了一片死寂的黑暗。7日7夜转瞬即逝。当万魔殿的众人以为世界末日已经降临时，黑暗的苍穹之上亮起了一双眼睛。那是一双怎样的眼睛？左眼是燃烧的末日，右眼是冰冷的神月，眼眸深处有星辰生灭，有星河倒转。夜宵再次出现，他站在虚空之中，身上的气息与整个世界完美的融为一体。不，应该说这个世界已经成了他气息的一部分。他低头看了一眼下方满目疮痍的大地，他心念一动，下一刻神迹降临。那些深不见底的巨大裂谷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飞快愈合，被蒸发的海洋重新被甘霖填满，被夷为平地的山脉再次拔地而起，甚至比以往更加雄伟。枯竭的灵气如同井喷一般从地脉深处涌出，比之前浓郁了100倍不止。所有幸存的生灵都在这一刻感受到一股来自灵魂最深处的悸动，那是源自生命本位的臣服感。夜宵成了这个世界唯一的神。他缓缓抬起头，目光穿透了刚刚重塑的世界壁垒，望向了那遥远而浩瀚的上界。一个世界还是太小了。夜宵站在一片虚无的黑暗中，整个玄天大陆此刻就像他身体的一部分，每一次呼吸，每一次心跳都与这方世界同频。他能感受到最深地核中魔气的涌动，也能听到9天之上罡风的低语。这就是神国，他的神国。轰！
一股远比之前吞噬天劫时庞大100倍的世界本源之力，从神国的每一寸土地、每一片海洋中倒灌而回，涌入他的四肢百骸。这股力量没有丝毫狂暴，温顺的像自家豢养的宠物。叶萧体内的神魔混沌之力发出兴奋的嗡鸣，主动迎了上去，疯狂地吞噬、融合。他渡劫境初期的修为壁垒，连半点涟漪都没有泛起，就被这股洪流冲得粉碎。咔嚓，仿佛有什么无形的枷锁在他体内应声而断。他的气息开始以一种恐怖的速度节节攀升。渡劫境初期顶峰，渡劫境中期，力量的暴涨没有带来任何不适，一切都水到渠成。叶萧握了握拳头，周遭的虚空都因为他这个简单的动作而泛起褶皱，仿佛随时都会破碎。这才有点意思。他低语一句，身形一闪，已经回到了万魔殿的上空。下方，叶苍穹和林希雪正仰头看着他，两人的眼神复杂到了极点。特别是叶苍穹，他感受着叶萧身上那股与整个世界融为一体、深不可测的气息，嘴里全是苦涩。自己这个儿子真的把天给吞了。你……叶苍穹刚想开口说些什么，却发现自己根本不知道该说什么。叶萧落在他面前，上下打量了他一眼，脸上露出嫌弃的表情。老爹，你这修为太弱了。叶苍穹眼角一抽，一口老血差点喷出来。他堂堂竞技魔尊，屹立于此界之巅数千年，如今竟然被自己儿子当面说太弱。臭小子，你以为谁都像你这个怪物？叶苍穹没好气地骂道。怪物？叶萧笑了笑，我只是拿回了属于我的东西。他抬起手，对着叶苍穹的方向随意的一指点出。看你卡了这么多年，也挺难受的。今天我心情好，送你一场造化。叶苍穹还没反应过来，一股根本无法抗拒的浩瀚世界本源就从四面八方疯狂涌入他的体内。这股力量的精纯程度远超他毕生所见。混账！你干什么？叶苍穹大惊失色，他能感觉到自己卡了上千年的渡劫境瓶颈，在这股力量的冲刷下正在剧烈松动。他想要抵抗，想要将这股力量逼出体外，可是在这个世界里，叶萧就是唯一的主宰，他赐予的力量谁也无法拒绝。轰隆！叶苍穹的体内传来一声巨响，困扰他千年的壁垒轰然破碎，一股远超合体境大圆满的恐怖气息从他身上冲天起。天空之上，刚刚恢复平静的法则再次躁动，黑压压的劫云开始凝聚。渡劫天劫！叶苍穹又惊又怒，他还没做好任何准备，这天劫要是劈下来，他就算不死也得脱层皮。吵死了！叶萧瞥了一眼天上的劫云，眉头微皱，他心念一动，那足以让任何合体境巅峰修士绝望的恐怖劫云，像是收到了什么命令，竟在瞬息之间烟消云散，仿佛从未出现过。叶苍穹，他张了张嘴，感受着体内那股崭新而强大的力量，整个人都陷入了呆滞。上千年他梦寐以求的境界，就这么被自己儿子一指头给点上来了，而且连天劫都被他一句话给喝退了。这他妈的还讲不讲道理了？叶萧没再理会陷入自我怀疑的老爹，他转过身看向一旁的林希雪。此刻的林希雪眼中除了爱慕，更多的是一种仰望。自己的夫君已经站在了他无法想象的高度。雪儿，叶萧伸手轻轻抚过他的脸颊，你的力量还是太弱了。同样的话从他嘴里说出来，却让林希雪心头一暖。他乖巧地点点头，我会努力追上夫君的脚步。不需要。叶萧摇了摇头，指尖在他的眉心轻轻一点，一股同样精纯却温和了许多的神国本源缓缓渡入他的体内。这股力量没有强行提升他的修为，而是像春雨润物，不断洗炼着他的神魔混沌体，巩固着他合体境大圆满的根基。林希雪体内的神魔太极图开始飞速旋转，与整个玄天大陆的世界本源产生了奇妙的共鸣。他感觉自己虽然境界未变，但举手投足间似乎能调动一丝这个世界的力量。战力何止倍增。做完这一切，叶萧收回手，目光投向了下方万魔殿广场上，那些劫后余生正用狂热眼神看着他的魔道众人。他没有开口，一个念头却清晰地响彻在每个人的脑海。从今日起，万魔殿所有化神境以上核心成员皆可入万魔池接受神国本源洗礼。本座要你们在最短的时间内踏入合体境，甚至更高。上界需要一支能踏平一切的神魔大军。话音落下，整个玄天大陆的灵气浓度开始以一种违背常理的速度疯狂飙升，10倍、50倍、100倍，无数枯竭的灵脉重新焕发生机。许多深山老林中原本需要千年才能成熟的天才地宝，在短短几个呼吸间就开花结果，散发出诱人的药香。整个世界都在叶萧的意志下变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修炼圣地。尊魔主法旨。下方无论是新晋的合体境长老，还是普通的魔皇位，全都激动得浑身颤抖，疯狂地跪地嘶吼。
他们知道，一个属于万魔殿、属于他们魔主的时代真正降临了。叶宵看着下方狂热的众人，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他缓缓抬起头，目光仿佛穿透了刚刚被他重塑的世界壁垒，望向了那片更为广阔也更为精彩的上界。之前的入侵不过是小打小闹，现在有了整个神国作为后盾，真正的战争可以开始了。他对着无尽的虚空淡淡开口，声音不大，却精准地跨越了世界，烙印在两个人的神魂深处。烈火，林天宇，准备一下，3个月后的万魔大会，本座会亲自到场。叶宵交代完下界的事情，目光扫过叶苍穹和林夕雪。老爹，这个世界现在归你了。他说话的语气像是在丢出一块不值钱的封地。你……叶苍穹刚从渡劫境的力量暴涨中回过神，就被自己儿子这句话噎得半死。这说的是人话吗？一个世界就这么给我了，好好经营。叶宵没理会他复杂的表情，又补充了一句，别等我回来的时候发现我的后花园被你弄得一团糟。叶苍穹深吸一口气，强行压下揍人的冲动，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知道了，滚吧，早点滚，眼不见心不烦。再待下去，他怕自己刚稳固的道心又被这小子气出裂痕。叶宵笑了笑，转头看向林夕雪，他伸出手整理了一下他鬓角的发丝。你留下帮他，万魔池需要人看管，那些新进的合体境也需要人统领。林夕雪乖巧的点头，眼中是化不开的柔情与崇拜。夫君放心，家里有我。叶宵满意地点点头，他心念一动，一缕神国本源之力从他体内分离出来，在他身旁凝聚成另一个叶宵。这个化身的气息与他一般无二，同样深不可测，只是眼神空洞，没有神采。这个化身留在这里坐镇东玄域。叶宵对着虚空吩咐了一句，像是在对烈火堂主和林天宇说话。万古魔宗那边准备好开席了。做完这一切，他不再停留，右手随意地向面前一划，吃了。刚刚被他重塑的世界壁垒像是最柔软的布匹，被轻易撕开一道巨大的裂口。裂口对面是深邃混乱充斥着空间风暴的上界虚空。叶宵一步踏出，身影瞬间消失在通道之中。上界北冥域，这里是整个上界魔气最浓郁也最混乱的地域。万古魔宗作为北冥域曾经的第一魔门，今日更是魔气滔天，煞气冲霄。宗门主殿内早已被改造成一个巨大的会场，数百道强横无比的气息在这里肆无忌惮的碰撞交锋。我说万古老鬼，你搞这么大阵仗，把我们都叫来，那个所谓的魔主人呢？一个身高3丈，浑身肌肉虬结，皮肤呈现古铜色的巨汉瓮声瓮气的开口。他每说一个字，脚下的大殿地板都跟着震动一下。此人正是北冥域以炼体闻名的霸体魔宗宗主，修为已制度劫境中期，一身横炼筋骨，号称可硬汉道气。坐在主位旁边的万古魔宗宗主，一个面容枯槁的老者，此刻额头上全是冷汗。他如今也是渡劫境大圆满的修为了，可在这些桀骜不驯的魔头面前，依旧感觉压力山大。霸体宗主稍安勿躁，魔主大人很快就到。他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自从被烈火堂主用一缕所谓的魔神真意轻松降服后，他就成了叶宵在上界的第一个高级仆人。这次万魔大会就是由他负责操办。很快是多快？另一边，一个浑身笼罩在黑袍里，声音嘶哑的魔头冷笑一声：万古，你别是被人骗了，什么狗屁魔主，怕不是玄天神殿那帮伪君子想把我们一网打尽的阴谋吧？血煞老魔说的对，万古，你最好给我们一个解释，否则今天你的万古魔宗怕是要换个主人了。殿内数百个来自上界各域的魔道巨擘纷纷起哄，他们每一个都是一方霸主，杀人如麻，无法无天，让他们臣服于一个连面都没见过的魔主，简直是天大的笑话。若不是传信的烈火堂主同样是渡劫境的强者，他们连来都懒得来。一群蠢货。站在万古宗主身后的烈火堂主看着这群吵闹的魔头，眼中闪过一丝轻蔑。井底之蛙根本不知道自己即将面对的是何等恐怖的存在。就在大殿内的气氛越来越紧张，几乎要失控的时候，安静。烈火堂主冷冷开口，渡劫境的威压轰然散开。时辰已到，恭迎魔主。他猛地单膝跪地，朝着大殿最上方那个用整块万年魔晶雕琢而成的巨大主座低下了头。万古宗主也连忙跟着跪下，恭迎魔主。大殿内瞬间安静了一瞬，所有魔头都齐刷刷地看向那个空无一人的宝座。一息，2息，3息，宝座上依旧空空如也。霸体魔宗的宗主第一个爆发出震天的大笑。万古，烈火，你们两个在耍我们吗？人呢？我看根本就没有什么魔主。
想让我们臣服？可以。霸体宗主猛地站起身，捏了捏比别人大腿还粗的拳头，骨节爆响。谁能接我一拳不死，我就认他当老大。我来当这个魔主，谁赞成？谁反对？他环视四周，渡劫境中期的恐怖气焰压得不少修为稍弱的魔头喘不过气。然而就在他话音落下的那一刻，主座之上一道身影毫无征兆地出现了，就像他本来就坐在那里，只是之前所有人都瞎了眼没有看到而已。那是一个穿着黑袍的年轻人，容貌俊美的有些不像话。他手中凭空出现一个白玉酒壶和一只酒杯，自顾自地倒了一杯酒，然后端起来放在唇边。整个过程没有一丝一毫的能量波动，仿佛只是一个凡人在做一件再普通不过的事情。大殿内刹那间落针可闻，所有魔头的瞳孔都在这一瞬间缩成了针尖。没感觉到，完全没感觉到他是怎么出现的。霸体宗主的笑声僵在了脸上，他感觉自己的脸颊像是被人狠狠扇了一巴掌，火辣辣的疼。前一秒他还在叫嚣，下一秒正主就这么无声无息地坐在了他觊觎的宝座上，这简直是赤裸裸的羞辱。你……他刚想开口，叶宵却像是完全没看到他一样，轻轻地抿了一口杯中的酒。这个动作彻底点燃了霸体宗主的怒火。找死！他发出一声震动九霄的咆哮，不管你是什么东西，给老子下来！轰！他没有丝毫留手，积蓄了全身力量的一拳悍然轰出。这一拳打出了他炼体大道的极致，拳锋所过之处，空间寸寸扭曲，化作实质的波纹，仿佛连光线都被这一拳打得弯折。殿内所有魔头都脸色巨变，纷纷运起护体魔功，惊恐的后退。他们毫不怀疑，这一拳足以将一座100万里的大山都轰成宇宙的尘埃。面对这毁天灭地的一拳，叶宵甚至连眼皮都没抬一下，他依旧保持着品酒的姿势，只是另一只空着的手随意的屈指一弹，没有声音，没有光芒，只有一道微不可见的黑色指锋悠悠然的飞出。那指锋看起来慢悠悠的，没有半点力道，可他却后发先至，在霸体宗主那足以崩碎星辰的拳头面前轻轻地点了上去。时间仿佛在这一刻静止，霸体宗主脸上的狰狞还凝固着，他低下头，不可思议地看着自己的拳头，拳头的正中心出现了一个光滑无比的小孔，小孔不大，只有手指粗细。下一秒，小孔瞬间扩大，从他的拳头到他的手臂，到他的肩膀，再到他的整个胸膛，一道黑线贯穿了他的身体。他想说什么，却发不出任何声音。他那引以为傲、号称坚不可摧的魔躯，就像被风化的沙雕，从拳头开始寸寸瓦解消散，化作最细微的黑色粉末，连同他的神魂、他的意志、他的一切存在痕迹，都在这一指之下被彻底抹除。一阵风吹过，粉末飘散，那个刚才还不可一世的霸体魔宗宗主就这么没了。大殿之内死一般的寂静，所有魔头都像被施了定身术，僵在原地，浑身冰冷。他们看着主座上那个年轻人，如同在看一尊来自太古洪荒的无上魔神。咔！叶宵终于放下了手中的酒杯，杯底与桌面碰撞，发出清脆的声响。在这死寂的大殿中，这声音比亿万雷霆还要响亮。他缓缓抬起头，那双淡漠的眸子第一次扫过下方那一张张惊恐到扭曲的脸。他薄唇轻启，声音不大，却清晰地钻进每一个魔头的耳朵里。还有谁想试试？叶宵的声音落下，大殿内连一根针掉落的声音都听不见。数百名在上界跺跺脚都能引发一方地震的魔道巨擘，此刻全都变成了泥塑的雕像。他们看着主座前那滩黑色的粉末，那里刚才还站着一个渡劫境中期的霸体魔宗宗主，现在什么都没了。烈火堂主和万古宗主跪在地上，头颅深埋，身体因为激动和敬畏而微微颤抖。这才是他们追随的魔主，这才是真正的无上神威。咕咚，不知是谁艰难地咽了口唾沫，这声音在死寂的大殿里像是惊雷一般炸响，瞬间惊醒了所有人。扑通扑通扑通，一连串的闷响。之前还站着的魔头们像是被抽掉了骨头，一个个争先恐后的跪了下来，五体投地。我等参见魔主。魔主神威盖世，万古无双。山呼海啸般的臣服声充满了恐惧，他们怕了，是真的怕了。一指头弹死一个渡劫中期的炼体大能，这是什么概念？他们想不出来，也不敢去想。叶宵对下方的朝拜视若无睹，他端起酒杯，再次轻轻抿了一口，他的动作优雅而从容，仿佛刚才只是随手碾死了一只吵闹的苍蝇。大殿内气氛诡异，所有人都跪着不敢抬头，只有主座上的叶宵还在不紧不慢地品酒。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跪在地上的魔头们额头上开始渗出冷汗。
未知的等待比直接的杀戮更让人煎熬。就在这压抑到极致的气氛中，几道微不可察的神念开始在魔头之中悄悄地交流起来。怎么办？这人是个疯子，实力深不可测，难道真要臣服于他？我血煞宗从不屈居人下。晋升，你想死吗？霸体老鬼的尸骨还没凉透。神念交流的中心是一个身穿灰袍、面容普通、丢在人堆里都找不到的老者，无相魔宗老祖。他同样跪着，姿态比谁都恭敬，但他的神念却如无形的丝线，串联起了30多个同样心有不甘的魔宗宗主。诸位稍安勿躁。无相老祖的声音在这些人的脑海中响起，带着一种安抚人心的力量。此人实力虽强，但手段太过霸道，必然树敌无数。他想整合我等魔道，无非是想拿我们当炮灰，去对抗玄天神殿。我们暂且阳奉阴违，先应承下来，等摸清了他的底细，再联合起来，未必没有反抗的机会。他再强，能同时对抗我们几10个渡劫境吗？无相老祖对自己这手神念秘法极有信心，这是他宗门的不传之秘，名为无相心语，无形无迹，就算是大罗金仙当面，也未必能察觉。几个被他说动的魔头纷纷表示赞同。好，就听无相老哥的，先假意臣服，他日再找他算账。他们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计划通天，然而他们没有注意到，主座之上那个正在品酒的年轻人嘴角勾起了一抹玩味的弧度。叶萧放下了酒杯，咔，清脆的声响让所有魔头的身体都猛地一颤。来了！叶萧的目光在大殿中缓缓扫过，最后定格在了无相老祖的身上。无相老祖心里咯噔一下，但脸上依旧保持着谦卑恭顺的表情。无相老祖，叶萧淡淡开口，属下在。无相老祖连忙应道，不知魔主有何吩咐。叶萧笑了，他单手撑着下巴，身体微微前倾，像是在看一出有趣的戏剧。你觉得联合在场的37个宗门就有资格跟我谈条件了？轰！这句话如同亿万道天雷，同时在无相老祖和那36个魔头的脑海中炸开。无相老祖脸上的血色在瞬间退得一干二净，他猛地抬起头，眼中是无法掩饰的惊骇与恐慌。怎么可能？他怎么会知道我的无相心语从未失手过的？魔主，您在说什么？他结结巴巴的想要狡辩，声音都在发抖。属下对您忠心耿耿，绝无二心啊！扑通，与他串联的36个魔头更是直接瘫软在地，屎尿齐流者不在少数那种感觉，就像一个自以为隐藏的天衣无缝的窃贼，一回头却发现主人正笑眯眯地看着自己表演。不必解释了。叶萧摆了摆手，似乎失去了和他废话的兴趣。他的目光仿佛穿透了万古魔宗的大殿，穿透了亿万里的无尽虚空，落在了上界另一片遥远的大域。勾结玄天神殿，背刺同道，这种事也不是第一次做了吧？叶萧的声音很轻，却让无相老祖如坠冰窟，浑身冰冷。这是他最大的秘密，连宗门内最核心的长老都不知道的秘密。他到底是谁？他怎么会知道这一切？无相魔宗，叶萧收回目光，重新看向脚下这个已经魂飞魄散的老头，宣判道：没有存在的必要了。他说完，抬起手，在全场所有魔头惊恐的注视下，轻轻地打了个响指。啪，清脆响亮，然后就没了。大殿内什么都没有发生。叶萧没有出手，无相老祖也还好端端地跪在那里，只是脸色惨白如纸。一些魔头心中甚至升起一丝荒谬的念头，难道只是吓唬人？无相老祖也愣住了，他感应了一下自己的身体，完好无损。他试探着抬起头看向叶萧，咔嚓，一声极其细微的碎裂声从他怀中响起。无相老祖身体一僵，他颤抖着双手从怀里掏出了一块温润的黑色玉牌，那是他的本命魂牌。此刻魂牌的正中心出现了一道细密的裂痕。不！他发出一声不似人声的尖叫，裂痕像是蛛网一般瞬间蔓延了整个玉牌。不可能，我的山门远在北玄域，隔着亿万里虚空，你怎么可能？砰！他的话还没说完，那块魂牌就在他眼前爆成了一捧齑粉。啊！无相老祖发出一声撕心裂肺的惨嚎，他的身体像是被点燃的画卷，从边缘开始迅速化为飞灰。他眼中的生机与神采被一种无形的力量隔着无尽时空彻底抽干。我的宗门，我的基业，不！在最后的绝望嘶吼中，这位在上界纵横了数万年的魔道巨擘步了霸体宗主的后尘，化作飞灰消散在大殿之中。同一时间，那36个与他串联的魔头齐齐惨叫一声，抱着脑袋在地上翻滚。他们的神魂像是被一柄无形的重锤狠狠砸中，剧痛无比。
这是神念串联被暴力破解的反噬，但更让他们恐惧的是那种从灵魂深处升起的寒意。死了，无相老祖就这么死了。而他的宗门，那个屹立在北玄域数万年的无相魔宗，恐怕也已经从上界彻底除名了。这是何等神鬼莫测的手段！言出法随，一言灭一宗，隔着亿万里，取人性命，毁人道统，这已经不是力量的范畴了。这是神，是真正的魔神。大殿之内再无一丝声息，所有的魔头，包括烈火堂主在内，都将头颅死死地贴在冰冷的地面上，身体抖如筛糠，不敢有半分异动。在绝对的神威面前，任何阴谋诡计，任何侥幸心理都显得那么可笑。叶宵缓缓从主座上站起身，他俯视着下方，如同神明俯视着匍匐在脚下的蝼蚁。现在，我宣布，万魔联盟成立，我为盟主。他的声音回荡在空旷的大殿之中，也烙印在每一个魔头的神魂深处。谁赞成？谁反对？大殿里连呼吸声都消失了，所有魔头的目光都死死盯着主座前那两滩黑色的粉末。那是两个渡劫境的强者，刚才还活生生地站在这里。扑通，血煞老魔第一个跪了下来，额头重重地磕在冰冷的地砖上。属下血煞赞成。他用尽全身力气嘶吼，声音因为恐惧而扭曲变形。愿尊魔主为盟主，万死不辞。他的动作像是一个信号，扑通扑通扑通，数百名魔道巨擘像是多米诺骨牌一样，一个接一个地跪倒在地。他们的身体剧烈颤抖，脸上再也没有半分桀骜。我等赞成，参见盟主。盟主神威盖世，一统上界。山呼海啸般的沉浮声几乎要掀翻万古魔宗的主殿。在绝对的力量面前，任何尊严和骨气都成了笑话。叶宵缓缓坐回那张巨大的魔晶宝座，他拿起酒杯，看着下方黑压压跪倒的一片。很好。他吐出两个字，声音不大，却让每个魔头都感觉神魂一松，像是从鬼门关前走了一遭。他看向跪在最前方的万古宗主。万古，属下在。万古宗主身体一抖，连忙应道：从今日起，你便是万魔联盟的副盟主。叶宵的语气像是宣布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万古宗主整个人都愣住了，他抬起头，脸上是狂喜与不敢置信。副盟主，他本以为自己能保住性命和宗门，就已经是天大的恩赐。属下，属下。他激动得语无伦次，只能一个劲的磕头。谢盟主，谢盟主天恩。叶宵没理会他的激动，目光转向他身后的烈火堂主。烈火，属下在。烈火堂主单膝跪地，声音洪亮，命你为万魔联盟先锋大将。叶宵手指轻轻敲击着桌面，整合所有宗门精锐，我要一支能打仗的军队。属下领命。烈火堂主眼中爆发出灼热的战意。叶宵的目光扫过下方所有魔头，我给你们3天时间，3天后我要在北冥域看到你们所有人以及你们宗门1半以上的精锐力量。他顿了顿，声音变得冰冷。迟到者或者数量不够的，下场和无相魔宗一样。这句话让刚刚升起一丝侥幸心理的魔头们瞬间如坠冰窟。我等遵命，再无人敢有任何异议。叶宵挥了挥手，滚吧，去准备。是，盟主。数百名魔道巨擘如蒙大赦，连滚带爬地冲出大殿，化作一道道魔光，奔赴上界各域。他们必须在3天内调集宗门最强的力量，否则等待他们的将是和无相魔宗一样的灭顶之灾。大殿内只剩下叶宵、烈火堂主和万古宗主3人。万古宗主还跪在地上，不敢起身。盟主，我们的第一个目标是……他小心翼翼地问道。叶宵端起酒杯，一饮而尽。玄天神殿，3天时间转瞬即逝，整个北冥域已经彻底变了模样。天空被无边无际的魔气染成了暗红色，数不清的巨大魔剑悬浮在空中，遮天蔽日。地面上数千万魔道修士集结成一个个方阵，肃杀之气冲霄而起。数千名合体镜魔皇，数百名渡劫境老祖分散在军阵各处，他们的气息汇聚在一起，让整片天地的法则都在哀鸣。万古宗主站在一艘旗舰的甲板上，看着眼前这支史无前例的庞大魔军，手脚冰凉。他从没想过上界的魔道势力竟然能汇聚成如此恐怖的一股力量，而这一切的缔造者只是那个年轻人的一句话。烈火堂主身披重甲，站在军阵最前方，他感受着下方那股毁天灭地的力量，只觉得浑身血液都在沸腾。就在这时，一道玉简破空而来，悬浮在他面前。他伸手接过，神念探入。片刻后，他转身快步走向后方那艘最为庞大的魔剑。那艘魔剑通体由一头不知名的星空巨兽骸骨炼制而成，
光是剑手那狰狞的头骨，就如同一座山脉，两只空洞的眼眶里燃烧着幽蓝色的魔火。叶宵正负手立于剑手，他身后不知何时多出了2个人，一人是刚刚被他从玄天大陆接上来的父亲叶苍穹，另一人则是他的妻子林夕雪。叶苍穹看着眼前这无边无际的魔君，饶是以他魔尊的心性，也被深深震撼。他看向自己的儿子，这个不久前还在自己羽翼下成长的年轻人，如今已经站在了连他都需要仰望的高度。臭小子，动静搞得不小。他哼了一声。叶宵回头看了他一眼，老爹，不是让你看好家吗？怎么跑上来了？滚蛋！叶苍穹骂了一句，老子突破渡劫境，还待在下界那个小池塘里发霉吗？他也是刚刚才知道，自己儿子竟然把整个玄天大陆炼化成了私人的神果，这种手段闻所未闻。林夕雪只是安静地站在叶宵身边，看着自己夫君的侧脸，眼中满是柔情与崇拜。无论他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对他而言都理所当然。烈火堂主登上魔剑，单膝跪地，启禀少主。他现在还是习惯这么称呼。林天宇传来消息，叶宵转过身说，讨神联盟已经近在掌握。烈火堂主的声音带着兴奋，林天宇已经成功策反其盟主，他们承诺待我们大军兵临城下，便会在玄天神殿内部发难，为我军打开神殿的防御核心。做得不错。叶宵点点头，似乎对这个结果毫不意外。他看向下方的魔道联军，数千万双眼睛在同一时间汇聚到了他的身上，狂热、敬畏、恐惧。叶宵没有说任何鼓舞士气的话，他只是抬起手，轻轻向前一挥，2个字如同9天神谕响彻在每个人的耳边：出发！吼！回应他的是数千万魔修震动天地的咆哮。下一刻，以星空巨兽骸骨魔剑为首，数万艘魔剑同时启动，轰隆隆，巨大的空间裂缝被硬生生撕开，横亘在北冥域的天穹之上。庞大无比的魔军舰队如同过境的蝗虫，浩浩荡荡地驶入漆黑的虚空通道，目标直指整个上界的核心，也是玄天神殿的所在之地——中天域。中天域，玄天神殿，这里是上界的中心，是法则最稳固、灵气最浓郁的圣地。一座座白玉雕琢的神山悬浮在云海之上，仙鹤飞舞，锐气万千。神殿最深处，一座古老的大殿内，一名负责看守魂灯的白袍弟子正打着瞌睡。突然，当一声悠远、苍凉，仿佛来自太古洪荒的钟声毫无征兆地响起。这钟声不大，却带着一股穿透神魂的魔力。白袍弟子一个机灵，瞬间惊醒，他茫然地看向四周，以为自己听错了。当，又是一声，这一次他听得清清楚楚，声音的来源是大殿中央那座被层层禁制封印、已经布满灰尘的古钟。灭世警钟。白袍弟子的脸瞬间没了血色。这座钟只有在玄天神殿乃至整个上界面临灭顶之灾时才会自动冥响。上一次他想起，还是在数万年前异域天魔入侵的时候，他连滚带爬地冲出大殿，用尽全身力气，发出了凄厉的嘶吼：“来人啊！不好了！警钟！灭世警钟响了！”灭世警钟的余音还在中天域的云海间回荡。当，第3声钟鸣仿佛一柄无形的重锤，狠狠砸在玄天神殿每一个人的心头。悬浮神山之上，无数白袍弟子从殿宇中冲出，抬头仰望，脸上血色尽失。嫡袭，是嫡袭，魔气，好浓的魔气。虚空在他们眼前像一块破布被粗暴地撕开，一道漆黑的裂缝横亘天际，并且在不断扩大。首先探出的是一个巨大到无法想象的狰狞鼓手，那鼓手眼眶中燃烧着幽蓝的魔火，光是看一眼就让分神境以下的弟子神魂欲裂。那是什么怪物？紧接着，庞大无比的星空巨兽骸骨战舰碾碎空间，从裂缝中缓缓驶出，在他身后是成千上万艘狰狞的魔剑，如同过境的蝗虫，遮天蔽日。无边无际的魔军从战舰上显现，肃杀之气汇聚成云，将整个中天域的仙灵之气都染成了灰黑色。快，开启护山大阵！一名须发皆白的老者冲天起，他是玄天神殿的代殿主陆远山，渡劫境大圆满的修为。他看着那无边魔军，手脚一片冰凉。所有长老听令，各就其位，准备迎敌。遵命。数十道渡劫境的气息从神殿各处升起，化作流光，飞向神殿的各个阵眼。骸骨战舰的剑手叶苍穹看着下方那连绵不绝的仙山琼阁，咂了咂嘴：“臭小子，这玄天神殿的狗窝修得倒还挺气派。”叶宵负手而立，连眼皮都没抬一下。再华丽的笼子也是笼子。
林希雪安静地站在他身侧，看着自己夫君的侧脸，眼中只有崇拜。待店主陆远山飞至阵前，遥对魔君声如洪钟：“何方魔孽，竟敢擅闯神殿圣地？此乃上界之巅，天道所中之地，尔等速速退去，尚可留得全尸，否则神罚降临，必叫尔等形神俱灭。”他的声音蕴含着渡劫境大圆满的威压，响彻天地。回应他的是烈火堂主的一声暴喝：“老杂毛，我家少主面前，你也配叫嚣？给你3息时间，打开山门，跪地投降，不然今日之后，世上再无玄天神殿。”陆远山气得浑身发抖，脸色涨成了猪肝色。狂妄，狂妄至极！既然你们自寻死路，那就休怪本座无情。他双手猛地结印，口中念念有词：“恭请太初仙光阵。”嗡！整个玄天神殿连同下方数万里云海都在此刻剧烈震动，一道道璀璨到极致的仙光从每一座神山之巅冲天起，在9天之上汇聚。无数古老而玄奥的仙道符文在光芒中流转交织，最终形成一个巨大无匹的半圆形光罩，将整个玄天神殿笼罩其中。光罩之上，仙气氤氲，瑞彩千条，仿佛隔绝了2个世界。一股浩瀚、纯粹、不属于此界的力量从大阵中弥漫开来。神殿内原本惶恐不安的弟子们看到这熟悉的大阵，脸上重新燃起了希望。是太初仙光阵，是我们神殿最后的守护。太好了，此阵乃是仙界祖师赐下，就算是真正的大成境仙人亲至，也休想轻易打破。魔崽子们，等死吧！陆远山看着那完美无瑕的光罩，心中也稍稍安定下来。他再次看向剑手那个黑袍年轻人，厉声喝道：“魔头，可识得此阵？此乃太初仙光阵，是我神殿万古不灭的根基。有此阵在，尔等亿万魔君也休想踏入神殿半步。”叶宵终于有了动作，他抬眼扫了那光罩一眼，嘴角勾起一抹嘲弄，花里胡哨。他缓缓抬起右手，身后一尊模糊的万丈魔神虚影开始缓缓凝聚。就在他准备一拳将这龟壳连同里面的苍蝇一起拍碎时，他抬起的手忽然顿在了半空中。叶宵的目光穿透了那层仙光大阵，射向玄天神殿最深处一座毫不起眼、早已被世人遗忘的古老石殿。夫君，怎么了？林希雪察觉到了他的异样，叶宵没有回答，只是眼中的兴味越来越浓。总算来了个能让我稍微提点精神的东西。他话音落下的瞬间，一股无法用言语形容的恐怖意志从那座古老石殿中缓缓苏醒。这股意志浩瀚、古老、苍茫，超越了时间，超越了空间，超越了此界一切生灵的认知。咔嚓咔嚓，整个上界的天道法则在这股意志面前像是脆弱的玻璃，发出了不堪重负的哀鸣。天空在颤抖，大地在呻吟。无论是中天域的玄天神殿，还是远在北冥域的魔道联军，甚至上界每一个角落里的生灵，在这一刻都感受到了一种源自灵魂最深处的战栗，仿佛有一尊创世的神明睁开了他的眼睛。亿万魔军瞬间骚动起来，那些渡劫境的魔道老祖更是脸色大变，他们引以为傲的修为在这股意志面前渺小的如同尘埃。就连那号称能抵御大成境攻击的太初仙光阵，那璀璨的仙光也开始剧烈的闪烁波动，似乎随时都会崩溃。一个威严到极致、不含丝毫感情的声音响彻在每一个人的神魂深处。那声音不大，却无处不在，仿佛天道在开口：何方蝼蚁，敢扰吾清修？随着这个声音，一个身影毫无征兆地出现在了太初仙光阵的上方。他穿着一身朴素的白袍，看起来就像一个寻常的邻家老者，气息全无，平凡至极。他只是静静地站在那里，那坚不可摧的仙光大阵在他脚下如同虚设。玄天神殿内所有的喧嚣瞬间静止。待店主陆远山在看到那个身影的刹那，整个人都僵住了。他使劲揉了揉眼睛，脸上写满了不敢置信。下一秒，狂喜与激动淹没了他。扑通，这位渡劫境大圆满的待店主就这么在众目睽睽之下，朝着那个身影重重地跪了下去。他老泪纵横，声音颤抖得不成样子：是神主，是创派神主，神主他老人家苏醒了，神主显灵了，玄天神殿有救了。神殿内所有长老弟子全都跟着跪倒在地，激动得泣不成声。那白袍老者正是玄天神殿的创始人，沉睡了10万年之久的神主。神主没有理会下方子孙的朝拜，他淡漠的目光缓缓扫过下方那无边无际的魔军，如同神明在俯瞰一群碍眼的虫子。最终他的视线落在了骸骨战舰的舰首，那个唯一还站着的黑袍年轻人身上万年不变的淡漠眼神第一次出现了一丝波动，那是
讶异。随即，那丝讶异化作了比万载玄冰还要冰冷的杀意。原来是你！神主的声音再次响起，这一次目标明确，身负神魔之力的艺术。今日本座便亲自出手，将你这个错误彻底修正。话音未落，他抬起了那只看起来普普通通的手，对着夜宵，隔着遥远的虚空，轻轻一点。没有惊天动地的威势，没有毁天灭地的光芒，只有一道纯粹凝练到极致的白光凭空出现。他直接无视了空间，无视了时间，在出现的刹那就已经到了夜宵的眉心之前。小心！叶苍穹的吼声第一次带上了惊骇。那道白光让他这个刚刚突破的渡劫境强者感到了源自神魂的战力，仿佛只要被擦到一丝，就会彻底从这个世界上被抹去。夫君！林夕雪的脸色瞬间煞白。吼！一声前所未有的怒吼从夜宵的喉咙深处炸开，他全身的骨骼都在噼啪作响，那是一种被逼到极致的反应。致命的威胁像无数根针刺入他神魔混沌体的每一个角落。给老子开！夜宵双目赤红，根本不做任何闪避，他体内的力量如火山般轰然爆发。轰！在他身后，一个完整的世界虚影骤然浮现，山川、河流、日月、星辰，正是被他炼化为神国的玄天大陆。无穷无尽的世界本源之力化作一道洪流，疯狂灌入夜宵的体内。与此同时，那尊万丈的太古魔神虚影不再模糊，它变得无比凝实，仿佛从太古的时空中跨越而来，每一寸肌肉，每一片鳞甲都充满了镇压万古的力量。魔神虚影一步跨出，与夜宵的身体彻底重叠，融为一体。这一刻，夜宵的气息暴涨到了一个无法理解的层次。他抬起拳头，融合了整个神国本源与魔神真意的一拳，对着那道近在咫尺的白光悍然轰出。砰！没有声音，或者说那碰撞产生的声音已经超越了听觉的范畴。整个中天域在这一刻被一分为二，一半是被夜宵拳头带出的无尽魔气染成的漆黑深渊，深渊中仿佛有亿万魔神在咆哮；另一半是被那道白光炸开的神圣国度，国度里仙音缭绕，神明高坐。神与魔，黑与白，两种截然不同却又同样至高无上的法则，在中天域的天穹之上展开了最野蛮的冲撞。天空像一块脆弱的玻璃，被这股力量撕得粉碎。巨大的空间裂缝如同狰狞的伤疤，蔓延向整个上界的四面八方。啊！不！碰撞的余波化作一圈无形的涟漪，向外扩散。首当其冲的是悬浮在最前方的数十艘魔剑舰船，连同上面数以万计的魔道修士，在接触到涟漪的瞬间，就像是被阳光照射的雪花，无声无息地蒸发，化为最原始的粒子。玄天神殿那边的白袍弟子也同样遭了殃，成片成片的修士连惨叫都来不及发出，就在那神圣与魔性的交织中化为飞灰。快！防御！叶苍穹怒吼一声，渡劫境的修为全力爆发，撑开一道巨大的魔气护盾。林夕雪、万古宗主、烈火堂主等数百名渡劫境强者也在同一时间出手，将各自的力量汇入护盾之中。轰！涟漪撞在护盾上，整个护盾剧烈摇晃，颜色都暗淡了几分。护盾之后，所有魔军将士看着眼前那如同末日降临般的景象，手脚冰凉，连呼吸都忘了。这就是大成境的战斗吗？仅仅是余波就足以将他们这些所谓的强者轻易抹杀。天穹之上，那撕裂天地的异象缓缓消散，夜宵的身影重新显现。他站在原地，衣衫有些破碎，嘴角挂着一缕黑金色的血液，但他接住了，他竟然真的正面接住了大成境神主的一击。神主那万年不变的淡漠眼神终于出现了一丝波动，他低头看了一眼自己那根毫发无伤的手指，又抬头看向对面那个气息有些紊乱但战意却更加高昂的年轻人。神国，太古魔神，你身上的秘密比本座想象的还要多。神主的脸上第一次露出了凝重的神色。本座承认小看你了，能以渡劫之身接下本座一记灭世神光，你足以自傲，不过到此为止了。他缓缓抬起双手，结出一个古老而繁复的印记。随着他的动作，整个上界的天道法则都开始剧烈的颤动，无数肉眼看不见的法则之线从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向着神主的手中汇聚。整个上界在这一刻仿佛成了他的武器。在上界之内，本座即为天道。神主的声音如同亿万道雷霆，同时在每个人的神魂中炸响。神言剥夺2个字从他口中吐出，言出法随，天地间的法则瞬间改变。叶宵猛地感觉自己与神国的联系正在被一股无法抗拒的力量强行切断。他所掌握的混沌之力，他体内的魔神真意，
甚至他渡劫境的修为都在被一种更高层次的规则从概念上进行抹除。这不是攻击，这是改写，是创世神再擦出一段他不满意的代码。下方的叶苍穹等人更是惊骇地发现自己体内的法力正在飞速流逝，渡劫境的修为竟然隐隐有跌落的迹象。怎么回事？我的力量在消失。恐慌在魔道联军中如同瘟疫般蔓延。神主看着夜宵，眼神如同在看一个即将被分解的标本。结束了，艺术。然而就在那股剥夺之力即将彻底淹没夜宵的瞬间，夜宵的身体猛地爆发出一阵黑白交织的混沌光芒。那光芒初始微弱，却瞬间变得无比璀璨，带着一股超脱、不朽、不属于此界任何法则的气息。神魔混沌体。在极致的压力下，这具连夜宵自己都未能完全掌控的体质终于展现出了他真正的狰狞。那些试图剥夺他力量的法则之线在接触到混沌光芒的刹那，非但没能起到作用，反而像是遇到了一个无底的黑洞，被疯狂地拉扯吞噬。什么？神主眼中的凝重终于化作了震惊。他能清晰地感觉到自己调动的天道法则正在被对方的身体当成养料一样疯狂吞噬。这家伙的体质竟然凌驾于上界天道之上。味道不错。夜宵抹去嘴角的血迹，脸上露出了一个疯狂的笑容。他非但没有被剥夺，反而感觉自己的神魔混沌体在这股庞大的法则之力滋养下变得更加凝练，更加饥渴。他抬起头，那双燃烧着黑白火焰的眼睛死死盯着神主。大成境也不过如此。你的法则老子收下了。话音未落，夜宵的身影瞬间消失在原地。他没有施展任何神通，也没有动用任何法宝，他只是以最纯粹最野蛮的肉身之力主动冲向了那尊活了10万年的神明。夜宵的身影在所有人的视线中拉成一道黑白残影，瞬间跨越了万丈虚空。他没有祭出万魂幡，也没有动用任何神通，只是将神魔混沌体的力量催动到极致，对着神主那张古井无波的脸悍然轰出了一拳。这一拳纯粹野蛮，神主眼皮都未曾抬一下，仿佛在看一只冲向太阳的飞蛾。他同样没有多余的动作，只是轻描淡写地抬起手掌，掌心之中仙光流转，化作一个能够包容万物的微小漩涡。拳掌相遇，没有声音，两者碰撞的中心，空间如同最脆弱的镜面，无声无息地塌陷下去，形成一个不断旋转吞噬着光线的漆黑空洞。一股无形的冲击波横扫开来，夜宵的身体被震得倒飞出半步，整条右臂传来一阵酥麻。他非但没有畏惧，反而狂笑出声，那笑声震得天穹都在颤抖。老东西，就这点力气。话音未落，他再次欺身而上，整个人化作一道战斗的疯魔，双拳如雨点般砸落，放弃了所有防御，只求最极致的攻击。神主眉头第一次微微皱起，不知死活。他冷哼一声，周身仙光大盛，一个透明的结界瞬间以他为中心扩散开来，将冲来的夜宵笼罩其中。仙域结界。神殿内，待殿主陆远山失声惊呼，这结界乃是神主以自身对天道的理解所化，自成一界，身处其中者如陷泥潭，一身力量会被压制9成9。同时神主并指如剑，对着结界中的夜宵遥遥一展一柄由纯粹仙道法则凝聚的古老仙剑，凭空浮现，带着斩断因果破灭万法的气息瞬息而至。狂妄小儿，看你如何抵挡。神主的声音冰冷而不带一丝感情。然而结界之中的夜宵像是根本没有受到任何影响，那足以禁锢渡劫境大圆满的法则之力缠绕在他身上，却被他体表流转的黑白混沌光芒轻易磨灭。面对那柄斩来的仙剑，他甚至不闪不避。铿锵一声金铁交鸣的巨响，仙剑结结实实地斩在了夜宵的胸口，爆开一团刺目的火星。然后在所有人不敢置信的目光中，那柄仙剑寸寸断裂，夜宵的胸膛上只留下了一道浅浅的白痕。他一把抓住崩碎的剑柄，像是丢垃圾一样朝着神主扔了回去。你的玩具太脆了。神主眼神一凝，挥袖打散飞来的碎片。就是这一瞬间的失神，夜宵的身影如鬼魅般突破了结界的束缚，出现在他面前。没有花哨的招式，夜宵身体猛然下沉，以手肘为肩，狠狠撞向神主的胸膛。砰！一声沉闷如擂鼓的巨响，神主的身影第一次向后倒退了3步。他低头看向自己的胸口，那里他引以为傲10万年来未曾受损的不灭金身，赫然出现了一道肉眼可见的裂痕。裂痕虽小，却无比刺眼。你！神主的声音终于带上了一丝真正的怒火。他意识到眼前这个年轻人根本不能用常理来揣度，他的肉身已经超脱了此界法则的范畴。很好。神主压下心中的震动，周身那股飘渺的仙气
开始变得凌厉。既然你对自己的肉身如此自信，那本座就亲手打碎它。他放弃了远程仙术，同样一步踏出，与叶宵展开了最原始、最血腥的近身搏杀。轰！轰！轰！天穹之上，两道身影化作了模糊的光，一道金光璀璨，神圣浩瀚；一道黑白交织，混沌霸道。每一次碰撞都让整片中天域剧烈摇晃，每一次交手都伴随着法则碎裂的哀鸣。神主的每一拳都带着天道法则的镇压之力，足以将一颗星辰都打成齑粉。叶宵的每一击都是神魔混沌体的野蛮冲撞，能够将万物都拖入混沌的深渊。下方的魔道联军和玄天神殿弟子已经完全看傻了，他们只能看到天空像是被打碎的画布，一会儿被金光渲染成神国，一会儿又被魔气侵染成地狱。叶苍穹和林夕雪等人一颗心都提到了嗓子眼，这小子简直是个怪物。叶苍穹喃喃自语，他发现自己那刚刚突破的渡劫境修为，在这种级别的战斗面前连插手的资格都没有。更让神主感到心惊的是，他发现自己每一次蕴含法则之力的攻击，在击中对方后，那些逸散的法则碎片非但没能伤到对方，反而像是遇到了一个无底的黑洞，被叶宵的身体疯狂吞噬。随着战斗的进行，叶宵身上的伤势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恢复，而他的气息却在以一种不可思议的速度变得愈发深不可测。他在借自己的力量变强。疯子，你这个疯子！神主第一次感觉到了棘手，他活了10万年，从未见过如此诡异的体质。再多来点！叶宵状若疯魔，他能感觉到神魔混沌体内的每一个细胞都在欢呼，在雀跃。这种吞噬高级法则的感觉，比吞噬任何天才地宝都要舒爽。战斗进入了白热化，两人从天穹打到虚空，又从虚空打回中天域，所过之处，无论是玄天神殿的仙山，还是魔君的战舰，都在两人交手的余波中化为宇宙的尘埃。神主身上的金光开始出现波动，他那不灭金身上已经布满了蛛网般的裂痕。而叶宵虽然浑身浴血，但那双燃烧着黑白火焰的眸子却越来越亮。他抓住神主一个换气的空隙，将全身的力量汇于一拳，无视了对方拍向自己天灵盖的一掌，以伤换伤。砰！这一拳结结实实地轰在了神主的面门之上，时间仿佛在这一刻静止。神主那张万年不变的脸上，金身轰然巨震，出现了一个清晰的拳印。他整个人倒飞出去万丈，才勉强稳住身形。一缕金色的血液顺着他的嘴角缓缓滑落。神主抬起手，轻轻擦拭掉嘴角的血迹。他看着自己手指上那抹刺目的金色，眼中的平静与淡漠终于彻底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前所未有的凝重，以及一丝被逼到绝境的疯狂。他凝视着对面的叶宵，声音低沉而缓慢，每一个字都仿佛带着万钧之重。你竟然逼我动用那股力量！叶宵吐出一口带血的唾沫，咧嘴一笑，露出一口森白的牙齿。废话少说，老子等着呢。神主低头看着自己指尖那抹金色的血迹，他的动作很慢很轻，仿佛在欣赏一件绝世的艺术品。那万年不变的淡漠面容此刻却扭曲起来，肌肉不受控制地抽动着。他抬起头，那双眼睛里再也没有了神明的高高在上，只剩下一种怨毒的疯狂。艺术！他的声音沙哑，像是2块生锈的金属在摩擦。你逼我的！叶宵一甩手，将拳头上沾染的金色血液甩掉，咧嘴一笑。怎么不打了？想认输磕头，老子可不收！神主没有理会他的嘲讽，他那双燃烧着怒火的眼睛缓缓闭上，再次睁开时，里面已经是一片死寂的决绝。今日本座便以这10万年底蕴，以这上界亿万生灵，恭请天道抹杀你这个错误。话音未落，他双手猛地合十，结出一个无比诡异的法印轰。神主身上的气息开始以一种自毁的方式疯狂燃烧，他那不灭金身上一道道裂痕自行浮现，金色的神血不要钱似的喷涌而出，却并未滴落，而是在空中化作一个个玄奥的符文。不好，他要干什么？下方的叶苍穹脸色巨变，一种源自神魂深处的恐惧让他全身的魔气都凝固了。夫君！林夕雪的心瞬间揪紧，他能感觉到一股足以毁灭整个上界的恐怖力量正在酝酿。叶宵的笑容也收敛了，他察觉到了致命的威胁，一种远超之前任何一次战斗的威胁。想玩同归于尽，老子可没兴趣陪你。叶宵脚下一踏，神魔混沌体爆发出前所未有的光芒，整个人化作一道黑白闪电，直扑神主。他要打断这个过程。然而就在他的拳头即将触及神主的瞬间，嗡！一道无形的屏障凭空出现，挡在了他面前。这不是能量护盾，也不是法则结界，这是一种更高层次的排斥，是整个世界规则本身在拒绝他的靠近。砰！
叶宵一拳结结实实地砸在屏障上，整个空间都剧烈地扭曲了一下。那屏障纹丝不动，叶宵的眉头第一次紧紧皱起。这是神主披头散发，状若疯魔，狂笑道：“晚了，已经晚了。在这片天地之内，在本座献祭自身沟通天道之时，你就是天地的公敌，你的一举一动都会被天道法则所排斥。你拿什么来阻止我？”随着他的狂笑，整个玄天神殿都开始剧烈的颤抖。那悬浮在云海之上的无数仙山，那雕梁画栋的琼楼玉宇，在这一刻都开始分崩离析。他们不是被外力摧毁，而是从内部瓦解，化作最纯粹的仙道灵光，如百川归海般疯狂涌向神主。以无之神魂为引，以无之本源为祭，以玄天神殿10万年底蕴为心。神主的声音响彻整个中天域，每一个字都带着血与火的味道。恭请天道法身降临尘寰。他的肉身在话音落下的瞬间彻底崩解，不是化为血雾，而是化作了一道纯粹到极致的白色光柱。这道光柱直径不过丈许，却仿佛承载了整个世界的重量，冲天起，直接撕裂了上界的苍穹，捅进了一片无法言说的虚无之中。整个上界在这一刻静止了，风停了，云散了，就连时间的流动都仿佛变得迟滞。所有生灵，无论是魔道联军的修士，还是玄天神殿的弟子，都下意识地抬起头看向天穹的破洞。那破洞之中一片混沌，紧接着一只眼睛从混沌中缓缓睁开。那是一只无法用任何言语形容的眼睛，它巨大无朋，仅仅是眼角就遮蔽了半个中天域。它冰冷淡漠，不含任何一丝一毫的感情，仿佛在俯瞰一群毫无意义的蝼蚁。当这只眼睛完全睁开的刹那，他的目光落在了叶宵的身上。轰！一股无法抗拒的意志瞬间降临。这不是威压，而是更高层次的锁定。在这一刻，叶宵感觉自己仿佛被从整个世界中剥离了出来，成了一个孤零零的坐标点。一个宏大冰冷不分男女的声音在天地间的每一个角落，在所有生灵的神魂深处同时响起：违规者抹除。话音落，天道之眼内一道光芒凝聚。那不是神光，也不是仙光，那是一道由最纯粹的抹除概念所构成的法则之矛。它出现的瞬间就跨越了空间，跨越了时间，直接出现在叶宵的眉心之前。致命的威胁让叶宵全身的神魔混沌体都发出了不堪重负的嘶吼。他的皮肤表面浮现出一道道黑白交织的裂痕。吼！一声压抑到极致的怒吼从叶宵的喉咙深处炸开。他双目赤红，面对着必杀的一击，非但没有后退，反而向前踏出了一步。给老子开！他身后的神国虚影，那片承载着玄天大陆的世界，在这一刻不再是虚影。他以一种决绝的姿态轰然向内收缩，彻底融入了叶宵的身体之中。山川、河流、日月、星辰，整个世界的力量在这一瞬间尽归于他一人之身。叶宵的气息瞬间暴涨到了一个连他自己都无法理解的层次。他的身体表面混沌光芒流转，那些因为承受不住天道意志而出现的裂痕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愈合。他抬起拳头，那只融合了神国本源、魔神真意、神魔混沌体所有力量的拳头，对着那近在咫尺的法则之矛悍然轰出。不退不避，针尖对麦芒。时间在这一刻彻底凝固，拳与矛终于撞在了一起。没有惊天动地的巨响，没有毁天灭地的光芒，只有一阵令人牙酸的咯吱声在死寂的天地间清晰地响起。那是法则与法则在进行最原始最野蛮的互相湮灭。咔嚓！叶宵的拳头表面皮肤炸开，血肉蒸发，露出了闪烁着黑白光泽的骨骼。紧接着，那坚不可摧的指骨上出现了一道细微的裂痕。而在他对面，那柄代表着天道意志本应无物不破的法则之矛，其尖端同样出现了一丝裂纹。咔嚓咔嚓，裂响声越来越密集，像是炒豆子一般，在死寂的天地间格外刺耳。那柄法则之矛正在用一种蛮不讲理的方式磨灭着叶宵的颧骨，磨灭着他的一切。黑白色的骨骼上裂纹如蛛网般蔓延，继而崩解，化作最原始的粒子飘散。那股湮灭的力量顺着他的手臂疯狂涌入他的体内，他的血肉、他的经脉、他的神魂都在这种更高层次的规则下开始瓦解夫君。下方的林夕雪双目赤红，发出一声杜鹃啼血般的悲鸣。他再也忍不住，周身合体境大圆满的气息轰然爆发，化作一道流光，不顾一切地向着天空中的叶宵冲去。滚回去！一声沙哑的怒吼从叶宵的喉咙里炸开，一股无形的气浪以他为中心猛然扩散，直接将冲到半空的林夕雪先飞了出去。噗！林夕雪在空中喷出一口鲜血，
被随后赶到的叶苍穹接住。他看着那个身体正在不断崩碎的男人，泪水决堤。别过去，你会死的。叶苍穹死死抓住他，声音都在颤抖。他有自己的打算。天穹之上，叶萧的半条手臂已经消失了，法则之矛的尖端已经抵在了他的胸口，那里的血肉正在飞速消融。七窍之中，黑金色的血液勃勃流出，可他的脸上却看不到任何痛苦，他反而咧开嘴，露出了一个野兽般疯狂的笑容。就这，不够劲啊！他状若疯魔地嘶吼着。在他那正在瓦解的胸膛中心，神魔混沌体的本源之力被催动到了极致。一个点，一个绝对黑暗的点凭空出现。那个点初始只有针尖大小，却散发着吞噬一切的恐怖吸力。它像一个微型的黑洞，刚一出现便开始疯狂拉扯，吞噬那股侵入叶萧体内的湮灭法则。天穹之上，那只冰冷淡漠的天道之眼第一次出现了一丝波动。他似乎无法理解，为什么会有生灵能够反过来吞噬他的力量。轰！天道之眼光芒暴涨，法则之矛的力量瞬间提升了10倍不止。噗！叶萧闷哼一声，他仅剩的半边身子连同小半个头颅瞬间化作了飞灰，整个人看起来就像一个被啃了一大口的残破雕像。叶萧少主，下方的叶苍穹和烈火堂主等人目眦欲裂。完了，一切都完了。可就在所有人都以为叶萧必死无疑的瞬间，那个位于他残躯中心的混沌黑洞非但没有被摧毁，反而在更加磅礴的法则之力灌注下，猛地扩张到了脸盆大小，变得越发凝实，吸力也暴增100倍。哈哈哈哈！叶萧残破的头颅上，仅剩的那只眼睛里燃烧着前所未有的疯狂。味道不错，再多来点。他的神魂在咆哮，他的战意在沸腾，这感觉太爽了，比吞噬任何天才地宝都要来得舒爽。给老子过来！叶萧咆哮着，探出了自己仅剩的那只左手，一把抓住了那柄几乎捅穿他身体的法则之矛。滋了！他的左手在接触到矛身的瞬间，血肉便被法则之力瞬间蒸发，只剩下一只闪烁着黑白光泽的鼓手。可那鼓手却像是最坚固的铁钳，死死地扣住了矛身，任凭上面裂纹蔓延，也绝不松开分毫。给我吞！叶萧用尽全身的力量，将那根代表着天道意志的法则之矛从虚空中一寸一寸的硬生生拽了出来。然后在天道之眼那万古不变的瞳孔剧烈收缩中，他将整根长矛狠狠地塞进了自己胸口的混沌黑洞里。嗡！混沌黑洞疯狂旋转起来，那柄法则之矛在其中剧烈挣扎，却像是落入绞肉机的钢筋，被一点点滴墨碎分解，化作最精纯的本源，反哺着叶萧的残躯。肉眼可见的，他那被湮灭的半边身子血肉衍生，骨骼重塑，正在以一种不可思议的速度迅速复原。天穹之上，那只巨大的天道之眼第一次产生了名为恐惧的情绪，他与法则之矛的联系被彻底切断了。他想跑，那巨大的眼球开始变得虚幻，想要缩回那片未知的虚无之中。现在想跑，叶萧的身体已经完全恢复，甚至比之前更加凝练。他抬起头，那双重新变得完整的眸子一黑一白，如同2轮模式的大磨盘。晚了，给老子留下吧！叶萧脚下一踏，整个人冲天起，他的身体在上升的过程中迎风暴涨，1000丈、万丈、10万丈，他直接化作了一尊顶天立地的太古魔神。那庞大的身躯甚至比下方的整个中天域还要庞大。他伸出那只足以摘星拿月的混沌魔手，无视了空间的距离，一把攥住了那只想要逃离的巨大眼球。吱嘎！天道之眼在他的掌心疯狂挣扎，发出了刺耳的悲鸣。给老子化！叶萧五指猛然收紧，无穷无尽的混沌魔气顺着他的指缝疯狂涌入天道之眼内部。那只原本纯粹淡漠的巨眼迅速被黑白2色污染，挣扎的力度越来越小。最终，砰！一声闷响，天道之眼被他生生捏爆。海量无法用言语形容的天道本源化作一道光之洪流，被叶萧张开的巨口鲸吞一般尽数吸入腹中。哥！叶萧打了个饱嗝，他那庞大到极限的魔神之躯气息节节攀升，轻易就冲破了渡劫境的桎梏，抵达了一个全新的无人能够理解的层次。随着天道之眼的消失，整个中天域的天空像是失去了支撑的穹顶，彻底崩塌了。法则紊乱，空间破碎，巨大的虚空乱流如同肆虐的洪水吞噬着一切。叶萧缓缓收敛了魔神法相，重新化作人形，静静地悬浮在这片毁灭与创生并存的虚空乱流之中。他的双眸开合之间，仿佛有世界生灭，天道轮转。他低头看了一眼下方已经化作一片废墟的玄天神殿，
他伸出手，对着神殿最核心的位置轻轻一招，一枚散发着蒙蒙青光，仿佛蕴含着一个世界创生奥秘的菱形晶体，破开层层废墟，化作一道流光，飞入他的掌心界核。夜宵悬浮在虚空乱流中，静静地打量着掌心那枚菱形晶体。这就是上界的界核，蕴含着一个世界从诞生到成熟的所有法则与奥秘。他没有丝毫犹豫，五指猛然发力，咔嚓，界核应声而碎。他没有化作齑粉，而是变成了一片最纯粹的流光，瞬间融入夜宵的身体。轰！夜宵的神念在这一刻不再局限于中天域，而是如同决堤的洪水，以一种蛮不讲理的姿态瞬间扫过整个上界。东玄域、西荒域、南离域、北冥域亿万万里的山河，无数正在发生的故事都在他的脑海中一闪而过。下方正在肆虐的空间乱流，那足以撕碎渡劫境强者的虚空风暴突兀地静止了，就像一幅被按下了暂停键的画卷。紧接着，在叶苍穹、林夕雪以及所有魔道联军震撼的注视下，那些破碎的空间碎片开始以一种违背常理的方式自行拼接愈合。紊乱的天地法则像是被一只无形的大手强行捋顺，重新编织。只是这片新生的天空，这片重塑的法则不再有以往的淡漠与高远，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霸道、狂傲、充满了侵略性的意志。那是属于夜宵的意志。天，叶苍穹仰着头，喃喃自语：这片天姓叶了。林夕雪飞到他的身边，看着那个如同创世神明般的男人，眼中异彩连连。他的男人成了这片世界的天。废墟之上，玄天神殿残存的修士们感受着那股熟悉又陌生的天道威压，彻底崩溃了。他们信仰的神主死了，他们依赖的天道被人生吞了，现在就连这片天地都成了敌人的私有物。代殿主陆远山，那位渡劫境大圆满的老者，浑身颤抖着，最后颓然地跪倒在地。他身后数千名幸存的长老弟子也跟着齐刷刷跪下。魔主，魔主在上。陆远山用尽全身力气，朝着天空中的夜宵叩首，声音嘶哑：我等愿臣服，永世为奴，只求魔主饶我等一条狗命。夜宵的身影缓缓从天穹降下，落在了他们面前。他的目光甚至没有在陆远山身上停留哪怕一瞬。臣服。他轻笑一声，语气里带着几分玩味。玄天神殿的人也配当我夜宵的狗？陆远山猛地抬头，眼中全是乞求和恐惧。魔主，我……他话未说完，夜宵已经随意地伸出了一根手指。我不需要不忠诚的狗。一道黑线自夜宵指尖射出，无视了空间的距离，直接没入陆远山的眉心。陆远山所有的表情都凝固在了脸上。下一秒，他那渡劫境大圆满的神魂发出一声无声的尖笑，被一股无法抗拒的力量从天灵盖硬生生扯了出来，化作一道流光，没入了夜宵身后的万魂幡中。万魂幡发出一阵欢愉的嗡鸣。夜宵扫了一眼剩下的数千名神殿修士，声音冷漠：你们连做狗的资格都没有。杀！烈火堂主早已等候多时，闻言狞笑一声，手中魔刀一挥：遵少主令，一个不留。数十万魔道大军如同黑色的潮水，瞬间淹没了那些早已丧失斗志的神殿余孽。惨叫声响彻了整个中天域。叶苍穹和林夕雪飞到夜宵身边：萧儿，你现在的境界……叶苍穹看着自己的儿子，感觉像是在看一个陌生而伟大的存在。夜宵笑了笑，那股创世神般的威压瞬间收敛得干干净净。老爹，以后这上界就是咱们家的后花园。他说的云淡风轻。他转过身，看着那片延绵亿万里的玄天神殿废墟，抬起手对着虚空轻轻一握。轰隆隆，大地剧烈地颤抖起来。残破的山脉、崩塌的宫殿、断裂的地脉，在这一刻都像是活了过来。无穷无尽的混沌魔气从夜宵体内涌出，如同最高明的工匠，将这些废墟与山河大地揉捏重塑。一座比原来玄天神殿庞大百倍、通体漆黑、充满了原始与霸道气息的魔宫拔地而起，直入云霄。万魔殿，该换个新家了。夜宵满意的点了点头。他心念一动，远在玄天大陆的万魔殿本体发出一阵剧烈的轰鸣，竟是直接破开了世界壁垒，化作一道流光，融入了这座新生的魔宫之中。做完这一切，他的目光投向了魔宫深处，那里是玄天神殿隐藏了10万年的宝库。他甚至不需要去寻找，只是一个念头，开。空间被强行撕裂，一个个隐藏在次元深处的宝库被粗暴地扯了出来，堆积如山的仙晶散发着七彩霞光，数不清的神晶仙料，每一块都足以让渡劫境强者疯狂。还有一个个巨大的囚笼，里面关押着各种早已在上界绝迹的上古异兽，此刻正瑟瑟发抖。夜宵看着这一切，张开了嘴。呼！一个巨大的混沌漩涡凭空出现在他面前，海量的仙晶、神料、
乃至那些上古异兽的精气都化作了最精纯的能量洪流，被他鲸吞一般尽数吸入腹中。他那因为强行吞噬天道而略显虚浮的气息，在这一刻彻底沉淀下来，变得渊深似海。半步大成，凑合着用吧。他咂了咂嘴，似乎还有些意犹未尽。一道香风扑入怀中，林希雪紧紧地抱住了他，将脸埋在他的胸口。夫君，叶萧搂住他的腰，低头轻嗅着他的发香。怕了，我只怕再也见不到你。他的声音带着一丝颤抖。叶萧笑了，低头吻住了他的唇。许久，唇分。他伸出手指，点在林希雪光洁的额头上，一缕被他炼化过的最精纯的天道本源之力缓缓渡入他的体内。林希雪的身体猛地一震，那停滞在合体境大圆满许久的气息开始疯狂暴涨，竟是隐隐有了要冲击渡劫境的迹象。叶萧揽着他，站在新建的万魔殿之巅，俯瞰着下方跪拜的魔道大军，俯瞰着这片刚刚易主的天地。从今往后，这上界我说了算。就在叶萧宣告其主权的同时，上界一处被世人遗忘的边缘禁地镇魔渊，这里终年被黑雾笼罩，法则混乱。深渊底部有9999根贯穿天地的巨大神链，上面铭刻着密密麻麻的金色神纹，死死地锁着一口深不见底的黑洞。就在此刻，那些闪耀了10万年的金色神纹，像是耗尽了能量的灯泡，迅速暗淡下去。咔咔嚓，坚不可摧的神链寸寸断裂，化作了飞灰。封印破了。一个嘶哑、干涩，仿佛万年没有开过口的声音从黑洞深处缓缓响起，带着一丝疑惑。天道换人了。紧接着，那声音变成了压抑不住的狂喜。哈哈哈哈！玄天老儿，你镇压了本座10万年，没想到吧？你的天没了！哈哈哈哈！一股足以让整个上界为之站立的恐怖魔威从镇魔渊中冲天而起。叶萧搂着林希雪，站在新建的万魔殿之巅，他低头看着下方那片刚刚由玄天神殿废墟重塑而成的山河，以及跪伏在地的数十万魔道大军，整个世界都在他的呼吸下颤抖。夫君，你……林希雪靠在他怀里，感受着他体内那如同宇宙般浩瀚的力量，一时间竟找不到词来形容。从今天起，这片天姓叶。叶萧的声音很平淡，没有用法力，却仿佛与天地间的每一粒尘埃共鸣。他松开林希雪，向前踏出一步，不需要嘶吼，也不需要威压，他只是开口，用一种陈述事实的语气说道：传本座法旨，3日之内，上界所有仙门宗主，所有渡劫境散修，滚来中天域万魔殿前朝拜。时辰一到，没到的。他顿了顿，嘴角勾起一抹残忍的弧度。灭其道统，绝其血脉。声音不大，却通过他所掌控的天道法则，瞬间传遍了上界的每一个角落，烙印在每一个渡劫境强者的神魂深处。叶苍穹和烈火堂主飞身上来，站在他身后。叶苍穹看着自己儿子的背影，嘴巴张了张，最后只能化作一声感叹：你小子真是……老爹，习惯就好。叶萧头也不回地说道。3日时间弹指即过，新建的万魔殿前，那片足以容纳1000万人的巨大广场上，黑压压的跪满了人。这些人平日里都是跺一跺脚就能让一域震动的老祖宗主，此刻他们却连头都不敢抬，将额头死死地贴在冰冷的黑色地砖上，大气不敢喘一口。烈火堂主走到叶萧身侧，躬身禀报：少主，上界有名号的宗门来了9成9，渡劫境修士也基本到齐了。基本？叶萧眼皮都没抬一下，手指轻轻敲击着王座的扶手。还有几个老不死的，自持宗门传承久远，躲在山门里装死。烈火堂主眼中闪过一丝杀气，其中以北名誉的太虚剑宗为首。太虚剑宗，叶萧重复了一遍这个名字，似乎在回忆着什么。一个传承了10几万年的剑修宗门，据说他们开派祖师曾与玄天神殿的神主争夺过天道权柄，有点傲骨。烈火堂主解释道：傲骨？叶萧笑了，那玩意儿最不值钱了。他坐在王座上，甚至没有起身的打算，他只是缓缓闭上了眼睛。北冥域太虚剑宗，护山大阵光芒流转，将整个宗门笼罩在一片朦胧的剑气之中。宗门大殿内，一名须发皆白、身穿朴素麻衣的老者正对着下方数十名核心长老训话。他便是太虚剑宗的老祖，一位货真价实的渡劫境大圆满。慌什么？老者声如洪钟，我太虚剑宗屹立上界10余万年，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那叶萧不过是下界来的一个黄口小儿，侥幸吞了天道，真以为自己能主宰一切了。一名长老忧心忡忡地开口：老祖，可是他的法旨？狗屁法旨！老祖一拍桌子，怒喝道：我太虚剑修，宁折不弯，想让我等去朝拜一个魔头，痴心妄想。他若敢来，我宗的太虚诛仙剑阵，便是大成境也敢碰一碰。
就在他话音刚落的瞬间，一个平淡的声音毫无征兆地在整个大殿内响起。哦，是吗？太虚老祖瞳孔骤缩，猛地抬头，神念疯狂扫荡四周。谁在装神弄鬼？滚出来！那声音再次响起，带着一丝玩味。本座就在天上看着你。太虚老祖冲出大殿，抬头望天，天空一片晴朗，万里无云。他脸上闪过一丝狰狞，对着天空咆哮，藏头露尾的鼠辈，有种就破了老夫的护山大阵。万魔殿中，叶萧的嘴角微微上扬。如你所愿。他闭着眼睛，只是动了一个念头，整个上界的天地大势，那无穷无尽的法则之力被他强行调动起来。远在亿万里之外的北冥域，太虚剑宗的上空风云变色，一只手，一只完全由天地法则与世界伟力凝聚而成的遮天巨掌缓缓从云层中探出。那巨掌太大了，遮蔽了日月，投下的阴影笼罩了整个太虚剑宗的疆域。这是什么？太虚老祖脸上的狂傲瞬间被恐惧取代。他从那只巨掌上感受到了整个世界的敌意。开阵，开诛仙剑阵！他用尽全身力气嘶吼。嗡！护山大阵光芒暴涨，一道道号称无物不破的诛仙剑气冲天而起，射向那只巨掌。然而，这些足以轻易撕裂渡劫境修士的剑气，在触碰到巨掌的瞬间，就像是泥牛入海，连一丝涟漪都没能激起，便被磨灭得干干净净。巨掌缓缓按下，没有惊天动地的巨响，也没有毁天灭地的光爆。那号称能抵御大成境的护山大阵，就像一个脆弱的肥皂泡，悄无声息地破了。紧接着，巨掌覆盖了整个太虚剑宗，山门、宫殿、弟子、长老，连同那位渡劫境大圆满的老祖，都在这一掌之下，被从这个世界上，从法则层面被彻底的抹去。一掌过后，原地只留下一个巨大无比的掌印深坑，传承了十几万年的太虚剑宗没了。万魔殿前广场之上，几名与太虚剑宗交好的宗主，怀中代表着太虚老祖本命的魂牌，咔嚓一声碎成了齑粉。那几名宗主身体一僵，脸色瞬间变得惨白，一股无法言喻的寒意从所有人的尾椎骨直冲天灵盖。他们全都明白了刚才发生了什么，恐惧如同瘟疫一般蔓延开来，所有人都将头埋得更深了，身体筛糠般的颤抖着。王座之上，叶萧缓缓睁开了眼睛，他扫视着下方噤若寒蝉的万仙，声音平淡：还有谁想试试？死一般的寂静，无人感应。叶萧满意的点了点头，正准备宣布万魔联盟的规矩，突然他眉头一皱，猛地转头望向遥远的北方。几乎在同一时间，在场所有的渡劫境强者都感觉到了一股源自神魂深处的悸动，整个上界轻微的颤抖了一下。那不是错觉，一股蛮荒、凶戾、充满了无尽怨毒的滔天魔气从北冥域最边缘的境地镇魔渊的方向冲天而起。那股气息之强，甚至让在场许多渡劫境老怪都感到一阵心悸。轰隆，一声仿佛来自太古洪荒的巨响，透过空间清晰地传到了每一个人的耳中。封印破了，镇魔渊深处，一个干枯的如同骷髅般的身影缓缓从那深不见底的黑洞中走了出来。他的身上还缠绕着数根早已腐朽断裂的金色锁链，可他身上散发出的波动却毫无疑问地踏入了大成境的门槛。那身影抬起头，仰望着这片既熟悉又陌生的天空，发出了压抑了10万年的咆哮。哈哈哈哈！自由了！万魔殿前，那股来自镇魔渊的魔威，如同亿万吨海水倒灌，压在每一个人的神魂之上。广场上跪伏的数万仙宗之主、渡劫境老怪，身体不受控制的剧烈颤抖，那是一种源自生命本能的恐惧，仿佛绵羊遇见了饥饿了万年的恶龙。仙儿，这股气息！叶苍穹脸上没了之前的轻松，他体内的渡劫境魔元竟在这股威压下运转滞涩。林夕雪更是花容失色，下意识地抓紧了叶萧的手臂。那魔威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这片刚刚易主的中天域，就是王座上的叶萧。老爹，看戏就行。叶萧拍了拍林夕雪的手背，示意他安心。他依旧坐在王座上，连姿势都没换一下，只是抬眼望向镇魔渊的方向。那里空间如同沸水般剧烈扭曲，下一刻，一道干瘦的人影直接撕裂了亿万里虚空，出现在万魔殿的上空。他看起来像一具风干了10万年的骷髅，身上挂着几根断裂的金色神链，一双眼窝里燃烧着2团幽绿色的鬼火。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脸上露出无比陶醉的神情。自由的空气真香啊！他低头，目光穿透层层魔气，锁定了王座上的叶萧。那双鬼火般的眼睛里瞬间爆发出无法抑制的贪婪，好浓郁的混沌气息，还有新天道的味道。他咧开嘴，发出金石摩擦般难听的笑声。小贝，你叫什么名字？叶萧靠在王座上，翘起了2郎腿，
懒洋洋地回了一句：“你爹。”那干瘦身影的笑声戛然而停，他眼中的鬼火剧烈跳动了一下，似乎没想到会得到这样的回答。有意思的小家伙，胆子不小。他没有动怒，反而像是在看一件有趣的玩具。本座渊乃太古魔神之一，念你修行不易，献上你的肉身，交出天道权柄，本座可以考虑收你做个魂奴，饶你不死。声音滚滚如雷，震得下方的魔道联军气血翻涌，许多修为稍弱的魔修当场就七窍流血，昏死过去。太古魔神，叶萧像是听到了什么天大的笑话，终于坐直了身体。他站起身，缓步走到王座之前，俯视着天空中的渊。又来一个送菜的，找死！渊眼中的鬼火猛然暴涨，一只由纯粹魔气凝聚的枯骨鬼爪遮天蔽日，朝着叶萧当头抓下。这一爪引动了天地间的魔道法则，其威势赫然已经超越了渡劫境大圆满，真正踏入了大成之境。下方的叶苍穹等人心脏都提到了嗓子眼，叶萧却连看都没看那只鬼爪一眼。他没有动用刚刚掌控的天道之力，只是将体内最本源最纯粹的太古魔神真意释放了出来。嗡！一尊模糊不清却又仿佛囊括了宇宙所有魔道起源的恐怖虚影在叶萧的身后一闪而逝。那只不可一世的枯骨鬼爪在距离叶萧头顶还有100丈距离时突兀地停住了，然后就像是春日里的冰雪，无声无息的消融瓦解，化作最原始的魔气飘散。天空之上，渊脸上的贪婪和狂傲瞬间凝固，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见了鬼般的惊骇。他感觉到自己体内的魔道本源，那引以为傲的太古魔神血脉，在这一刻竟像老鼠见了猫一样疯狂地颤抖哀鸣，甚至想要脱体而出去朝拜那个年轻人。那是一种源自血脉最深处最无法抗拒的绝对压制，就好像他只是一个旁支，一个杂血，而对方才是魔道真正的源头，是万魔的始祖。这不可能！渊的声音第一次带上了颤抖和恐惧。你的魔神真意，为什么比本座还要古老高贵？你到底是什么东西？他活了不知多少万年，从未感受过如此纯粹如此至高无上的魔道气息，那根本不该是这个世界能诞生的力量。恐惧压倒了一切，渊没有丝毫犹豫，转身就化作一道黑光，朝着来时的空间裂缝疯狂逃窜。想走？叶萧轻哼一声，甚至没有追赶的动作。他身后的魔神虚影，那双漠然的眼眸似乎动了一下，无穷无尽的魔神真意化作一道道黑白二色的秩序锁链，凭空出现，瞬间便洞穿了虚空，将那道亡命飞遁的黑光捆了个结结实实。啊！渊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被那些锁链硬生生从空间乱流里拖了出来，重重地摔在了万魔殿前的广场上。坚硬的黑曜石地砖被砸出一个巨大的人形坑洞，叶萧一步踏出，身影便出现在了坑洞的边缘。他抬起脚，一脚踩在了渊那颗骷髅般的头颅上，将他半边脸都踩进了地里。太古魔神！叶萧脚下微微用力，渊的头骨发出了不堪重负的咔咔声。在本座面前，你也配称魔？跪下！最后2个字如同言出法随的天线，那股源自血脉与真意的恐怖威压轰然落下。扑通！渊那干瘦的身体不受控制的重重的跪倒在地，五体投地。他的神魂都在战栗，所有的反抗意志都在那股至高无上的魔道气息面前被碾得粉碎。广场上所有的仙魔看着刚才还不可一世，此刻却如同一条死狗般跪伏在地的太古大魔，脑子都变成了一片空白。叶萧收回脚，屈指一弹，一缕蕴含着道心种魔大法终极奥义的黑色魔印瞬间没入了渊的天灵盖。渊的身体剧烈的抽搐了一下，随后眼中的鬼火便彻底失去了神采，变得空洞而虔诚。主人！他用嘶哑的声音吐出了2个字。收服了一位大成境的魔神奴仆，叶萧脸上却没有半分喜悦，反而觉得有些无趣。他转过身，重新望向镇魔渊的方向，声音不大，却清晰地传遍了整个北冥域。里面的还要我一个个请吗？一起出来吧，省得浪费本座的时间。话音落下，遥远的镇魔渊深处，那破开的封印黑洞之中，死一般的寂静。片刻之后，1道、2道、10道，足足数十道，气息丝毫不弱于渊，甚至有过之的恐怖魔影陆陆续续地从黑洞中走了出来。他们有的3头6臂，有的青面獠牙，有的魔气化龙，形态各异，但无一例外都散发着足以让天地变色的滔天魔威。是谁在呼唤我等？渊那个废物呢？怎么没动静了？他们跨出镇魔渊，目光齐齐投向中天域的方向，正准备宣告自己的回归。然后他们就看到了那个跪在万魔殿前一动不动，如同最忠诚的奴仆一般的干瘦身影。数十道恐怖的魔威齐齐一掷，所有刚刚脱困的太古大魔都僵在了原地。镇魔渊深处，
那破开的封印黑洞像是被按下了暂停键。数十道刚刚挣脱束缚，准备咆哮宣告回归的太古魔神身形齐齐僵住，他们的目光死死地锁定在万魔殿前广场上。那个五体投地、跪得比孙子还标准的干瘦身影，不是渊又是谁？渊在搞什么鬼？一尊长着3颗头颅的魔神，中间的头颅发出嗡鸣般的声音。他不是第一个出来的吗？怎么跪在那了？另一尊浑身燃烧着黑色火焰的魔神，语气里满是不解。那个坐在王座旁边的年轻人是谁？渊在跪他。一时间，所有魔神的目光都聚焦在了叶萧身上。他们看不透叶萧的修为，只能感觉到一股让他们血脉悸动的气息。装神弄鬼！那3头魔神左边的头颅发出一声怒喝，他最是暴躁，管他是谁，先撕了再说。这方天道，何该由我等共享？他6条手臂猛然张开，6种不同的魔道法则瞬间凝聚，化作6道漆黑的光柱，就要撕裂空间，轰向中天域。万魔殿中，叶萧甚至懒得抬头，他只是将那股镇压了渊的最纯粹、最原始的太古魔神真意彻底释放开来，没有惊天动地的威压，也没有毁天灭地的气势，那股真意就像一阵清风，无声无息地拂过了整个上界。远在镇魔渊前，那3头魔神刚刚凝聚的6道法则光柱，如同被戳破的泡影，瞬间溃散。他那3颗头颅上的狰狞表情同时凝固。不只是他，所有刚刚脱困的太古魔神，在接触到那股真意的瞬间，全都如遭雷击。他们体内那奔腾了无数万年的魔神血脉，像是遇到了天敌，不是遇到了源头，遇到了始祖。那是一种无法抗拒、源自生命最本质的臣服感。他们的魔躯在颤抖，神魂在哀鸣。那股与生俱来的属于太古魔神的骄傲，在这一刻被碾得粉碎。扑通，3头魔神第一个支撑不住，6条腿一软，庞大的身躯重重地跪倒在地。这是始祖的气息，他中间的头颅，声音里充满了无法理解的恐惧。不可能，始祖早已在太古一战中陨落了。扑通，扑通，扑通，如同推倒了多米诺骨牌，一个接着一个，那数十位足以让上界任何一个宗门胆寒的太古魔神，全都身不由己地跪了下来。他们的头颅朝着中天域的方向深深地垂下。万魔殿前，广场上跪伏的万仙看着透过天道法则映照出的这一幕，脑子已经彻底不会转了。叶萧这才慢悠悠地站起身，他看都懒得看那些魔神一眼，只是屈指一弹，数十道蕴含着道心种魔大法的黑色魔印凭空出现，瞬间洞穿虚空，精准无比地没入了每一位太古魔神的眉心。那些魔神身体剧烈一颤，眼神中的挣扎与不甘迅速被狂热与虔诚所取代。参见主人！整齐划一的咆哮从镇魔渊方向传来，震得整个北冥域都在嗡嗡作响。叶萧随手一挥，将这些刚刚收服的奴仆全部挪移到了万魔殿前的广场上。数十位大成境的魔神整整齐齐地跪在渊的身后，连头都不敢抬。整个广场鸦雀无声。老爹！叶萧转头看向叶苍穹，叶苍穹回过神来，连忙上前一步：萧儿，我在，这些废物以后就归你管了。叶萧指了指那群魔神，让他们编入万魔联盟，3天之内，我要这上界再也听不到半句废话。叶苍穹看着那些气息比自己还强横的魔神，喉结滚动了一下，最后重重的点头。放心。就在此时，一道身影毫无征兆地出现在大殿之前，单膝跪地。少主！来人一身黑衣，正是林天宇。他的气息比之前凝练了许多，眼神里却带着一股挥之不去的凝重。说，叶萧重新坐回王座。少主，玄天神殿不是终点。林天宇开口第一句话，就让在场的叶苍穹等人心头一跳。他们背后是真正的仙域，神殿不过是仙域在这方世界放养牛羊的牧羊人。林天宇将他从讨神联盟的古籍中探查到的秘闻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所谓的上界，在那些自称仙人的家伙眼中，只是一个资源丰富的牧场，每隔几十万年，他们就会下来收割一次。玄天神殿的神主就是他们扶持的代理人，负责看管牧场。神主陨落，天道被吞，仙域已经察觉了。林天宇的声音压得更低了。他们给您取了个名号，弑盗者。讨神联盟的内线传来消息，仙域已经派出了真正的仙人下界前来清理牧场。整个大殿落针可闻，连刚刚被收服的那些太古魔神眼中都露出了骇然之色。他们被封印了10万年，根本不知道这些秘辛。林希雪的脸上血色褪尽，紧紧抓住了叶萧的衣袖。叶萧的脸上却看不到半点紧张，他伸手将那枚被他捏碎后又重新凝聚的戒盒拿在手中把玩。他听完林天宇的汇报，突然笑了一声。仙人。他转头看向怀里的林希雪，
动作轻柔地抚摸着他的脸颊。吸血，你尝过仙人的味道吗？林吸血愣住了，看着叶萧眼中的戏谑，心中的恐惧莫名地消散了。他摇了摇头，那正好。叶萧笑了，这次试试。他松开林吸血，目光扫向下方。林天宇，属下在，继续你的任务，把那个讨神联盟给我看紧了。仙人下界，他们肯定会有动作。遵命。叶苍穹，烈火。叶苍穹和烈火堂主齐齐上前一步，传我命令。叶萧的声音带上了一股不容置喙的霸道。刮地3尺，把这上界所有能用的东西，矿脉、灵药、法宝、异兽，全部给我搬到万魔殿来。我要让那些所谓的仙人下来之后，连一块灵石都找不到。遵少主令。众人领命，带着满心的震撼，迅速退下。整个万魔联盟如同一个巨大的战争机器，轰然运转起来。很快，殿前只剩下叶萧和林吸雪2人。叶萧拉着他，一步踏出，便来到了新建的万魔殿最高处。他低头看着下方那片刚刚易主的天地，又抬头望向了那片属于他的天穹。一个世界还是太小了，他轻声说道。他举起手中的戒盒，另一只手则对着虚空轻轻一按，一股无形的波动穿透了世界壁垒，与下方玄天大陆上的神国建立了联系。和叶萧口中吐出一个字，轰隆隆，整个上界开始剧烈的颤抖起来。无穷无尽的神国本源之力从下方的世界壁垒倒灌而入。叶萧以戒盒为引，以自身为桥梁，竟是要强行将2个世界融为一体。天空之上，风云倒卷，在那无尽的苍穹最高处，一道细微的几乎无法察觉的金色裂缝悄然出现。裂缝的另一端透出了一股不属于这个世界高高在上的气息。轰隆隆，整个上界，不是整个世界都在剧烈的摇晃。林吸雪站在万魔殿的最高处，裙摆在狂暴的法则乱流中猎猎作响。他死死地盯着前方，他的夫君叶萧此刻正盘坐在虚空之中，他就是风暴的中心。下方原本的玄天大陆此刻正化作一道巨大的光影，被一股无法想象的力量强行从世界壁垒的另一端拖拽上来，要与上界这片土地合二为一。天空被撕裂，大地在呻吟，无数山脉被夷为平地，又有新的高峰从海洋中拔地而起。法则像是一团乱麻，被扯断又被强行编织在一起。这是在做什么？叶苍穹站在林吸雪身后不远处，他体内的渡劫境魔元在这股天地伟力面前渺小的像一粒尘埃。他身旁渊还有那数十位刚刚臣服的太古魔神全都跪伏在地，身体抖得像是筛糠。主人，他在吞噬世界。渊的声音里带着无法掩饰的恐惧，他要把2个世界揉成一个面团，当作他神国的基石。这已经超出了他们对力量的理解，就算是他们这些生于太古的大魔，也从未见过如此疯狂、如此霸道的举动。就在此时，所有人都心头一跳，猛地抬头。苍穹之上，那道被林天宇称之为仙域通道的金色裂缝骤然扩大，3道身影沐浴在柔和的仙光之中，缓缓从中走出。他们身穿白色雨衣，气息飘渺，与这片魔气滔天的世界格格不入。为首的是一个中年男子，面容威严，眼神里带着一种高高在上的漠然。他低头看了一眼下方山河倒转、日月无光的景象，眉头皱了起来。大胆！他的声音不大，却蕴含着一种不容置喙的仙道法则，清晰地压过了天地的轰鸣，响彻在每一个生灵的耳中。谁给你的胆子，敢私自挪移界域，扰乱乾坤秩序？他根本没把下方的任何人放在眼里，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宣判一种罪责。他抬起手，掌心仙光流转，一条完全由精纯仙元凝聚而成的金色锁链凭空浮现。犯禁者当诛！中年仙使语气平淡，手腕一抖，那条金色锁链便如同一条活过来的金龙，撕裂虚空，径直射向正在融合世界最关键时刻的叶萧本体。林吸雪和叶苍穹的心脏瞬间提到了嗓子眼，他们能感觉到那条锁链上蕴含的力量足以轻易洞穿渡劫境的肉身，锁死大成境的神魂。然而盘坐在虚空中的叶萧连眼皮都没抬一下。就在那金色锁链即将触碰到他本体的瞬间，他身旁的空间微微扭曲了一下，一道身影与他一模一样，穿着同样的黑袍，就这么走了出来。这道分身看着那势不可挡的金色锁链，脸上露出了一抹与本体如出一辙的不耐烦的神色。他只是随意的抬起手，对着那条锁链凌空一挥，啪！一声清脆的声响，那条蕴含着仙道法则的金色锁链就像是一根脆弱的玻璃管，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抽得寸寸断裂，化作漫天光点消散。天空之上，那名中年仙使脸上的漠然第一次出现了变化，他身后2名年轻的仙人更是瞳孔一缩。一道分身，
中年仙使的声音里带上了一丝凝重，区区分身竟能破我的缚仙锁？夜宵的分身根本懒得跟他废话，他只是抬眼看着天上的3道身影，眼神就像是在看3只嗡嗡作响的苍蝇。滚！他吐出一个字。中年仙使的脸色瞬间变得铁青。他是什么身份？仙域的接引仙使，大成境中期的修为，在这片被他们称之为牧场的世界里，就是绝对的主宰。多少万年来，他下界清理是道者，哪一个不是在他面前跪地求饶？今天，一个下界蝼蚁的分身，竟敢让他滚不知死活的东西！中年仙使身后的一个年轻仙人忍不住怒喝道：“你知道站在你面前的是谁吗？这是或者死！”夜宵的分身打断了他的话，又吐出了3个字，连起来就是滚，或者死！你找死！中年仙使彻底被激怒了，他不再保留，大成境中期的仙源毫无保留地爆发开来，整个天空都被染成了一片金色。本使今天就让你知道何为仙凡之别，让你明白，你这等窃取天道的蛀虫，在真正的仙人面前。他的话又一次没能说完，因为夜宵的分身已经消失在了原地。下一瞬，中年仙使只觉得一股无法言喻的危机感笼罩了全身，他的护体仙光自动激发到了极致。夜宵的分身毫无征兆地出现在了他的面前，太近了，近到他能看清夜宵分身眼中那毫不掩饰的轻蔑与杀意。没有花哨的神通，也没有璀璨的法则，就是一拳，简简单单朴实无华的一拳，对着他的脸轰了过来。中年仙使心中冷笑，用肉身硬汉仙体，愚蠢的下界蛮夷。他将全身仙元都灌注于护体仙光之中，准备硬接这一拳，然后用仙道法则将其反震成齑粉。然而当那一拳真正临近时，他的脸色骤然大变。他从那只拳头上感受到的不是什么魔气，也不是什么法则之力，而是一股力，一股沉重到无法形容，蛮横到不讲道理的力。那是整个玄天大陆和上界融合时那种天崩地裂、世界重塑的磅礴伟力。夜宵的分身竟将这股力量引动了一丝，灌注在了自己的拳头上。不！中年仙使只来得及发出一声惊恐的咆哮。咔嚓！他引以为傲、号称万法不侵的护体仙光，在那只拳头面前就像是鸡蛋壳一样，瞬间布满了裂纹，然后轰然破碎。拳头长驱直入，砰！一声闷响，中年仙使的整个头颅，连同他脸上那惊骇欲绝的表情，被这一拳直接打得向后凹陷，嵌入了胸腔。整个人像是一颗被高速击出的陨石，拖着一道金色的尾焰，从9天之上被一拳狠狠地轰进了下方正在重塑的大地之中。轰！大地上多出了一个深不见底的巨坑，而天空之上，另外2名年轻的仙人已经彻底傻了。他们呆呆地看着那个收回拳头的黑袍分身，身体僵硬，连逃跑的念头都无法升起。夜宵的分身掸了掸衣袖上不存在的灰尘，似乎是做了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也就在这一刻，他身后的夜宵本体与那融合的2个世界同时发出了一声震彻寰宇的轰鸣。嗡！一股全新的、远比之前强大100倍的天道威压瞬间笼罩了整个新世界。2界融合成了，剧烈的震动停止了，狂暴的法则乱流，如同被驯服的野兽，温顺地匍匐下来。天空不再是撕裂的模样，大地也不再呻吟。一种全新的、更加厚重、更加霸道的天道法则笼罩了整个世界。万魔殿之巅，叶苍穹、渊以及那数10位太古魔神，全都感受到了一股源自灵魂的压迫感，仿佛他们脚下的每一寸土地，呼吸的每一口空气，都刻上了同一个人的名字。盘坐在虚空中的夜宵缓缓睁开了双眼，他的瞳孔深处，左眼是吞噬万物的魔日，右眼是照耀诸天的神月。日月轮转间，一个完整的世界虚影在他身后沉浮。从今日起，此界唯无神国。他的声音就是新世界的天道法旨，每一个字都化作法则烙印，刻入了世界的本源深处。他身上的气息彻底变了，不再是大成，也不是什么渡劫，那是一种自成一体、凌驾于万道之上的超然。恭贺主人，神国大成！渊第一个反应过来，带着那群太古魔神五体投地，声音里充满了发自肺腑的敬畏与恐惧。叶苍穹看着自己的儿子，张了张嘴，最后只化作一声复杂的叹息。林夕雪的眼中则只有痴迷与骄傲。天空之上，那2个被吓傻的年轻仙人终于从夜宵本体带来的恐怖威压中回过神来。他们看着下方那个如同创世神明的身影，又看了看夜宵那道依旧站在原地的分身，恐惧战胜了一切。跑！其中一人尖叫一声，转身就要撕裂空间。仙域不会放过你的。另一人放出狠话，身上仙光大盛，化作一道流光就要遁走。
夜宵的分身甚至都懒得看他们一眼，他只是抬起眼皮，对着那片天空轻轻吹了一口气。呼，没有风，也没有声音，但那2个已经逃出万里的年轻仙人身形骤然一致，他们的护体仙光，他们的仙躯，他们的神魂，就像是被风吹散的沙化，从边缘开始无声无息的消散，化作最精纯的能量粒子，回归了这片刚刚熄灭的天地，连一声惨叫都没能发出。弹指，不是吹灰，吹灰灭仙。轰隆，一声巨响从下方那个深不见底的巨坑中传来，一道金色的身影带着冲天的怨气与狼狈从地底深处冲了出来，正是那名中年仙使。他此刻哪还有半点仙风道骨的模样，头上的发冠早已破碎，白色雨衣变得破破烂烂，上面沾满了泥土与他自己的金色血液。他的一条手臂不自然地扭曲着，脸上那高高在上的漠然被无法遏制的惊恐所取代。他死死地盯着虚空中夜宵的本体，声音都在发抖。你的气息，你不是大成境，你究竟是什么怪物？他能感觉到整个世界都在排斥他，他引以为傲的仙道法则在这里就像是无根之萍，被压制的连30%都发挥不出来。夜宵的分身缓缓转过身，看向他，那眼神就像是在看一件有趣的工具。正好，省得我再把你从坑里刨出来。分身平淡地说道。中年仙使被这道分身一看，身体猛地一颤，仿佛被什么洪荒凶兽盯上了一样。他强压下心中的恐惧，色厉内荏地吼道：下界蝼蚁，你敢杀仙使，仙域的怒火不是你这种窃盗者能够承受的，本使乃是聒噪。夜宵的分身打断了他，分身抬起手对着中年仙使的方向轻轻一握。嗡，中年仙使周围的空间瞬间凝固了，不是法则的禁锢，而是一种更加霸道的来自整个世界意志的镇压。中年仙使惊骇地发现，他体内的仙元被死死地按在了丹田里，一丝一毫都无法调动。他的身体就像是被浇筑在透明的水泥里，连动一下手指都做不到。这是神国之力，你竟然真的炼化了一剑。他终于明白了自己面对的是什么，这不是一个强大的修士，这是一个行走的世界之主。夜宵的分身一步踏出，出现在中年仙使的面前，他伸出手掐住中年仙使的脖子，将他提了起来。说吧，仙域为什么要把这里当作牧场？中年仙使的脸憋成了猪肝色，他用尽全身力气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休想！仙主大人会为我报仇的，是吗？夜宵的分身脸上露出了一抹嘲讽。看来你还没有认清自己的处境，你以为我是在问你吗？分身的手从他的脖子缓缓移到了他的天灵盖上，中年仙使的瞳孔骤然缩成了针尖大小，他终于意识到了对方要做什么。不，你不能搜魂，你敢对仙人搜魂，你会遭到天道反噬的。天道？夜宵的分身笑了，忘了告诉你，在这里我就是天道。话音落下，他不再犹豫，霸道无匹的神念如同烧红的烙铁，狠狠地刺入了中年仙使的识海。凄厉到不似人声的惨叫响彻云霄，中年仙使的身体剧烈地抽搐起来，七窍之中都流出了金色的血液。他的识海在夜宵那堪比整个世界之力的神念面前，就像是一张薄纸，无数的记忆碎片被粗暴地翻阅掠夺。从他诞生于仙域到他修炼成仙，再到他奉命下界，一幕幕画面走马观花般被夜宵尽收眼底。原来是这样。夜宵的分身眼中闪过一丝了然。砰一声轻响，中年仙使的身体再也承受不住这股力量，化作漫天金色的光点彻底消散，神魂俱灭。夜宵的分身静静地站立在空中，消化着刚刚得到的信息。片刻后，这道分身也化作一道流光，没入了下方夜宵的本体之中。万魔殿之巅，夜宵的本体抬起头，目光仿佛穿透了无尽的虚空，看到了那道依旧存在的金色裂缝，看到了裂缝另一端那片更高层次的世界。他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弧度，世界树的嫩芽。他轻声念出了一个名字，为了蕴养这东西，圈养了整整一个世界，收割了无数个时代。有意思，真是有意思。他站起身，一步踏出，回到了万魔殿的王座之上。林希雪立刻迎了上来，脸上带着一丝担忧。仙域。夜宵伸手将他揽入怀中，轻轻拍了拍他的后背。一群自以为是的园丁而已。他坐下，目光扫过下方恭敬站立的叶苍穹、渊、烈火等人，他的声音不大，却清晰地传入了每个人的耳中。传我命令！叶苍穹等人精神一振，齐齐单膝跪地。叶苍穹、林希雪、渊、烈火、林天宇，属下在。
叶萧的手指指向了天穹之上那道代表着仙域的金色裂缝。收拾一下，准备出发。我们的征途才刚刚开始。目标。他顿了顿，声音里带上了一股前所未有的狂傲与霸道。仙域。叶萧的声音在万魔殿中回荡，那2个字仿佛带着某种魔力，让刚刚臣服的渊，还有那数十位太古魔神神魂都跟着站立了一下。他们被封印了太久，对仙域的认知还停留在传说中的不可战胜。可王座上的那个男人却像是要去邻居家串门一样，说得云淡风轻。叶萧的目光从下方跪着的众人身上扫过，最后落在了林希雪和叶苍穹身上。他眉头微皱：你们2个太弱了。叶萧的声音里不带任何感情，只是陈述一个事实。一个刚摸到门槛，一个还在门外徘徊。叶苍穹老脸一红，他堂堂渡劫境，现在更是掌控着一群大成境的魔神，可在自己儿子嘴里居然成了门外汉。林希雪只是看着叶萧，眼中没有丝毫委屈。叶萧也懒得跟他们解释，他抬起手对着虚空轻轻一抓，一团是从那中年仙师体内抽出的精纯无比的白色仙元，另一团则是他神国本源中最核心的一缕混沌之力。张嘴！叶萧命令道。叶苍穹和林希雪下意识地张开了嘴，2道光团如同流星，瞬间没入了2人的口中。轰！林希雪的身体第一个有了反应，她那合体境大圆满的气息像是被投入了1万吨炸药的火山，瞬间爆发。渡劫境的天劫云层甚至还没来得及在神国的天空凝聚，就被一股更加霸道的力量直接冲散。他的修为没有丝毫停滞，直接跨过了那道天堑，一路疯长，最后停在了大成境初期的门槛上。另一边，叶苍穹的动静更大，他本就是渡劫境，此刻体内涌入那2股力量，整个魔区都开始皲裂，金色的魔血从裂缝中渗出。咔嚓咔嚓，那是骨骼被重塑的声音。他的气息像是坐上了火箭，冲破了大成境初期的壁垒，又冲破了中期的关隘，这才缓缓稳定下来。这大成境中期，叶苍穹感受着体内前所未有的力量，声音都有些发干。叶萧瞥了他一眼，淡淡的说道：勉强够用了。说完，他随手一挥，几件破破烂烂的东西出现在大殿中央，正是从那3名仙使身上扒下来的仙气。虽然在那场战斗中都已受损，但上面流转的仙道法则依旧让约那些太古魔神眼皮狂跳。这些垃圾你们分了。叶萧指着那些仙气对着渊等人说道。渊的身体僵了一下，以为自己听错了。垃圾？这每一件都足以让他们这些大成境魔神抢破头。怎么看不上？叶萧的声音冷了下来。不，谢主人赏赐，谢主人赏赐。渊第一个反应过来，带着一群魔神对着那些垃圾磕头如捣蒜，然后才敢小心翼翼地将它们分掉。就在大殿中一片感恩戴德之时，叶萧腰间的一块黑色通讯令牌轻微地震动了一下，他拿起令牌，屈指一弹，一道光幕在半空中展开，光幕中出现了林天宇那张略带风霜的脸。少主！林天宇的声音带着压抑不住的激动。说。叶萧靠回王座，单手支着下巴。信不辱命。林天宇的声音提高了几分。属下已经取得讨神联盟盟主的绝对信任，更重要的是，我策反了一个关键人物。大殿内所有人的呼吸都停止了。叶苍谁？仙域南极仙翁。林天宇报出了一个名号。渊等一众太古魔神脸色巨变，这个名号他们如雷贯耳，那是仙域中一位资历极老的存在。他早年因争夺仙主之位失败，被排挤到了边荒地带，心中怨气滔天。属下许诺，待少主君临仙域，便扶持他做新的仙主。他已经将仙域通往此界的边防大阵破解之法，以及周边星域的布防图，全部交给了我。林天宇说完，整个大殿落针可闻，所有人都被这个消息震得脑子嗡嗡作响。这何止是奇功，这简直是直接把仙域的大门给撬开了一条缝。光幕中，林天宇的眼神灼热。魔主，我们何时动手？叶萧看着光幕中的林天宇，沉默了片刻，突然他笑了起来，那笑声从低沉到洪亮，震得整个万魔殿都在晃动。哈哈哈哈！好，林天宇，你记手功。叶萧猛地站起身，眼中迸发出骇人的光芒。动手！他扫视着下方众人，为什么要等？等他们反应过来，修好大阵，调兵遣将吗？他走到大殿的边缘，俯瞰着下方那片刚刚融合完毕、欣欣向荣的新世界。传我命令！叶萧的声音化作天道法旨，响彻在每一个生灵的脑海。所有生灵安守原地，不得妄动。叶苍穹一步上前，脸上带着不解：萧儿，你这是？叶萧没有回答他，他只是伸出双臂，仿佛要拥抱整个世界。
一个世界当座驾，应该够排面了。他轻声自语，然后他抬起脚，对着脚下的虚空重重一踏，切，轰，隆隆，整个世界剧烈地晃动起来。不是晃动，是在上升。万魔殿前，广场上的所有魔修骇然地发现，他们脚下的大地正在脱离原本的位置。无尽的虚空中，这片由2个世界融合而成的庞大陆地，就像是一座被从海底拔起的岛屿。它的底部，无数的岩石，断裂的地脉，如同瀑布般坠入下方的黑暗。一层混沌色的光芒将整个世界包裹，隔绝了虚空的乱流，也保护了世界内的所有生灵。叶苍穹站在叶萧身后，看着这匪夷所思的一幕，喉结上下滚动，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带着整个世界去打架，这种事情别说见了，他连想都不敢想。那数十位太古魔神更是齐刷刷地跪在地上，将头颅深深地埋下。他们的主人不是在征服世界，他是在玩弄世界。这片巨大的陆地脱离了原本的坐标后，在叶萧的意志下开始缓缓调转方向。它的前方正是天穹之上那道依旧存在的通往仙域的金色裂缝。叶萧站在整个世界的最前端，黑袍在虚空乱流中猎猎作响，他看着那道裂缝，就像看着自家的大门。林天宇，他的声音穿透了世界壁垒，直接在林天宇的脑海中响起。给你送份大礼过去，把门给我看好了。轰隆，承载着整个世界的庞大陆地在无尽的虚空中航行，发出的声响足以震碎寻常渡劫境修士的神魂。还有那几十个太古魔神正襟危坐，连大气都不敢喘。他们被封印了10万年，从未想过有朝一日自己会乘坐一个世界去攻打另一个世界。叶苍穹站在王座之下，感受着神国壁垒外狂暴的虚空乱流，心中豪情万丈。他看着王座上那个单手支着下巴似乎有些无聊的儿子，眼神无比复杂。就在这时，渊的脸色突然变了，他那枯骨般的身体猛地站起，死死地盯着神国前方那片深邃的黑暗。主人，渊的声音里带着一丝颤抖，那是源自本能的恐惧。怎么了？叶萧眼皮都没抬一下。前面有东西过来了。随着渊的话音落下，神国壁垒之外那片亘古不变的黑暗中开始出现一个个巨大的阴影。这些阴影每一个都比万魔殿的山脉还要庞大，它们没有固定的形态，像是一团团扭曲的血肉与触手，身体表面布满了无数张开又闭合的巨口，口中是层层叠叠的利齿。是世界兽。一个同样被收服的太古魔神失声尖叫起来。该死，怎么会在这里遇到这种东西？他们以世界为食，连天道都能啃食。数十位大成境的魔神此刻全都乱了阵脚，脸上是无法掩饰的惊恐。叶苍穹的脸色也凝重起来，他能感觉到那些被称为是界兽的怪物，每一头都散发着不亚于大成境的气息。而现在出现在他们前方的是数以万计的兽群。林夕雪握住了腰间的剑柄，走到了叶萧身旁。吵什么？叶萧终于睁开了眼，扫了一眼那些惊慌失措的魔神。他看向前方那片遮天蔽日的兽群，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弧度。正好航行了这么久，有点饿了，开胃小菜送上门了。渊听到这话，差点以为自己的耳朵出了问题。开胃小菜，这可是能毁灭世界的世界兽群。吼！兽群发现了这个新鲜的世界，发出了无声的咆哮。虚空震荡，数万头世界兽如同闻到血腥味的鲨鱼，疯狂地朝着神国扑了过来。最前方的一头上万丈的世界兽张开了它那足以吞下一座山脉的巨口，狠狠地撞向了神国壁垒。小心！叶苍穹下意识地喊道。砰！一声闷响，那头世界兽的身体在接触到神国壁垒的瞬间，就像是撞上了一堵无形的由概念构成的墙壁。它那庞大的头颅瞬间炸开，化作漫天血肉腥臭的血液与碎骨在虚空中飘散，却连一丝都无法沾染到壁垒之上。整个混沌壁垒连一丝连 KI 都没有出现。紧接着，砰砰砰砰，成百上千的世界兽如同下饺子一般前赴后继地撞了上来。他们的下场和第一头没有任何区别，头颅爆裂，身躯崩碎。万魔殿内的所有人都看呆了，这就是神国的防御，连动都不用动就能让大成境级别的怪物自取灭亡。主人，神威！渊结结巴巴地说道，看向叶萧的眼神已经变成了看神明。叶萧打了个哈欠，似乎对这一幕感到无趣。光挨打太慢了。他从王座上站起身，走到了世界的边缘。他抬起手，对着下方的大地轻轻一按。神国之矛，出击！随着他话音落下，轰轰轰，整个神国大陆之上1万座最高的山峰齐齐震动起来。山巅之上亮起了刺目的光芒，
那是被压缩到了极致的世界本源之力。下一刻，咻！万座山峰化作了万道贯穿虚空的巨矛，每一道巨矛都拖着长长的尾焰，以无法理解的速度射入了前方的兽群之中。没有爆炸，也没有惨叫，那些巨矛轻易地洞穿了是界兽那坚不可摧的肉身。被洞穿的是界兽身体会瞬间僵直，然后从伤口处开始化作最纯粹的能量粒子，消散在虚空中。只是一轮齐射，冲在最前方的数千头是界兽便被清扫一空。兽群的冲锋第一次出现了停滞。父亲，吸血！叶萧的声音传来。叶苍穹和林吸血立刻上前。仙儿，去玩玩吧。叶萧指着那些漏网之鱼，别让他们弄脏了我的世界。好。叶苍抱着拳头，战意高昂。他一步踏出，直接穿过了神国壁垒，出现在虚空之中。魔灵天下！叶苍穹大吼一声，大成镜中期的魔元毫无保留的爆发。一尊万丈魔影在他身后浮现，一拳轰出，直接将一头冲过来的世界兽打成了肉泥。另一边，林吸血的身影飘逸而出，他的身后，一张黑白分明的神魔太极图缓缓旋转。神魔绞杀，太极图旋转着飞出，像是一面无坚不摧的磨盘。凡是被太极图笼罩的世界兽，无论是肉身还是神魂，都在瞬间被磨灭，化作纯粹的能量被太极图吸收。有了这两尊杀神加入，再加上渊带着一群太古魔神冲了出去，战局瞬间变成了一面倒的屠杀。叶萧静静地看着这一切，脸上没什么表情。他张开手，掌心出现一个微型的黑色漩涡，混沌吞噬，一股无法抗拒的吸力从漩涡中传出。那些被杀死的是界兽尸体，连同他们体内蕴含的世界本源，全都被吸了过来，没入叶萧掌心的漩涡之中。渊能清晰地感觉到，他们脚下的神国气息非但没有因为消耗而减弱，反而更强了，以战养战。不，主人这是在放母。渊的身体抖得更厉害了。这场屠杀并没有持续太久，当超过一半的同伴被消灭后，剩下的世界兽终于感到了恐惧，他们发出呜咽般的嘶吼，调转方向，仓皇地逃入了无尽的黑暗之中。叶苍穹等人回到了神国内，身上煞气冲天。仙儿，都解决了。叶苍穹邀功似的说道。叶萧点了点头，目光却投向了更远的前方。废物利用罢了。他收回手，掌心的漩涡消失不见。整个神国因为吸收了海量的本源，再次发出一声轰鸣，航行的速度又快了几分。就在这时，神国的前方那片永恒的黑暗被一道光芒刺破了。那是一片笼罩在永恒仙光中的大陆，仙气缭绕，法则稳固，一座座仙山悬浮于空，一道道天河贯穿天地，无数琼楼玉宇在仙光中若隐若现，散发着高高在上的气息。仙域到了，神国停下了，在它的前方是一片浩瀚无垠的星海，亿万颗星辰按照某种玄奥的轨迹运转，彼此之间以肉眼不可见的法则之线连接，构成了一面无法逾越的笼罩着整个仙域的巨大天幕。仙光流转，星辰之力垂落，形成一道道瀑布，将一切外来的事物都隔绝在外。主人，约那枯骨般的身体在颤抖，他死死盯着那片星海，声音干涩。此乃仙域的周天星斗大阵。他深吸一口气，尽管他已经不需要呼吸。传闻此阵连接着仙域管辖下3000大世界的本源星辰，以仙域气运为核心，除非仙域覆灭，否则此阵永不可破。数十位太古魔神也都个个面色凝重，他们被封印之前就听说过此阵的威名，那是仙域真正的门户，是他们这些魔道中人永远无法触及的禁区。叶苍穹走到王座边，看着那片璀璨却又冰冷的星海，拳头捏得咯咯作响。仙儿，等什么？他有些不耐烦，管他什么狗屁大阵，直接撞过去便是。我就不信，我们这整个世界的重量还撞不开他一个破门。叶萧靠在王座上，单手支着下巴，眼皮都没抬一下。等一个信号。信号。叶苍穹一愣，叶萧没有再解释。大殿内陷入了沉默，只有神国壁垒外虚空乱流无声涌动的景象。渊和一众魔神大气都不敢喘，他们看着王座上的那个男人，心中充满了敬畏与不解。强攻周天星斗大阵，那无异于以卵击石，可他们的主人似乎一点也不着急。就在叶苍穹快要按捺不住的时候，叶萧腰间那块黑色的通讯令牌突然亮了一下，一道微弱的光芒在大殿中一闪而逝。叶萧终于睁开了眼，他拿起令牌看了一眼。与此同时，遥远的仙域大阵内部，一颗作为阵眼枢纽的巨大星辰光芒突然剧烈的闪烁了一下，紧接着一道细微的几乎无法察觉的裂痕出现在了星辰的核心。咔嚓，下一秒，这道裂痕如同蛛网般瞬间蔓延至整颗星辰。轰！星辰炸裂，组成大阵的亿万星辰之中，
突兀地出现了一个微小的黑点，这就像是一台精密无比的机器，其中一颗至关重要的齿轮突然崩碎了。嗡！整个周天星斗大阵的运转出现了一瞬间的凝滞，原本完美无瑕的能量流转出现了一个致命的缺口。来了！叶萧站起身，声音平淡。渊的眼眶里两团魂火剧烈跳动，他难以置信地看着前方大阵的变化。阵眼，有人在内部破坏了阵眼。他失声惊呼：这怎么可能？仙域的阵眼守卫森严，别说破坏，就是靠近都做不到。林天宇这小子干得不错。叶萧轻笑一声，他走到神国的最前端，俯瞰着下方那座开始出现紊乱的庞大阵法。他没有多余的废话，只是抬起手对着前方轻轻一挥，全速撞过去。轰！隆隆！沉寂的神国再次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它像是一头从沉睡中苏醒的太古巨兽，撕开了前方的虚空，化作一道无法用言语形容的混沌流光，狠狠地撞向了那片出现缺口的星海。仙域，南天门，负责镇守此地的数万天兵天将还在悠闲的巡逻。对他们而言，周天星斗大阵就是绝对的屏障，万古以来从未有过任何差错。突然，当当当，悬挂在南天门之上10万年未曾响动过的万仙警钟毫无征兆的疯狂鸣响了起来，钟声急促传遍了整个仙域。所有仙人都在这一刻停下了手中的动作，骇然地望向南天门的方向。这是最高等级的警报，代表着有足以威胁仙域存亡的敌人正在入侵。怎么回事？警钟为何会响？镇守南天门的神将还没来得及反应，他就看到前方那片亘古不变的星海大阵猛地扭曲了一下，紧接着轰隆一声仿佛要将整个世界都震碎的巨响传来。那片由亿万星辰构成的号称永不可破的仙域壁垒，就像是一面被巨锤砸中的镜子，以一个点为中心，无数巨大的裂痕疯狂地向四周蔓延。砰！壁垒碎了，漫天星辰如同下雨般黯然失色，从天幕上坠落。无尽的仙光像是被戳破的气球四散奔逃。在所有天兵天将惊骇欲绝的目光中，一整块庞大到无法想象的陆地携带着碾碎一切的恐怖气势，从破碎的大阵缺口中长驱直入。它撞碎了空间，撞碎了法则，就这么硬生生地挤进了仙域的疆土。敌袭！凄厉的嘶吼声响彻云霄，整个仙域彻底乱了。无数仙光从四面八方升起，惊疑不定地看着那个庞大的不速之客。就在这时，三股浩瀚如渊的恐怖气息从仙域最深处的3个方向冲天起。下一刻，3道身影凭空出现在了神国大陆的前方，挡住了去路。左边一人身穿八卦道袍，手持拂尘，仙风道骨；右边一人头戴如冠，身着青衫，手握一卷书册，气息浩然。中间一人身披金色战甲，手持方天画戟，神威凛凛，宛如战神将士。他们3人仅仅是站在那里，周围的空间便开始凝固，万千法则都在退避。仙王，真正主宰这片仙域的至高存在。身穿战甲的仙王目光如电，死死地盯着眼前这块匪夷所思的大陆，声音如同天雷滚滚。何方宵小，敢犯天威？止步！他的声音蕴含着言出法随的力量，试图让整个神国大陆停滞下来。神国缓缓停下，一道身影从大陆之上一步踏出，出现在了3位仙王的面前。夜宵凌空而立，黑袍在仙域的罡风中猎猎作响。他扫了一眼面前的3位仙王，眼神里没有丝毫波澜，就像是在看3块挡路的石头。他缓缓开口，声音不大，却清晰地传入了每一个人的耳中。你们谁先来送死？话音落下，夜宵的身后，叶苍穹、林夕雪、渊以及那数十位气息滔天的太古魔神一字排开，无边的杀气冲霄而起，将这片仙域的天空都染上了一层暗红色。夜宵的声音平静地在3位仙王耳边回响。那身披金色战甲宛如战神将士的仙王，手中的方天画戟猛地一震，周遭的仙域空间都跟着裂开了无数道黑色的缝隙。数字狂妄！他怒吼一声，声音化作实质的雷霆，朝着夜宵轰了过去。真吵！夜宵眉头都没皱一下，只是轻轻吹了口气。那足以震碎星辰的雷霆音波就在他面前3尺处，如同一个被戳破的肥皂泡，无声无息地湮灭了。武王，莫要冲动！一旁那位仙风道骨的道袍仙王开口了，他手中的拂尘轻轻一甩，抚平了武王震出的空间裂缝。他看向夜宵的眼神充满了凝重，此聊诡异，非一人可敌。头戴如冠的青山仙王也点了点头，他手中的书册无风自动翻开了第1页。合力布阵，
以仙域本源将其镇杀。武王也不是蠢货，一击被如此轻易的化解，他已经收起了轻视之心。好，他重重点头，与另外2位仙王对视一眼。三才归元，天地同力，镇魔。3位仙王齐声大喝，他们身上的气息瞬间连成一片，脚下浮现出一个囊括了天地人的玄奥阵图。嗡！整个仙域都仿佛在这一刻活了过来。无穷无尽的仙域本源之力被阵法从4面8方疯狂抽取，化作一道横贯天地的3色光柱，朝着夜宵当头压下轰。光柱位置，那股压力已经让夜宵身后的神国大陆发出了不堪重负的呻吟。渊和那几10个太古魔神全都脸色煞白，感觉自己的魔魂都要被这股力量碾碎了。主人！渊惊恐地喊道。叶苍穹和林夕雪也握紧了拳头，面色凝重地看着那道光柱。唯有夜宵依旧站在原地，甚至还饶有兴致地打量着那道光柱，在本座面前玩弄本源。他嗤笑一声，你们也配。他抬起脚对着身下的虚空轻轻一跺，轰！他身后的神国大陆猛地一震，一股与仙域本源截然不同，充满了混沌与毁灭气息的力量从神国大陆的核心冲天而起，化作一道灰黑色的洪流逆卷而上。砰！3色光柱与灰黑洪流在南天门的上空悍然相撞，没有惊天动地的爆炸，2种不同世界的力量如同水火交融，彼此疯狂地侵蚀湮灭。一时间，整个仙域的天空一半是璀璨的仙光，一半是深邃的混沌，泾渭分明，却又在接触的边界线上爆发出足以抹杀一切的毁灭波动。3位仙王看到这一幕，脸色都变了。怎么可能？他竟能以一己之力抗衡我整个仙域的本源？武王难以置信的嘶吼。不对！道袍仙王眉头紧锁，死死地盯着夜宵。他的力量非但没有被消耗，反而在变强。随着他的话音落下，另外2位仙王也察觉到了不对劲。他们能感觉到3才灭魔阵从仙域抽取的本源之力，在接触到那个男人之后，就像是泥牛入海，有相当一部分被他那具诡异的身体给吞了下去。热身差不多了。夜宵活动了一下脖子，发出了咔咔的声响。他看着3人，咧嘴一笑。现在该我了。他猛地抬起手，对着那战甲武王的方向虚空一握。神魔之握，一只由混沌之气凝聚而成的万丈巨手突兀地出现在武王的身后，五指张开，一把抓住了他手中的方天画戟。找死！武王怒吼，体内仙元疯狂涌入方天画戟，想要将其挣脱。然而那只混沌巨手只是轻轻一用力，咔嚓一声脆响，那件跟随了武王数10万年，斩杀过无数强敌，号称永不磨损的极品仙器，就在他的手中被硬生生捏成了2段。噗！本命仙器被毁，武王当场喷出一口金色的鲜血，气息瞬间萎靡了下去。怎么？他呆呆地看着手中的断戟，脑子一片空白。就是现在，夜宵的身影在原地消失，下一瞬他已经出现在了武王的面前，没有动用任何神通，也没有调动任何法则。夜宵只是简简单单的抬起了拳头，一拳轰向了武王的胸膛。砰！武王身上的金色战甲，那件号称能抵挡仙王全力一击的护身至宝，在夜宵的拳头下如同纸糊的一般瞬间炸裂，全是不止。夜宵的拳头毫无阻碍地贯穿了武王的胸膛。你！武王低下头看着自己胸口那个巨大的血洞，眼中充满了茫然与恐惧。夜宵抽回手臂，看都懒得再看他一眼，反手又是一记手肘，狠狠地砸在了武王的头颅之上。砰！如同西瓜爆裂。堂堂仙域3大主宰之一，镇守南天门的武王，他的仙躯就在无数仙人的注视下，被夜宵以最野蛮、最原始的方式硬生生打爆。金色的血液、碎裂的骨骼，还有那不灭的仙魂，化作一场金色的暴雨从天空中洒落。这一刻，整个仙域死一般的寂静。所有看到这一幕的仙人，无论是天兵天将，还是那些活了不知多少万年的老怪物，全都感觉自己的心脏被人狠狠地攥住了。武王、道袍仙王和青山仙王看着那片洒落的金雨，身体抖得像是筛糠。他们的道心，他们身为仙王的骄傲，在这一刻被夜宵那2拳彻底打碎了。逃！2人脑海里只剩下这一个念头。他们对视一眼，没有丝毫犹豫，化作2道流光，朝着仙域深处的不同方向疯狂逃窜。然而夜宵甚至都没有回头看他们一眼，他只是悬浮在武王陨落的地方，目光穿透了层层空间，看向了仙域最深处。在那里有一株贯穿了整个仙域，枝叶连接着无数世界的参天巨树，它的身上散发着比仙域本源更加古老、更加磅礴的气息。世界树！夜宵的嘴角勾起了一抹弧度。找到了，他轻声说了一句。下一刻，
他的身影在原地缓缓淡去，消失不见。下一瞬，他已出现在一片截然不同的天地。这里是仙域的绝对核心，一棵无法用言语形容的巨树，矗立在天地之间。它的树冠撑开了整个仙域的天穹，每一片叶子上似乎都承载着一个世界的生灭。古老磅礴的气息扑面而来，甚至压过了仙域本身的法则。叶苍穹与林希雪的身影紧随其后出现。这就是那玩意儿。叶苍穹仰头看着那通天的树干，咂了咂嘴。渊和数十位太古魔神也被挪移至此，他们刚一现身，就齐刷刷地矮了半截身子，枯骨般的身体不住地颤抖。世界树，渊的声音干涩无比，魂火剧烈跳动，传闻中仙域的根基，万界的源头。就在此时，周围的景象毫无征兆地扭曲起来，眼前的巨树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片混沌的虚无。一颗颗星辰在他们面前诞生，又在瞬息间走向毁灭。宇宙的生灭，纪元的更迭，化作无穷无尽的信息洪流，疯狂地涌入每个人的脑海。渊和那些太古魔神首当其冲，一个个抱住脑袋，发出了痛苦的嘶吼。他们的魔魂在这股洪流面前，渺小的如同尘埃。装神弄鬼。叶宵看着眼前的幻象，连眉头都未曾动一下。他对着虚空吐出2个字：散了。一股比这方天地更加古老、更加霸道的力量，以他为中心，轰然扩散。那是属于他神国的意志。咔嚓，眼前的宇宙幻象如同被砸碎的镜子，瞬间崩裂，露出了原来的世界树。一道古老浩瀚的意志在虚空中发出一声无形的惊疑。他似乎无法理解，为何自己的力量会被如此轻易地破除。叶宵一步步走向世界树的树干，一个活了不知多少年的老东西就会玩这些小孩子的把戏。他走到巨大的树干前，抬起手轻轻地按了上去。树干的表面流淌着如同星河般的光辉，每一寸树皮都蕴含着足以压垮渡劫境强者的世界之力。轰！世界树的意志被彻底激怒了，整座仙域都在此刻剧烈地颤抖起来。无穷无尽的本源之力化作一道道秩序锁链，从四面八方缠绕而来，要将叶宵这个入侵者彻底磨灭。还敢动手？叶宵笑了，他甚至没有去看那些袭来的秩序锁链，他按在树干上的手掌只是微微用力。嗡！他身后的神国虚影一闪而逝，那股混沌、毁灭凌驾于万道之上的恐怖威压，顺着他的手臂直接灌入了世界树的本体。吱嘎！那些足以绞杀仙王的秩序锁链，在距离叶宵100丈之外就寸寸断裂，化作最精纯的能量，消散在空中。而世界树那庞大无比的树身却发出了一声不堪重负的悲鸣。一道古老的、充满了惊恐与难以置信的意念在叶宵的脑海中响起。你是什么？我是你爹。叶宵言简意赅，他五指发力，咔嚓咔嚓，他手掌按住的那片巨大树皮开始出现一道道裂痕。世界树的意志彻底慌了，那股反抗的力量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一股求饶与臣服的波动。这就对了。叶宵松开了手，他拍了拍那巨大的树干，像是在安抚一只受惊的宠物。别紧张，我不是来砍你的。说实话，你长得还不错，是块好材料。叶宵绕着树干走了2步，点评道：就这么待在这个小水洼里，太浪费了。世界树的意志安静地听着，不敢有丝毫异动。我给你个机会。叶宵停下脚步，重新看向树干，做我神国的核心，成为我世界的心脏。跟着我，我带你去一片你连想象都想象不出来的天。他的声音平淡，却蕴含着不容抗拒的意志。世界树沉默了，他能感觉到眼前这个男人没有说谎，他的体内蕴藏着一个比仙域更加庞大、更加充满潜力的世界。那是一个正在成长的世界，这对他而言是致命的诱惑。许久之后，一道柔和的绿光从叶宵先前按住的地方亮起，光芒之中，一个由无数古老符文构成的复杂印记缓缓凝聚成型，最后化作一道流光，没入了叶宵的掌心。契约成立，磅礴的信息瞬间涌入叶宵的脑海。那是世界树自诞生以来的所有记忆，是他连接的无数世界的坐标，是他所承载的关于这片天地的所有秘密。仙界。叶宵消化完信息，缓缓吐出2个字。原来这所谓的仙域不过是那更高层次仙界的一处苗圃，而这棵世界树也只是真正世界树的一条根须。仙界通过它汲取下属无数世界的养分，把老子的地盘当成菜园子了。叶宵的眼神变得玩味起来，他转过身，叶苍穹和林希雪等人正一脸震撼地看着他。萧儿，这就搞定了？叶苍穹还有些没反应过来。一棵树而已。叶宵摆了摆手，他看向2人，直接下令：老爹，希雪，你们的任务就是以这棵树为核心，将我的神国与这整个仙域
彻底融合，速度要快。叶苍穹闻言，顿时来了精神。放心，这点小事包在我身上。叶萧又看向渊和那群大气不敢喘的太古魔神，你们辅助他们。融合过程中，若有不开眼的跳出来，不管是逃掉的那2个仙王，还是躲在哪个角落里的老怪物。他顿了顿，语气淡漠：杀！遵命，主人。渊和一众魔神齐齐跪下，声音里充满了狂热。交代完一切，叶萧没有再理会众人，他独自一人站在世界树下，他的目光仿佛穿透了层层叠叠的树冠，穿透了仙域的天穹，看向了那片更高、更遥远、充满了所谓仙灵之气的未知之地。仙界，一群园丁吗？等着吧，老子很快就上去帮你们松松土。仙域极西之地，一处被混沌气流包裹的断裂山脉深处，2道狼狈的身影撞碎空间，跌落在一座古老的祭坛之上。正是从南天门逃遁的道袍仙王与青山仙王。就是这里。道袍仙王咳出一口金色的血液，脸色苍白如纸。他指着脚下布满裂痕的祭坛，声音急促：此乃仙域祖脉的节点，是我们最后的希望。青山仙王扶着一旁的石柱，大口喘息，他手中的书册光芒暗淡，灵性大失。点燃祖脉，以我2人本命仙元为引，必能将消息传回仙界本宗。道袍仙王眼中闪过一丝决绝，顾不得那么多了，那怪物定然在融合世界树，我们时间不多。2人对视一眼，不再犹豫。他们同时盘膝坐下，双手掐出玄奥的法诀，口中念念有词：以无仙王之血敬到天地，以无仙王之魂叩请先祖。2滴蕴含着他们本源之力的鲜血从眉心逼出，滴落在祭坛的中心。嗡！祭坛轻微震动，上面的古老符文似乎被激活，亮起微弱的光芒。有戏！2人心中一喜，立刻加大仙元的灌注。轰！他们体内的仙元如同开闸的洪水，疯狂涌入祭坛。然而预想中冲破天际，沟通仙界的光柱并未出现。那祭坛上的光芒只是闪烁了几下，就好像接触不良的灯火，明灭不定。怎么回事？青山仙王脸色一变，道袍仙王也察觉到了不对劲。法则，这片天地的法则在排斥我们的力量。他惊骇地发现自己调动的仙道法则如同无根之瓶，根本无法与这方天地产生共鸣，就好像他从这个世界的主人变成了一个外来的客人。再试，2人不信邪，咬破舌尖，喷出精血，试图强行催动祭坛。祭坛的震动愈发剧烈，但那光芒却越来越暗淡。一道悠然的声音毫无征兆地在他们身后响起，声音大点，我怕上面的仙祖听不见。2人身体猛地一僵，全身的血液仿佛都在这一瞬间凝固了。他们机械地一寸一寸地转过头，叶萧就站在他们身后不到3丈的地方，双手负后，正饶有兴致地看着他们脚下的祭坛，仿佛在欣赏2个小丑的滑稽表演。你，道袍仙王嘴唇哆嗦，一个字都说不完整。跑了这么久，累不累？叶萧像是老朋友一样问道。要不要歇歇脚，喝口茶？极致的恐惧反而激起了青山仙王最后的血性。庶子，休要猖狂！他猛地站起，手中的儒道书册爆发出前所未有的光芒。天地有正气，一个巨大的珠字由浩然正气凝聚而成，带着审判万物的威压，朝着叶萧当头压下。太吵了！叶萧看都没看那个珠字，只是随意的挥了挥手，就像是拂去一只讨厌的苍蝇。砰！那个足以震杀寻常大成境强者的珠字在半空中就那么凭空炸开，化作点点白光，消散得无影无踪。青山仙王如遭雷击，整个人倒飞出去，狠狠撞在山壁上，又喷出一大口血。你对这片天地做了什么？道袍仙王终于嘶吼出声，他的道心在这一刻彻底崩溃了。没什么，叶萧的语气很平淡，只是给我的院子换了个篱笆。他伸出手对着2人张开，在他的掌心，一个世界的虚影缓缓浮现。那是一块融合了玄天大陆与上界的庞大疆土，世界树的虚影在其中央轻轻摇曳，散发着混沌与新生的气息。一股远超仙域、完全陌生的世界威压轰然降临。扑通！道袍仙王和青山仙王再也支撑不住，双膝一软，直接被这股威压压得跪在了地上。他们的仙王金身在这股压力下发出了咔咔的悲鸣，浮现出一道道裂痕。这是你的世界？道袍仙王眼中只剩下绝望。答对了，叶萧打了个响指，可惜没奖。魔头，我跟你拼了！青山仙王状若疯魔，他燃烧了自己的仙王本源，整个人化作一道贯穿天地的青色剑红，朝着叶萧刺去。这是他赌上一切的最后一击。道袍仙王见状也嘶吼一声，将手中的拂尘抛出。那拂尘迎风剑掌，3000银丝化作3000法则锁链，
封锁了夜宵周围的所有空间，配合着青山仙王的剑虹，要与夜宵同归于尽。面对两位仙王搏命的攻击，夜宵甚至连眼皮都没抬一下，他只是轻轻抬起另一只手，对着前方虚虚一按，掌心的神国虚影猛地扩张开来。轰！那足以撕裂仙域的青色剑虹，那足以锁死万物的法则锁链，在撞上神国虚影的瞬间，就如同冰雪消融，连一丝涟漪都未能激起，便被彻底吞噬。吞噬了两位仙王的最强一击后，神国虚影的力量反而更强了一分。夜宵手掌继续下压，啊！两位仙王的惨叫声同时响起，他们身上的仙王道袍寸寸碎裂，坚不可摧的仙躯如同被巨锤砸中的瓷器，布满了蛛网般的裂痕。金色的鲜血从裂缝中不断渗出，他们的仙魂更是被一股无法抗拒的力量死死钳住，仿佛下一秒就要被捏碎。最后一个机会，夜宵的声音如同九幽之下的魔音，在他们灵魂深处响起：跪下，臣服，或者消失。青山仙王眼中闪过一丝挣扎，但当他感受到灵魂即将湮灭的痛苦时，那丝挣扎瞬间变成了无尽的恐惧。道袍仙王更是没有丝毫犹豫，所谓的尊严，所谓的仙王骄傲，在死亡面前一文不值。我愿臣服。他用尽全身力气，朝着夜宵的方向重重地磕下了头。随着他的动作，青山仙王也放弃了最后的抵抗，瘫软在地，声音嘶哑：臣服。夜宵看着跪伏在地的两人，眼神没有丝毫波动。他屈指一弹，两道黑色的魔印从他指尖飞出，没入了两位仙王的眉心。两位仙王身体剧烈一颤，随即眼神变得空洞，最后化为绝对的恭敬与狂热。参见主人。他们站起身，对着夜宵五体投地。夜宵收回手掌，不再看他们一眼。他转过身，目光仿佛穿透了山脉，穿透了整个仙域。一道冷漠而霸道的声音借助着神国的力量，在这一瞬间响彻了仙域的每一个角落，传入了每一个仙人的耳中。从今日起，仙道终结，这片天地更名魔神域。昔日仙气缭绕的仙域，此刻万籁俱寂。无数仙人，无论是在洞府中闭关的老怪物，还是在仙山间嬉戏的童子，都在这一刻听到了那如同天线般的声音：仙道终结，更名魔神域。每一个字都像是一柄重锤，狠狠砸在他们经营了万古的道心之上。无数仙门之内，所有修士的脸上都写满了茫然与惊恐。他们抬头看天，天已经不是原来的天了，空气中流淌的不再是纯净的仙灵之气，而是混杂着一种让他们感到心悸的霸道意志。狂妄，数字狂妄。有仙门长老气得浑身发抖，指着天空怒骂，但声音却在颤抖：仙道终结了。更多的年轻弟子则是面如死灰，信仰在这一刻轰然崩塌。新建的万魔殿比以往任何一座神殿都更加宏伟森然。夜宵随意地坐在由世界树枝干打造的王座上，手指轻轻敲击着扶手。下方，叶苍穹、林夕雪、渊以及数十位太古魔神垂手而立。那两位刚刚被收服的仙王，道袍仙王与青山仙王，则像两条狗一样卑微地跪在阶下，连头都不敢抬。叶苍穹往前一步，咧嘴一笑：小儿，你这一嗓子把整个仙域的老鼠都给吓傻了。不过总有些不开眼的，以为躲在洞里就能装死。跪在地上的道袍仙王身体一颤，连忙开口，声音里充满了讨好：主人，据小奴所知，北天域的太乙仙宗向来以仙道正统自居，其老祖太乙仙尊是个活了数百万年的老顽固，定然不会轻易臣服。夜宵的指尖停下，他瞥了道袍仙王一眼：哦，太乙仙宗。青山仙王也赶紧抢着表现：回主人。太乙仙宗的老东西不但不会臣服，此刻恐怕正在串联北天域残存的几十个仙门，妄图组建什么卫道联盟，对抗主人的天威。卫道联盟？夜宵笑了，那笑容里带着几分玩味和不屑。有意思，还想反抗？他看向一旁的烈火堂主：传我魔神令，3日之内，所有仙门宗主携宗门半数资源来万魔殿跪拜臣服。3日之后不来者。夜宵顿了顿，语气平淡的像是在陈述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灭其道统，绝其血脉。遵命。烈火堂主眼中闪烁着嗜血的光芒，领命而去。北天域太乙仙宗，这里曾是仙雾缭绕的仙家圣地，此刻却气氛凝重，杀气腾腾。宗门大殿内汇聚了数十个仙门的宗主和长老，主座之上，一个须发皆白、面容古拙的老者，正是太乙仙尊。他身上散发着仙尊圆满的强大气息，眼中闪烁着怒火。那魔头欺人太甚！太乙仙尊一拍桌子，整个大殿都为之震动。竟敢妄言终结仙道，此乃我等仙修的奇耻大辱。下方一个仙门宗主忧心忡忡地开口：仙尊大人，可是
连南天门的3位仙王都……废物！太乙仙尊冷哼一声，打断了他的话。那3个废物养尊处优太久，被那魔头打了个措手不及罢了。他站起身，环视众人，声音提了8度：“我太乙仙宗传承数百万年，岂是那黄口小儿能撼动的？本尊的太乙两仪微尘阵，乃是初代先祖亲手布置，威力足以抗衡仙王巅峰。他若敢来，定叫他有来无回。”他的话极具煽动性，殿内众人原本惶恐的心稍稍安定了一些。对，誓死捍卫仙道尊严，我等愿以仙尊马首是瞻。看着群情激愤的众人，太乙仙尊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他仿佛已经看到自己带领众仙门击退魔头，成为仙域新主宰的画面。就在此时，一股令人灵魂冻结的恐怖魔威毫无征兆地笼罩了整个太乙仙宗，天空在瞬间变得漆黑如墨。一艘艘由巨兽骸骨打造的魔道战舰撕裂空间，出现在太乙仙宗的上空。为首的正是那具枯骨般的太古魔神渊，他身后站着数十位气息同样恐怖的太古魔神，以及由烈火堂主率领的杀气腾腾的数百万魔军。太乙仙宗，渊那干涩沙哑的声音如同2块骨头在摩擦，却清晰地传入每个人耳中。主人有令，尔等当灭！太乙仙尊脸色巨变，他冲出大殿，看着天空中那遮天蔽日的魔军，心头猛地一沉，但他还是强自镇定，厉声喝道：“装神弄鬼，快开启太乙两仪微尘阵！”随着他一声令下，整个太乙仙宗的山脉亮起无数符文，一道由黑白2气组成的巨大光幕将整个宗门笼罩其中，散发出玄奥的气息。哼，米粒蜘蛛也放光华。渊看着那护山大阵，魂火之中满是不屑。他甚至懒得动手，只是对着身旁的一位独眼魔神努了努嘴。那独眼魔神咧嘴一笑，露出一口森然的獠牙。他一步踏出，万丈魔躯显现，一只比山岳还要巨大的拳头缠绕着毁灭性的魔气，就那么简单粗暴的朝着那黑白光幕砸了下去。轰！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太乙仙尊引以为傲，号称能抵御仙王巅峰的太乙两仪微尘阵，在那一拳之下，如同一个脆弱的肥皂泡，连一息时间都没有撑住，就啵的一声彻底破碎。权势不止，狠狠地砸在了太乙仙宗的主峰之上。不！太乙仙尊发出绝望的嘶吼。那座传承了数百万年的仙山，连同上面的宏伟宫殿，瞬间化为齑粉。杀！烈火堂主长刀一指，数百万魔军如同黑色潮水从天而降，涌入太乙仙宗。一时间，惨叫声、求饶声、兵器碰撞声响彻云霄。然而魔军的眼中没有丝毫怜悯，只有冰冷的杀戮。魔头，我跟你拼了！太乙仙尊看着宗门被屠，道心彻底崩溃，他双目赤红，整个身体都膨胀起来，一股毁灭性的气息从他体内爆发。他要自爆，想死！渊的身影鬼魅般出现在他面前，一只枯骨鬼爪直接洞穿了虚空，无视了那狂暴的能量，一把捏住了太乙仙尊的天灵盖。经过我主人的同意了吗？噗嗤！鬼爪发力，太乙仙尊那即将自爆的仙躯就像一个被捏爆的气球，瞬间炸裂。一道惊恐万状的仙魂刚想逃遁，就被渊从虚空中抓了出来，随手扔进了烈火堂主祭出的万魂幡里。万魂幡发出一声欢快的嗡鸣，幡面上多出了一张痛苦扭曲的脸。战斗从开始到结束不过1炷香的时间。曾经的北天域第一仙门连同其附庸的数十个宗门被彻底抹平，鸡犬不留。当叶宵带着林希雪漫步在还在冒着黑烟的废墟之上时，叶苍穹正背着手像个监工一样指挥着魔军打扫战场。萧儿，这帮家伙比想象的还脆。叶苍穹咂了咂嘴。叶宵没有理会他，只是看着这片化为焦土的大地，轻轻一跺脚。嗡！一股神国的创生之力涌出，焦土之上，一座散发着幽光的黑色方尖碑拔地而起。这里将是魔神域的第1座神祠，从今往后，我的意志就是唯一的信仰。他转过身，揽住林希雪的腰，眼神温柔。希雪，从现在起，你就是魔神域的副主宰，整合所有资源，建立新的秩序，这些事都交给你了。林希雪靠在他的怀里，感受着他身上那主宰一切的气息，眼中充满了痴迷与爱恋。夫君，我不会让你失望的。叶宵满意的点点头。他抬起头，目光仿佛穿透了神国的天穹，望向了那无尽的虚空深处。他轻轻在林希雪耳边说道：“这片园子总算清净了，接下来是时候去拜访一下那些园丁了。”叶宵揽着林希雪，站在那座拔地而起的黑色方尖碑前。神祠周围，叶苍穹和烈火堂主正指挥着魔军将太乙仙宗废墟中搜刮出的宝物堆积成山。萧儿，你这一手可真够气派的。叶苍穹背着手围着方尖碑转了一圈，
啧啧称奇，直接在人家的坟头上立碑，够劲。叶宵没搭理他的吹捧，目光转向那两个跪在地上身体还在微微发抖的仙王。仙域的资源都藏在哪些地方？道袍仙王和青山仙王身体一震，争先恐后的开口，生怕慢了半拍。回主人，仙域最重要的资源是3条祖脉，分别位于极东、极南、极北之地，是整个仙域的能量源头。还有前仙庭的宝库藏于中天域的一处独立空间内，由仙王联手封印，里面有历代积攒的仙材神料。他们将自己知道的一切都说了出来，不敢有丝毫隐瞒。叶宵听完，嘴角勾起一抹弧度，看向自己的老爹和烈火堂主。老爹，烈火在。两人同时应声。给你们10天时间，我要看到这3条祖脉被抽空，仙庭宝库里的东西全部搬到万魔殿。叶宵的语气很随意，那些躲在角落里还没死绝的仙门一并清了。叶苍穹拍着胸脯大笑起来，放心，刮地3尺这活我熟。烈火堂主则只是重重点头，眼中是绝对的执行力。遵命。叶宵又看向林夕雪，眼神瞬间柔和下来。夕雪，建立魔神卫队，制定新的律法，这些事能行吗？林夕雪主动握住他的手，感受着他掌心的温度，重重点头。夫君放心，7日之内魔神域将只有一种声音。好。叶宵很满意，他松开林夕雪，目光扫过众人，你们去忙吧，本座去给这个院子换换土。话音未落，叶宵的身影便消失在原地。叶苍穹看着儿子消失的方向，挠了挠头。换土？这小子又想搞什么名堂？渊那枯骨般的身躯在一旁躬身，魂火跳动，用干涩的声音解释道：老爷，主人他是要从根源上改造这个世界。魔神域的地心深处，这里是法则与能量交织的海洋，3条如同巨龙般的庞大光脉横贯在地核之中，正是道袍仙王所说的3条祖脉。它们散发着精纯的仙灵之气，维系着整个世界的运转。叶宵的身影无声无息地出现在这里，他看着这3条壮观的祖脉，眼神却带着一丝嫌弃。太干净了，我不喜欢。他伸出手，五指张开，朝着其中最大的一条祖脉虚虚一抓。轰！那条足以支撑无数仙门万年消耗的祖脉，竟被他硬生生从地核中扯动。狂暴的能量瞬间沸腾，整个地心世界都在剧烈震颤。叶宵面无表情，另一只手按在自己的胸口，他身后的神国虚影一闪而逝，一股混杂着混沌与毁灭的霸道力量从他掌心涌出，化作一道黑色的洪流，直接灌入那条被他抓住的祖脉之中。滋滋滋，如同滚油泼入雪地。精纯的仙道本源在接触到叶宵力量的瞬间便被疯狂地同化、污染、改造。原本纯白色的光脉迅速被染上一层深邃的黑色，能量的性质在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就在改造顺利进行时，叶宵忽然皱了下眉，他感觉到了一股微弱却极为坚韧的阻力从祖脉的最深处传来，那是一种截然不同的法则气息，不属于这个世界，带着一种高高在上的意味，排斥着他的力量。在我自己的地盘里还藏了别人的东西。叶宵冷笑一声，神念顺着那股阻力瞬间探入祖脉核心，穿过层层叠叠的能量风暴，他看到了在祖脉最核心的位置静静悬浮着几十块巴掌大小的残破碎片，这些碎片呈现出一种琉璃般的质感，上面刻画着他看不懂的玄奥纹路，散发着那种让他不爽的高维法则气息。它们就像是钉子，死死地钉在祖脉的本源上，汲取着力量，同时又监视着一切。原来如此，叶宵瞬间明白了，这些东西就是仙界留下的后门，是他们用来监控和收割这个苗圃的工具。想跑！就在叶宵的神念触及这些碎片的瞬间，其中一块碎片猛地光芒大放，似乎想要撕裂空间，将信息传递出去。叶宵怎么可能给他机会？给我过来！他意念一动，一只由神国之力凝聚的混沌大手直接穿透了祖脉的层层阻碍，一把将那几十块碎片全部攥在了手里。嗡嗡嗡，所有的碎片都在他掌心剧烈震动，释放出足以切割空间的法则利刃，试图挣脱。吵死了！叶宵眼神一冷，混沌之力猛地收紧。咔嚓咔嚓，那些看似坚不可摧的碎片，表面的法则灵光寸寸碎裂，蕴含在其中的属于仙界的意志被叶宵霸道的力量瞬间抹除。碎片们立刻安静了下来，像是一堆普通的琉璃块。叶宵摊开手掌，仔细端详着这些碎片，他能感觉到里面蕴含着一丝丝微弱却精纯的仙界法则，虽然残破，但其本质远高于这个被他命名为魔神域的世界。这倒是个好东西。叶宵将一块碎片放在眼前，神念探入其中，开始解析那残破的仙界法则。海量的信息洪流涌入他的脑海，他看到了一个更加广阔、更加稳固的世界。
他看到了无数强大的气息，远超他之前斩杀的仙王。他也看到了这些碎片是如何被安放在这个世界的祖脉中，如何像一个个坐标一样定位着这个苗圃的位置。原来仙界也不是铁板一块。叶萧吸收完信息，喃喃自语。他发现这些碎片更像是一种私人的印记，而非仙界官方的布置。这意味着有好几波园丁都把这里当成了自家的菜地，有点意思。叶萧张开嘴，将其中一块碎片直接扔进了嘴里，像吃糖豆一样嚼碎咽了下去。碎片中蕴含的仙界法则本源瞬间被他的神魔混沌体吞噬、解析、融合。那一瞬间，叶萧感觉自己的神国壁垒变得更加坚固了一分。他对空间法则的理解也凭空提升了一个层次。如果说以前他撕裂空间是靠蛮力，那么现在他可以轻易地找到空间的拉链，轻松将其拉开。毫不偏。叶萧看着掌心剩下的几十块碎片，很是满意。他不再犹豫，将剩下的碎片一股脑的全部吞了下去。随着所有仙界法则碎片的融入，他的神国气息暴涨，整个地心世界都在他的威压下臣服。那3条祖脉也彻底完成了转化，变成了涌动着磅礴魔神之力的黑色魔脉。整个魔神域的世界等级在这一刻都隐隐提升了一丝。叶萧的身影重新出现在万魔殿的王座之上，大殿空无一人。他伸出手，掌心一翻，一块闪烁着仙魔2色流光的崭新碎片在他掌心缓缓凝聚成型。这块碎片融合了他对仙界法则的解析和他自身的神国之力。它不再是监视的工具，而变成了一把钥匙，一把可以精准定位并打开通往仙界大门的钥匙。叶萧把玩着这枚碎片，脸上露出了一个充满恶意的笑容。他靠在王座上，低声自语：仙界，我已经拿到你家门的钥匙了。万魔殿的王座上，叶萧把玩着那枚融合了仙界法则的崭新碎片。碎片在他指尖翻飞，时而散发仙道清光，时而又沉淀为幽深魔意。下方，叶苍穹、林夕雪、烈火堂主以及渊河那2位仙王正躬身汇报着：仙儿，你老爹出马，一个顶俩。叶苍穹背着手，唾沫横飞。3条祖脉已经全部抽空，现在改造成了魔脉，整个世界的灵气都带着咱们的味儿。烈火堂主上前一步，声音低沉：仙庭宝库已经搬空，所有资源尽数归入万魔殿府库。负隅顽抗的37个仙门已全部抹除，鸡犬不留。林夕雪则递上一枚玉简：夫君，魔神域的新律法已经颁布，魔神卫队也已组建完毕，完全由我们的人掌控。叶萧嗯了一声，接过玉简看都未看，直接捏成了齑粉。这些小事你们处理就好。他目光扫过跪在地上的道袍仙王和青山仙王：我让你们办的事呢？2人身体一抖，道袍仙王赶紧抬头，脸上堆满了谄媚的笑：回主人，属下已经联络了我们在仙界的旧部，将您赐下的魔神烙印悄悄种入了仙界北域36座仙城的护城大阵核心之中。青山仙王也抢着补充：主人，只要您一声令下，那36座仙城的大阵随时可以为我们所用，成为您降临仙界的跳板。做得不错。叶萧随意地夸了一句，2位仙王顿时如蒙大赦，头磕得更低了。就在这时，一股难以言喻的浩瀚威压毫无征兆地从天穹之上降临。轰！整个魔神域，不是整个新生的世界都猛地一沉。渊那巨枯骨身躯第一个承受不住，咔咔作响，魂火剧烈摇曳，仿佛下一秒就要熄灭。这是仙界主宰的意志。他声音里带着源自灵魂深处的恐惧。2位仙王更是直接趴在了地上，五体投地，连动弹一下都做不到。金色的鲜血从开裂的皮肤中渗出。叶苍穹闷哼一声，大成境中期的魔元疯狂运转，才勉强站稳了脚跟，但脸色也有些发白。好霸道的威压，比之前那个神主老东西强了不止100倍。林夕雪被叶萧揽在怀里，那股威压刚一靠近，就被叶萧身上自然散发的气息给挡开，并未受到影响。天空之上，风云倒卷，法则哀鸣。一道纯金色的法指撕裂了世界的隔膜，缓缓从虚空中浮现。那法指长达万丈，上面烙印着玄奥繁复的金色神纹，每一个字都蕴含着镇压万古、主宰一切的恐怖意志。一个威严、冰冷、不含任何感情的声音从法指中传出，响彻整个魔神域。下界蝼蚁，切无牧场之草料，罪不容诛。声音不大，却清晰地灌入每一个生灵的脑海，让他们灵魂战栗。限尔3日之内交出世界树3条祖脉本源，并自负于天门之外，跪服受死。否则，仙界大军降临，此界之内所有生灵尽数净化，化为虚无。法指的声音落下，那股威压又强了10倍。渊的骨头已经开始碎裂，叶苍穹也弯下了腰，额头青筋暴起。整个万魔殿除了叶萧和被他护着的林夕雪，所有人都被压得抬不起头。
叶宵终于停下了把玩碎片的动作，他缓缓站起身，将林希雪轻轻推到身后的王座上。坐好，看戏。然后他缓步走出万魔殿，外界所有魔君，所有被收服的魔神全都跪伏在地，身体瑟瑟发抖。在这股纯粹的主宰意志面前，他们连反抗的念头都生不出。叶宵抬头看了一眼那悬挂在天穹之上散发着无尽神威的金色法旨，他脸上没有任何表情，甚至眼神都没有半点波澜，仿佛那不是什么仙界主宰的通牒，而是一张随处可见的废纸。他抬起头，对着法旨的方向轻轻吹了口气，呼！没有惊天动地的声响，没有法则的碰撞，那道蕴含着仙界主宰意志，足以压垮大成境强者的金色法旨，就像被风吹散的沙化，从边缘开始寸寸消散，化作漫天金色的光点，然后彻底归于虚无。笼罩整个世界的恐怖威压瞬间烟消云散。咕咚，叶苍穹咽了口唾沫，直起腰来，看着自己儿子那并不算高大的背影，只觉得比那万丈法旨还要伟岸。这就没了。渊从地上爬起来，看着空空如也的天空，魂火疯狂跳动，几乎无法理解刚才发生了什么。那可是仙界主宰的意志啊！叶宵拍了拍身上并不存在的灰尘，抬头望向那道还未完全闭合的空间裂缝，嘴角扯出一个讥讽的弧度。他的声音响起，没有用法力，却如同天雷滚滚，瞬间传遍了整个魔神域，甚至逆流而上，穿透了空间裂缝，传向了遥远的仙界。回去告诉你们那个什么狗屁主宰，这片牧场本少主收下了。还有，别说什么进化不进化的，搞得自己很高尚一样。叶宵的声音里充满了不屑。我倒要看看，最后到底是谁进化谁。话音落下，他转身走回万魔殿，大殿内的众人还沉浸在刚才的震撼之中。叶宵重新坐回王座，将林希雪再次揽入怀中，手指轻轻敲击着扶手。一群自以为是的园丁罢了。他看向下方依旧有些呆滞的众人，既然园丁都找上门来了，总不能让他空手而归。叶苍长琼眼睛一亮，凑了上来。萧儿，你的意思是把他的园子也一并收了？叶宵的语气平淡，却让整个大殿的温度都瞬间升高。烈火堂主眼中爆发出狂热的光芒，单膝跪地。少主，请下令。渊和那数十位太古魔神也齐齐跪下。经历了刚才那一幕，他们对叶宵的敬畏已经达到了顶点。他们嘶吼着，咆哮着，发泄着被压制后的兴奋。请主人下令，请主人下令。叶宵抬起手，喧嚣的大殿瞬间安静。他看向叶苍穹和林希雪，老爹，希雪，召集所有能动用的力量，3日之内，我要看到一支能踏平仙界的大军。是，遵命，夫君。他又看向渊，你，还有你手下这些废物，打头阵。渊那枯骨之躯猛地一震，魂火激动的跳跃。遵命。渊，誓死为主人的战刀劈开仙界的大门。叶宵满意的点点头，最后他的目光落在了那枚被他重新凝聚的通往仙界的钥匙上。他站起身，走到万魔殿的最高处，俯瞰着整个在他意志下运转的世界。林希雪和叶苍穹站在他的身后，他举起手，混沌神光在他的双眸中流转。他握紧拳头，对着那遥远的仙界方向一字一句地宣告：仙界，你的天罚我会亲手接下。万魔殿的喧嚣在大殿之外，殿内叶宵挥退了所有人，只留下一道黑色的身影跪伏在王座之下。林天宇。叶宵的声音很轻，却让那道身影的脊背绷得更紧。属下在。林天宇头颅低垂，不敢去看王座上那道身影。叶宵指尖一弹，一枚通体漆黑、缭绕着混沌气息的符箓无声无息地飘落到林天宇面前。符箓之上似乎有亿万魔神在嘶吼，又似乎只是一片死寂的虚无。此为混沌魔符，内有本座的一道本源之力，可护你一次，也可让你联系到我。林天宇双手颤抖，恭敬地接住魔符，那股几乎要将他神魂都冻结的力量，让他生不出半点反抗的念头。去仙界。叶宵的语气没有丝毫波澜，像是在吩咐一件再寻常不过的小事。去找那个叫南极仙翁的老东西，告诉他本座的大军3日后就到。叶宵身体微微前倾，双眼中的混沌神光仿佛穿透了林天宇的灵魂。本座要仙界乱起来，要他们的宝库变成空壳，要他们的护山大阵变成筛子，把他们家的地图给我画一份回来。叶宵靠回王座，声音恢复了那种随意的懒散。办得到吗？林天宇猛地磕头，额头与坚硬的魔晶地板碰撞，发出沉闷的声响。为主人，万死不辞。叶宵笑了，那笑声里听不出喜怒。我不要你死，我要你赢。话音落下，林天宇只觉得眼前一花，自己已经不在大殿之内，而是身处一片荒芜的山脉之中。他紧紧攥着手中的混沌魔符，上面还残留着主人的气息。
林天宇没有犹豫，他从怀中取出一块从仙域缴获的曾用来定位的法则碎片，他将魔符按在法则碎片之上。嗡！夜宵那霸道绝伦的混沌之力瞬间涌入碎片，原本纯净的仙道法则在哀鸣中被强行扭曲，撕开了一道仅仅能容纳一人通过的极其不稳定的漆黑裂缝。裂缝的另一端是浓郁到化不开的仙灵之气，以及一股股巡天而过的带着主宰威严的强大神念。林天宇深吸一口气，一步踏入仙界南天域一处毫不起眼的仙山洞府内。南极仙翁正坐立不安，额头上满是细密的汗珠。就在刚才，仙界主宰的法旨被下界蝼蚁吹散的消息如同风暴般席卷了整个仙界，现在每一寸空间都布满了主宰震怒后设下的天罗地网，任何一丝异动都会引来雷霆之击。你居然真的来了！当林天宇的身影从阴影中走出的那一刻，南极仙翁吓得直接从蒲团上跳了起来。林天宇面无表情，他身上笼罩着一层淡淡的黑气，正是那枚混沌魔符的力量将他与整个仙界的法则隔绝开来。我家主人的手段不是仙界主宰能够揣度的。他看着惊慌失措的南极仙翁，声音冰冷：主人让我给你带句话，他的大军即将降临，现在是你证明价值的时候了。南极仙翁的脸色瞬间煞白，嘴唇哆嗦着：这怎么可能？现在整个仙界戒备森严，连一只苍蝇都飞不进来，更别说……林天宇打断了他：那是主人的事，你的事是为主人打开仙界的大门。他上前一步，那股源自混沌魔符的压力让南极仙翁呼吸一滞。万仙宝库的布局图，你上次提到的那些对仙界主宰不满的旧部仙尊的名单和位置，还有仙界主宰的日常行踪。林天宇盯着他，一字一句地说道：主人要拆了这座园子，你最好乖乖把门栓拔了。半个时辰后，在南极仙翁近乎崩溃的配合下，林天宇换上了一身仙童的服饰，借助南极仙翁的令牌，悄无声息地混入了仙界的核心区域万仙宝库。这里是仙界积攒了无数纪元的财富之地，由仙王联手布下禁制，戒备森严。在一场由南极仙翁故意挑起的骚乱中，林天宇如同一道鬼影溜进了宝库最深处，他没有拿走任何东西。他走到一排摆放着极品仙丹的玉架前，指尖在其中一个玉瓶上轻轻一点，一缕微不可察的混沌魔气渗入其中，那瓶足以让仙君都为之疯狂的九转金丹瞬间化为了一捧毫无灵性的灰尘。他又来到一柄悬浮在空中散发着仙王气息的古剑前，他伸出手指在剑身上轻轻一弹，咔一声细微的脆响，古剑内部的法则核心出现了一道无法修复的裂痕。做完这一切，他悄然离去，如同从未出现过。仙界西天域一处云雾缭绕的仙岛，数名气息深沉，眼神中带着沧桑与怒气的老者正看着眼前的林天宇，神色不善。他们正是南极仙翁口中那些被仙界主宰打压排挤的旧部仙尊。一个下界的魔宅子也敢来策反我们？一名脾气火爆的红发老者冷哼一声，仙尊圆满的威压直接压向林天宇。林天宇站在原地动也未动，那股威压在靠近他3尺范围时便如同泥牛入海，消失得无影无踪。他摊开手，混沌魔符的虚影一闪而逝。我并非策反，林天宇的声音很平静，我只是来给各位一个选择新主人的机会。他扫视着在场所有仙尊，一个能一口气吹散仙界主宰法旨的主人。话音一落，在场所有仙尊的脸色齐齐巨变。那件事他们当然知道，那可是主宰的意志，竟然被如此轻易地抹除。一名白须仙尊眼神闪烁，沉声问道：你的主人能给我们什么？活路。林天宇吐出2个字，以及仙界主宰从未给过你们的尊重。我的主人对待朋友从不吝啬，对待敌人赶尽杀绝。各位在这仙界苟延残喘了多少万年，是想继续烂下去，还是想站在新时代的浪潮之巅，亲眼见证一个旧时代的覆灭？死一般的寂静。许久之后，那名白须仙尊第一个对着林天宇缓缓躬身：请代我等向新主问好。有了第一个，就有第2个、第3个。林天宇看着眼前这一幕，心中毫无波澜。他知道，这不是因为他的口才，而是因为他身后站着那个让万界都为之颤抖的主人。1个时辰后，林天宇回到南天域那座荒芜的洞府，他盘膝而坐，将神念沉入掌心的混沌魔符。一幅庞大而精细的仙界核心地图在他脑海中缓缓展开，上面用红点标注出了数十个阵法核心与防御弱点。一份长长的名单浮现，记录着所有愿意倒戈的仙尊及其势力分布。最后画面一转，出现了一座戒备森严的至高神殿，一道模糊的身影正盘坐在神殿的王座之上，似乎在闭关修炼。林天宇将这一切信息尽数通过魔符传递了出去。魔神域
万魔殿夜宵依然靠在王座上，林夕雪安静地为他包着一枚灵果。他闭着双眼，像是在假寐。突然，他睁开了眼睛。殿堂的半空中，一幅巨大的3维光影地图凭空浮现，那正是仙界核心的完整布局图，山川河流、仙宫神殿，纤毫毕现。地图上一个个红点闪烁，清晰地标注出了所有防御阵法的致命弱点。在地图的最中央，一座宏伟神殿的影像格外清晰，里面那道属于仙界主宰的模糊身影也被一个巨大的红色圆圈锁定。叶萧的脸上终于露出了一丝笑意，他挥手散去光幕，对着怀中的林夕雪，也像是对着自己，轻声说道：仙主，你的后院已经被我的人扫干净了。魔神域新生的万魔殿，整个世界都在颤动，无穷无尽的魔气从改造后的祖脉中喷涌而出，汇聚成一条条黑色的巨龙，盘旋在万魔殿的上空。地面上黑压压的大军望不到尽头，渊率领着数十位太古魔神，他们庞大的身躯投下连绵的阴影，每一次呼吸都引动风雷。烈火堂主站在大军最前方，他身后是整合完毕的魔道联军，数千万魔修的气息凝成一股，直冲云霄。仙儿，都准备好了，你老爹一声令下，现在就能杀过去，把那个什么狗屁仙界主宰的脑袋拧下来，给你当夜壶。叶苍穹背着手在大殿门口来回踱步，脸上满是兴奋。叶萧刚从殿内走出，林夕雪亲昵地挽着他的手臂。他看了一眼下方战意高昂的大军，又看了看自己那唯恐天下不乱的老爹，只是摆了摆手。不急。他的声音很轻，却清晰地压过了所有的喧嚣。等人到齐了，再开席。叶苍穹一愣，等人？等谁？话音刚落，轰隆一声巨响，并非来自地面，而是从9天之上传来。整个魔神域的天穹像是被一把无形的巨剑从中间劈开，一道长达数千万里的金色裂缝凭空出现，无尽的仙光从裂缝中倾泻而下，圣洁的仙音泛唱响彻天地，试图净化这片被魔气浸染的世界。一股比之前仙界法旨降临时更加凝实、更加霸道的威压，如天河道观，瞬间笼罩了整个魔神域。下方数千万魔修大军齐齐闷哼一声，修为稍弱者直接被压得跪倒在地，神魂震荡。渊和那些太古魔神发出不甘的低吼，他们庞大的身躯在这股威压下竟也开始微微颤抖。是仙界的军队。渊的魂火剧烈跳动，声音里带着惊骇。裂缝之中，一对对身披金色甲胄，手持仙家兵刃的仙兵仙将迈着整齐的步伐走出，他们面无表情，眼神冰冷，身上散发着纯粹的仙道法则气息，数量足有数万之多。在这支大军的最前方，一名身穿9天云纹仙袍，头戴紫金冠，手持一卷金色法旨的威严中年男子，脚踏仙光，缓缓降下。他身上的气息远超周围所有仙将，赫然是一位仙尊初期的强者，他便是此次仙界先锋军的统帅9天仙使。9天仙使低头俯瞰着下方黑压压的魔军，眼神中充满了高高在上的蔑视，如同神龙俯视蝼蚁。他的目光最后落在了万魔殿前的叶萧身上。你就是那个窃取世界本源的下界魔头叶萧？他的声音仿佛蕴含着天道审判的威严，在整个世界回荡。叶萧没有回答，只是饶有兴致地打量着他，就像在看一个跳梁小丑。见叶萧不答，9天仙使脸色一沉，他缓缓展开手中的金色法旨。下界魔头叶萧，盗取神术，窃我仙域，罪无可赦。仙界主宰有令，命尔即刻自废修为，交出神国世界，跪服于此，听候发落。若敢迟疑半刻，本使身后大军所至，必将你这魔域连同所有生灵尽数净化，寸草不生。每一个字都带着法则的力量，砸在所有魔修的心头。下方的魔军阵营中出现了一丝骚动，那是源自生命层次的恐惧。萧儿，这狗东西太嚣张了，让老爹去撕烂他的嘴！叶苍穹怒喝一声，大成境中期的魔元已经开始涌动。夫君，林夕雪也握紧了叶萧的手臂，眼中闪过一丝冷光。叶萧轻轻拍了拍他的手背，示意他安心。他终于向前迈出一步，抬头看向悬浮在半空的9天仙使，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弧度。仙界主宰的狗也敢在我家门口乱叫？声音不大，却像一记响亮的耳光，狠狠抽在了9天仙使的脸上，也抽在了所有仙兵仙将的脸上。全场死一般的寂静，所有人都没想到，面对仙界主宰的使者和数万仙军，叶萧的回应竟是如此直接，如此狂妄。9天仙使的脸瞬间涨成了猪肝色。他身为仙尊，又是主宰钦派的使者，何曾受过这等羞辱？找死！他怒吼一声，声震九霄。狂徒，竟敢侮辱主宰神威！本使今日便代天刑罚，将你这罪孽滔天的魔头神魂俱灭。话音落下，他收起法旨，手中光芒一闪，一柄通体缠绕着紫色雷电的巨锤出现在他手中。
正是他的本命仙器九霄神雷锤。轰！他高举神雷锤，整个魔神域的天空瞬间暗了下来，无尽的雷云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紫色的电蛇在云层中疯狂穿梭，一股毁灭性的气息锁定了夜宵。九霄神雷，审判！九天仙使暴喝一声，猛地挥下神雷锤，一道粗壮到仿佛能贯穿天地的紫色神雷，带着足以将寻常渡劫境大圆满强者瞬间劈成飞灰的恐怖力量，撕裂空间，以无可匹敌之势当头轰向夜宵。这一击引动了仙界的法则，威力被放大了数倍。下方的叶苍穹和渊等人脸色都变得凝重起来，他们能感觉到这一击的力量已经超出了他们能够应接的范畴。然而面对这毁天灭地的一击，夜宵站在原地，动都未动，他甚至连护体神光都没有撑起。就在那紫色神雷即将落到他头顶的一瞬间，他缓缓抬起了右手，伸出食指和中指，没有惊天动地的碰撞，没有法则的湮灭，那道足以劈开世界的九霄神雷在接触到他两根手指的刹那戛然而止。所有的毁灭之力，所有的狂暴法则都被轻描淡写的夹住了。雷光在他的指尖疯狂跳跃，发出滋滋的声响，却再也无法前进分毫。时间仿佛在这一刻静止了，所有人都瞪大了眼睛看着这匪夷所思的一幕。那可是仙尊强者引动的九霄神雷啊！就这，夜宵抬眼看着那道被自己夹住的紫色神雷，眼中流露出一丝毫不掩饰的失望。然后他在九天仙使那惊骇欲绝的目光中，两根手指轻轻一捏，咔嚓一声清脆的仿佛捏碎冰块的声音响起。那道狂暴无匹的九霄神雷连同其中蕴含的仙界法则寸寸碎裂，化作漫天紫色的光点消散在空中。你九天仙使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指着夜宵你了半天一个字都说不出来。他的最强一击就这么被两根手指捏碎了，这完全超出了他的认知。他想逃，神魂深处传来的极致恐惧让他全身的每一个细胞都在尖叫，可他还没来得及有任何动作，夜宵的身影在他瞳孔中突然消失了。下一瞬，砰一声沉闷的巨响，夜宵的身影鬼魅般出现在九天仙使的面前，一记看似平平无奇的直拳结结实实地轰在了他的胸口。咔啦啦，九天仙使身上那件号称能抵御仙王一击的九天云纹仙袍，连同里面的护身仙甲，如同脆弱的瓷器一般，瞬间布满了蛛网般的裂痕，然后轰然炸碎。噗！一大口金色的鲜血从九天仙使口中狂喷而出，他的身体像一颗出膛的炮弹，不受控制地向后倒飞出去。可他还没飞出多远，一只手如同铁钳凭空出现，一把抓住了他的脖子，将他所有的冲势瞬间掐灭。夜宵的身影不知何时已经跟了上来，单手将这位不可一世的九天仙使高高举起，提到了自己面前。仙尊初期的强者在他手中就像一只被掐住脖梗的小鸡，毫无反抗之力。夜宵看着他因窒息和恐惧而扭曲的脸，声音冰冷地灌入他的耳朵：这就是你们仙界所谓的天威。他手掌微微用力，九天仙使的颈骨发出不堪重负的咔咔声。太弱了。夜宵的语气里充满了纯粹的不加掩饰的鄙夷。弱得可怜，这两个字比任何神通法术都更具杀伤力。九天仙使的脸从猪肝色变成了死灰色，他想咆哮，想反驳，想将眼前这个魔头的嘴撕烂，可被夜宵掐住的脖梗像是被一道无法理解的法则禁锢，他体内的仙元被死死压制，连最基本的运转都做不到。他喉咙里发出漏气般的声音，双眼暴突，金色的血液从眼角、鼻孔、耳朵里渗出，这是奇耻大辱。他堂堂仙尊，仙界主宰的使者，竟被人像拎小鸡一样提在半空。放开我！九天仙使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声音嘶哑，充满了怨毒。夜宵歪了歪头，看着他那副不甘的样子，反而笑了。你看，你连求饶都不会。夜宵的另一只手抬起，食指轻轻点在九天仙使的眉心。我教你，你应该跪下磕头，然后说：主人，我错了，求您饶我一条狗命。你！九天仙使气得浑身发抖，眼中最后一丝理智被疯狂所取代。魔头，你休想！他发出一声困兽般的嘶吼，本使与你同归于尽。轰！一股远比刚才九霄神雷还要狂暴的力量从九天仙使的丹田仙府中轰然爆发，他的身体像一个被吹到极限的气球，金色的仙光从皮肤下透出，无数道裂痕在他的仙体上蔓延。他要自爆仙魂与仙体，一位仙尊强者的同归于尽，其威力足以将这片新生的魔神域炸掉小半。下方的叶苍穹脸色一变，刚要出手布下防御。吵死了！夜宵眉头微皱，似乎对这最后的挣扎感到不耐烦。
他掐着仙使脖颈的手掌，掌心处一个微小的黑色漩涡凭空出现。那漩涡不大，却仿佛连接着一方无尽的混沌宇宙。九天仙使体内那即将引爆整个世界的毁灭性能量，像是找到了一个宣泄口，疯狂地朝着那个黑色漩涡涌去。没有惊天动地的爆炸，没有法则的碰撞，那足以毁天灭地的自爆变成了一场无声的盛宴。所有的仙光，所有的能量，所有的法则碎片都被那个小小的黑色漩涡鲸吞海吸，吞噬得一干二净。九天仙使的身体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干瘪下去，璀璨的仙光迅速暗淡，最后只剩下一张皮包骨头的空壳。他眼中的疯狂变成了无法理解的恐惧。自爆，被吞了，你看，连死你都死不利索。叶宵的声音如同最终的审判。他五指微微用力，咔嚓，一声清脆的骨裂声响起，九天仙使的脖子被直接捏断。紧接着，砰！叶宵随手一甩，那具干瘪的仙躯在半空中轰然炸开，化作漫天金色的血肉碎末，如同下了一场金色的雨。一位仙尊就此形神俱灭。不，还没有。一道半透明的带着仙尊威严的金色魂体从血雾中惊恐地窜出，拼了命地想逃回天空中的金色裂缝。想去哪儿？叶宵抬手一招，一面黑气缭绕的大幡凭空出现，正是万魂幡。幡面上无数怨魂厉鬼仿佛闻到了世间最美味的食物，发出凄厉刺耳的尖笑，一股无可抗拒的吸力从幡面发出，直接锁定了那道金色的仙魂。不！九天仙使的仙魂发出绝望的嘶吼，他拼命挣扎，周身仙光大放，试图抵挡那股吸力。可在万魂幡面前，他的抵抗显得苍白无力。他的仙魂被一点点地从空中拖拽下来，拉向那片代表着永恒折磨的黑暗。主宰，救我！他朝着天空的裂缝发出了最后的哀嚎。然而回答他的只有万魂幡上众魂的狂笑。噗的一声，仙尊之魂被硬生生地拖入了幡中。万魂幡的黑气猛地暴涨一截，幡面上一张扭曲而痛苦的金色面孔一闪而过，随即被无数怨魂淹没。整个世界死一般的安静。天空之上，那数万仙兵仙将亲眼目睹了他们的统帅从降临时的意气风发，到被两指夹住神雷，再到被单手掐喉，最后连自爆都被吞噬，肉身成泥，仙魂被炼，整个过程不过短短几十个呼吸。恐惧如同瘟疫，瞬间在整支仙军中蔓延。使者大人死了！一名仙将颤抖着说，手中的仙剑当啷一声掉在地上。跑！快跑！不知是谁第一个喊出声。轰！原本军容整齐的仙军阵列瞬间炸开了锅，数万仙兵仙将彻底崩溃，他们丢盔弃甲，掉头就跑，疯了一样的朝着天空那道金色的裂缝冲去，只恨爹娘少生了2条腿。他们现在唯一的念头就是逃离这个魔域，逃离那个魔鬼一样的男人。叶宵看着那些四散奔逃的光点，嘴角勾起一抹冷酷的弧度。他转头看向身边的父亲和手下。老爹，烈火！叶苍穹和烈火堂主立刻上前一步，眼中闪烁着嗜血的光芒。仙儿，少主！叶宵抬手指向天空，一个不留，他们的魂都是翻的好养料。叶苍穹闻言发出一声震天的大笑。好嘞，老子早就手痒了。他话音未落，整个人已经化作一道黑色魔光冲天起。小的们，随我杀，把这些上界砸碎的脑袋全给老子拧下来。烈火堂主同样拔出魔刀，对着下方黑压压的大军发出一声咆哮。万魔殿所属，杀！吼！数十位太古魔神仰天怒吼，他们迈开遮天蔽日的脚步，庞大的身躯直接撞向天空。数千万魔修大军如同黑色的潮水，卷起无边魔气，铺天盖地地朝着那些溃逃的仙兵仙将追杀而去。一时间，喊杀声、惨叫声、法宝的报名声响彻天际，一场单方面的屠杀开始了。叶宵没有再看那片混乱的战场，他抬手一招，那感因吞噬了仙尊之魂而气息暴涨的万魂幡缓缓飘落到他手中。他能感觉到幡内的力量比之前强了数倍不止。叶宵的目光穿过混乱的战场，望向天空那道巨大的金色裂缝，仿佛能看到裂缝另一端那个所谓仙界主宰惊怒交加的脸。他低声自语，声音里带着一丝玩味。现在轮到我了。他转过身，怀中的林希雪正痴痴地看着他，眼中满是崇拜与爱慕。叶宵笑了笑，将手中那杆散发着不祥气息的万魂幡随意地抛给了他。林希雪下意识地接住。夫君，这是……叶宵伸手理了理他额前的一缕秀发，动作轻柔。希雪，这杆幡以后就交给你了。他的声音很轻，却带着不容置疑的霸道。下次再有使者来，别让他们跑了。林希雪握着手中的万魂幡，那杆黑幡此刻竟有些温热。
一股股精纯的能量顺着翻竿涌入他的体内，那是刚刚被吞噬的仙尊之魂正在被法宝飞速炼化。他能感觉到这赶翻的力量比之前强了不止一个档次。远方的天际屠杀已经接近尾声，天空下着金色的血雨，数万仙兵仙将的残肢断臂如同垃圾般从空中坠落，铺满了大地。痛快，痛快！伴随着一声狂放的大笑，一道魔光从天而降，重重砸在万魔殿前，正是浑身沾满金色鲜血的叶苍穹。他随手扔掉一个还在抽搐的仙将头颅，满脸兴奋地看向叶宵。仙儿，一个没跑，全给老子剁了！这些仙界的杂碎，骨头还没下界的硬。紧随其后，烈火堂主也落了下来，他身上的煞气几乎凝为实质。少主，敌军已全数歼灭，我方伤亡不足100人。叶宵点了点头，似乎对这个结果毫不意外。他从林夕雪手中，又或者说是从他根本没反应过来的情况下，拿过了那杆万魂幡。他掂了掂万魂幡，在他手中发出一阵愉悦的嗡鸣。才一个仙尊，就把你喂得这么饱？叶宵的声音里带着几分嫌弃，仿佛在训斥一个挑食的孩子。万魂幡的黑气明显萎靡了一下，他不再理会，转身走回大殿。都进来，开饭前总得先把碗筷摆好。叶苍穹和烈火堂主对视一眼，立刻跟了进去。渊和那数十位太古魔神也收敛了庞大的身躯，化作人形，恭敬地步入殿中。万魔殿内气氛肃杀，叶宵随意地坐在主座上，手指在扶手上轻轻一点。大殿中央，一幅由光影构成的巨大立体地图凭空展开，那正是仙界的完整疆域图，山川河流、仙门宗派、资源矿脉，甚至是每一座仙城的布防都标注得清清楚楚。这是……叶苍穹看着地图，眼中闪过一丝惊讶。林天宇传回来的。叶宵淡淡的说道，手指在地图上划过。仙界分为东南西北中5大天域，36仙城，72仙宗，他们的主宰龟缩在中天域的仙庭里，靠着世界树苟延残喘。渊看着那地图，庞大的身躯忍不住颤抖了一下。主人不可小觑，仙界底蕴深厚，传闻仙庭有3位仙王坐镇，每一位都是从太古活下来的老怪物，实力深不可测。仙王，叶宵笑了，在我眼里不过是3只个头大点的蚂蚁。他抬手，3道黑色的魔气射出，分别没入叶苍穹、林夕雪和渊的体内。老爹，你这大成境中期的修为还是太慢了。轰！叶苍穹还没反应过来，体内就传来一声轰鸣，一股无法抗拒的磅礴力量粗暴地冲刷着他的经脉与魔音。他的修为瓶颈如同纸糊的一般被瞬间冲破。大成境后期，大成境巅峰。这叶苍穹感受着体内暴涨的力量，整个人都懵了。叶宵没有停下，又看向林夕雪。夕雪，你也该跟上来了。林夕雪只觉得一股温柔而霸道的力量将自己包裹，她的境界像是坐上了火箭，从合体境大圆满一路飙升。渡劫境，渡劫境中期，渡劫境大圆满，最后稳稳地停在了大成境初期。还有你。叶宵看向渊，渊那庞大的魔躯轰然一震，他感觉自己停滞了数十万年的境界再次松动。轰！大成境中期。叶宵做完这一切，就像是随手掸了掸灰尘。他屈指一弹，上百件流光溢彩、魔气与仙光交织的神器飞出，悬浮在烈火堂主和那几十位太古魔神面前。这些是赏你们的，拿上兵器，准备杀人。烈火堂主和众魔神看着眼前这些至少都是极品仙器级别的神兵，呼吸都变得粗重起来。他们齐齐单膝跪地。谢少主，主人，赏赐。起来吧。叶宵站起身，走到殿外。下方，整合完毕的数千万魔道大军已经汇聚成一片黑色的海洋，魔气冲天，煞气蔽日，整个世界都在这股恐怖的意志下寂静无声。叶宵的身影出现在万魔殿上方的点将台上，他没有说话，只是静静地看着下方。但每一个魔修，无论是新兵还是老将，都能清晰地感受到那道目光，仿佛一位神奇正在检阅自己的军团。所有人的血液都开始沸腾。今日召集你们来，只为一件事。叶宵的声音响起，没有动用任何修为，却清晰地传入每一个人的脑海，震动着他们的神魂。踏平仙界。吼！简短的4个字，瞬间点燃了数千万魔修的战意，震天的咆哮声几乎要掀翻整个苍穹。叶宵抬手，虚空一压，所有的声音戛然而止。仙界，在你们眼中或许是高高在上的神域，但在我眼中，它不过是一个更大一点的牧场，一盘更丰盛一点的菜肴。那里的仙人是你们的丹药，那里的仙脉是你们的床榻，那里的仙女是你们的奴仆。此战不是征服，是吞噬。我要将整个仙界彻底融入我的神国。
从今往后，魔道即是天道，所有追随我的人都将获得永恒的晋升之路。吼吼吼！这一次是发自灵魂深处的狂吼，每一个魔修的眼睛都红了，他们身上的魔气疯狂暴涨，贪婪、欲望、战意被彻底激发。叶宵看着下方已经彻底疯狂的大军，满意的点了点头。他转过身，面向空无一物的天穹，在所有人震撼的目光中，他抬起双手，如同撕画卷一般，对着天空猛地一撕。刺了！一声响彻天地的布帛撕裂声，整个魔神域的天空被他用蛮力硬生生撕开了一道横贯天地的巨大黑色裂缝。裂缝的另一端是浓郁到化不开的仙灵之气，以及一个更高维度的世界法则，那里就是仙界。叶宵回过头，最后看了一眼下方的大军。出发！他话音落下，身形一动，第一个冲进了那道通往仙界的空间通道。一道冰冷狂妄的声音从通道内传出，回荡在整个魔神域的上空。仙界主宰，你的后院老子帮你扫干净了，现在该来取你的狗命了。刺了！横贯天际的黑色裂缝如同一道永不愈合的伤疤，狰狞地趴在仙界的苍穹之上。下一瞬，黑色的洪流从裂缝中倾泻而出，那是数千万的魔道大军，他们身上的魔气汇聚成云，所过之处，仙灵之气发出不堪重负的哀鸣，被强行排开同化。仙界南天域的第一道防线，一座横亘万里的雄关镇魔关上，守将赵无极身披金甲，手按剑柄，看着那片不断蔓延的黑色，脸上露出轻蔑的神情。一群下界爬上来的虫子也敢污染仙域。他身后是数万名仙兵仙将，他们结成战阵，仙光流转，气息连成一片，杀气直冲云霄。将军，敌军数量太多了。一名副将眉头紧锁。多又如何？赵无极冷哼一声，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在本将的天罡仙阵面前，来多少死多少。他抽出腰间令箭，高高举起，声音传遍整座雄关。天罡仙阵起！嗡！整座镇魔关瞬间亮起1万道符文，仙光冲天起，在空中交织成一张覆盖天地的巨网。雄浑的仙元之力在阵法核心疯狂汇聚，一柄长达万丈，完全由仙道符文凝聚而成的巨型仙剑，在阵法中央缓缓成型。剑锋所指，正是那片黑压压的魔道大军。那剑上散发出的锋锐气息，让空间都出现了细密的裂痕斩。赵无极令剑猛然挥下，万丈仙剑带着毁灭一切的气势，朝着刚刚涌出空间通道的魔军先锋当头斩落。这一剑足以将100万大军连同他们脚下的大地一同斩成齑粉。然而魔军阵中却传出一声狂放的大笑，哈哈哈哈！就这点玩意儿也敢拿出来丢人现眼？渊那庞大的身躯从魔军中一步跨出，他没有停下，身形在冲锋中迎风暴涨，转眼间便化作一尊万丈高的太古魔神。他身后那数十位太古魔神也纷纷现出真身，一个个肌肉虬结，魔气滔天，对着那柄斩落的仙剑露出了嗜血的笑容。小的们，让这些仙界软蛋看看什么才叫真正的力量。渊咆哮一声，根本不使用任何法宝神通，他只是抡起自己那比山岳还要巨大的拳头，对着仙剑一拳轰了上去。吼！数十位太古魔神同时出手，数十只遮天蔽日的魔拳从下而上，与那柄万丈仙剑狠狠地撞在了一起。轰隆！一声足以震碎星辰的巨响传来，仙光与魔气剧烈碰撞，产生的冲击波将周围的空间都撕扯得支离破碎。镇魔关上的赵无极脸上还挂着残忍的微笑，他仿佛已经看到那些魔头在仙剑之下化为飞灰的场景。可下一秒，他的笑容僵在了脸上。咔嚓咔嚓，那柄无坚不摧的万丈仙剑在数十只魔拳的轰击下发出一阵令人牙酸的碎裂声，剑身上布满了蛛网般的裂痕。砰！仙剑轰然炸开，化作漫天光雨，消散在空中。渊和他身后的魔神们站在光雨之中，毫发无损。他们甩了甩拳头，上面连一道白印都没有。太脆了！渊不屑地撇了撇嘴，庞大的身躯没有丝毫停顿，带着身后的一众魔神直接朝着镇魔关的城墙撞了过去。这不可能！赵无极瞳孔骤缩，整个人都懵了。天罡仙阵的全力一击，居然被对方用拳头打碎了。他还没从震惊中回过神来，魔军的左右两翼已经爆发出了更恐怖的攻势。萧儿，老弟我先上了。叶苍穹狂笑着，手持一柄魔气森然的巨斧，带领着一支魔皇位精锐，如同一柄尖刀，狠狠插入仙军的侧翼。他的斧光所过之处，蕴含着一丝夜宵渡给他的神国法则。那些仙兵仙将引以为傲的仙甲护体仙光，在这斧光面前就像是纸糊的一样，一触即溃。一名仙将合体进巅峰，怒吼着举盾格挡。噗嗤！
巨斧连人带盾将他劈成了2半。另一边，烈火堂主面无表情，他手中的魔刀每一次挥出都会带起一片血雨。他身后的万魔联盟大军如同闻到血腥味的鲨鱼，疯狂地冲杀着。仙兵仙将的防线瞬间被撕开了2个巨大的缺口，惨叫声、哀嚎声响彻云霄。原本整齐的仙军阵列顷刻间变得混乱不堪。稳住，都给本将稳住！赵无极目眦欲裂，他疯狂地咆哮着，催动大阵，给我轰杀他们，轰杀他们！然而，无论阵法中的仙兵如何催动仙元，那破碎的仙剑却再也无法凝聚。就在这时，他忽然感觉到一股让他灵魂都在战栗的目光从遥远的魔军后方投了过来。那道目光平淡冷漠，不带丝毫感情，仿佛在看一只蝼蚁。赵无极顺着感觉望去，在千万魔军的最后方，一片虚无的混沌之中，一道身影随意地坐在一张由魔气凝聚的王座上。他甚至没有看向战场，只是抬起手，似乎在端详自己的指甲。然后他屈指对着虚空轻轻一弹，一个无比轻微的动作。可就在他弹指的瞬间，镇魔关地底深处，作为天罡仙阵核心的那块如山岳般巨大的震天仙晶，表面毫无征兆地浮现出一道细微的裂痕。咔，声音轻不可闻，紧接着那道裂痕迅速扩大，蔓延至整个仙晶。砰！震天仙晶，这件支撑了仙界南天域第1道防线数十万年的至宝，就这么无声无息地化作了漫天齑粉。嗡！笼罩着整座镇魔关的仙光大阵，如同被抽走了所有能量的灯泡，猛地闪烁了一下，然后彻底熄灭了。正在奋力抵抗的数万仙兵仙将，忽然感觉体内的仙元一滞，来自阵法的加持消失了。所有人都愣住了，阵法停了，怎么回事？核心被毁了。短暂的死寂之后，是无尽的恐慌。轰！渊那庞大的魔躯已经重重地撞在了失去阵法守护的城墙上，那号称永不陷落的镇魔关如同沙堡一般轰然倒塌。跑啊！不知是谁喊了第一声，数万仙兵仙将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他们丢掉兵器，转身就跑，疯了一样的向着仙域内部逃窜。赵无极跑在最前面，他此刻脑子里一片空白，只剩下逃命这一个念头。想跑？问过老子的斧头了吗？叶苍穹的大笑声如同催命的魔音在他身后响起。一场追逐与屠杀在仙界南天域的大地上演。魔军后方，王座之上，叶萧缓缓收回了目光，看着前方被清空的大片区域，以及远处如同无头苍蝇般溃逃的仙军，他轻轻叹了口气，声音里带着一丝倦意。无趣，仙界，你的防线比我想象中更脆弱。镇魔关的废墟之上，屠杀还在继续。叶苍穹一斧头将一名逃窜的仙将劈成血雾，仰天狂笑，声音震得天空中的血云都在翻滚。痛快！这些仙界的软蛋跑得比兔子还快。烈火堂主则沉默地收刀，他脚下已经堆起了一座由仙人尸骸组成的小山。魔军的狂欢没有持续多久，王座之上，叶萧那平淡的声音穿透了整个战场，压下了所有的嘶吼与狂笑。够了，2个字仿佛蕴含着天地的意志。所有魔修的动作瞬间一致，齐刷刷地停了下来，看向那道端坐于混沌中的身影。一群没用的废物，追着有什么意思？叶萧的声音里带着毫不掩饰的厌倦，他抬起手指向那幅悬浮在身前的仙界地图。地图上，镇魔关后方的数十个光点被他用手指一一圈出，这些是南天域最大的几个仙府和矿脉。老爹，约，你们带人去把那几条最大的仙灵矿脉给老子整条拔出来，搬回魔神域。叶苍穹一愣，随即眼中爆发出比刚才战斗时更亮的光芒。拔出来！好，这个活我喜欢。约那庞大的身躯也弓了下来，声音里满是恭敬与狂热。遵命，主人。叶萧的目光又转向烈火堂主，你带人去抄了这几座仙府、宝库、药源、藏经阁，一根毛都不许留下。烈火堂主单膝跪地，声音沉稳，属下明白。最后，叶萧看向身旁的林夕雪，夕雪，你负责统筹，建立传送阵，把所有东西用最快的速度运回去。林夕雪点了点头，眼中没有丝毫波澜，仿佛只是在处理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好，去吧。叶萧挥了挥手，像是赶走几只苍蝇，让仙界看看什么叫真正的蝗虫过境。吼！得到命令的魔军爆发出比之前任何时候都更加贪婪和兴奋的咆哮。追杀逃兵哪有抄家来的痛快？下一刻，黑色的洪流分作数股，如同张开血盆大口的巨兽，朝着地图上标注的那些富饶之地疯狂涌去。清玄仙府，南天域排名前3的仙道府邸，传承已有30万年。
此刻，仙府的护山大阵早已在镇魔关被破的瞬间，被那股余波震得摇摇欲坠。府主带着残余的长老弟子，正惊慌失措地收拾着宝库里的东西，准备跑路。快，把核心的仙丹都带上，还有老祖留下的那几件仙王法器。就在他们手忙脚乱之时，天空猛地一暗，府主骇然抬头，只见一片由魔气组成的乌云遮蔽了整个天日。烈火堂主那张毫无表情的脸在乌云中浮现，如同俯瞰凡尘的死神。他没有一句废话，只是对着下方的仙府缓缓举起了手中的魔刀。杀！一个字，数百万魔修如同疯了一般从天而降，狠狠砸向清玄仙府那本就脆弱的护山大阵。轰！大阵应声而碎。不！清玄府主发出绝望的嘶吼，但他的声音瞬间就被无穷无尽的惨叫声所淹没。半个时辰后，烈火堂主面无表情地从血流成河的仙府主殿中走出，一名魔将兴奋地跑来汇报：堂主，宝库已经打开了，天呐，里面的仙丹堆得跟山一样高。堂主，我们在后山药园发现了上万株10万年份的仙药，藏经阁也破开了，功法秘籍数不胜数。魔修们的眼睛都红了，他们疯狂地将各种宝物塞进自己的储物法宝，甚至因为争抢一件上品仙器而大打出手。就在此时，林希雪的身影悄然降临，他看都没看那些陷入疯狂的魔修，只是素手一挥，数十杆阵旗飞出，精准地落在仙府各处。嗡！一座临时的空间传送阵迅速成型，散发出幽暗的光芒。所有缴获全部放入传送阵。他清冷的声音响起，带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威严：敢有私藏者，死！狂热的魔修们一个机灵，瞬间清醒过来。他们看着林希雪，又看了看他身后那几个气息深不可测的魔皇位，贪婪的火焰被恐惧的冰水浇灭。他们不敢再有任何小心思，乖乖地将到手的宝物成堆成堆地扔进传送阵中。另一边，南天域最大的仙灵矿脉九龙山脉，叶苍穹和渊带着数十位太古魔神悬浮在山脉上空。哈哈，就是这里！叶苍穹感受着下方浓郁到极致的仙灵之气，口水都快流出来了。老规矩，一人一半。渊瓮声瓮气地问道，眼神却瞟向叶苍穹，带着几分试探。滚蛋！叶苍穹一脚踹在渊的屁股上，这是仙儿交给老子的任务，你打下手就行。渊也不生气，嘿嘿一笑。开始吧！叶苍穹大吼一声，大成境巅峰的修为毫无保留地爆发。他双手张开，狠狠插入下方的虚空之中。给老子起！伴随着他的咆哮，方圆数万里的九龙山脉开始剧烈的颤抖，大地开裂，山峰崩塌，整片大地仿佛一张地毯，被一股无法抗拒的巨力硬生生地从仙界板块上撕扯起来。吼！渊和数十位太古魔神也同时出手，磅礴的魔气化作一只只擎天巨手，拖住那片被掀起的大地，防止它崩碎。在仙界无数生灵惊骇欲绝的目光中，一条绵延数万里、蕴含着无尽仙灵石的巨大山脉，就这么被连根拔起，缓缓升空，然后被这群魔头嘿咻嘿咻的推进了那道横贯天际的空间裂缝之中，消失不见。王座之上，叶萧看着这一切，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弧度。他的神国之内，一座座仙山拔地而起，一条条灵脉被粗暴地植入大地，海量的仙丹、仙器、药材如同垃圾一般被传送阵倾泻在万魔殿前的广场上。整个魔神域的灵气浓度正在以一种恐怖的速度暴涨。叶萧随手一招，一把刚刚从清玄仙府宝库里缴获的极品仙丹飞入他的手中，他看都没看，直接将那玉瓶捏碎。数十颗龙眼大小、仙光氤氲的丹药被他像吃糖豆一样一把塞进了嘴里。嘎嘣！清脆的咀嚼声响起，磅礴的药力在他体内炸开，却瞬间被神魔混沌体吞噬、转化，化作最精纯的混沌魔气。味道还行，他评价了一句，然后屈指一弹，数道精纯的混沌魔气飞出，跨越无尽空间，分别没入正在前线忙碌的叶苍穹、林希雪、渊和烈火堂主的体内。正在搬山的叶苍穹浑身一震，感觉力量又长了一截，干劲更足了。正在指挥的林希雪气息也变得更加凝实，修为隐隐有向大成境中期迈进的趋势。所有核心部下的实力都在这场掠夺战中不减反增。就在这时，一枚黑色的符文在叶萧的掌心悄然浮现，传来林天宇的声音：主人，仙界主宰已被惊动，他放弃了外围所有天域，正在收缩兵力，于中天域的仙庭布下了天罗地网。3位太古仙王、12金仙以及仙庭所有底蕴都在那里等着您。叶萧听完汇报，脸上的笑意更浓了。他看着神国之中堆积如山的仙界资源，仿佛在看一桌丰盛的晚宴。他对着虚空轻声低语，像是在跟一个看不见的人说话：仙主，
感谢你为我准备的这些礼物，我很喜欢。中天玉，凌霄仙宫，黄金铺地，白玉为阶，仙气化作的云雾缭绕在廊柱之间，数十道身影分列两旁，每一个都散发着足以震慑一方天地的恐怖气息。这些人是仙界真正的统治者，仙尊。然而此刻，大殿内的气氛却压抑得如同暴风雨前的海面。爆！一个凄厉的声音从殿外传来，一名身披残破金甲的仙将连滚带爬地冲了进来，他浑身是血，一只胳膊不翼而飞，脸上写满了无法磨灭的恐惧。他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声音都在颤抖。主宰！南天域第一防线镇魔关破了。大殿内一片死寂。坐在最高处那张由整块世界石雕琢而成的王座上的仙界主宰，连眼皮都未曾抬一下。说下去。他声音平淡，听不出喜怒。那仙将咽了口唾沫，身体抖得更厉害了。守将赵无极战死。天罡仙阵被那群魔头用拳头打碎了。什么？一名身穿赤红仙袍，浑身仿佛燃烧着火焰的仙尊猛地站了出来，用拳头打碎天罡仙阵，简直是胡言乱语。赵无极那个废物定是临阵脱逃，编造谎言。仙将吓得魂飞魄散，连连磕头，火得仙尊饶命。小将所言句句属实。那群魔头为首的几十个，个个都有万丈魔躯，力大无穷。仙阵凝聚的万丈仙剑被他们一拳就给轰碎了。火得仙尊还想呵斥，王座上的主宰再次开口。然后呢？仙将的头埋得更低了。阵破之后，关内的震天仙经也毫无征兆的碎了。我们就败了。败了！火得仙尊怒极反笑，我看是你们这群胆小鬼一触即溃。他们追杀你们了？没有，他们没有追杀我们。仙将的声音带着哭腔，仿佛想起了什么比死亡更恐怖的事情。他们开始搬东西。大殿内所有仙尊都愣住了。他们把清玄仙符给屠了，宝库、药源、藏经阁全都搬空了，连一根草都没剩下。然后仙将的声音充满了荒谬与绝望。叶苍穹，哦不，是那个魔头的大军去了九龙山脉，他们把整条九龙山脉连根拔起，给搬走了啊！此话一出，整个凌霄仙宫落针可闻，就连脾气最暴躁的火得仙尊此刻也张大了嘴巴，一个字都说不出来。拔走一条山脉，那可是仙界南天域最大的仙灵主脉之一，这是打仗，这是蝗虫过境。不，蝗虫都没这么狠，蝗虫至少还留个地皮。岂有此理！火得仙尊反应过来后，气得浑身发抖，仙袍上的火焰冲起3尺高。欺人太甚，这简直是在抽我仙界的脸。他猛地转向王座，躬身请命：主宰，不能再等了，请即刻下令调集4大天域所有仙军，我愿为先锋，定要将这群无法无天的魔崽子碎尸万段。火得，稍安勿躁。一名须发皆白、手持拂尘的老仙尊站了出来。此事太过蹊跷。太白仙尊眉头紧锁，看向那名报信的仙将：你可看清，那毁掉震天仙经的是何人？仙将努力回忆，脸上露出更加恐惧的神色。没看清。当时我只感觉一道目光从魔军最后方扫来，然后阵法核心就毁了。那道目光的主人自始至终都坐在王座上，连手指都没动一下。太白仙尊的瞳孔猛地一缩，隔着千万里，一道目光便毁掉了天罡仙阵的阵眼。这是何等恐怖的修为！主宰！太白仙尊脸色凝重的躬身道：敌情未明，对方实力深不可测，行事更是诡异霸道，与寻常魔族截然不同。老臣以为不宜冒进，当以固守为上，先行查探清楚对方的底细，再做定夺。查探？等查探清楚，我们的家底都要被他们搬空了。火得仙尊怒道：太白，你真是越老越胆小了。我仙界传承100万年，何时惧怕过一群下界爬上来的虫子？这不是胆小，是稳妥。放屁，这就是怕了。大殿内数十位仙尊顿时分作2派，吵作一团。有的主张立刻反击，将魔军扼杀在南天域，一雪前耻；有的则认为敌人太过诡异，应该收缩防线，避免更大的损失。争吵声越来越大，整个凌霄仙宫如同一个凡间的菜市场，而王座之上，仙界主宰始终闭着双眼，一言不发。终于，他缓缓抬起了手，只一个简单的动作，整个大殿瞬间安静了下来。所有争吵的仙尊都闭上了嘴，敬畏地看向王座。仙界主宰依旧闭着眼，但他那浩瀚无边的仙念却如同无形的潮水，瞬间扫过整个仙界。他看到了，他看到南天域那片广袤的土地上
出现了一个丑陋的、无法愈合的巨大空洞。那里原本是九龙山脉。他看到无数魔君正如同最贪婪的蚂蚁，疯狂地啃食着南天域的一切仙府、宗门、矿脉，所过之处寸草不生。他还感觉到一股陌生的、霸道无比的法则正在随着那黑色裂缝的蔓延，一点点地侵蚀着仙界的天道。那是一种混沌、毁灭，却又带着一丝创生意味的诡异力量。仙界主宰的心头猛地一跳，他想起了一个在仙界最高层流传了无数岁月，几乎已经被当成笑话的古老预言：当世界树枯萎，将有神魔异术自下界而来，吞噬万界，重炼乾坤。他猛然睁开了双眼，那双原本古井无波的眼眸中第一次闪过了一丝难以察觉的忌惮。够了，他终于开口，声音不高，却带着毋庸置疑的决断。争论是世间最无用的东西。他站起身，俯瞰着殿下重臣，传我法旨，命东西北3大天域所有仙君即刻收缩，退守中天域，放弃所有外围仙城。什么？火德仙尊大惊失色。主宰，这……主宰没有理他，继续说道：开启仙庭最终防御，万仙归元大阵，昭告仙界万族，颁布最高等级灭魔令。凡仙君之上修为者，3日之内必须赶到中天域仙庭听候调遣，迟到者以叛逆论处。一道道命令从他口中发出，不带丝毫感情。所有仙尊都心神俱震，放弃外围，固守中天域，开启最终大阵，颁布最高等级的灭魔令。这是要决战了，都去吧。仙界主宰挥了挥手，用尽一切办法将那群魔头挡在仙庭之外。遵法旨。众仙尊心中再有不甘，也只能躬身领命，化作道道流光，飞出仙宫。很快，偌大的凌霄仙宫只剩下仙界主宰一人。他走到大殿中央，看着那幅巨大的仙界舆图，代表着魔君的黑色已经染黑了小半个南天域，并且还在以一个恐怖的速度朝着中天域的方向推进。他看着那片黑色许久，才低声自语：好一个神魔艺术，我仙界10万年的基业，莫非真要毁在你手上？中天域凌霄仙宫，仙界主宰独自一人站在那幅巨大的仙界舆图前。舆图之上代表着魔君的黑色已经彻底吞没了南天域，并且像一道无法愈合的狰狞伤口，向着中天域的心脏地带蔓延，放弃外围，固守中天域。他低声重复着自己刚刚下达的命令，眼中第一次出现了波动。这不是惧怕，而是困惑。对方的形式实在太古怪了，不像是来征伐，倒更像是一群饿了1万年的疯狗在疯狂地啃食一切。而且他们对仙界内部的部署了如指掌，镇魔关的阵眼，南天域的矿脉仙府，每一步都精准的可怕。内奸。仙界主宰的口中吐出2个字。他缓缓闭上双眼，整个凌霄仙宫的仙气都为之医治。下一刻，一股无形无质却又浩瀚无垠的意志以仙庭为中心，瞬间扫过整个仙界。东天域、西天域、北天域，乃至战火纷飞的南天域，山川、河流、城池、秘境，亿万万生灵，无论修为高低，在这一刻都感到灵魂深处传来一阵战栗，仿佛被一双无所不能的眼睛彻底看穿。这是仙界之主在动用天道权柄巡视自己的领地。找到了。仙界主宰猛然睁开双眼，目光穿透亿万里虚空，精准地锁定在了中天域的核心地带万仙殿。那里有一股不属于仙界却又伪装得极好的混沌气息。好一只胆大的老鼠。他的身影从原地消失。中天域万仙殿，这里是仙庭的中枢，掌管着万仙归元大阵近30%的能量运转。林天宇一身朴素的道童服饰，低着头，小心翼翼地擦拭着一座巨大的阵法枢纽。他的动作看起来平平无奇，但每当他的衣袖拂过阵法上那些繁复的仙纹时，一缕微不可察的混沌魔气便会悄无声息地侵入其中。这些魔气不会立刻爆发，却会像最致命的剧毒潜伏下来，在最关键的时刻给予大阵致命一击。这是叶宵交给他的最后一个任务，做完这一步，他就可以功成身退，等待主人大军的降临。就在他即将完成对最后一处核心仙纹的污染时，一股让他灵魂都为之冻结的恐怖意志轰然降临。嗡！整个万仙殿内所有的阵法在同一时间亮起刺目的红光，发出尖锐刺耳的警报声。有内奸！封锁万仙殿！数十道强横的气息从四面八方涌来，瞬间将林天宇所在的区域彻底封死。3名气息渊庭月质的老者踏空而来，每一个都是货真价实的仙尊。为首的白眉仙尊双目如电，死死地盯着林天宇，怒喝道：魔崽子，你好大的胆子！林天宇缓缓直起身子，丢掉了手中的抹布。他抬起头，
那张平凡的脸上再无半点谦卑，只剩下冰冷的平静。他暴露了，比预想的要早一些。动手！白眉仙尊没有半句废话，一声令下，3位仙尊同时出手。3只由纯粹仙元凝聚的法则大手，从天地人3个方位朝着林天宇狠狠抓来，封锁了他所有的退路空间，在法则之下变得如同铁板一块。然而林天宇脸上毫无惧色，他只是对着虚空轻声说了一句：“主人，天宇信不辱命。”话音落下的瞬间，他胸口处一枚黑色的魔符骤然亮起，轰！一股与整个仙界格格不入的霸道魔气从他体内冲天起，那股魔气混沌毁灭，带着吞噬一切的意志。砰砰砰！3只法则大手在接触到混沌魔气的瞬间，如同纸糊的一般应声破碎。3位仙尊齐齐闷哼一声，被震得倒退了数步，脸上写满了骇然。这是什么力量？好霸道的魔气！趁着他们失神的瞬间，林天宇化作一道黑色流光，不退反进，竟是直直冲向万仙殿最核心的那座阵法枢纽。他要在被擒杀之前完成最后的破坏。拦住他！白眉仙尊惊怒交加，再次出手，一面仙光宝镜悬浮而起，射出一道粗大的金色光柱，锁向林天宇。林天宇不管不顾，任由那金色光柱轰在自己后背。噗！他喷出一口鲜血，身体一个踉跄，但速度却不减反增，借助那股推力，瞬间冲到了阵法枢纽之前。他伸出已经被混沌魔气包裹的手，狠狠地按了下去。住手！就在他的手即将触碰到阵法枢纽的刹那，一道平淡的声音在整个万仙殿内响起。定！一个字，整个世界仿佛被按下了暂停键。流动的仙气，狂暴的魔光，3位仙尊脸上惊怒的表情，林天宇那只伸出的手，所有的一切都在这一刻被彻底凝固。仙界主宰的身影悄无声息地出现在大殿中央，他看着被定在半空，连思维都几乎停滞的林天宇，眼神淡漠。下界的虫子，你背后的主子没教过你什么是敬畏吗？他缓缓抬起一根手指，准备将这只老鼠的神魂抽出，看看它背后到底藏着什么秘密。魔神玉，王座之上，叶萧正百无聊赖地把玩着一颗从仙府宝库里缴获的拳头大小的夜明珠，他突然停下了动作。几乎在同一时间，他抬起头，目光仿佛穿透了无尽的时空。呵，叶萧发出了一声意味不明的轻笑。动我的人！他依旧坐在王座上，甚至连姿势都没有变一下，只是对着身前的虚空随意地伸出了一只手，然后向前一撕，刺了。仙界，万仙殿，仙界主宰的手指即将点在林天宇的眉心。就在这时，一道刺耳的仿佛布匹被撕裂的声音突兀地在他面前响起。仙界主宰的瞳孔猛地一缩，他看到自己面前那片被他以天道法则彻底禁锢的空间，竟然裂开了一道黑色的口子。一只手，一只缠绕着混沌魔气的手从那道裂缝中探了出来，那只手无视了他布下的空间禁锢，就像穿过一层水幕般轻松。他一把抓住了被定在半空的林天宇，然后猛地向后一扯，林天宇的身影瞬间消失在了裂缝之中。谁？仙界主宰心神俱震，发出一声怒喝。他执掌仙界10万年，这还是第一次有人敢在他面前用如此蛮横的方式抢人。回答他的是那道越撕越大的空间裂缝，一道身影缓缓从那片纯粹的黑暗中踏步而出。他身穿一袭黑袍，面容俊美的妖异，一双眼眸深邃如同万古魔渊。他一出现，整个万仙殿乃至整个仙庭的天道法则都开始发出不堪重负的哀鸣。仙界主宰死死地盯着这个突然出现的男人，从对方身上他感受到了一股远比林天宇身上那道魔符要恐怖亿万倍的同源气息。那是一种凌驾于天道之上，视万物为刍狗的纯粹的毁灭与霸道。你就是他的主子。仙界主宰的声音第一次带上了凝重。叶萧没有理会他，他只是看了一眼被他拉回身边浑身是伤气息萎靡的林天宇，眉头微不可察地皱了一下，然后他才将目光投向了这位高高在上的仙界之主。叶萧的脸上没有愤怒，只有一种猫捉老鼠般的戏谑。他咧开嘴，露出一口白牙：仙主，抓我的狗腿子，你问过我这个主人了吗？话音落下，整个万仙殿的气氛降到了冰点。那3位被定在原地的仙尊此刻终于恢复了行动能力，却被叶萧身上散发出的气息压得喘不过气。他们骇然地看着眼前这个从空间裂缝中走出的男人，又看了看高高在上的仙界主宰。仙界主宰的脸色已经阴沉得快要滴出水来。他执掌仙界10万年，言出法随，念动则天地变色。何曾有人敢用这种语气跟他说话？何曾有人敢在他面前自称主人？好，很好，
仙界主宰怒极反笑，声音里蕴含的怒火让整个中天域的法则都开始剧烈震颤。果然是你这魔头，敢犯我仙界，今日便让你形神俱灭！他不再废话，双手猛然在胸前一合，轰隆一声闷响，并非来自外界，而是直接在万仙殿内所有人的神魂深处炸开。整个仙界的天道在这一刻仿佛活了过来，无穷无尽的仙界本源之力被仙界主宰强行抽取，化作一道道肉眼可见的金色法则神链，在他头顶疯狂汇聚，光芒越来越盛，最后所有法则神链凝聚成了一道贯穿天地的光柱。那光柱纯粹浩瀚，其中蕴含着抹除一切概念的至高威能。审判仙光，白眉仙尊失声惊呼，脸上写满了敬畏与狂热。这是仙界主宰执掌天道权柄的最强一击，此光一出，代表着仙界的最高意志，代表着审判与毁灭死。仙界主宰一声怒斥，那道通天彻地的审判仙光便锁定了夜宵，以超越时间和空间的速度轰然落下。光芒所过之处，空间法则寸寸崩解，万物归于虚无。三位仙尊被余波扫到，都感觉自己的仙体和神魂快要被气化，连忙拼尽全力后退，脸上全是恐惧。然而面对这足以毁灭一切的一击，夜宵却连眼皮都没抬一下，他只是傲立于虚空之中，身后那片模糊的神国虚影在这一刻变得清晰起来。那是一个混沌的世界，有魔日神月轮转，有万千魔神在咆哮。神国虚影与他脚下的魔神域在这一刻似乎完美的融合在了一起。夜宵甚至没有闪避，只是缓缓伸出了自己的右手，他的手掌平平无奇，却仿佛一个无底的黑洞。在三位仙尊以及仙界主宰无法理解的目光中，那道足以抹平一方大世界的审判仙光在接触到夜宵掌心的瞬间，没有发出任何声音，没有引起任何爆炸，就像是江河入海，泥牛沉底。那浩瀚无边的毁灭能量被那只手掌轻而易举地吞噬了进去，连一丝涟漪都未曾泛起。整个世界安静的可怕。这不可能！火德仙尊的声音都在发颤，眼珠子瞪得快要掉出来。主宰的最强一击就这么没了。仙界主宰脸上的怒火在这一刻凝固了，取而代之的是一股前所未有的惊骇与凝重。他能感觉到自己与那股审判仙光的力量联系，被一股更加霸道、更加原始的力量从根源上彻底切断、吞噬。你的力量太驳杂了。夜宵收回手，仿佛只是拍死了一只蚊子。他活动了一下手腕，点评道：借来的东西终究不是你自己的。你！仙界主宰胸口剧烈起伏，他再次催动仙界法则。这一次他没有凝聚攻击，而是调动整个中天域的天道之力，试图禁锢夜宵周围的空间，剥夺他体内的力量。神言剥夺，无形的法则之力如同潮水，从四面八方向着夜宵挤压而去。这是概念层面的攻击，只要身处仙界，就必然会受到天道法则的压制。然而诡异的一幕发生了，那些足以压垮任何一位仙尊的法则之力，在靠近夜宵身体3尺范围时，竟像是遇到了礁石的流水，自动向两旁分开。夜宵的身躯仿佛自成一界，独立于仙界天道之外，根本不受任何影响。怎么会？你怎么可能抵御天道法则？仙界主宰彻底失态了，他无法理解眼前发生的事情。夜宵嗤笑一声，脸上露出了不耐烦的神色。玩够了吗？既然你打完了，那该轮到我了。话音未落，他的身形从原地消失，没有撕裂空间，没有法则波动，就像是他本就应该在那里一样。仙界主宰瞳孔猛地一缩，一股极致的危险感从心底涌起，他想也不想，周身仙光暴涨，凝聚成一层厚达100丈的仙元护盾。几乎在护盾成型的同一时间，砰！夜宵的身影鬼魅般出现在他的面前，没有花里胡哨的神通，没有毁天灭地的法则，只有一只简简单单却蕴含着纯粹到极致的肉身力量的拳头。那拳头甚至没有带起一丝风声，但他轰在仙界主宰的护体仙光上时，那足以抵挡数位仙尊围攻的100丈仙盾却如同一个脆弱的肥皂泡，应声破碎。拳风势如破竹，重重地轰在了仙界主宰的胸口。噗！仙界主宰如遭雷击，整个人像一颗炮弹般倒飞出去，狠狠地撞在了凌霄仙宫的殿门之上，将那由世界时打造的宏伟大门撞得4分5裂。一口金色的鲜血从他口中喷出，洒满了残破的阶梯。整个万仙殿死寂一片，那3位仙尊如同3尊石雕，彻底僵在了原地，脑子一片空白。主宰执掌仙界10万年，至高无上的主宰被人一拳打吐血了。仙界主宰挣扎着从废墟中站起，他捂着自己微微凹陷下去的胸口，眼神里再无半点愤怒，只剩下无穷的震惊和一丝恐惧。他能感觉到一股霸道绝伦的混沌之力正在自己的体内疯狂破坏，吞噬着他的仙元。那股力量远超他的想象，甚至
具备吞噬仙界法则的诡异特性。叶宵缓缓收回拳头，甩了甩手腕，仿佛刚才只是做了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他睥睨地看着脸色苍白、气息紊乱的仙界主宰，嘴角勾起一抹残忍的弧度。仙主，你这仙界的力量不过是我的养料，你还有什么手段，尽管使出来吧。叶宵的声音如同九幽魔音，在死寂的万仙殿内回荡，每一个字都像一记重锤，狠狠砸在仙界主宰以及那3位仙尊的心头。仙界主宰捂着塌陷的胸口，艰难地站直了身体。他盯着叶宵，眼神中的怒火已经被一种更深沉的情绪所取代，忌惮，甚至是恐惧。一拳，仅仅一拳就击穿了他引以为傲的仙体。那股侵入体内的混沌魔气像枯骨之躯，疯狂吞噬着他的仙元，他的法则，甚至他的生命本源。他能感觉到自己的力量正在被对方当成养料吸收。魔头，你究竟是什么东西？仙界主宰的声音嘶哑，再无半分之前的威严。我是你爹。叶宵咧嘴一笑，笑容残忍而戏谑。既然你没招了，那就别浪费我时间了。话音未落，他身形再次消失。仙界主宰心神狂跳，这一次他没有选择硬抗，化身万千。他怒吼一声，整个身躯猛然炸开，化作亿万道金色光点，瞬间遍布了整个万仙殿乃至整个仙庭。下一刻，每一道光点都重新凝聚成一个仙界主宰的身影。成千上万个仙界主宰同时睁开双眼，每一个的气息都与本尊无异，每一个的眼中都燃烧着滔天怒火。在本座执掌的天道之下，你无所遁形，今日便用整个仙界的法则将你彻底磨灭。万千仙主同时抬手，一时间整个中天域的法则都暴动了。锋锐无匹的金之法则化作亿万剑雨，焚尽万物的火之法则凝聚成咆哮火龙，冻结神魂的冰之法则编织成天罗地网。成百上千种不同的仙道法则从四面八方、天上地下组成了一场绝无死角的毁灭风暴，朝着中心的夜宵碾压而去。3位仙尊早已退到了仙庭的边缘，看到这毁天灭地的一幕，吓得魂飞魄散。主宰动用了本源之力，这是要将整个仙庭都化为战场啊！他们无法想象有谁能在这样密集的法则轰击下存活。然而身处风暴中心的夜宵脸上依旧是那副百无聊赖的表情。花里胡哨，他轻轻吐出4个字，随即他身后的那片混沌神国虚影轰然扩张，不再是模糊的轮廓，而是一个真实的，仿佛要降临世间的庞大世界。魔日神月高悬，混沌气流垂落，万千魔神虚影在其中仰天咆哮。那足以磨灭一切的法则风暴，在冲入神国范围的瞬间，就像是投入熔岩的冰雪，没有激起半点波澜，便被悄无声息的吞噬、分解、转化。金之法则化作了神国中一柄魔剑的锋芒，火之法则融入了魔日之中，让其燃烧得更加炽烈。冰之法则则被神月吸收，月华更显清朗。夜宵的气息在这场毁灭风暴的喂养下不减反增，节节攀升。这怎么可能？万千仙主同时发出不敢置信的惊呼。他们的攻击非但没有伤到对方，反而成了对方的补品。这是什么怪物？找到你了！夜宵的目光穿过重重叠叠的虚影，精准地锁定在了万千分身中最不起眼的一个角落。那里的仙界主宰脸上正带着前所未有的惊骇。夜宵一步踏出，这一步无视了空间，无视了法则，直接出现在了那尊真身的面前。不！仙界主宰亡魂皆冒，他想也不想，双手猛然向中间一合，给本座出来！他喷出一大口本命精血，洒向虚空。嗡！虚空剧烈震颤，一尊缠绕着无尽造化之气的古朴大鼎破空而出。仙鼎之上，日月星辰、山川草木的虚影不断流转，一股镇压万古、创造万物的恐怖气息弥漫开来。造化仙鼎！远处的白眉仙尊失声尖叫，这是主宰的本命仙器，仙界最顶级的至宝之一。魔头，给本座镇压！仙界主宰状若疯魔，将全身仙元尽数灌入仙鼎之中。造化仙鼎光芒万丈，迎风暴涨，化作一座足以镇压一方星域的万丈巨鼎，朝着夜宵的头顶狠狠砸下。顶口处仿佛一个黑洞，要将夜宵连同他身后的神国一同吞噬进去。面对这毁天灭地的一击，夜宵终于抬起了另一只手，他手掌一翻，掌心向上，一朵小小的只有巴掌大小的黑色莲花在他掌心缓缓绽放。那莲花没有丝毫能量波动，幽深静谧，仿佛蕴含着宇宙从诞生到毁灭的终极奥秘。去！夜宵屈指一弹，黑色莲花飘飘悠悠地向上飞去，与那镇压万古的巨大仙鼎相比，渺小的如同尘埃。然而就在两者接触的瞬间，诡异的一幕发生了。没有惊天动地的巨响，没有毁天灭地的爆炸，那无坚不摧、
号称能造化万物，亦能毁灭万物的造化仙鼎，在碰触到黑色莲花的一刹那，就像一个被戳破的泡沫，从接触点开始，无声无息地寸寸瓦解，化作最原始的能量粒子，被黑色莲花彻底吞噬。噗！本命仙气被毁，仙界主宰如遭雷噬，再次狂喷出一口金色的血液，气息瞬间萎靡到了极点。他的脸上只剩下无尽的绝望和茫然。他的最强手段，他最后的底牌，就这么没了，结束了。叶萧平淡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仙界主宰猛然抬头，只看到一只被混沌魔气包裹的拳头在他眼中无限放大。砰！这一拳结结实实地轰在了他的胸膛。咔嚓咔嚓，一阵令人牙酸的骨裂声响起。仙界主宰的仙体如同一个被砸碎的瓷器，从胸口开始布满了蛛网般的裂痕。他整个人倒飞出去，撞碎了层层空间，最后狠狠地砸进了仙庭深处的一座仙山之中，生死不知。万千分身在真身重创的瞬间，如同镜花水月般齐齐消散，整个世界再次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那三位仙尊已经彻底麻木了，他们的大脑一片空白，只是呆呆地看着那个悬浮在半空收回拳头的黑袍身影。主宰败了，败得如此彻底，如此干脆。就在这时，轰！远处被砸塌的仙山猛然炸开，一道狼狈不堪的金色流光以燃烧生命为代价，化作一道长虹，头也不回地朝着仙庭最深处遁去。是仙界主宰，他还没死，但此刻的他再无半分战意，只剩下逃命的本能。全军撤退，退守祖地。他那虚弱而又急促的声音传遍了整个仙庭。正在与魔军交战的无数仙兵仙将听到这道命令，全都懵了。主宰，让他们撤退。那三位仙尊如梦初醒，哪还敢有半分犹豫，也化作三道流光，紧随着仙界主宰的方向仓皇逃窜。叶萧站在原地，并没有追击，他只是静静地看着仙界主宰狼狈逃窜的背影，眼神中带着一丝猫捉老鼠般的戏谑。他缓缓抬手抓住了那朵吞噬了造化仙鼎后变得更加幽深的黑色莲花，莲花在他掌心消散。他看了一眼被自己随手丢在一旁已经恢复了一些气力的林天宇，然后才将目光投向了仙界主宰消失的方向，跑得倒是挺快。叶萧轻笑一声，声音里充满了不屑。不过这仙界已经是我的囊中之物了。万仙殿前一片狼藉，叶萧随手将恢复了些许气力的林天宇丢给身后的叶苍穹，带他下去，仙界剩下的那些墙头草让他继续去说服。是，少主。叶苍穹恭敬地接过林天宇，退到一旁。叶萧这才抬起手，那朵吞噬了造化仙鼎的黑色莲花悄然浮现在他掌心。莲花的花瓣比之前更加凝实，每一片都仿佛由最纯粹的黑暗构成，一股吞噬万物终结一切的气息在其中流转。他把玩着莲花，目光随意地瞥向仙庭边缘，那三道正亡命飞遁的流光。跑！叶萧嘴角扯了扯，那三位仙尊此刻已经逃出了仙庭范围，正拼命燃烧仙元，只恨自己少生了2条腿。快，再快点！那魔头没追来，我们还有机会。回各自道统，开启护山大阵，或许能。为首的火德仙尊话还未说完，一股极致的寒意猛地从他背后炸开。他浑身一僵，低头看去，一截漆黑的锁链不知何时已经贯穿了他的胸膛，正贪婪地吞噬着他的仙元。不！火德仙尊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可他的身体却完全不受控制，被那道锁链硬生生从虚空中拽了回去，像一条被钓上岸的鱼，重重摔在叶萧脚下。另外2位仙尊回头看到这一幕，吓得魂飞魄散，连惨叫都发不出来，逃跑的速度又快了3分。叶萧根本没看那逃走的2人，他低头俯视着在地上抽搐的火德仙尊。仙界祖地在哪？他的声音很平淡，没有丝毫情绪。火德仙尊眼中满是怨毒与恐惧，他咬着牙嘶吼道：魔头，你休想，有本事就杀了老夫。哦！叶萧抬起脚踩在了火德仙尊的头颅上，五指张开，直接扣了上去。搜魂而已，又不是什么难事。啊！撕心裂肺的惨嚎响彻云霄，霸道的混沌魔气蛮横地冲入火德仙尊的识海，将他的记忆、他的感悟、他的一切秘密都搅得天翻地覆，然后打包吞噬。火德仙尊的仙躯剧烈抽搐，双眼翻白，口中溢出夹杂着神魂碎片的白沫。几个呼吸后，叶萧松开了手。火德仙尊的惨叫戛然而止，他的身体变得干瘪，眼神空洞，已然成了一个废人。原来藏在哪？叶萧低语，似乎找到了什么有趣的东西，还弄了个什么仙界本源大阵，有点意思。他一脚将火德仙尊的仙躯踢开，万魂幡飞出，将其萎靡的仙魂一口吞下。做完这一切，
他才抬头看向那2个已经快要消失在天际的仙尊背影。不用管他们，他们会哭着回来求我收留的。叶萧对身后的叶苍穹和烈火堂主等人传去一道神念：烈火，仙庭的杂碎交给你了。老爹，晕，仙界的地盘给我一寸一寸离过去，我要这里连快值钱的石头都找不到。吸血，仙庭的废墟归你了，建立新的秩序。命令下达的瞬间，正在仙界各处作战的魔道大军攻势变得更加凶猛。烈火堂主率领着万魔联盟的大军，如同黑色的潮水，淹没了仙庭最后抵抗的仙兵仙将。叶苍穹则与渊等一众太古魔神化作拆迁队，所过之处，仙山崩塌，仙城倾覆，一条条仙脉被从大地深处活活抽出，送入叶萧的神国。林希雪立于高空，在他身后，一支由魔神卫队和万魔联盟精锐组成的新军团开始有条不紊地接管仙庭，清剿残余。而叶萧本人在下达完所有命令后，身影一晃，化作一道混沌流光，直接撕裂空间，消失在原地。仙界极深之处，一片被无尽混沌气流包裹的虚无地带，一道金色的流光狼狈不堪地冲出空间裂缝，重重砸在一片古老的石台之上，正是仙界主宰。此刻的他哪还有半分主宰的威严？他身上的仙袍破碎不堪，胸口那个被叶萧拳头轰出的凹陷依旧清晰可见，金色的鲜血不断从嘴角滴落，气息萎靡到了极点。嗨嗨，终于到了。他挣扎着爬起身，看着眼前一座散发着亘古气息的巨大门户，眼中流露出一丝劫后余生的庆幸。这里便是仙界祖地，是仙界最后的屏障，也是他最后的希望。只要能进入祖地，借助历代仙主留下的本源大阵，就算那魔头追来，我也能与他周旋。仙界主宰喘着粗气，双手颤抖着接出一个繁复的法印，按向那巨大的门户。开！他嘶吼着将体内仅存的仙元尽数催动。然而巨大的门户只是微微闪烁了一下光芒，便再无动静。那坚固的阵法壁垒纹丝不动。怎么回事？仙界主宰心中一沉，再次催动法印。给本座开啊！门户依旧毫无反应。一股不祥的预感如同冰水般浇遍他的全身。他猛地想起，这祖地大阵需要庞大的仙界本源之力才能催动，而现在的仙界天道被那魔头侵蚀，本源之力早已混乱不堪，他根本调动不了足够的力量。不应该是这样的。仙界主宰的脸上庆幸之色褪去，取而代之的是一丝慌乱。他疯了一般，不断地用残躯撞击着门户，用拳头轰砸着阵法壁垒。开！给老子开！除了激起阵阵涟漪，门户稳如泰山。希望正在一点点从他眼中消失，转为绝望。就在这时，一个带着几分戏谑的平淡声音在他身后悠悠响起，仿佛贴着他的耳朵。老东西，怎么不跑了？仙界主宰的身体在这一瞬间彻底将住他身上的每一根汗毛都倒竖起来，一股比之前面对死亡时还要恐怖无数倍的寒意从尾椎骨直冲天灵盖。他机械般的一点一点的转过头，只见叶萧正站在他身后不足3尺的地方，双手抱胸，好整以暇地看着他，仿佛在看一只被关在笼子里的猴子。叶萧的身上毫发无伤，气息甚至比在万仙殿时更加深邃，更加恐怖。那双漆黑的眸子就像2个能吞噬一切的黑洞。你！仙界主宰张了张嘴，喉咙里像是被塞了一团棉花，一个字都说不出来。他能感觉到对方的力量在吞噬了他的造化仙鼎和火德仙尊后又变强了。绝望如同潮水，彻底淹没了他最后的一丝理智。这位执掌仙界10万年，言出法随，视众生为蝼蚁的至高存在，在这一刻双腿一软，眼眶瞬间红了，一滴金色的带着无尽恐惧与悔恨的泪水从他眼角滑落。这滴泪比他之前流出的所有鲜血都更让他感到屈辱。叶萧抱着手臂，歪着头，好整以暇地看着他。哭完了。叶萧的声音很轻，却像一记重锤砸在仙界主宰的心头。仙界主宰身体一抖，哭声戛然而止。他猛地抬头，眼中闪过一丝最后的疯狂。魔头，你休想得意！这祖地之内有仙界最大的秘密，你若杀我，你将永远……他的话还没说完，叶萧已经不耐烦地摆了摆手。我对你的秘密没兴趣。叶萧的目光越过仙界主宰，落在了那座亘古长存的巨大门户上。他伸出一根手指，我对这扇门比较有兴趣。你敢！仙界主宰嘶吼，此乃历代仙主心血所铸的无上大阵，凭你！叶萧的手指对着那扇门户轻轻一点，没有惊天动地的巨响，只有一声清脆的咔嚓声。那座号称能抵御一切，连仙界主宰自己都无法强行破开的门户大阵，表面浮现出了一道微小的裂痕。紧接着，裂痕如蛛网般瞬间蔓延至整个门户。
轰！一声闷响，整座门户连同其上的无上大阵化作了漫天光点，消散在混沌气流之中。仙界主宰的嘶吼卡在了喉咙里，他瞪大了双眼，眼珠子几乎要从眼眶里掉出来。自己最后的希望，最后的壁垒，就这么被一指头点碎了。不！绝望之下，催生出了极致的疯狂。仙界主宰猛地从地上一跃而起，他整个身躯都燃烧起了金色的火焰，那是他最后的仙源与生命本源。本座就算死，也要拉你一起陪葬。仙陨归墟，他化作一颗金色的流星，气势甚至比全盛时期还要恐怖几分，朝着夜宵悍然撞来。他要引爆自己的一切，将这片虚无地带彻底化为混沌坟场。夜宵看着那颗扑面而来的太阳，脸上连一丝波澜都没有，他甚至懒得抬拳，只是伸出了手掌，五指张开。在仙界主宰那燃烧的瞳孔中，那只手掌瞬间放大，一把就将他所化的金色流星牢牢攥在了掌心。嗡！所有狂暴的能量，所有毁灭的法则，在那只手掌合拢的瞬间，全部被强行压制、熄灭。陪葬，夜宵的声音带着一丝玩味。你配吗？他手掌一翻，掌心那团被压制到极致的金色光球，被他像丢垃圾一样，随手按在了仙界主宰的天灵盖上。啊！仙界主宰发出不似人声的惨嚎，他所有的力量被夜宵用更霸道的方式尽数塞回了他的体内。他的仙体如同一个被吹到极限的气球，寸寸皲裂，金色的鲜血从每一道裂缝中喷涌而出，却又被一股无形的力量牢牢禁锢，无法挣脱。夜宵提着他如同烂泥般的身体，迈步走入了门户之后的世界。一股浓郁到化不开的仙灵之气扑面而来，这里简直就是一方仙道天堂。仙芝玉草遍地生长，万年仙果挂满枝头，一条条由纯粹仙源汇聚成的溪流潺潺流淌。夜宵的目光却直接穿透了这一切，看向了这片洞天的最深处。在那里，无数条粗壮无比，如同囚笼般的根系深深扎根在这片空间的本源之中，正是世界树的根。在夜宵踏入此地的瞬间，一道惊恐的意念顺着契约传递而来。主人，你是世界树，原来你的根还连着这里。夜宵的嘴角勾起一抹弧度，难怪之前总感觉差了点什么。他将手中半死不活的仙界主宰丢在地上，一步步走向那些根系。主人，不可，那是仙界本源之河所在，一旦被触动，世界树的意念带着前所未有的恐慌。本源之河，夜宵停下脚步，眼中闪过一丝了然。他终于明白，刚才那老东西想干什么了。那根本不是什么同归于尽的招数，而是想通过引爆自己来强行激活这本源之河，与那所谓的仙界本宗取得联系。想摇人，有点意思。夜宵笑了，他不再走向那些根系，而是直接盘膝坐下。他身后的神国虚影轰然展开，如同一个巨大的黑洞，开始疯狂吞噬这片祖地中的一切。仙草、仙果、仙源溪流，所有的一切都被那霸道的混沌魔气分解、转化，融入神国之中。啊！世界树发出一声痛苦的悲鸣。夜宵正在强行剥离他的根系与这片祖地本源的联系。吵！夜宵皱了皱眉，他分出一道神念，化作一柄漆黑的魔刀，顺着契约联系，狠狠斩在了世界树的意志之上。世界树的悲鸣戛然而止，取而代之的是无尽的颤抖与臣服。随着吞噬的进行，祖地的本源结构在夜宵面前再无秘密可言。一块散发着至高法则气息的晶石在祖地最核心处缓缓浮现，那便是仙界本源之河。抓到你了！夜宵五指张开，隔空一握，那块本源之河剧烈震颤，似乎想要反抗，又似乎想要向某个未知的存在发出最后的求救信号。但一切都是徒劳。混沌魔气如枯骨之躯，瞬间包裹了整块晶河，开始疯狂地侵蚀、魔化。同时，夜宵一指点在地上仙界主宰的眉心，搜魂。仙界主宰最后残存的意志，连同他10万年的记忆，如潮水般涌入夜宵的脑海。仙界本宗，仙祖，定期收割的苗圃，一个个关键词在夜宵的识海中串联成了一条清晰的线索。原来不只是个菜园子，还是个会定期收菜的韭菜地。夜宵的眼神变得越发危险。轰！随着最后一声巨响，那块仙界本源之河被彻底魔化，化作了一枚缠绕着混沌与毁灭气息的魔核，融入了夜宵的神国之中。夜宵的神国猛地向外扩张了数倍，他的气息也在这一刻冲破了某个瓶颈，抵达了一个全新的无法用言语形容的境界。整个仙界在这一刻都剧烈地颤抖了一下，所有的仙道法则都在哀鸣，仿佛在为一个时代的落幕而悲歌。夜宵缓缓站起身，他看了一眼地上那具已经彻底失去灵魂，只剩下空壳的仙界主宰肉身。他抬起脚，像踢一块石头一样
将这具曾经执掌仙界10万年的躯体踢进了下方被魔气彻底污染的祖地本源深处。躯体在接触到魔化本源的瞬间，便无声无息的消融，化作了最精纯的养料。做完这一切，叶萧才缓缓抬起头，看向虚空中的某一点。在那里，一道微弱到几乎无法察觉的空间波动，正试图穿透他神国的封锁，向着无尽遥远的未知之地传递着最后的讯息。那是仙界本源之河在被吞噬前发出的最后求救信号。